南星、华夏、江南省、南都。南都29中，台上1000多名高三学生正在准备领主转职，台下则是众多焦急等待的家长。同学们，今天就是决定你们命运的时刻。经过12年的系统学习，相信你们已经完全掌握领主转职的要点和重点。我想说的是，无论能否转职成功，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坦然接受，坦然面对。下面我宣布29中第108届领主转职正式开始。随着校长李建国一声令下，一座金色祭坛自地下缓缓升起，祭坛四周笼罩着一圈金色雾气，庄严无比。刘峰是下方众多等待转职的学生之一，他双眸放光地看着转职祭坛，眼中的喜悦藏都藏不住。来到这个平行宇宙数年，他终于等到这一刻。刘峰依稀记得他穿越之前的场景，为了保卫刘氏祠堂不被拆迁，刘氏族老们最终敲响族鼓。正所谓族鼓一敲，族香一烧，青壮抽签，无论生死。他刘峰就是抽的第一生死签。在那一场震惊世人的祠堂保卫战里，自己最后还是倒在血泊当中。弥留之际，他看到一道白光突然从刘氏祠堂地底穿透而出，直接印在他的胸膛，接着他就彻底失去意识。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这个全民转职领主的世界。这个世界在100多年前进入大宇宙时代，也因此获得领主转职的机会。每一名蓝星人都有机会转职成为一名领主，从而进入无尽宇宙大陆，建造属于自己的领地。通过打造升级自己的领地，获得一切想得到的东西。每一名转职成功的领主都会获得一颗领主之心。领主之心是领主最重要的东西，通过它可以提升领主以及领地建筑的等级，可以说是一切的核心。一旦被破坏，那么领主将失去攀升巅峰的机会。领主之心分为很多等级：白色普通、蓝色稀有、紫色史诗、金色传说以及黑色神话。大部分领主的领主之心只是白色普通，少部分是蓝色稀有，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觉醒紫色史诗。金色传说，那是天才们的专属，1万人中才能觉醒一个。每一位拥有传说级领主之心的领主，无一不是各国的传奇。比如华夏国主龙战天，于无尽宇宙大陆上开辟华夏国度，是亿万华夏领主最坚实的后盾。熊国大帝南斯、漂亮国川普、阿三国摩迪等等，全都打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国度。甚至连小日子不错的扶桑岛都拥有自己的国度。至于最后的黑色神话，蓝星领主们只在无尽宇宙中见过，蓝星至今没觉醒出一个。祭坛周围的金色雾气开始笼罩向1000多名高三学生，其中就有刘峰。国主保佑，一定要让我觉醒出领主之心啊！哪怕是普通品质的都可以，我一定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老天保佑，只要让我觉醒出领主之心，我愿意戒炉1个月。刘峰听着周围同学的祈祷声，内心也不由泛起涟漪，多少开始担心起来。下一秒，金色雾气就笼罩了刘峰。被金色雾气笼罩的刘峰屏气凝神，仔细体会着身体的变化。身体倒是没什么异样，就是感觉头脑清爽了很多。平时没注意的细节，在此刻也都一一浮现在自己脑海中。不知不觉中，刘峰就陷入了混沌状态。等到他清醒时，手中赫然多了一颗蓝色领主之心。稀有品质吗？刘峰抛了抛手中的领主之心，还算是过得去，最起码不是最普通的白色领主之心。就在刘峰自我安慰时，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卧槽！叶雪觉醒了紫色领主之心。哪呢？好多已经觉醒成功的都顾不上自己手中的领主之心，全部一窝蜂的涌了上去，想要近距离观摩一下紫色史诗领主之心。至于没有觉醒成功的，全都落寞的远离人群。都说人人平等，但是在这一刻，他们同那些觉醒成功的同学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事实就是这么残忍。刘峰轻笑着看着疯狂的人群，他非常理解人群的行为。虽然紫色史诗之上还有金色传说乃至黑色神话，但是就现实而言，紫色史诗就是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等级的领主之心。在网上的金色传说领主之心，也就是华夏国主一级，那就和他们不是一个层面的。29中的老师们很快就将学生们分开，并一一统计出学生领主之心的品级。李建国拿着统计出的报告，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1枚紫色史诗级领主之心，12枚蓝色稀有级领主之心，823枚白色普通级领主之心。白色普通级领主之心的数量算是中规中矩，蓝色稀有级领主之心却是大大超出了预期。原本预测的只有8到9枚，现在足足达到了12枚，再加上那枚耀眼的紫色史诗级领主之心，李建国可以肯定29中这次高3觉醒必定冠绝南都。刘峰结束毕业觉醒后并没有驻留学校，针对觉醒蓝色稀有领主之心的学生，华夏最高学府北华大学都是直接录取，所以不需要他投档。回到家中，
刘峰迫不及待地拿出领主之心，循着脑中与领主之心的联系，一个精神连接过去。领主之心下一刻就消失在刘峰手中，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他脑海里。领主、领地、降临。领主和领地是领主之心的核心，可属性化刘峰的一切信息。刘峰随手点开了领主界面。领主刘峰，领地未命名，种族人，等级1级，属性血量50，力量5，防御5，速度5，精神5，技能无，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 20%， 蓝色稀有，战斗力5。咦，自己竟然有2个天赋？还有这个领主之心真有点东西，连他是穿越者都能识别出来。就是这意识旅者有什么用呢？也不给个说明什么的，看来还是差了点意思。其他的属性就有点中规中矩，标准的战五渣。天赋领地加速也是所有领主都有的天赋，区别就在于后面的加速。白色普通 10%， 蓝色稀有 20%， 紫色史诗 30%， 金色传说 40%， 黑色神话 50%。领主之心不仅对领地加速快慢有影响，还决定领主的等级上限以及领主升级时属性的加成。白色普通上限19级，每次升级全属性增加1倍；蓝色稀有上限29级，每次升级全属性增加2倍；紫色史诗上限39级，每次升级全属性增加3倍；金色传说上限49级，每次升级全属性增加4倍；黑色神话上限59级，每次升级全属性增加5倍。可以说，等级上限和属性加成才是领主之心最大的区别。关掉领主界面，刘峰就点开领地界面。领地未命名，所属刘峰，等级1级，面积500平米，人口农民10，上限100，建筑领主小屋1级，可建建筑酒馆、军营、仓库、良田、采石场、伐木场。资源粮食1000，领地人口每人每天消耗1单位，木材1000，石料1000，铁矿1000。灵能500，灵石0。领地升级条件：粮食1000-500，木材1000-500，石料1000-500，铁矿1000-500，灵能500。看完自己的属性面板，刘峰没有急着降临无尽宇宙，而是在脑海中仔细整理起降临需要注意的事项。第2章传国玉玺。人教版语文书里提到过，新人领主降临无尽宇宙大陆之前，会被随机分配到一颗试炼星球，前1个月属于试炼期，会有一定危险，但只要能够坚持下来，就会有丰厚的奖励。很多平民领主都是靠着新手试炼才获得第1桶金，从而走向攀升巅峰的道路。新手试炼共有30天，30天内每天都会随机降临一批怪物攻击领地，每一波怪物潮都会掉落大量资源宝箱，每度过一波怪物潮都会获得专属宝箱，越往后专属宝箱等级越高。传说度过第30波怪物潮，甚至可以获得神话级专属宝箱，只是这个传说一直没有得到证实过。那么降临吧。刘峰突然眼前一黑，再次恢复光明时，已经是在一处空地上。就在刘峰愣神间，一道机械音突兀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尊敬的新生领主，你现在所在的星球是一颗无主试炼星球，它将作为本次试炼的终极奖励之一，奖励给坚持到最后新生领主。中途退出无惩罚，所获得的资源也不会收回，所以请新生领主量力而行，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下面新生领主试炼正式开始。刘峰深吸一口气，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他听到整个星球都是奖励时，他的内心还是止不住的一颤。这可是一整颗星球啊！整个华夏国度都只有1颗，还是通过灭界战争抢夺来的。难怪蓝星与万界差距那么大，人家的天才开局就有1颗完整的资源星球，这能不强吗？别问为什么蓝星的天才没有，问就是比不过。思索间，领地核心建筑领主小屋内突然走出10个衣着朴素的农民。10名农民来到刘峰面前，恭敬地匍匐在地，参见领主大人。刘峰抬了抬手，一时有点不适应。都起来吧。刘峰按照老师教导的开局，指挥着10名农民前往不远处开采木材。也就在这时，他的胸膛突然爆发出一道熟悉的白光。不等刘峰反应过来，那道白光就钻入他的脑海，与脑海中的领主之心纠缠在一起。是你吗？刘峰没有惊慌，更多的反而是期待。他忍着剧痛内视着领主之心的情况。要是他料想不错的话，他的穿越正是因为那道白光。剧痛还在继续，这让刘峰愈发期待起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才能和领主之心僵持成这样？那道白光和领主之心僵持了足有1个小时，还是没能分出胜负。最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察觉到刘峰快要坚持不住，双方才勉强握手言和。只见那道白光
缓缓靠近领主之心。领主之心也是默契的打开一道裂口，双方竟然神奇的融合起来。10分钟后，刘峰如同煮熟的龙虾，浑身赤红的瘫软在地。两位大佬，这是结束了吗？缓过劲来的刘峰连忙点开自己的属性面板。领主、领地、传国玉玺，退出。传国玉玺，刘峰的心砰砰直跳。这一刻，他的呼吸都快停止。他幻想过很多种可能，就是没想过会是传国玉玺。想来也是，也只有传说中的传国玉玺才能拥有这样的伟力，才能带着他穿越到这未知的宇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他老刘家遗失的那枚传国玉玺。刘峰颤抖着点开传国玉玺选项，传国玉玺唯一，归属刘峰，已绑定。功能：绑定华夏某个历史时段，可召唤历史时段里所有出现过的历史名人。绑定华夏历史时段吗？刘峰的第一反应就是三国。要说哪一个时期涌现出的文臣武将最多，那必定是三国。武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黄许孙泰两文言，庞徐甘周魏，二张于两夏，邓艾与姜维。文有一龙二虎三庞统，贾诩郭嘉六吕蒙，陆逊周瑜卢子敬，荀彧荀攸右田丰，程昱刘烨后徐庶，张昭举寿右法正。这里面随便拎出来一个，那都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刘峰没有犹豫，直接选择绑定。传国玉玺唯一，归属刘峰，已绑定。功能：可在酒馆中随机召唤三国时期历史名人。召唤英雄的场所倒是没变，依旧是在酒馆。绑定完毕后，刘峰点开领地，开始建造酒馆。酒馆唯一，建造条件：粮食1000-100，木材1010-100，石料1000-100，铁矿1000-200，灵能550。条件已满足，刘峰直接选择建造。酒馆建造中，倒计时0.0分10秒。5秒钟过后，刘峰面前突兀的出现一座虚幻的酒馆，接着酒馆便由虚转实，真实的坐落在刘峰面前。酒馆唯一，等级1，上限1名英雄。功能：随机召唤普通、稀有、史诗、传说级英雄，概率随机。受传国玉玺影响，酒馆只能召唤三国时期英雄，英雄品质无限制。升级条件：粮食900-200，木材920-200，石料900-200，铁矿800-400，灵能450-100，领地2级，不满足。召唤条件：灵能450-100。刘峰看完酒馆的介绍，眉头微皱。其他资源还好，就是这铁矿消耗的有点快。想到这，刘峰当即给10名农民下达命令，让他们在领地内寻找铁矿进行开采。下面就是召唤三国英雄，就是不知道第一个召唤出来的会是哪一位。刘峰深吸一口气，召唤，100点灵能瞬间消失。下一秒，酒馆中就走出一位身骑白马的中年男子。那名男子见到刘峰后，快速飞身下马，来到刘峰面前，单膝跪地：“属下公孙瓒见过主公。”公孙瓒，白马一从公孙瓒。刘峰连忙上前，双手扶起公孙瓒：“公孙将军不必多礼。”刘峰仔细端详着公孙瓒，忍不住问道：“公孙将军是否记得界桥一战？”公孙瓒微微摇头：“主公说的应该是属下前世，属下在降临这个世界之前就被未知存在抹掉记忆，只保留了部分。”被抹掉了记忆。刘峰心中大喜，他之前一直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三国里很多名人都是死敌，就怕他们一见面就互掐起来，就像是公孙瓒和曲艺，那绝对是死敌一般的关系。现在好了，召唤出来的三国英雄都被抹掉了记忆，也省得他再费心周旋。想到这，刘峰直接点开了公孙瓒的属性面板。这一看，他震惊了。第3章，公孙瓒，白马一从。公孙瓒，传说，等级1，统帅值100，统帅将士数量等于统帅值统帅等阶统帅等级。受传国玉玺影响，召唤出的三国将领统帅值全部满值。统帅等阶等于基础等阶星级、普通、稀有、史诗、传说、神话等阶分别对应10、20、30、40、500。忠诚度100，永不背叛，除非领主主动放弃。属性：血量500，力量20，防御20，速度40，精神20。专属军团：白马一从，传说。专属武器：斩首刀，史诗，可升级，力量正300%，破甲正30%。坐骑：白马，史诗，可升级，速度正30%。军团天赋：1，神速，白马一从进入神速状态，可御风而行，灵巧大幅度提升。2，瞬时闪避，白马一从消除自身反应时间，可随意用刀划出刀墙保护自己。传说级英雄，还自带专属传说级军团。要知道，
很多领主都是强行拉郎配，不管英雄和军团属性是否搭配，就强行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组合在前期还好，一旦到了后期，遇到那些成体系的英雄和军团，那就是被吊打。这也是蓝星领主相对较弱的原因。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蓝星领主大多都是领一代，都只能靠自己摸爬滚打，吃的亏多了，家底厚实了，自然就能帮助下一代建立成体系的军团。公孙瓒带给刘峰的惊喜还远远不止于此，他的统帅值竟然是100，满值的统帅值啊！这可是神话级统帅才有的属性。刘峰心算了下，公孙瓒一级就能统帅12000名将士，还有忠诚度100，自带史诗武器和坐骑，一级就有平均20多点的4维属性。刘峰只能说真不愧是传说级英雄，比自己这战五渣强太多。还有这军团天赋是什么？没听老师提起过呀。他记得华夏已知的传说级英雄很多都是个人天赋，基本没有军团天赋这一说法。难道是因为传国玉玺带来的变化？刘峰带着好奇向公孙瓒询问起来。公孙将军，可否为我解释一下你的2个军团天赋？公孙瓒一个作揖。启禀主公，我有2个军团天赋，一曰神速，二曰瞬时闪避。神速的特点就是快，极致的快，配合上御风，可以做到无规则转向和无视地形，像一般的山地、湖泊在白马一丛面前如若平地。瞬时闪避的特点就是瞬时反应，凡是没有击中白马一丛的攻击，白马一丛都能瞬间反应过来，从而利用手中长刀格挡。通俗点来讲，只要白马一从不被围住，那么他们就是无敌的。刘峰眼睛一亮，感情公孙瓒走的是军团流，而且听他的意思，这白马一丛只要不被包围，那就可以为所欲为，简直就是强无敌的存在。刘峰心痒难耐地点开建筑选项，确认军营满足建造条件后，就开始选择建造。5秒钟后，一座威严的军营凭空出现。军营为1，等级1，将士上限120，功能随机召唤出一队12名随机品质将士，升级条件粮食800-200，木材820200，石料800-200，铁矿610400，灵能300-100，领地2级，不满足可召唤特殊兵种白马一丛，召唤条件灵能300-100，召唤。刘峰没有犹豫，直接召唤出一队白马一丛。金金金，一阵马叫声从军营里传出，接着军营深处缓缓出现12道身骑白马的身影，正是公孙瓒的传奇军团白马一丛。白马一丛传说，等级1，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0，力量10，防御10，速度20，精神10。武器斩首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白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神速，瞬时闪避，主将公孙瓒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12名白马一从骑马来到刘峰和公孙瓒身边，齐刷刷的翻身下马，跪伏在地。参见主公，参见将军，都起来吧。刘峰右手虚抬，努力绷着脸，让自己看着威严点。是。12名白马一从快速起身，牵着白马注视着刘峰，仿佛在等待接下来的命令。公孙瓒看着领地外轻咦一声，刘峰刚想问怎么了，他就接到领主之心的提示。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1天怪物潮即将抵达，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开始了吗？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可以看看白马一丛的实力。刘峰遥遥看着领地外面，公孙将军，领地外有敌来犯，劳烦你率军剿灭。义不容辞。公孙瓒躬身行了一礼，接着便带着12名白马一丛冲了出去，眨眼就消失在刘峰视野。真不愧是传说中的白马一丛，这加速度看得刘峰啧啧称奇，甩那些跑车8条街。当刘峰赶到现场的时候，公孙瓒率领着白马一丛已经开始向怪物潮发起突击。牛头战士普通，种族兽人族，等级1，属性血量80，力量5，防御8，速度5，精神2，技能蓄力一击。牛头人法师稀有，种族兽人族，等级1，属性血量50，力量3，防御6，速度6，精神9，技能火球术。白马一从正前方是20头牛头人战士，后方则是站立着2名牛头人法师。只见白马一从在快要接近怪物潮时猛地开启神速，原本就快如闪电的白马一从在牛头人战士难以置信的眼神中直接闪烁到了他们眼前。没错，就是闪烁。接着就是一声震天口号，意之所至，生死相随，杀！很多牛头人战士甚至都没看清白马一从们的长相，就被白马一从的长刀顺势划破了喉咙。
将士的力量加上百码的冲击力，效果就是一击毙命。2秒钟不到，牛头人战士的防线就被凿穿，直到白马义从调转马头，前排的12名牛头人战士以及后方的2名牛头人法师才轰然倒地。你的英雄公孙瓒击杀1名牛头人战士，获得灵能+5，资源宝箱+1。你的英雄公孙瓒击杀1名牛头人法师，获得灵能+10，灵石+1，资源宝箱+1。你的将士击杀1名牛头人法师，获得灵能+10，灵石+1，资源宝箱+1。刘峰的领主之心上快速闪过14条击杀提示，他看着突然多出的80点灵能和2枚灵石，不由赞叹一声：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种地获得的资源永远比不上杀戮来得快。意之所至，生死相随。又是一声口号，剩下的8名牛头人战士也都不甘地倒在血泊之中。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5秒，共计击杀牛头人战士20，牛头人法师2，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 评价等级分为 SSS、SS、A、B、C、D、E、F、G。基础奖励：灵能1000，灵石100，资源宝箱100。额外奖励 S 级，基础奖励7， S 级专属宝箱1。用时5秒才评价 S 级，那更高的 SS、SSS 级岂不是要秒杀才行？早知道我就多召唤一些白马义从，直接一波解决战斗，那样怎么着都能评个 SS 级吧。刘峰懊恼地摇了摇头，随后就直接领取了所有奖励。这一波怪物潮总计给他带来灵能8120，灵石802，资源宝箱822， S 级专属宝箱1。看着猛增的灵能和灵石，刘峰的嘴角都快笑裂了。接下来就是开宝箱时间，希望这些宝箱能给自己带来足够的惊喜。第4章被刺激的领主之心。刘峰一次性将822个资源宝箱、S 级专属宝箱全部开启。开启资源宝箱，获得粮食100；开启资源宝箱，获得石料100；开启 S 级专属宝箱，获得特殊建筑物教场。刘峰忽略了所有提示，直接点开自己的领地面板。领地未命名，所属刘峰，等级1级，面积500平米，领名农民石，建筑领主小屋1级，酒馆1级，军营1级，可见建筑仓库、良田、采石场、伐木场、教场。资源：粮食25000，木材23020，石料24000，铁矿7620，灵能8420，灵石802。领地升级条件：粮食250000500，木材230200500，石料240000500，铁矿76200500，灵能8420500。资源倒是给的不少，就是这铁矿比例好像有点少，而且建筑物所消耗的铁矿也比其他的要多。看样子这铁矿以后就是战略资源，刘峰心想到。他看着空荡荡的领地名，随即将心中那个名字填了上去。领地大汉，这几乎是所有刘氏后代心目中最重要的2个字。整理完资料，刘峰总算是抽出时间查看起自己的领主属性。这一看直接将刘峰惊呆在原地。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1级，属性血量50，力量5，体质5，速度5，精神5，技能5，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 50%， 黑色神话，本领主之心不弱于人，战斗力5，黑色神话。战斗力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是这领地加速竟然变成了黑色神话。刘峰面露古怪地看着后面括号内的注释，这是被传国玉玺刺激呢？不过这也太夸张了吧，直接从蓝色稀有晋级到黑色神话，你确定这样操作没问题吗？可别把我搞封号了。刘峰战战兢兢地关掉领主面板，重新点开了领地面板，选择升级领主小屋。倒计时 0.09分59秒，立即完成消耗10灵石。立即完成。温馨提示，你的领主小屋已经升到2级，解锁建筑箭塔、围墙，领地面积增加至2500平米。嗡！随着领地升到2级，刘峰明显感到领地猛地向外扩张了一圈，同时感觉一股暖流自他腹部爆发，刘峰舒服地发了个冷战。是的，他也升到了2级。领主就是这一点不好，自身等级和自己领地挂钩。刘峰看了下面板，属性翻了足足5倍，这可是神话级领主之心才有的属性啊！我的乖乖，这传国玉玺对领主之心的刺激的多大啊！硬是让一枚稀有级领主之心产生神话级的效果。他接着又将领主小屋继续升级。倒计时 1.39分59秒，立即完成消耗1000灵石。建造领主小屋是10秒，升1级是10分钟，
这次是100分钟，那下一次岂不是1000分钟？照这样算下去，那以后……刘峰有点不敢算下去，难怪那些高高在上的高等级领主们多少年都没什么变化。他摇了摇头，将脑中的想法驱离，随后就争分夺秒的将酒馆和军营全部选择升级。酒馆和军营的倒计时都是10分钟，刘峰这次没有选择秒建筑。之前苗领主小屋是因为酒馆和军营升级的前置条件是领地2级，10分钟时间并不长，他需要将灵石留在关键地方。召唤9队白马一从，花费了900灵能，刘峰将白马一从补充到了120名。他看了鼹鼠性面板，灵能还剩下6420，铁矿还剩下6320，顿时心头一凛，消耗的有点快啊！这还有很多建筑等着建造和升级，这样下去，领地迟早陷入无资源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得可持续发展。刘峰想了想，最终一咬牙花了19000灵能，将农民补充到最高200人。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农民比将士贵。每一名农民每小时能够采集10单位的铁矿，200名就是2000。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再为铁矿烦恼。他快速将190名农民撒了出去，全部用来采集铁矿。下面就来看看新得到的箭塔、围墙，还有 S 级宝箱开出的特殊建筑物教场。箭塔等级1，血量1000，攻击力5，射速1秒，射程100米。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围墙等级1，血量10000，防御5。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教场唯一等级1，功能可增加1倍将士人口上限。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都是好东西啊！尤其是这教场，竟然可以增加将士人口上限。就是这资源消耗的有点多，不知道他能不能扛得住。1个2个还没什么问题，一旦数量多了，光是用于升级的资源都是海量的。尤其是那铁矿，越难获得，他需求的还越多，这不扯淡吗？算了，刘峰轻声一叹，还是先将几个建筑建造出来吧。选择建造箭塔，请选择箭塔建造地。刘峰沉思几秒，最终选择了保守，将箭塔建造在领主小屋后方10米。箭塔倒计时 0.0分09秒。选择建造围墙，这次没让刘峰选择，围墙直接将他的领地全部围了起来。围墙倒计时 0.0分09秒。选择建造教场，教场倒计时 0.0分09秒。不一会儿，3座建筑就全部由虚转实。看着初具规模的领地，刘峰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到翻了1倍的将士人口，刘峰毫不犹豫的选择将白马一从布满。很快，满编240名白马一从在公孙瓒的带领，整齐的来到刘峰面前。参见主公！刘峰看着雄姿英发的白马一从，心中涌出无限的自豪感。2级就能拥有如此多的传奇将士，他很想问，还有谁？考虑到下一次怪物潮要明天才会抵达，再加上军营即将升级，刘峰直接将包括公孙瓒在内的所有白马一从全都派了出去。将士们需要升级，升级需要灵能，而外出狩猎就是最快速获得灵能的方式，前提是将士们足够强。白马一从们不够强吗？那是相当的炸裂，好吧。开启神速和瞬时闪避的白马一从，面对同等级、同等规模的怪物群，那都是秒杀。即便是遇到高等级的怪物群，那也是多几回合的事。所以，白马一从已经是个成熟的军团，该学会照顾本领主了。第5章，张飞燕云铁骑。公孙瓒带着白马一从走后，酒馆和军营陆续升级完毕。酒馆为1，等级2，上限2名英雄。功能随机召唤普通、稀有、史诗级英雄，受传国玉玺影响，酒馆只能召唤3国时期英雄，英雄品质无限制。升级条件：粮食400，木材400，石料400，铁矿800，灵能200，领地3级，不满足。召唤条件：灵能200。军营为1，等级2，将士上限240。功能随机召唤出1队12名随机品质将士。升级条件：粮食400，木材400，石料400，铁矿800，灵能200，领地3级，不满足。可召唤特殊兵种白马一从2级。召唤条件：灵能200。召唤消耗的灵能翻了1倍，召唤出的英雄和将士等级都是2级。这一对比之前的消耗，算下来竟然还是赚的。刘峰忍着冲动没将白马一从补满，他需要给下一名3国英雄留点将士人口。召唤
下一秒，酒馆中就走出一名身高8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手持丈八蛇矛的男子，身旁还跟着一匹通体漆黑、唯有4个马蹄白的赛雪的骏马。吾乃燕人张翼德，参见主公。张飞。刘封在张飞出现的那一刻就认了出来，实在是太有辨识度了。张将军，快请起！面对这震烁古今的三国名将，刘封丝毫不敢托大，匆忙上前将张飞扶起。殊不知他这一举动，在失去记忆的张飞眼中，严重与某位人物重合。忠诚度本就有100的张飞，对眼前这位主公顿时好感大增。刘封略显期待地点开了张飞的属性面板。张飞，传说，等级2，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700，力量42，防御42，速度28，精神28。专属军团燕云铁骑，传说。专属武器丈八长矛，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乌云踏雪，传说，可升级，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军团天赋1，恐吓。燕云铁骑爆发无与伦比的气势，使敌人感到恐惧，然后汲取对方恐惧，临时加强自身。生出恐惧的敌人实力越强，对于自身的加强越强。2，直面恐惧，在恐惧中维持自身不灭的信念，然后在这个信念中强化自身力量。竟然是4大传说，还有这属性，简直太炸裂了。再看看他这个主攻，算了，没眼看。还有这2大军团天赋，是不是也有点超标？第一军团天赋恐吓，军团级作战，队伍里难免会有怯战者，不需要多，只需要产生一个怯战者，张飞的燕云铁骑就能滚起雪球碾压他们。没有人能在越打越强的军团面前始终保持必胜的信心。至于第2军团天赋就更加恐怖、变态。要说第一军团天赋能带给燕云铁骑胜利，那么第2军团天赋就是燕云铁骑实力通神的关键。历经12年的义务教育，刘封就没听说过，除了升级外，还有其他变强的方式，外物除外。什么叫在恐惧中维持自身信念不灭？这不就是说，只要你自己信念不崩溃，就能一直变强。我他喵要是知道我有这能力，我也能咬牙一直坚持。人不怕吃苦，怕的是毫无希望的坚持。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你坚持住，必然会获得自己想要的，你会怎么做？我想大概率是咬牙坚持到死吧。还有这五虎上将羁绊，500%的加成，想想就刺激。刘封看着剩下的4370点灵能，一咬牙一跺脚，就召唤出240名2级的燕云铁骑。不患寡而患不均，再苦不能苦不下。要是让张三爷知道公孙瓒手下有240名白马一从，而他却没有，不说生气那么夸张，那指定非常不爽。作为一名合格的主公，岂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发生？很快，240名燕云铁骑就站立在张飞身后。燕云铁骑，传说，等级2，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0，力量21，防御21，速度14，精神14。武器长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黑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恐吓，直面恐惧，主将张飞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刘封满意的让张飞带着燕云铁骑出去自由活动。等到张飞走后，刘封心疼的看着只剩下370点的灵能。就这样吧，累了。你的英雄公孙瓒击杀一名牛头人战士，获得灵能+5，资源宝箱+1。你的将士击杀一名牛头人法师，获得灵能+10，灵石+1，资源宝箱+1。就在刘封准备摆烂之时，领主之心上突然开始刷屏。这是找到牛头人老窝呢？刘封看着一直没有停止迹象的提示，一脸惊讶。无事可做的刘封就这样傻愣愣地看着半小时，直到领主之心上传来牛头人头领被击杀的消息，刷屏的提示才最终停止。你的英雄公孙瓒击杀一名牛头人头领，获得灵能+50，灵石+10，资源宝箱+1。头领都不报专属宝箱吗？看样子以后的特殊建筑图纸有点难了。随着领主之心停止刷屏，刘封开始盘点起公孙瓒他们的收获。资源宝箱2826个，也就代表着公孙瓒率领白马一从屠戮了2826头牛头人。这速度有够凶残，关键还是无伤，只能说真不愧是传说级军团。灵能370大于15495，灵石792大于1083。啧，他说什么来着？白马一从就是牛逼，
这一波获得的灵能足够将所有白马一丛升到2级，还绰绰有余。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心中的想法。种地不存在的，他现在恨不得将铁矿一个掰成2个花，所以暂时是不会考虑建造升级那3座资源建筑的。刘峰给公孙瓒发了消息，通知他带着白马一丛回来接受全面升级，随后就将所有资源宝箱全都开了出来。开启资源宝箱，获得粮食100；开启资源宝箱，获得木材100，总计获得粮食88650，木材85400，石料85600，铁矿22950。这比例真是绝了，真不知道其他领主是怎么获得铁矿升级建筑的，反正他是怎么都觉得不够用。温馨提示：2级领地自带资源存储空间只有50万，目前已使用359318，请领主尽快建造仓库，否则多出资源将自动销毁。第6章铸造房。刘峰看到提示，急忙点进仓库界面。仓库为1，等级1，功能可增加1倍领地自带资源存储空间。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建造5秒过后，一座庞大的仓库就由虚转实。还不放心的刘峰直接选择将仓库升级。看着足足增加了4倍存储空间后，他才缓缓放下心来。白马一丛的速度确实是快，刘峰的命令下达没多久，他们就全体赶了回来。主公，公孙瓒将马匹交给一名白马一丛后，就径直来到刘峰面前。你们辛苦了，这次叫你们回来是要将你们全体升到2级，这样你们外出我也能更放心一些。公孙瓒听完刘峰的话，顿时感激涕零道：谢主公牵挂，我等必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说好说。刘峰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就花费4900点灵能，将公孙瓒与白马一丛全都升到2级。公孙瓒，传说，等级2，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700，力量28，防御28，速度56，精神28。专属军团白马一丛，传说。专属武器斩首刀，品质史诗，可升级，力量正300%，破甲正30%。军团天赋：1. 神速，白马一丛进入神速状态，可御风而行，灵巧大幅度提升。2. 瞬时闪避，白马一丛消除自身反应时间，可随意用刀画出刀墙保护自己。白马一丛，传说。等级2，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0，力量14，防御14，速度28，精神14。武器斩首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天赋神速，瞬时闪避，主将公孙瓒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谢主公。升到2级的公孙瓒上前一个抱拳。刘峰微抬右手：将军不必多礼，还要劳累将军继续带领白马一丛前往野外击杀野怪。属下领命。公孙瓒躬身应是，见到刘峰没有其他吩咐，便带着240名白马一丛外出继续寻找野怪。50分钟很快过去，刘峰的领主小屋总算是升到3级。温馨提示：你的领主小屋已经升到3级，解锁建筑铸造房，领地面积增加至12500平米。一阵轰隆声中，刘峰的领地再次向外扩张。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3级，属性血量1250，力量125，防御125，速度125，精神125。技能无。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50%，黑色神话。战斗力125，这属性真的是一言难尽，还没他的英雄强。这真是彻底断绝了他冲锋陷阵的想法。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行走的破绽。这也难怪现实世界中很少见到领主闲逛。这要是被人家斩首了，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领地大汉，所属刘峰，等级3级，面积12500平米，领名农民200，英雄2，将士480。建筑领主小屋3级，酒馆2级，军营2级，箭塔1级，围墙1级，教场1级，仓库2级。可建建筑良田、采石场、伐木场、铸造房。资源粮食112450，木材107220，石料108400，铁矿28670。灵能15495，灵石1083。领地升级条件：粮食2000，木材2000，石料2000，铁矿2000，灵能2000。升级领主小屋。倒计时16点39分59秒。
升级酒馆军营，倒计时1点39分59秒。升级教场箭塔围墙，倒计时0点09分59秒。建造铸造房，铸造房为1，等级1，功能打造，可打造铸造房对应等级装备，需获取对应图纸。升级，可将指定装备升级到铸造房对应等级，需对应材料。升阶，可提升装备等阶，需对应材料。升级条件：粮食200，木材200，石料200，铁矿400，灵能100。刘峰眼睛一亮，好东西啊！不管是白马一从还是燕云铁骑，他们自带的武器坐骑都是最低品质、最低级的，对他们的提升不大，根本不符合他们传说军团的气质。现在有了这铸造房，刘峰就可以将他们手中的武器升级，乃至升阶，就是不知道花费怎么样。想到这，刘峰直接点开铸造房功能界面，打造，暂无对应图纸，无法打造。升级1、2级，木材1000，铁矿100，每升1级所需材料翻倍。升阶，残缺领主之心不足，无法升阶。铁矿，又是铁矿，升1级就要100铁矿，后面还要翻倍，这还是一件装备。一想到有好几百将士的武器等着升级，刘峰就一阵头疼。算了吧，还是先升级建筑，装备等富裕了再说。升级铸造房，倒计时0点09分59秒。一顿操作下来，粮食、木材、石料倒是没什么，就是铁矿只剩下23270，灵能12645。看样子只能靠张飞和公孙瓒打点野怪维持生计了。刘峰轻声一叹。可让刘峰没想到的是，他一直等到晚上，甚至都将所有建筑升到了3级，他都没等到熟悉的击杀提示。什么情况？要不是张飞和公孙瓒定时传回消息，他都以为2支传奇军团失踪了。眼见就要到12点，考虑到怪物潮的随机性，他只得命令2人带着军团先行回到领地，他可不想阴沟里翻船。下达撤退命令后，刘峰摩挲着下巴陷入沉思。难道是因为这是试炼星球，所以只有每天的一波怪物潮？要是这样的话，他的以战养战计划就要泡汤了呀。刘峰看了看已经升级完毕的酒馆和军营，又看了看只有1万多的灵能，最终下定决心再拉出一支军团。既然以战养战的计划行不通，那就全力通关下一波怪物潮。只要能拿到 S 级以上的评价，那绝对有的赚。说干就干，召唤400灵能直接扣除。酒馆里也缓缓走出一位白发苍苍、银鬓飘洒却面色红润的老者。只见那名老者披甲持弓，牵着一匹燎原马，龙行虎步般的来到刘峰面前。第7章，黄忠定军神射营试炼排行榜，末将黄忠参见主公。刘峰连忙上前扶起黄忠。黄老将军，快请起！他本就是3好学生，自然懂得尊老爱幼的道理，虽然眼前这位老者能打他10个。与此同时，刘峰自然而然地点开了黄忠的属性面板。黄忠传说，等级3，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980，力量59，防御40，速度59，精神40。专属军团定军神射营传说。专属武器1，赤血刀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2，祝融火神弓品质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燎原马传说，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军团天赋1，精准，定军神射营视线以内百发百中，视线以外亦可超远抛射，进行超视距打击。2，共享，定军神射营可共享坐骑的力量，远攻有几乎无敌的弓箭，中距离拥有足以定穿钢板的标枪，近战配合上坐骑的力量亦是同境无敌。厉害了，我的黄！真不愧是定军山镇斩夏侯渊的传奇将军，自带2大传说武器不说，还有一头传说坐骑。再看看这2大军团天赋，尤其是第2军团天赋共享，名字平平无奇，但是效果却是出奇的强。本就有传奇属性的定军神射手，加上坐骑的力量，可不是无敌吗？想到这，刘峰激动地召唤出240名定军神射手，8000灵能呼啦啦地消耗完毕，看得刘峰心痛不已。但是当他看到240名定军神射手站在他面前时，顿时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定军神射手传说，等级3，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96，力量30，防御20，速度30，精神20。武器长弓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
破甲正10%，每10支箭矢消耗1点木材、1点铁矿。标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天赋精准，共享，主将黄忠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就在刘峰还在欣赏着定军神射手的属性时，领地外突然传来阵阵马蹄声。刘峰抬头就看到公孙瓒带着白马一从风一般的奔驰而来，不远处则是身着黑甲、气势森然的燕云铁骑。参见主公，见过黄老爷子。公孙瓒虽然失去记忆，但是显然是认识黄忠的。后面赶来的张飞更是激动的大吼道：“黄将军！”黄忠先是朝着公孙瓒一个抱拳：“见过公孙将军，没想到能在这遇到你。后面想必就是闻名天下的白马一从，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接着便迎向疾驰而来的张飞：“张将军，好久不见！”张飞飞身下马，一把搂住黄忠：“黄将军，没想到我们还能在一起共事。”“是啊，我也没想到。”黄忠也是一脸唏嘘。很快叙旧完的三人就齐齐来到刘峰身边站定，等待他的指示。刘峰满意的看着自己的3员大将，嘴角微微上扬。其他领主在没有特殊机遇的情况下，前期最高只有史诗品质的英雄。他倒好，3个英雄全是传奇英雄。要知道，普通品质的英雄和传奇英雄之间的差距很大，更不用说还有3支传奇军团。想到这，刘峰恨不得马上结束新生试炼，直接降临无尽宇宙大陆，开启他的传奇人生。当然这也只是想想，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拿下这次试炼的第1名。有一整个星球资源的支持，他就能快速弥补他和那些领2代、领3代的差距，从而在无尽宇宙大陆上快速崛起，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刘峰看向公孙瓒，询问道：“公孙将军，外面的情况如何？”公孙瓒上前一个作揖：“末将带着白马驿从几乎绕遍了主公领地，除了之前遇到的怪物，就再没遇到过其他怪物，甚至连寻常的飞禽走兽都没有。”刘峰将头转向张飞，张飞立马上前抱拳道：“俺也一样，一个怪物都没遇到过，一个都没有。”难道真的和他想的一样，除了每天的怪物潮，这个星球上就再无其他怪物？刘峰皱着眉点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灵能只剩下4645点，铁矿倒是好了不少，有着200名农民不停开采，数量已经达到了3万多。暂时先这样吧，3支传奇军团够用了，现在只等下一波怪物潮补充一波灵能。时间1分1秒的过去，很快就过了12点。刘峰的属性面板上突然弹出一条提示：第1天的试炼正式结束，本次星球试炼共计10万名领主参加，目前已淘汰1人，请剩下的领主量力而行。下面开始发放试炼评价前10奖励。第1名，神族天神界天启，试炼评价 S 级，奖励随机史诗英雄召唤另1枚，随机史诗兵种召唤另1枚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2名，神族巨神界飓风，试炼评价 S 级，奖励随机史诗英雄召唤另1枚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3名，妖族天妖界妖灵，试炼评价 S 级，奖励随机史诗兵种召唤另1枚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4名，人族天人界姬无命，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5名，魔族魅魔界媚娘，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6名，人族蓝星界刘峰，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10名，神族风神界风翼，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竞争这么激烈吗？前10竟然都是 S 级评价，都怪自己没抓住机会，要不然怎么着都能评价的 SS 级。刘峰看着试炼评价排行榜，一脸的懊恼。他倒不是在乎那史诗英雄兵种召唤令，他也用不着。刘峰最在乎的是后面的专属宝箱，他需要里面的特殊建造，就像那教场一样。现在的教场已经升到了3级，足足增加了4倍将士人口，加上3级军营960将士人口，他可以召唤的将士数目达到了恐怖的3840。虽然他现在召唤不出那么多将士，但是以后总归是能召唤起的。正所谓有备无患，万一哪天他暴富了呢？3840名传奇将士，他只想问还有谁？第8章第2天，就在刘峰懊恼不已时，他所在试炼星球上的神、魔、妖、人族全都炸开了锅。天神族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包揽了前2名。就是这次我们魔族是什么情况？竟然连前3都没进去。某魔族小界领主一脸惊讶地看着排行榜，天人界姬无命看着排行榜上的刘峰，陷入沉思。这个蓝星界是哪位真神的母星？为什么我都没听说过？本以为没有其他人族强者降临这个试炼星球，
没想到还有刘峰这样的人物，这样也好，有机会可以接触一下，争取得到他的友谊，冲刺一下前3。魅魔界媚娘妖娆地看着领地内的魅魔军团，第一天先让你们得意一下，这第2天我可就不客气了。有着大人赐下的传说军团，这次试炼第1，我媚娘势在必得，天神界的也不行。刘峰关闭了属性面板，直接打开了 S 级专属宝箱，开启 S 级专属宝箱，获得特殊建筑物马场。马场为1，等级1，功能1，生产，可生产对应马场等级的马匹，需获取对应马匹图纸。2，升级，可将对应马匹升级到马场对应等级。3，升阶，可将指定马匹升阶。升级条件：粮食200，木材200，石料200，铁矿400，灵能100。生产，暂无对应马种图纸，无法生产。升级1、2级，粮食1000，铁矿100，每升1级所需材料翻倍。升阶，残缺领主之心不足，无法升阶。很难想象马匹升级竟然需要铁矿，这还是一匹马升级需要的资源。要知道，他现在可是有着720名嗷嗷待哺的将士等着他去武装。本以为铁矿会是制约他发展的一项，现在看来他还是肤浅了，这粮食缺口也高达几十万。刘峰已经懒得吐槽，等升到4级，他就一次性再招600农民出来，24小时全天候挖资源。现在先等怪物潮过去再说，这一等可没把刘峰郁闷死，他的领地都升到4级了，怪物潮还没来。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4级，属性血量6250，力量625，防御625，速度625，精神625。技能无。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 50%， 黑色神话。战斗力625，不错不错，总算有那位了。领地大汉，所属刘峰，等级4级，面积62500平米，领名农民200，英雄3，将士720。建筑领主小屋3级，酒馆3级，军营3级，箭塔3级，围墙3级，教场3级，仓库3级，铸造房3级，马场3级。可见建筑良田、采石场、伐木场。资源粮食1001,350，木材96120，石料98300，铁矿32680。灵能4645，灵石1083。领地升级条件：粮食4000，木材4000，石料4000，铁矿4000，灵能4000。刘峰看了眼领地升级条件，又看了看仅剩的4645点灵能，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穷啊！怪物潮快点来吧，再不来我这就要揭不开锅了。不知道是不是听到刘峰的呼唤，他的属性面板总算是收到提示。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2天，怪物潮即将抵达，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终于来了！不等刘峰召唤，张飞、黄忠、公孙瓒3人就来到他的身边，一脸跃跃欲试的样子。第2波怪物潮即将抵达，3位将军，请随我出征。刘峰说罢，就带头向着领地外走去。张飞、黄忠、公孙瓒3人则是领着各自的传奇军团紧随其后。领地外，一对对黑影正在慢慢集结。野猪骑士，种族兽人族，等级2，属性血量160，力量12，防御10，速度12，精神6。技能野蛮冲撞。野猪骑士头领，稀有，种族兽人族，等级2，属性血量240，力量18，防御15，速度18，精神9。技能野蛮冲撞，狂暴冲锋。这数量不少啊！刘峰眼睛微眯，看属性，3大传奇军团直接碾压对面。他现在就是有点担心战役平分，毕竟一共只有30波怪物试炼。3位将军何在？末将在。张飞、黄忠、公孙瓒齐刷刷的单膝跪地。我不通军事，所以这怪物潮就交给你们处理，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全歼来犯之敌，这对我非常重要。末将领命。张飞3人迅速回到各自军团，率先出动的就是公孙瓒带领的白马一从。公孙瓒一马当先，身后的白马一从全都一声不吭地伏在马背上，整支军团如同进攻射出的利箭，速度快到了极点。第2个行动的就是黄忠率领的定军神射营。嗡嗡嗡，一支支箭矢带着嗡鸣声袭向半空，在达到最高点后，又如同制导导弹一般，准确地扎进野猪骑士团。1轮、2轮、3轮，短短5秒钟时间，定军神射营就抛射了3轮箭矢。最后
要不是考虑到即将冲入敌阵的白马一丛，刘峰严重怀疑，光一个神射营就能解决掉对面。本以为定军神射营刚刚的抛射打击就是极限，没想到他们又玩起了定点狙杀。只见神射营的将士们只是略微瞄准，射出去的箭矢就如同长了眼睛一般，一一找上惊愕中的野猪骑士团。你的英雄黄忠击杀一名野猪骑士，获得灵能加10，资源宝箱加1。你的英雄黄忠击杀一名野猪骑士头领，获得灵能加20，灵石加2，资源宝箱加1。你的将士击杀一名野猪骑士头领，获得灵能加20，灵石加2，资源宝箱加1。定军神射营这2轮射击下来，直接带走了1多半的野猪骑士团。意之所至，生死相随。慢了半步的白马一丛，吼着口号就扎进剩下的野猪骑士当中。噗呲噗呲，一连串的鲜血喷涌声，仿佛预示着野猪骑士们的结局。直到最后一头野猪骑士头领不甘到底，白马一丛才缓缓降下速度。呀呀呀！气煞我也！原本已经逐渐平息下来的战场，突然传来一声怒吼。第9章，特殊宝物地图。姗姗来迟的张飞看着满地的野猪骑士，气得咿咿呀呀直叫唤。他没想到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战，竟然会是如此结局。他和他率领的烟云铁骑竟然一个都没杀到，真是岂有此理！张飞本就脸黑，此时更是气得整张脸都变成了猪肝色。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15秒，共计消灭野猪骑士500，野猪骑士头领50，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 级。基础奖励灵能2000，灵石200，资源宝箱200。额外奖励 SS 级，基础奖励8， SS 级专属宝箱1。咦，用时15秒竟然还是 SS 级。看样子这战役评估并不是完全根据时间来判定，应该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毕竟这次的怪物多达550名，用10多点也正常。下次可以考虑让定军神射营单独出击，以他们的火力或许可以拿下 SSS 级。刘峰快速将奖励领取，此时他的灵能和灵石再次丰盈起来。灵能26645，灵石2783。下面就是喜闻乐见的开箱子环节，希望能多开出一点铁矿，用以维持生计。刘峰如是想到。开启资源宝箱，获得粮食100。开启 SS 级专属宝箱，获得特殊宝物地图。地图，凡是领主及领主部下到过的地方，都将会被点亮。领主可实时观测点亮区域的敌我动态。注：可点亮范围受领主等级影响，1级为领地范围1倍，2级2倍，3级4倍，以此类推。我操，好东西啊！玩过红警的都知道雷达的重要性，更何况这还能实时观测被点亮区域的画面。以现在8倍的点亮范围，已经足够他摸清周边的情况。这简直就是打家劫舍的神器。刘峰深吸一口气，随后就开始升级建筑。升级领主小屋，倒计时166比39冒号59。刘峰略一思索，便将其他所有建筑全都选择升级，同时咬牙花费6000灵能召唤出600农民，并将他们全部派出去采集铁矿，以保证铁矿充足。一系列操作完，刘峰的资源还剩下：资源粮食151350，木材92120，石料148300，铁矿54880，灵能13445，灵石2783。刘峰看着只剩下13445点灵能，最终放弃召唤第4支传奇军团，而是选择等会将白马一丛和燕云铁齐升到3级。正好张飞等人已经带着军团将战场打扫完毕。张飞一来到刘峰身边就开始唠叨：主公，咱们下次能不能让俺先出击？和黄老将军、公孙将军一比，燕云铁骑的速度有点太慢了。刘峰轻笑道：张将军放心，后面的硬仗还有很多，会有你们燕云铁骑露脸的时候。我现在先将你们的等级升上来。说罢，刘峰就花费1万点灵能，将包括张飞、公孙瓒在内的所有将士都提升到3级。张飞、公孙瓒来不及仔细感受自身的变化，全都恭敬地拜谢道：谢主公提拔。他们身后的白马一丛、燕云铁骑亦是齐声怒吼：谢主公提拔。听得刘峰是热血沸腾，双手虚抬道：众将士不必多礼。他最终还是没提帮他们升级武器和马匹的事，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公孙将军，末将在。你现在将白马一丛全都分散派出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短时间内将领地周边探索完毕。是。公孙瓒见刘峰没有其他吩咐，便带着白马一丛风一般的离去。张飞和黄忠看到公孙瓒领命出击，全都眼神炽烈地看着刘峰。来到这个世界短短1天时间，他们的实力就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10几倍。
这让他们怎么不心生期待？尤其是年岁已高的黄忠，现在的他只觉身体内充满活力，比之年轻时还要精力充沛。二位将军稍安勿躁。刘封微微颔首。公孙将军探明周边情况之时，就是二位将军出击之机，全凭主公吩咐。黄忠躬身一个作揖道：“俺也一样。”张飞一时学得有模有样。刘封平退张飞、黄忠二人后，便开始思考要不要再召唤出一位传奇英雄。但是想到自己的灵能只剩下13445点，而召唤传奇英雄需要800点，补充240名传奇将士需要16000点灵能，很明显不够。这对于有强迫症的刘封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家人就必须整整齐齐。想通了的刘封当即不再纠结，来到领主小屋就进入躺尸状态，时不时的点开宝物地图，看着慢慢被点亮的地图，刘封心中不禁一阵澎湃。这些都是朕以后的江山啊！可以说每一位领主都有一颗成神的心，而他刘封亦是如此。等着吧，大汉铁蹄定当踏遍无尽宇宙大陆所有土地，他会将大汉2字刻入所有异族心中。白马一从的速度当真是快。就在刘封做梦之时，白马一从已经将地图点亮到极限。10分钟后，睡梦中的刘封突然惊醒。我这是睡着呢？刘封吸溜一下口水，迷迷糊糊的查看起宝物地图。刘封猛地惊坐起来，这是怪物老巢还是两处？刘封欣喜地看着地图上的2团红点，他接着眉头一皱，这个绿点是什么？刘封沉思几秒后，双眸突然闪过一道金光，这不会是同他一样的新生领主吧？他越想越有可能。想到这，刘封擦拭掉眼角不存在的眼屎，快速将2处红团所在的坐标分别发送给张飞和黄忠，并告知他们这可能是怪物所在的老巢，让他们确认后自行行动。张飞、黄忠在得到消息后，二话不说，率领各自的传奇军团直奔坐标而去。尤其是张飞，自从第一次露脸失败后，他就一直憋着一口气，这次可算是让他逮住机会。哼，这次老张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燕云铁骑的厉害。第10章120怪物领地。燕云铁骑和定军神射营分别袭向2个红点所在的区域，而公孙瓒则是召集所有的白马一从，风一般的冲向绿点所在方向。刘封没有管张飞和黄忠，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与公孙瓒的通讯上。看着公孙瓒时不时回复的文字消息，刘封若有所思。这个通讯手段还是落后了点，有机会还得搞点科技出来。不说实时语音视频，最起码能够传回一些简单的画面吧。不一会儿，公孙瓒就发来消息说已经到达绿点所在地。这速度，刘封只能默默点赞，不愧是无视地形的白马一从。刘封并没有让公孙瓒轻举妄动，而是稳妥起见，派出数支侦察小队。叮，你的英雄公孙瓒发来一份侦察情报，领地妖神峰，所属120，等级3级，面积12500平米，领名农民200，英雄3，将士720，建筑领主小屋3级，酒馆3级，军营3级，箭塔3级，围墙3级，可建建筑良田、采石场、伐木场。资源：粮食84269，木材46812，石料56289，铁矿8060，灵能527，灵石854。刘封无语地看着公孙瓒发过来的侦察情报，这是不是太穷了点啊？领主与领主之间可以互相劫掠资源，只不过在无尽宇宙大陆上，很多领主都是相互结盟，除非是实力碾压，不然很难在其他盟友支援过来之前攻破对方领主府。不攻破领主府，存储在里面的资源是一点都带不走。算了，再养养。为了这点资源浪费精力，他自己都觉得寒碜。想到这，刘封当即将白马一从再次分散出去。广撒网多捞鱼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就在刘封意兴阑珊时，妖神峰内的120却是满脸困惑。他想不明白，怎么才第2天就有领主开始进入掠夺模式，这完全没道理啊！要知道，新生领主在前期的差距并不大，即便是有领2代带着传说军团过来，在将士等级、数量没拉开差距之前，打谁都是2败俱伤。毕竟领地内的箭塔可不是吃素的。等了许久没见动静，120冷笑一声：“什么玩意？不好好发展领地，跑着来吓唬你妖爷爷！等我大军成型，定叫你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120的眼神不停闪烁，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慢慢成型。张飞、黄忠带着各自的军团很快抵达了坐标点，看着人影重重的野猪骑士领地，张飞二话不说，咿咿呀呀的发起冲锋。
他身后的燕云铁骑义士紧随其后。叮！你的英雄张飞击杀一名野猪骑士，获得灵能加10，资源宝箱加1。叮！你的英雄张飞击杀一名野猪骑士头领，获得灵能加20，灵石加2，资源宝箱加1。嚯！张三爷总算是开张了，要是再不开张，刘峰真怕他气出病来。看着面板上不断刷新的提示，刘峰的嘴都快笑裂了。这就是手下员工给力的后果，他这老板什么都不用干，就能静静收获成果。就是不知道燕云铁骑的表现如何，想来不会太差吧。思索间，黄忠率领的定军神射营也开始进入屠杀模式。一时间，2支传奇军团的刷屏提示此起彼伏，看得刘峰是眼花缭乱。相对于张飞的燕云铁骑，定军神射营似乎速度更快一点。刘峰摩挲着下巴，喃喃自语道：叮！你的英雄张飞击杀一名野猪骑士头领，获得灵能加20，灵石加2，资源宝箱加1。随着最后一条提示消散，2支传奇军团间的间接比试也落下帷幕。终究还是定军神射营奇胜一招，这让刘峰对3支传奇军团的定位越来越明确。白马义从不用多说，侦察、奇袭、骚扰、掩杀溃敌的一把好手，关键时候可以当作直插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当然，这不是说白马义从攻坚不行，这只是相对而言，毕竟和他比较的同样是2支名满天下的传奇军团。燕云铁骑从他的表现来看是绝对的攻坚主力，配合2大逆天天赋，妥妥的遇神杀神，遇鬼杀鬼。在某种条件下，他就是战场的神。最后的定军神射营吗？那肯定就是以后的输出主力。从远到近，就没有他输出不到的地方，绝对是一切杂兵的噩梦。有着坐骑的加成，谁来都是一箭两洞的结果。尤其是他们还具有超视距打击，这一点非常关键，毕竟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恐怖的存在。刘峰给张飞、黄忠发了撤退消息后，就迫不及待地查看起收获。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1、2、3、4、5 11304个资源箱，3支传奇军团的装备总算是有了着落，先开了再说。说话间，刘峰就将所有资源箱一次性开完。粮食加3、4万，木材加3、3万，石料加3、4万，铁矿加12万。好像还是差不少。原来升级装备这么费钱啊！既然这样，那就先升级建筑物。资源充足的刘峰迅速将所有建筑全部点了升级，增加了12万1000点灵能吗？刘峰摩挲着下巴，他在思考是升级现有军团，还是将将士数量最大化。考虑到今天才是第2天，明天的怪物潮只有3级，现在将士的等级完全够打，刘峰最终决定继续召唤将士。最主要的是，野外怪物领地实在是太香了，香到他都有点看不上领地的怪物潮。想到这，刘峰当即不再犹豫，直接花费13600点灵能，召唤出340对白马一从。白马一从还是好用的。刘峰尝到野外怪物领地甜头后，已经不满足自己领地周边这点，他要将这340对白马一从全部撒出去，尽可能多的寻找怪物领地，乃至一些野生领主。刘峰到现在还没忘记隔壁那个穷酸领主，殊不知他惦记的妖耳灵此时正在磨刀霍霍，随时顺便给他上一课。第11章特殊建筑营地传送门。凌晨12点，第2天试炼排行榜准时发布。第1名，人族蓝星界刘峰，试炼评价 SS 级，奖励随机史诗英雄召唤另一枚，随机史诗兵种召唤另一枚 SS 级专属宝箱1枚。第2名，魔族魅魔界媚娘，试炼评价 SS 级，奖励随机史诗英雄召唤另一枚 SS 级专属宝箱1枚。第3名，神族天神界天启，试炼评价 SS 级，奖励随机史诗兵种召唤另一枚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4名，人族天人界姬无命，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5名，神族巨神界飓风，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6名，妖族天妖界妖灵，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10名，神族风神界风翼，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试炼排行榜一经发布，就在所有领主当中掀起轩然大波。媚娘，这不可能！我可是有着大人赐下的传说军团啊！我不信还有人能比我强。天启，有趣，这次试炼变得有意思起来了。姬无命，风翼稳如老铁。就在所有领主惊叹刘峰是何方神圣时，刘峰正嫌弃地看着新得到的随机史诗英雄召唤令和随机史诗兵种召唤令，只有史诗级还随机，这种垃圾玩意要他何用？算了，留着交易吧。
听说这玩意在华夏还是挺吃香的，大把的土豪领主在高价收购。刘峰接着又拿出 SS 级专属宝箱，冲着右手吹了口气后，就将之开启。叮！开启 SS 级专属宝箱，获得特殊建筑营地。营地可在领地之外建造一处营地，可共享部分领地功能，如共享领地资源、召唤将士、升级将士等。目前可建造营地数量4。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真是想啥来啥。他这边正愁怎么升级外派出去的军团，营地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个短板。要不然每次升级都要将外派军团拉回来，当真是浪费时间。刘峰看了眼公孙瓒所在位置，已经离领得相当远，当即命令他寻找合适地点建造营地。与此同时，刘峰又派出3队白马义从，并命令他们沿着另外3个方向直线深入。刘峰准备在4个不同方向建造4大营地，以白马义从为主力，最大限度的辐射四方。第3天的怪物潮来得很快，去得也快。刘峰带着张飞、黄忠以及3000多白马义从，瞬间就将1000多的怪物潮淹没，持续时间不到5秒。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14秒，共计消灭满古战士1000，满古法师100，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级。基础奖励：灵能4000，灵石400，资源宝箱400。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刘峰快速将奖励领取，内心毫无波澜。见识过野外怪物领地富有的他，已经有点看不上这点资源。当然，蚊子腿再小也是肉，更何况还有着专属宝箱，所以该打还是要打。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叮！温馨提示： SSS 级专属宝箱可开出指向宝物，目前可选择分类有特殊建造、SSS 级技能、传说武器图纸、传说马匹图纸。这……刘峰震惊地看着属性面板上的提示，整个人都先陷入纠结。4大分类都是难得的好东西，特殊建筑不用多说，是领地发展的基石。传说武器图纸400%的力量加成还是很猛的，前提是他打造得起。传说马匹也是好东西啊！定军神射营要是人手1匹这玩意，那绝对是如虎添翼，瞬间成为传说军团当中最顶尖的存在。然而最让他心动却是 SSS 级技能。别看他现在的属性好像还可以，比张飞他们的属性还高，但是那只是属性，真要打起来，他可能会被张飞他们吊起来打。一是打斗经验问题，二是技能问题。算了，再忍一忍，目前来说还是建筑优先。只要将张飞他们实力提升起来，后面的 SSS 级宝箱还不是手到擒来。想通了的刘峰直接选择特殊建筑。叮！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特殊建筑传送门。传送门可在领地之外建造一处空间传送门，传送门可与领地互通。目前可建造空间门数量4。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刘峰嘴角微微上扬，果然还是特殊建筑给力。空间门的出现彻底解决了兵力调动的问题，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外出打野，不必担心被老六偷家。偷家？刘峰微眯眼睛，他瞬间想到他隔壁还有一个异族领主，还是灭了吧，穷是穷了点，但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想到这，刘峰沉声道：黄将军，末将在，命你及你部军团留守领地，但凡有入侵者，格杀勿论。是。张将军，末将在，点齐兵马，随我出征。是。5分钟不到，240名燕云铁骑，2000名白马义从就集合完毕。刘峰骑上一名白马义从的白马，打开地图找到，就准备向那领主杀去。咦？刘峰惊疑一声，今天的野外怪物领地刷新呢？刘峰欣喜地看着地图，上面2个红点格外的耀眼。不管了，先解决那个120再说。说罢，便带头冲了出去。刘峰到达120领地后，连侦查都懒得侦查，直接给张飞下达了进攻命令。杀！张飞一声怒吼，带着燕云铁骑和2000白马义从径直冲杀而去。敌袭！120领地内的驻守军团很快就发现入侵的张飞，并在第一时间对120发出预警。什么？120难以置信地看着远处直奔他而来的张飞，尤其是在看到张飞身后2000多的骑兵时，整个人愣住了。这怎么可能啊！120睚眦欲裂，他想不通为什么现阶段就有领主有如此多的兵力。要知道，已经4级的他只有960名将士啊！集中迎敌！120来不及多想，直接开始召集所有的将士。他的主力兵种是稀有级暴熊战士，拥有不俗的力量和防御。
120看着越来越近的张飞，冷哼道：“哼，即便你比我多1倍兵力又如何？看你的将士等级也就3级，我依托3级围墙，再加上箭塔的辅助，我真就不信你敢死磕。”张飞一眼看出120的意图，只见他右手持矛向前一指，身后的白马义从瞬间开始加速，眨眼间就冲到队伍前方，直奔数米高的围墙而去。第12章傀儡领主。围墙上的120惊讶地看着白马义从，内心充满了疑惑。这是3级军团的速度，哪怕是人族骑兵也不能快成这样吧？还有，你们对围墙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了？要知道，你们可是骑兵啊！就在120等着看白马义从笑话时，白马义从接下来的行为彻底颠覆了他的三观。只见所有白马义从在接近围墙时，突然齐声吼道：“风！”接着便连人带马的越过围墙，根本没管围墙上的守军。落地后的白马义从没有停留，直奔领地中心而去。120抬着头，张大嘴巴，怔怔地看着不停从头上越过白马义从。飞马！不好，保护领主小屋！120反应很快，快速指挥领地内的守军进行拦截。呼！120长舒一口气，庆幸道：“还好留了一手，300暴熊战士应该可以阻拦一回。”说完就要带着剩下的暴熊战士回防领主小屋，可还莫等他集结完毕，他的属性面板突然开始刷屏。叮！你的暴熊战士被斩杀！叮！你的暴熊战士被斩杀！120来不及细看，就惊恐地看向留守的暴熊军团。可哪里还有什么暴熊军团，只剩下300具血肉模糊的暴熊尸体，而被他寄予厚望的箭塔同样没能起到作用。一支支箭矢被白马义从容的格挡，根本没有丝毫威胁。传说军团，这肯定是传说军团，我这是何德何能啊！120悄悄吞咽了下口水，他知道他完了。回归！面对这2000多的传说军团，他没有丝毫反抗的想法，直接选择回归。叮！领主小屋正在被攻击，暂时无法回归，需强制回归令，或者等到领主小屋被攻破，领主方可回归。与120的绝望不同，刘峰正惊讶地看着属性面板的提示，原来击杀其他领主领民也是有灵能的。刘峰舔了舔嘴唇，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于是他通知张飞不急着攻破领主小屋。他缓缓来到围墙下，对着围墙上120莞尔一笑：“这位领主，我这边有个交易，你要不要考虑一下？”120看了眼被团团包围的领主小屋，神色无比难看。怎么个交易法？刘峰轻笑道：“你也看到了，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结束你这次试炼。你看这样如何？我帮你挡下后续的怪物潮，专属宝箱归你，灵能点和灵石归我。”120眉头微蹙，他有点不解地看着刘峰。据我所知，灵能点是不可以交易的。刘峰眼眸流转，咧嘴一笑：“直接交易当然不允许，但是我们可以间接交易。就在刚刚，我通过击杀你那300暴熊战士，获得了6000点灵能。”120惊为天人地看着刘峰，还能这样操作？虽然中间折损了1半灵能点，但是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一想到眼前这位全员传说的大佬要帮自己守家，120心中顿时一阵火热。灵能点，以后到了无尽宇宙大陆，稍微刷点低等级的野怪就有了。要知道，新生试炼的专属宝箱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啊！错过了新生试炼，再想要获得特殊建筑，那是难如登天。就像眼前这位大佬的兵力，那绝对是特殊建筑才有的效果。想到这，120连忙点头道：“承蒙大佬不弃，我同意您说的交易。为了表达诚意，还请大佬收下我剩下的兵力。”120说罢，就命令剩下的所有暴熊战士冲向不远处的白马义从。一声声惨叫过后，120身边只剩下3名英雄。刘峰有点意外地看着120，这位大兄弟够懂事啊，这眼力劲不错。那就这样定了，我在你这边留个传送门和一队将士，怪物潮来时记得及时通知我。说着就在原地建造起空间门。5秒钟后，一道通体雪白的空间门由虚转实。刘峰见空间门建造完成，便直接走了进去，丝毫没注意到120的异状。一旁的120知道刘峰所有将士撤退完毕，才缓缓抬起头，露出一副震惊的面孔。5秒，这位大佬究竟是何方神圣啊？竟然是神话级领主之心！还有最后那支军团，看那气势，绝对是传说级军团。120此时已经不知道要说点什么，只能心中默默感叹，大佬的世界真的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刘峰回到领地，花费43200点灵能，将张飞、黄忠以及他们的军团全部升到4级。既然在数量上不能满足，那就在质量上弥补。未来降临无尽宇宙大陆后，怎么发展他不知道，但是在这新生试炼当中，他会尽可能的暴兵白马义从。其次才是燕云铁骑和定军神社营，为的就是发现更多的领主。
刘峰刚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野外怪物领地是为其他领主刷新的。前期还好，基本没有领主会被淘汰，野外怪物领地会持续刷新。但是到了后期，大部分领主都会被淘汰，这也就意味着野外怪物领地会变少，直至消失。这绝不是他想看到的。所以，像120这样的傀儡领主，他必须抓紧时间多发展一些。2个新刷新的野外领地，很快就被白马义从们剿灭，收获很是喜人。灵能点加25万，灵石加4656，粮食加70万，木材加70万，石料加70万，铁矿加25万。正好酒馆、军营、教场这些建筑全部升到了4级。刘峰直接就开始召唤第4名英雄。召唤英雄，800灵能点瞬间没入酒馆，接着酒馆就闪烁起一阵金光。一位脸部棱角分明、英挺剑眉、双眸细长的中年男子缓缓走出。中年男子龙行虎步间来到刘峰面前，推金山倒玉柱般的单膝跪地。末将高顺参见主公。高将军，快请起。刘峰扶起高顺后，便细细打量起这位三国最纯粹的军人。他不止一次地听族老提起过这位传奇将军。族老曾说，高顺如遇明主，那必定是不弱于关羽的存在。第13章，高顺陷阵营，屏蔽塔。高顺，传说，等级4，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372，力量83，防御83，速度56，精神56。专属军团陷阵营，传说。专属武器冰铁点钢枪，史诗，可升级，力量正300%，破甲正30%。羁绊吕布、高顺、张辽、臧霸在同一阵营时，4人全属性增加400%。军团天赋1，截断防御，陷阵营可截断一切非实质性攻击，并且反弹一切实体攻击，反弹数值等于陷阵营等级2%。2，胜利汲取，陷阵营每正面击溃一支同等级军团，就会获得永久性全属性提升。敌方军团人数不能少于陷阵营，被歼灭人数不能少于1半。刘峰看着高顺的武器，轻声一叹：战败夏侯惇，击破刘备的存在，竟然只有一柄史诗武器，当真是可悲可叹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陷阵营是步兵，所以高顺才没有坐骑。刘峰稍微整理了下情绪，接着细细查看起高顺的2大军团天赋。这一看，饶是见识过众多军团天赋的刘峰，依然被吓了一跳。什么叫截断一切非实质性攻击？这不就是魔免吗？再加上后面的反弹一切物理攻击，刘峰已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只能用无敌来形容。虽然反弹数值受等级影响，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强大。第2军团天赋和张飞的直面恐惧差不多，都是增幅自身的天赋，都是极品中的极品。至于最后的羁绊，刘峰只能说随缘。有了陷阵营，刘峰的军团结构再次完善。正面有燕云铁骑陷阵营，侧面有白马一从，大后方有定军神射营，简直稳如泰山。高将军稍等，我这就将陷阵营召唤出来。说着便消耗67200点灵能，召唤出1008名陷阵将士。陷阵营传说，等级4，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75，力量42，防御42，速度28，精神28。武器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盾牌普通，可升级，防御力正100%，格挡正10%。天赋截断防御，胜利汲取，主将高顺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看样子以后需要控制一下陷阵营的等级，不然这个胜利汲取很难触发。刘峰已经决定，以后发现的野外怪物领地都交给陷阵营来刷，争取试炼结束之前将陷阵营的属性刷到突破天际。至于傀儡领主的试炼怪物巢和献祭军团，则是交给燕云铁骑。反正现在有了空间门，而且建造起来又便宜又快，刷就完事了。刘峰现在非常期待自己能将2大军团刷到什么地步。想到这，刘峰扭头看向站立如松的高顺：高将军，你先带着陷阵营的将士们熟悉一下领地，明天我有重要作战任务交给你。末将领命。等到高顺领兵走后，刘峰又将燕云铁骑和定军神射营补充到1008人。看着只剩下4万多的灵能点，刘峰再次进入摆烂状态。随着第4天榜单的发放，整颗星球上的领主都沸腾起来。SSS 级，真是有生之年啊！这刘峰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达到了 SSS 级？这下好看了，本就强势的刘峰大佬，再多一名传说英雄和一队传说将士，基本预定了这颗资源星球了呀！这不可能！某妖艳女子咬牙切齿道：“有趣，真是有趣！”只有 S 级的天启满脸微笑。
某天人族少年，稳得很。某万年吊车尾，叶灵可不管外界怎么看，直接领取了奖励。让我康康这次能开出什么建筑？叮！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特殊建筑屏蔽塔。屏蔽塔可在领地或者营地建筑一座屏蔽塔，用于屏蔽敌人的侦察。目前可建造数量4，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哈哈，又是一件好东西。刘峰非常满意屏蔽塔的效果。对于他这种狗道领主，这就是神器。他可不想像他侦察别人一样，被别人随意侦察，那和裸奔有什么区别？要知道，别说是未来，就是现在他领地内的建筑、英雄、兵种都是见不得光的存在。除了勤劳致富的农民，剩下的都是传说级。任谁发现这种情况，都知道不正常，都能猜到他身怀大秘密。所以还是低调点，要不然惹得一些大佬眼红，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毕竟他现在还是一只小菜鸡。狗必须苟住，出头的船子先烂。万事有大佬顶在前面，他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发育，发育再发育。刘峰美滋滋的在领地内竖起一座屏蔽塔。至于剩下的随机传说英雄召唤令和随机传说兵种召唤令，他直接压了箱底。开玩笑，他现在的英雄卫士何等的宝贵，那么多的三国英雄等着他召唤，他根本看不上这串串传说英雄。别说是随机，就是定向的，他都懒得看一眼。人家三国英雄自带体系传说军团，你有啥？人家三国英雄自带羁绊，你有啥？召唤你，我图啥？图你垃圾，还是图你能拖我后腿？还是老实点压箱底吧。遇到有缘人，或许有希望重见天日，毕竟这东西可是众多领2代、领3代的最爱。还有这什么随机兵种召唤令，要是能够像他那样直接开启一个兵种，还说得过去。结果只是一队将士，这不坑爹吗？他要这点将士做什么？当吉祥物吗？咦，一个大胆的想法一闪而过，随即便被刘峰深埋心底。第14章，互相羡慕的高顺和公孙瓒。刘峰目前的兵力配置分别是公孙瓒白马驿从4320名，张飞燕云铁骑1008名，黄忠定军神社营1008名，高顺县阵营1008名。黄忠的定军神社营和高顺的县阵营留守领地，公孙瓒和张飞则是带着各自军团四处拓展地图。本来想要将定军神社营一起派出去的，但是考虑到县阵营随时会通过传送门前往野外，只好将定军神社营留了下来。滴滴滴，随着一声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刘峰打开了属性面板。公孙瓒，骑兵主公，我们发现一处野外怪物营地，传送门已经建立，请主公定夺。刘峰，公孙将军辛苦，我这就让高将军率领县阵营前往剿灭。公孙瓒，谢主公关心，此乃末将分内之事。刘峰结束与公孙瓒通信后，快速找到严阵以待的高顺。高将军，公孙将军发现一处怪物营地，烦请你走一趟，将之剿灭。高顺一个作揖，末将领命。说完便转头朝着身后如同雕像的县阵营吼道：全体有序进入传送门，速度要快。是。县阵营亦是给予强烈回应，随后便如同一台森严的机器，高速而有效地运转起来。5分钟不到，整支县阵营就消失在传送门当中。最后的高顺走出传送门后，一眼就锁定了身骑白马、一身白袍的公孙瓒。高顺大步流星地来到公孙瓒面前，一个抱拳：公孙将军有劳了。公孙瓒在高顺过来之前就已经下马，同样一个抱拳道：高将军，这边就交给你了，我这边还得加把劲。找了这么久才发现这个怪物营地，着实有点对不起主公的厚爱。高顺是一位标准的职业军人，说话比较刻板。这边就放心交给我，我不会放跑一个怪物。另外，高某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原本准备离开的公孙瓒扭头轻笑道：你我都在主公麾下共事，有何讲不得？高将军请说。高顺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变化，只是轻声道：根据主公提供的地图，我判断在这怪物营地周围必定存在一处领主营地。公孙将军可以沿着怪物营的绕上一圈，想来能够发现怪物营地与领主营地的通道。反之亦然，公孙将军如果先发现领主营地，同样可以顺藤摸瓜，找出周围的怪物营地。公孙瓒闻言先是一愣，随后便朝着高顺郑重地行了一礼。公孙瓒作为世家大族子弟，自幼就接受最好的教育，也拥有大军团作战经验，但是他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不重视细节，要不然也不能在界桥被曲意全歼。谢高将军指点。说来惭愧，我口口声声说要报答主公厚爱，竟然连这点都没能发现。要不是高将军明示，我估计我现在还
还会像一只无头苍蝇一般到处乱窜。公孙瓒说罢，便深深鞠了一躬。高顺连忙扶起公孙瓒，略显不自然道：“公孙将军言重了，我就这么一说，你听听就好。”经过这一番交流，高顺和公孙瓒的关系瞬间拉近了很多。只听公孙瓒道：“高将军，就此机会，不如让我见识一下现阵营的风采。”高顺闻言，淡漠平静的脸上蓦然生出一抹笑意。公孙将军且看好。说罢便抬起右手比划了一个手势，静候一旁的县阵营看到高顺比划的手势，瞬间做出回应。1008位县阵营将士直接分裂成3部分，中间人数最多，面对怪物营地呈横向2排，岿然不动。左右两翼各自分出150名县阵营将士，快速朝着怪物营地两侧包抄而去。一切都是那样的快速，自然且悄无声息，看得公孙瓒是一阵头皮发麻。这就是县阵营吗？公孙瓒扭头看了眼自家的白马一从，面露苦涩。真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原本他看自家的白马一从哪都好，现在吗？只能说一般，好像除了快，真就没啥特点了。差距怎么这么大呢？想到这，公孙瓒悄摸着举起自己的右手，几秒后便悄悄地放下。果然是一群白痴啊！看看人家县阵营，高顺手一举就知道要做什么，他这举了老半天，一个个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需要给这群家伙加练了，真是丢人丢到家了。高顺自然注意到公孙瓒的小动作，暗自一笑，真是可爱的公孙将军啊！你不知你在羡慕我的同时，我也在羡慕你啊！高顺自打传送门出来就一直在观察白马一从，尤其是在公孙瓒听从他的建议，派出一队白马一从前去怪物营地周围探查时，就被白马一从的速度所折服。要说县阵营追求的是极致的防御，那么白马一从追求的就是极致的速度。高顺在脑中多次模拟了县阵营与白马一从的对战，赫然发现县阵营的胜率竟然远低于白马一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模拟的结果要么是平手，要么就是县阵营依靠特殊地形惨胜白马一从。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县阵营都是被白马一从依靠速度慢慢磨死。果然，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高顺在内心一阵感慨，他的眼神不断闪烁，看样子需要研究出一套针对超高速轻骑兵的战术了。就这样，两位三国名将都在互相羡慕对方的兵种，直到县阵营中军开始推进。公孙瓒看着纪律严明的县阵营，馋得就差流下口水。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感觉真是难受啊！公孙瓒在内心疯狂哀嚎，同时在内心暗暗发狠，回去一定要死命操练白马一从。不说达到县阵营这种地步，但是最起码高顺那个手势必须要让他们学会。哼，别人会的我公孙瓒一定要会，我公孙瓒一生不弱于人。而此时的高顺已经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怪物营地，即便他知道接下来会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他依旧没有丝毫放松。公孙瓒见到高顺的态度，缓缓收起嘻嘻哈哈的态度。学到了，真是学到了呀！他的这位同僚今天真的是给他好好上了一课。公孙瓒内心大为震动，先不论高顺的指挥才能，单是这份严谨就能让他立于不败之地。第15章，骷髅岭鼓励。叮！你的县阵营将士击杀一名4级满谷战士，获得灵能加40，资源宝箱加1。叮！你的县阵营将士击杀一名4级满谷法师，获得灵能加80，灵石加8，资源宝箱加1。叮！你的县阵营将士击杀一名4级满谷头领，获得灵能加400，灵石加80，资源宝箱加1。稳！刘峰看着满屏的提示，愣是没有看到一条高顺的击杀提示。这么稳的将军他还是第一次见。相对于张飞这种恨不得自己一人杀穿整个怪兽营地的将领，刘峰还是比较欣赏这种在后方运筹帷幄的。没办法，他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刘峰一直信奉一个道理，那就是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希望。霸王自刎乌江确实名传千古，但是如果将他换作霸王，他定会选择过那乌江，以图卷土重来。这未尝不是一段佳话，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刘峰想到县阵营的天赋，随即点开了高顺和县阵营的属性面板，还真增加了，每项属性都增加了1点，生命值则是增加了10点，增幅虽然不大，但是已经是相当恐怖了。要知道，这才是一场战役啊！距离试炼结束，理论上还有25天，这一天天累积下来，刘峰都有点不敢想象，起码破100是没问题的。各项属性额外增加100点的传奇军团，想想就刺激。刘峰将随后又将获得的资源箱全部开启，和之前的收获差不多。灵能点加12万，灵石加2320，粮食加35万，木材加35万，石料加35万，铁矿加13万。刘峰纠结的看着只有29万多的灵能点，
他现在的兵力已经到达上限7680，其中燕云铁骑、定军神社营、县镇营都是1008名4级将士，剩下的就是4656名，只有3级的白马一从。而3级升4级，每名将士需要80点，想要将白马一从全部升级，他这边还差8万灵能点。至于说先升级一部分白马一从，这对强迫症患者是致命的，所以还是先等等吧。只要再发现一处怪物营地，或者度过第5天怪物潮，就能一次性将所有白马一从升级。数量达到4656的白马一从，即便只有3级，那也是无敌。结束战斗的县镇营在高顺的带领下，正准备通过传送门返回领地。就在这时，外出打探消息的那队白马一从，如同一缕清风一般，悄然来到公孙瓒面前。启兵将军，我等在怪物营地东南方向8000米处发现一处领主营地，请将军定夺。可曾惊扰到敌军？不曾。一问一答间，公孙瓒就有了决定。他快步来到高顺身边。高将军，先不急着返回领地，我的部下刚刚发现了一处新的领主营地，想来主公不久就会到来。高顺闻言，当即大手一挥，原本还是撤退阵型的县阵营瞬间变阵，随后便整齐而有序地静立在高顺身后。看得公孙瓒是心痒难耐，恨不得马上就开始操练他的白马一从。领地内的刘封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安排黄忠留守领地，自己则是通过传送门来到高顺和公孙瓒这边。刘封这边刚一露头，高顺和公孙瓒就躬身上前，见过主公，见过主公。刘封微微颔首，二位将军辛苦，尤其是公孙将军，这接连发现怪物营地、领主营地，着实不错。公孙瓒不愿居功，便将高顺的分析叙说了一遍。原来如此，刘封眸底闪过一抹激动。要是按照这个规律，他只需要定位领主领地，就能每天收割一遍随机出现的怪物营地。毕竟他的地图范围有限，并不能覆盖所有已经探测范围。刘封不吝赞扬道：“高将军大才，有将军辅助，何愁大事不成？”高顺不敢托大，俯首道：“主公言重，这些都是末将分内之事。”刘封继续客套了几句后，便对着公孙瓒道：“公孙将军，还请前方带路，我们一起去那领主营地走上一遭。”是。公孙瓒一个抱拳，就在前方带起路来。10分钟后，叶灵童身后大军就赶到那处领主营地，同时一份情报也出现在刘封属性面板上：领地骷髅岭，所属古力，等级4级，面积62500平米，领名农民800，英雄4，将士960，建筑领主小屋4级，酒馆4级，军营4级，箭塔4级，围墙4级，仓库4级，良田石4级，采石场石4级，伐木场石4级。资源：粮食184269，木材146812，石料156289，铁矿18060，灵能1527，灵石1854。刘封看完情报后，便若有所思地看着对面的领地。一个中规中矩的领地，拿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收作傀儡领主，毕竟总会有一些宁死不屈的领主。想到这，刘封朝着公孙瓒点了点头。有过一次经验的公孙瓒当即带领着白马义从呼啸而去，刘封则是同高顺慢悠悠地走向领地中心，颇有一点巡视领地的意思。与此同时，古力在被侦查的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迅速召集了全部兵力。古力阴鸷地看着刘封所在的方向，心中冷哼，又是这种强占型领主，一天到晚不好好发展自己的领地，就知道去劫掠别人，真当我是软柿子呢。古力看了看身后4位英雄以及960名战士，发出一声冷笑。3大稀有级古系英雄，1位史诗级古系英雄，再加上960名全员4级的史诗级古魔战士，就这个阵容，我能轻松排进新手试炼前100。哼，这次看我不崩断你的大牙，给你一次血的教训。古力没有放松警惕，他强归强，但是他不会小瞧任何一位领主，尤其还是这种以战养战的强战型领主。第16章，第2名傀儡领主。公孙瓒带着1000名左右的白马一从，风驰电掣地出现在古力视野里。看到白马一从的瞬间，古力黑黝黝的眼洞里闪过一丝惊讶。全骑兵攻城，这是哪里来的二货？这不胡闹吗？倒是这速度有点超标，难怪敢出门掠夺。看我这次不打断你的马腿！古力有条不紊地安排着防御。他先是安排1名稀有级英雄，带着100名古魔战士留守领主小屋。他可不想阴沟里翻船，要是被敌人偷家，那就搞笑了。古力接着又安排剩下的2名稀有级英雄，各自带着100名古魔战士守卫在领地其他方向。虽然正面的1000骑兵大概率就是对方的所有兵力，但是谨慎的他依旧防了一手。
古力自己则是带着他引以为傲的史诗级英雄和660名古魔战士死守正面。面对来势汹汹的白马一从，古力可谓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就让我看看，你这骑兵是怎么攻城的？是正面强攻，还是绕圈寻找破绽呢？怠速行进中的公孙瓒只是扫了一眼围墙上的古魔战士，就大致判断出他们的实力很强，但是还不够看。只见公孙瓒学着高顺的样子，也不管白马一从看不看得懂，高举右拳就开始猛地加速。身后的白马一从看到他们的将军加速了，自然就跟着加速。这一操作看得公孙瓒是心花怒放，顿时放声大笑起来。他就知道他的白马一从一定能够明白他的意思。笑罢，公孙瓒就专心起来。很快，公孙瓒连同白马一从就加速到正常状态下的极限，如同一道道白色闪电快速袭向古力所在地。这不可能！古力难以置信地看着远处已经快到模糊的白马一从。传说军团，竟然是传说军团！所有战士听令，全力依托围墙防守，只准守，不准攻。古力的反应很快，然而公孙瓒更快。眨眼的功夫，白马一从整个就窜到围墙下，接着就是一声大吼：风！只见连同公孙瓒在内，所有的白马一从全都违背常识的滑翔至半空，在古力及一众古魔战士的注视下，直奔领主小屋而去。和120的结局一样，留守领主小屋的古魔战士被瞬间收割，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这还是传说军团吗？我承认传说军团很强，但是你这也不能强成这样。你速度快，攻击强也就算了，你这会飞是什么个情况？古力看着已经控制领主小屋的白马一从，一时愣了神。就在古力进退两难时，刘峰带着陷阵营缓缓出现在他的视野。古力此时是彻底无语，他不明白他这是造的什么孽，竟然会有2个强战型领主同时攻打他。而且看气势，后来的这支军团打底史诗级，甚至有可能是传说级。古力根本就没想过2支军团同属于一个领主。在古力的注视下，刘峰缓慢地走到围墙外，接着便大摇大摆地走进领地。啥情况？这2人是一伙的，要不然他怎么知道我被攻陷了呢？直到公孙瓒对着刘峰行礼，古力才彻底反应过来。双传说军团，而且还是属于同一个人的。也不对，这人数超过军营上限了呀。说到这，古力突然一滞，好像想到了什么。超限建筑，肯定是超限建筑。我爹还，这是哪里来的妖孽啊？古力此时已经彻底懵了，这种级别的新生领主，他只在课本上见过，当时还没什么感觉，现在亲身经历过后，才知道课本上说的还是委婉了。那个谁，你要不下来谈一谈？古力看着朝他招手的刘峰，一时搞不清状况。快点下来，别逼我上去找你啊！古力无奈，考虑到刘峰军团的恐怖，他只能硬着头皮跳下围墙。在走到离刘峰10多米时，古力停下脚步，咽了口水道：这位大人有何吩咐？没什么，就是想和你做个交易。大人请讲。和120一样，在听完刘峰的交易内容后，古力毫不犹豫地选择同意。他原本以为这次是要凉了，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那就这样定了，你的军团我暂时留着，出现意外也能先顶一下。另外，我会在你的领主小屋内留下一队将士，你不介意吧？刘峰想了想，最终决定先不收割古力的军团。他担心怪物潮是同时进行的，后面傀儡领主多了，他担心军团不够用。不介意，不介意。古力连连点头，小命前途都握在对方手里，他哪敢介意？那就好，怪物潮来临时记得通知我。刘峰说罢，就在古力领主小屋内建造了一个传送门，接着便在古力的注视下消失在领主小屋内。回到领地的刘峰眉头微蹙，他刚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传送门不够用。野战军团不用说，必须要一个传送门机动，领地也一样，作为大本营，传送门必不可少。剩下的就是傀儡领主那的传送门，同样不好动。要是将士能够建造建筑就好了。刘峰叹了一口气，领地建筑除了刘峰可以建造外，剩下的只有被刘峰赋予权限的英雄才能建造。而他的4大英雄基本都有事做，黄忠要留守领地，公孙瓒要带兵寻找怪物领地和领主领地，张飞和高顺随时准备出击，根本不可能死守在傀儡领主那。先这样吧，马上就要升到5级，到时候还能多一个傀儡领主。刘峰自我安慰一番后，就找了一个地方躺尸。目前领地内的建筑都已经升到4级，就连他一向看不上的良田、采石场、伐木场也被他升到了4级，数量也达到了上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就是按部就班的刷怪升级。刘峰惬意的眯上眼，尽情的畅想着未来。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5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2000名5级普通怪物，200名5级稀有怪物
2名5级史诗怪物，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第17章，无法尽兴的定军神社营来了吗？刘峰睁开双眼，快速起身的同时，开始召集黄忠、高顺以及在外打野的张飞、公孙瓒。就是这次的怪物潮有点强啊！刘峰边走边看着属性面板上的提示，不仅数量上远远超过当前领主，就连等级都达到了5级。这一轮一下去，那些只有普通军团的领主都要被淘汰，就是拥有稀有级军团的领主都不会好过。也就在这时，120和古力全都发来消息，称怪物潮正在接近他们的领地。还真是同一时间，刘峰脸色微变，最坏的情况还是出现。怪物潮同时攻击的话，前期还好，他还能依靠传说军团碾压过去，就怕到了后期他的等级跟不上，巨大的等级差会弥补怪物潮与传说军团的属性差距，那时候就只能硬碰硬了。思索间，刘峰就拿出对策，对着已经来到身边的高顺道：“高将军，烦请你走一趟古力娜，帮他挡下这一轮怪物潮。”末将领命。高顺一个抱拳后，就带着身后的陷阵营快速冲向传送门，不一会就消失在刘峰视野里。刘峰接着又给张飞发出指令，让他去120的领地支援。传送门还在不停吞吐着，一名名白马翼从风一般的从里面钻出，快速在公孙瓒身后集结。一会功夫，除了留守营地的将士，剩下的4000白马翼从已经集结完毕。刘峰一声不吭地带着黄忠和公孙瓒来到领地边缘，入眼的是密密麻麻的怪物。骷髅战士，普通，种族不死族，等级5，属性血量80，力量10，防御10，速度8，精神8，技能劈砍。骷髅骑士，稀有，种族不死族，等级5，属性血量125，力量15，防御15，速度13，精神13，技能冲锋劈砍。骷髅法师，史诗，种族不死族，等级5，属性血量230，力量23，防御23，速度23，精神30，技能火球术，亡灵复活术。黄将军、公孙将军，交给你们了。刘峰说完就自觉地当起吃瓜群众，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他还是清楚的，打仗这种东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比较好。末将领命。黄忠和公孙瓒齐声应道，两人接着就是一个眼神交流，随后公孙瓒就将白马翼从1分为2，急速向怪物朝2翼包抄过去。所有定军营将士听令，好！3连抛射后转直射，开始。吱嘎！随着黄忠一声令下，无数弓弦被拉开的声音一齐响起，接着就是无数破空声。1轮、2轮、3轮过后，定军营将士开始梯次射击，一支支箭矢仿佛长了眼睛一般，无情定穿前排的骷髅战士。定军营将士现在的攻击力是42，加上弓箭100%的攻击加成和10%的破甲，不论是骷髅战士还是骷髅骑士，基本能保证2箭一个。要是能射中骷髅战士的要害，甚至可以直接秒杀。几个呼吸之间，怪物军团的阵型就被射得七零八乱。2名骷髅法师见状，发出一声声难听无比的嚎叫，应该是在组织骷髅军团，同时还在不停施展亡灵复活术，将一名名倒下的骷髅战士重新复活。刘峰听着骷髅法师巨难听的声音，浑身一阵刺挠。不等他说话，一旁的黄忠嗖嗖就是2箭，2支箭矢带着残影，直接将2名骷髅法师钉死在地上。呼，舒服了。刘峰满意的看着身旁的黄忠，什么叫贴心？这就是定军营这边的直射很快变成点射，因为包抄完成的白马一从开始进场。要说定军营的要害攻击还需要点运气，那么迅捷如风的白马翼从那就是刀刀要害。骷髅战士不用多说，都是一刀一个，哪怕是血量较多的骷髅骑士也撑不过2秒。只见第1名白马翼从砍完一刀后，看都不看就冲向下一个目标，紧随其后的第2名白马翼从则是轻松的将之补刀，全程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流畅到有点梦幻。4000白马翼从如水银泻的一般，直接将整个怪物阵地离了一遍。一轮冲锋后，怪物军团的2000骷髅战士、200骷髅骑士、2名骷髅法师无一存活，彻底化为一具骷髅。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48秒，共计击杀2000骷髅战士、200骷髅骑士、2名骷髅法师，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基础奖励：灵能16000，灵石1600，资源宝箱1600。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战斗结束，公孙瓒带领着4000完好无损的白马翼从缓缓来到刘峰身边。主公，敌军已全部斩杀。刘峰看着满脸煞气的公孙瓒，微微颔首。公孙将军辛苦，接下来还请你多多劳累，继续在野外寻找怪物营地和领主营地，此乃末将分内之事。公孙瓒说完，
见刘峰没有其他吩咐，便带着白马驿从奔向领地内的传送门。刘峰看着风风火火的公孙瓒，目露赞扬，他就喜欢这样没有太多废话的英雄。要不然，以他脑子里那点墨水，说着说着就暴露自己军事白痴的本质。刘峰接着转身向着黄忠点了点头，并毫不吝啬地赞扬起来：“黄老将军也辛苦了。”刘峰看得出来，黄忠的定军神射营每次都没有尽兴。通常来说，两军交战都是优先远射消耗，追求伤害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减少己方的死伤。而刘峰为了追求最快速度通关，每次都是全军出击，留给定军营发挥的时间并不多。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刘峰是深有感触，所以特地出声安慰起黄忠。黄忠轻笑道：“主公不必介意，末将很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这样起码说明我方处于大优势。末将从军多年，还真没打过像现在这么富裕的仗。等到哪天需要定军营全力出手，那主公可能就要头疼了。”刘峰眼眸流转，咧嘴笑道：“那我以后尽量让大家都打这样富裕的仗。”黄忠莞尔一笑，这样自然最好。第18章被吊打的刘峰。刘峰和黄忠一路说笑着回到领地中心。120和古力的领地外，张飞率领的燕云铁骑和高顺率领的县阵营也正是与怪物军团冲撞在一起。和白马一从一样，哪怕是人数少了1倍，等级低了1级，燕云铁骑和县阵营依旧打出了碾压式的进攻。看着如爸爸打儿子一般的战斗，身处不同地方的120和古力的表现几乎完全一致，都在感叹传说军团的恐怖，同时庆幸自己能被大佬选中。他们仿佛看到特殊建筑在朝他们招手。而燕云铁骑和县阵营也没让他们失望，都拿下了 SS 级的评价。而120和古力也都懂事的开始召唤将士，并将召唤出的将士成军团的送给燕云铁骑和县阵营，帮助他们突破属性的极限。收割完的燕云铁骑和县阵营并没有停留，而是直奔野外的怪物营地。面对数倍于己身的怪物营地，他们毫不犹豫的一头扎了进去。刘峰在让黄忠巡视领地后，就开始清点起这次的收获。首先是击杀怪物潮的收获，灵能192640点，灵石3264枚，资源箱2202个。然后是试炼等级奖励，灵能144000点，灵石14400枚，资源箱14400个， SSS 级专属宝箱1个。接着是两大傀儡领地的收获，灵能513,280点，灵石32128枚。最后是最大头的怪物营地收获，灵能点加88万，灵石加16万，资源箱加1万。所以刘峰现在共计拥有灵能2024565，灵石222507，资源箱26602， SSS 级专属宝箱1。我这是发了吗？刘峰有点难以置信的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200万的灵能点啊！前2天他还在为几百几千的灵能点烦神，眨眼间他就拥有了200万灵能点，这种一夜暴富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虽然他现在已经达到人口上限，但是他马上就能升到5级，到时候再将军营和教场升到5级，就能拥有30720的人口。召唤一队5级将士需要1600点灵能，200万灵能点换算下来就是15000名。刘峰一时陷入了沉默，感情他这激动半天，获得灵能点都不够补充人口的，更别说将其他将士等级提上去。算了，顺其自然吧，反正是迟早的事。刘峰叹了口气，然后花了1万多灵石秒了领主小屋。呼！刘峰看着陡然消失的灵石，心情瞬间变得愉悦起来。他好像有点明白女性同胞为什么一生气就喜欢逛街消费，原来花钱真的能使人快乐。随着领主小屋升级，刘峰的等级也来到5级。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5级，属性血量31250，力量3125，防御3125，速度3125，精神3125。技能无。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 50%， 黑色神话。战斗力3125。刘峰随意活动了下自己的四肢，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刘峰竟然有种农奴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他承认之前是他肤浅了，就这属性还怕个蛋蛋的偷袭啊！只要不是军团围攻，光是单挑的话，现在的刘峰能将张飞、高顺他们吊起来打，别谈什么技能技巧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花架子。自信心爆棚的刘峰快速将各个建筑都点了升级，其他建筑都还好，算上天赋加成都是3天多升级，就是这领主小屋的升级时间有点离谱，1666比39冒号59，接近70天，即便有着天赋加成也要35天，看样子这次试炼来不及升级了。刘峰轻笑一声，就找到黄忠，表示他现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想来一场有意切磋。黄忠打量了一眼刘峰，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
随后取出他的祝融火神弓，带着一袋箭矢就走向远处，直到走到离刘峰有500米的地方，才缓声道：“主公，我们点到为止。”“好说好说，你放心，这只是简单的切磋，我会手下留情的。”刘峰还以为黄忠是在示弱，想都不想的就答应了下来。黄忠见刘峰已经准备好，遂将箭袋放在地上，屏气凝神地看着刘峰，似乎是在等刘峰发起进攻。不明所以的刘峰径直发动进攻，准备依靠自己的速度突袭近身。然而他这边刚迈出2步，就看到眼前多了一个黑点，赫然是黄忠射出的箭矢。不好！刘峰看着偏向他右边的箭矢，下意识地向左边躲闪。什么？只见躲闪到左边的刘峰发出一声惊呼，接着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支箭矢正中右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就像是他主动迎向箭矢一般。这还仅仅是开始，黄忠在远处悠闲地射出一支又一支的箭矢，每一支箭矢的方位都不同，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可就是这样杂乱无章的箭矢，将刘峰射得狼狈无比。每当他费劲躲闪掉1支或者2支箭矢后，就会不由自主地迎向另一支箭矢，就好像是设计好的一样。只一会功夫，刘峰4支就各中1箭。到了这回，他哪里不知道黄忠完全就是在逗他玩。刘峰甚至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黄忠或许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带走。一想到他刚开始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手下留情，他就羞得想找个地洞钻进去。黄忠见刘峰放弃了挣扎，也就收起了火神弓，笑呵呵地来到刘峰身边。主公好身手，一般人可躲不了我那么多箭。黄忠这不说话不要紧，这一说话更加令刘峰感到无地自容。刘峰满脸苦涩道：“黄老将军就不要拿我逗乐了，我没那么脆弱，我就不是不明白，明明我比你强，为什么就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呢？”黄忠淡漠平静的脸上蓦然生出一抹笑意。这几天我是看着主公一点点变强的，实力变强自然是好事，但是变强的太快也会导致自己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力量。主公也不必气馁，以主公的底子，只需要锻炼一段时间，就能初步掌控自己的力量。第19章定位塔英灵殿。刘峰听到这一脸欣喜，黄老将军可否指教一番？这种空有力量却用不出来的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黄忠轻轻点头，主公要是不嫌弃，这段时间可以跟随末将进行日常锻炼，末将自信在这方面还是有点心得。刘峰等的就是这句话，连忙道：“那就劳烦黄老将军了。”说罢就眼巴巴地看着黄忠，就差明说现在就可以开始。黄忠见状哈哈大笑，对于这位主公的性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遂开始全心教导起刘峰。沉迷于训练的刘峰丝毫没有注意时间的流逝，一眨眼就到了公布排行榜的时间。第5天的试炼正式结束，本次星球试炼共计10万名领主参加，目前已淘汰8万人，请剩下的领主量力而行。下面开始公布试炼前10名和奖励。第1名，人族蓝星界刘峰，试炼评价 SSS 级，奖励随机传说英雄召唤另一枚，随机传说兵种召唤另一枚 SSS 级专属宝箱1枚。第2名，妖族水妖界120，试炼评价 S 级，奖励随机史诗英雄召唤另一枚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3名，古族海古界古力，试炼评价 S 级，奖励随机史诗兵种召唤另一枚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4名，魔族魅魔界媚娘，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5名，神族天神界天启，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6名，人族天人界界姬无命，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第10名，神族风神界风翼，试炼评价 S 级，奖励 S 级专属宝箱1枚。刘峰领取了奖励就关闭了排行榜面板，他对自己能拿第1是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他获得的是 SSS 级评价，反倒是排第2的120，排第3的古力令他小吃了一惊。单支军团就能力压试炼星球如此多的领主，真不知道是燕云铁骑现阵营给力，还是试炼领主垃圾。殊不知试炼星球上幸存下来的领主此时正在疯狂议论着他120还有古力。刘峰，你还是人吗？这种规模的怪物巢都能拿到 SSS 级。某妖艳女子紧咬下唇，满目震惊。她此时对这个试炼星球已经完全不抱希望，她就是想知道刘峰到底是何方神奇，竟然拥有如此实力。出一个刘峰就算了，竟然还有其他黑马。某神异男子惊的下巴差点掉下来，严重破坏了他的高贵气质。某人族男子无语望天，曾几何时他还想着联合刘峰，现在看来当真好笑。某吊车尾稳120，古力此时已经彻底被吓傻，他们本是怀着八卦的心打开排行榜，结果就看到自己高居排行榜前3。
他们啧舌地看着第1名的刘峰，齐齐发出感叹：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大佬啊！在奋兵的情况下，还能以绝对的优势拿下第1名，端是恐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锻炼得太投入，这骤然停下来，刘峰只觉浑身酸软，没有一处不疼的。刘峰缓步回到领主小屋，直接就变成了一条咸鱼，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弹一下。他点开属性面板，将之前忘记开的资源箱一次性开完，总计获得了260多万的资源。接着就开启2个 SSS 级专属宝箱，直接选择特殊建筑。叮！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特殊建筑定位塔。定位塔为1，等级1，功能可锁定指定敌人，只要是在同一界面就能持续定位敌人的位置。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叮！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特殊建筑英灵殿。英灵殿为1，等级1，功能付出一定代价，可满状态复活指定英雄。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刘峰看到定位塔和英灵殿后，整个人猛地坐了起来。死！起猛了！刘峰龇牙咧嘴地走出领主小屋，寻了个合适的地方就开始建造定位塔和英灵殿。5秒钟后，一白一黑2座建筑开始由虚转实。刘峰迫不及待地点开2座建筑的属性面板。定位塔为1，等级1，功能可锁定指定敌人，只要是在同一界面就能持续定位敌人的位置。目前可锁定敌人数量1。升级条件：粮食200，木材200，石料200，铁矿400，灵能100。英灵殿为1，等级1，功能付出一定代价，可满状态复活指定英雄。目前可复活次数1。升级条件：粮食200，木材200，石料200，铁矿400，灵能100。嘿嘿，看着定位塔的介绍，刘峰发出瘆人的笑声。有这定位塔，我倒要看看以后谁还敢得罪我。在无尽宇宙大陆有一种价值不高，但是意义非凡的物品，那就是随机牵程令。这玩意在非战状态下，可以随机将领地转移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随机到连领主都不知道还会出现在哪，更不要说是敌人，可以说是1等1的保命神器。现在有了定位塔，刘峰就能将敌人追杀到天荒地老，斩草要除根，切肉要断骨的道理他还是懂的。还有这英灵殿，着实有点顶。就像刘峰现有的传说军团，那都是依附于他们的传说主将，主将一旦阵亡，那真就沦为一支末流传说军团。像他这样富裕的领主都害怕英雄被斩首，更不用说那些只有1、2支主战军团的领主。可以说每一名主战英雄都是领主的命根子，少一名都不行。第20章精神链接塔增幅塔力。刘峰满意的将定位塔和英灵殿一一升级，他接着又打开了燕云铁骑和陷阵营的属性面板，赫然发现全属性都有增加。燕云铁骑传说，等级4，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95，力量42+2，防御42+2，速度28+2，精神28+2。略陷阵营传说，等级4，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05，力量42+3，防御42+3，速度28+3，精神28+3。略以后每天最低全属性增加2点，25天后岂不是要属性翻倍？刘峰心中一震，这属性增加的他都有点兴奋。要是一直以这样一个速度发育下去，那他将很快缩短与老牌领主之间的差距。不说那些等阶低于传说的军团，那根本没有可比性，就是同为传说军团，也将会被燕云铁骑和陷阵营碾压。想到这，他已经憧憬大后期的燕云铁骑和陷阵营。刘峰扫了眼他的资源，最终没有选择将将士武器升级。他已经看不上普通武器的那点加成，传说军团就应该配传说武器，不然多掉价。刘峰早就打算好，等到特殊建筑开的差不多，他就将传说武器和传说马匹开出来。到时候他将组建一支全传说的传说军团，他倒要看看一支军团到底能强到什么程度。确认完没有什么遗漏，刘峰再次回到领主小屋，开始放松他那酸软的肌肉。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刘峰便精神抖擞地找到黄忠，表示需要加练。黄忠笑盈盈地看着刘峰，他利用刘峰休息的几个小时，特意替刘峰量身打造了一套专属锻炼方案。他看得出来，刘峰的身体素质非常高，恢复力也是极强，所以每一个方案都是往极限里设计，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刘峰的力量，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控自身力量。就这样，在刘峰的一声声哀嚎中，残酷的训练正式开始。黄忠跟在刘峰后面，有一件没一件的射击着，有的箭矢偏得很厉害，有的箭矢会从刘峰头顶、腋下乃至是裆部穿过，
给了刘峰极大的压力。每当刘峰做的不到位或者偷懒时，无情的箭矢就会瞬间定在他的翘臀上。刚开始，刘峰的两半屁股上的箭矢就没断过，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刘峰的动作越来越规范，失误也越来越少，屁股受伤的次数大大降低。不远处的黄忠双眸深邃地看着一丝不苟的刘峰，真不愧是有大气运的主攻，这种进步速度真是令人啧舌。训练的时间总是短暂，全身心投入的刘峰甚至都没管第6天的怪物潮，直接交给公孙瓒和黄忠处理，他自己连面都没露。训练了一整天的刘峰疲惫地倒在床上，这回他才有空翻看起作战日志。试炼评价依旧是 SSS 级，公孙瓒没有寻到新的怪物营地和领主营地，燕云铁骑和县阵营全属性增加了2点，生命值增加了20，整体收获相较于第5天翻了一番。刘峰的资源也再次大涨，资源粮食419、1350，木材419、6120，石料419、8300，铁矿226、2680，灵能548、4405，灵石642091，总算是攒够补充将士数量的灵能点，下面就等2天后的建筑升级。刘峰看着500多万的灵能点，就像是老父亲替儿子攒好彩礼一样，一脸欣慰。与此同时，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再次开出2个特殊建筑。精神链接塔，通过精神链接塔，可将一整个军团的所有将士进行精神链接，可做到信息瞬时化、同步化。目前可建造精神链接塔数量5，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增幅塔力，增幅塔力可辐射一定范围，辐射范围等于领地范围，辐射范围内的所有己方单位都将获得力量加成，力量加成等于 10% 领主等级。目前可建造增幅塔力数量5，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看着精神链接塔和增幅塔力的介绍，刘峰的嘴角逐渐上扬，直至疯狂大笑。难怪领主们对特殊建筑趋之若鹜，这简直太强了。军团作战，一是拼的将士素质，二是拼的统帅指挥。很多顶级统帅确实可以做到随时掌控战场局势，但这还不够，因为他们还需要传达作战计划。不论他们是通过传令兵，还是旗语，亦或者是其他未知传递方式，总归是有延迟。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每多延迟1秒都可能是致命的。而有了精神链接塔，他的军团统帅都可以做到瞬时传递消息。这一点在普通级军团战斗里可能不明显，但是一旦到了最顶尖军团之间的对决，那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势。细致到每一名将士的微操指挥，就问你怕不怕？要说精神链接塔是无形的增强，那增幅塔力就是实打实的质变。50%的力量加成啊，同等级之间谁能扛得住？有了增幅塔力，哪怕是同等级的神话军团，刘峰都有信心刚一手。无他，属性强耳。看样子传说武器和传说马匹又得延后，没办法，特殊建筑实在是太香了，香到刘峰都找不到理由说服自己。而且看到增幅塔力后面的力字，刘峰知道他的特殊建筑之路还长，后面最起码还有好几座其他属性的增幅塔在等着他。对于他这种强迫症患者，不将所有属性增幅塔收集齐，那真是比杀了他还难受。唉，刘峰一声长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以后可不能懈怠了，每天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必须拿下。第21章，再收一名傀儡领主。第7天，刘峰若有所思地看着对面正在被白马一丛屠戮的怪物军团。根据这2天的观察，每天进攻的怪物数量都一样，就是等级在不断增加。这样下去的话，其他领主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呀。刘峰目露忧色，这都2天了，新的傀儡领主还没有找到。要知道，每找到一个傀儡领主，那就代表每天都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这对他后期能撑多少天非常关键。别看他现在轻松虐杀怪物军团，一旦到了后期，即便是一些普通级怪物，等级起来后，属性也是完虐5级的传说将士。刘峰计算过，等到第20天，最普通的怪物属性都要超过他的传说将士，更不要说稀有级怪物和史诗级怪物。最关键的是，怪物潮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要是怪物潮的数量和等阶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那他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按部就班的来吧，这是急也没用。刘峰自我安慰了一句，随后就回到他日常锻炼的地方，因为试炼已经结束，毫无疑问的 SSS 级。凌晨的试炼排行榜没多大变化，和之前一样，都是那几个熟悉的名字，只是坚持下来的领主已经不足1000。刘峰估计等到第10天，剩下的领主不会超过10人。刘峰领取奖励后，直接开启了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增幅塔防，增幅塔防可辐射一定范围，辐射范围等于领地范围，辐射范围内的所有己方单位都将获得防御加成，防御加成等于 10% 领主等级。
目前可建造增幅塔，房数量5。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增幅塔速，增幅塔速可辐射一定范围，辐射范围等于领地范围，辐射范围内的所有己方单位都将获得速度加成，速度加成等于10%领主等级。目前可建造增幅塔，速数量5。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刘峰看着2大增幅塔，内心毫无波澜，毕竟已经感受过增幅塔力的震撼，现在感觉也就一般般。剩下的就是精神和血量，明天就能收集完成。接下来就是武器、马匹以及技能，希望能在这次试炼一次性收集完成，毕竟这是最容易获得专属宝箱的机会。不然等到了无尽宇宙大陆，想要获得一个 SSS 级专属宝箱，可就没这么容易喽。刘峰嘟囔着关掉增幅塔界面，打开资源页面，看着已经突破1000万的灵能点，对明天更加期待起来。第8天，刘峰这边还没开始锻炼，就收到公孙瓒的传讯，说是发现了新的领主营地。刘峰大喜，对着不远处的黄忠道：“黄老将军，我要出门一趟，领地安全就交给你了。”说着就风风火火地朝着传送门赶去。黄忠微笑着看着刘峰的背影，眼中尽是满意。刘峰穿过传送门时，公孙瓒已经集齐4000白马一从。没说的，刘峰直接下达了冲锋命令。只见4000白马一从闻声而动，呼啸着冲向新发现的领主营地。等到刘峰慢悠悠地抵达时，白马一从已经拿下对面的领主小屋。刘峰看着到现在还处于震惊当中的领主，轻笑道：“这位虎啸领主，不知可否下来一叙？”虎啸此时的面色无比难看，他怎么都想不到会遇到如此规模的传说军团，最可恨的这支军团还会飞。看着被围得满满当当的领主小屋以及虎视眈眈的传说军团，虎啸无奈，只得硬着头皮来到刘峰身边。不知这位人族领主有何指教？指教不敢当，就是想和你做一个交易，至于要不要答应，就看你自己了。虎啸无语地看着一脸无所谓的刘峰，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有实力还不要脸的。你都已经围了我的领主小屋，我还有资格拒绝吗？虎啸内心骂归骂，脸上却是没有一点变化。不知是何交易，力所能及范围内，我想我没理由拒绝。刘峰非常满意虎啸的态度，遂将交易内容讲述了一遍。刘峰，那名意志霸榜第一的刘峰。虎啸心中大惊，他瞬间想到眼前这名人族领主的身份，想来也是，也只有刘峰才能拥有如此多的传说军团。他虽然疑惑刘峰这样做的目的，但是有人愿意帮自己守家，那他完全没有理由拒绝。更何况自己的领主小屋还在对方手里，只要他敢拒绝，那他马上就要结束这场新生试炼。承蒙刘峰大人不弃，虎啸愿意接受这场交易。刘峰对虎啸猜出自己的身份没有一点意外，从虎啸和自己的对话不难看出，他是一名心思敏捷之妖。刘峰微微点头，带头就进入虎啸的领地，直到走到领主小屋面前，才缓缓道：“丑话说在前头，你最好不要靠近领主小屋50米内，不然我不保证我的将士会做出什么过激行为。”虎啸懂事的点了点头，表示绝不会靠近。刘峰也没再废话，在领主小屋内建设了传送门后，直接回到了领地。第8天的怪物潮来得格外的迟，直到酒馆、军营等建筑全都升到5级，都还没有来临。算了，不等了，直接开第5英雄。刘峰说着就点开酒馆界面，满心期待的开始召唤起来。随着1600点灵能的消失，酒馆中闪现出久违的光芒。会是哪位三国英雄呢？刘峰目光灼灼的看着酒馆，只听酒馆里传来一声马匹嘶鸣，接着就出现一名身长8尺、剑眉星目、阔面重仪、威风凛凛的中年男子。只见男子左手拿着一柄长约2米的银枪，右手牵着一匹通体雪白、没有半根杂毛、鬃毛如湿的骏马。最奇葩的是，这匹骏马屁股上竟然有一个粉色的小桃心。刘峰眸底闪过一丝激动，他已经认出来将是谁。第22章，赵云，常山突骑兵，末将赵云参见主公。刘峰上前一把扶起赵云，经过公孙瓒、张飞这些名将的洗礼，刘峰已经能做到宠辱不惊。赵将军请起，我对将士是神往已久，今日得见，果然威风无比。与此同时，刘峰也打开了赵云的属性面板。赵云，传说，等级5，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921，力量117，防御79，速度117，精神117。专属军团常山突骑兵，传说。专属武器：1. 龙胆亮银枪，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2. 青钢剑，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赵夜玉狮子，传说，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关羽，
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军团天赋：1、7进7出，常山突骑兵加速发起冲锋，速度正50%，力量正50%，每凿穿一次军团的阵型，将再次增加10%的速度和力量，最高叠加14次。2、唯心突破，常山突骑兵可以突破一切内心认为可以突破的事物。属性面板和其他英雄倒是没多大区别，刘峰早已经见怪不怪，他最关注的还是赵云的2大军团天赋。7进7出，看完7进7出的介绍，刘峰好像有点明白赵云为什么在曹操大军中越打越猛，最后直接于万军丛中将少主救走。赵云本就是武力值最巅峰的那一批人，起步就有50%的速度，力量加成，敌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基本都逃不过被一击凿穿的命运。一旦被凿穿一次后，那真就是如同开了闸的洪水，想挡都挡不住。每凿穿一次就有10%的速度，力量加成，到最后真不知道会强成什么样。就拿赵云现在117点力量举例，首先是起步50%的加成，那就是176，第一次凿穿再加10%就是194。如果让赵云叠满14次，那他的力量将达到恐怖的667点，5级就能拥有667点力量。试问谁能正面受他一击？想到这，刘峰不由同情起曹老板，这货绝对是让赵云抓住机会叠满了，这才一战成就了赵云的威名。本以为7进7出就是赵云的极限，直到刘峰看到他的第2军团天赋唯心突破。刘峰虽然不知道这个唯心突破具体是什么样的效果，但是看介绍就知道他的 bug 程度，都说简介越短越牛，赵云的第2军团天赋就很符合这点，突破一切内心认为可以突破的事物。这里面的几个关键词尤为肯定且模糊。首先是突破一切，听着就很强，其次是内心认为，这是太违心了，最后是事物，咱就是说这个范围是不是有点太广泛呢？总不能一些无形的事物也能突破吧？刘峰是越想越离谱，到最后甚至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刘峰稳了稳心神，努力维持着脸上的笑容。赵将军稍等，我这就将你的部曲召唤出来。赵云双手抱拳道：谢主公。刘峰微微颔首，接着便开始召唤常山突骑兵。常山突骑兵传说，等级5，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85，力量59，防御40，速度59，精神59。武器长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剑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白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7进7出，唯心突破，主将赵云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看完赵云的介绍，刘峰对5大军团的定位再次清晰，他准备将燕云铁骑、县阵营、常山突骑兵往特种军团方向培养，预计在未来将陆续配齐高阶武器和马匹，所以数量上会有所限制，暂定5000。定军神社营和白马一从则是定位为常规军团，定军神社营不必多说，以后清除杂兵的主力，数量暂定1万。至于剩下白马一从，依旧是执行侦察、奇袭、骚扰、掩杀、溃敌等辅助任务，数量暂定5720。30720名将士很快补充完毕，加上其他英雄将士的升级，刘峰总计花费430万点灵能。刘峰看着自己的领地面板，顿时一股热流直冲天灵盖，整个人都陷入兴奋当中。领地大汉，所属刘峰，等级5级，面积312500平米，领民农民1600，英雄5，将士30720，建筑领主小屋5级，酒馆5级，军营5级，箭塔5级5，围墙5级，教场5级，仓库5级，铸造房5级，马场5级，良田5级5，采石场5级5，伐木场5级5，定位塔5级，英灵殿5级，可建建筑营地、传送门、屏蔽塔、精神链接塔、增幅塔、力增幅塔、防增幅塔、速。资源粮食732万，木材732万，石料732万，铁矿350、2680，灵能810万，灵石148万。领地升级条件：粮食16000，木材16000，石料16000，铁矿16000，灵能16000。什么叫兵强马壮？这就是5名传说级英雄将领，30720专属传说级将士，加上各自的军团天赋以及各种特殊建筑的加成，可以说刘峰已经达到他目前的最巅峰。甚至按照当前的雪球滚下去，刘峰甚至有望在决战之前
秒出6级领主小屋和一众6级建筑，每个建筑也就是100万灵石的事。想到这，刘峰突然一愣，接着就反应过来，二话不说就将领主小屋秒了。大意了，领主小屋可是所有建筑升级的前提，那么多建筑都在等他，每拖1分钟，刘峰都要损失大量灵石。还好自己机智，刘峰一边在内心夸赞着自己，一边将所有建造都点了升级。领主小屋倒计时694天10点39分59秒。第23章灭神弩乱战。第8天的怪物潮依旧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怪物等级达到了8级，加上虎啸领地的收入，刘峰这一天共计收获灵能1960万点，灵石264万，资源箱31000， SSS 级专属宝箱2个。试炼星球上的领主已经不足200，虎啸在赵云和长山突骑兵的援助下，也是顺利排进前5。2个 SSS 级专属宝箱不出意外的开出2大增幅塔，增幅塔神，增幅塔神可辐射一定范围，辐射范围等于领地范围，辐射范围内的所有己方单位都将获得精神加成，精神加成等于 10% 领主等级。目前可建造增幅塔，神数量6，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增幅塔血，增幅塔血可辐射一定范围，辐射范围等于领地范围，辐射范围内的所有己方单位都将获得血量加成，速度加成等于 10% 领主等级。目前可建造增幅塔，血数量6，建造条件粮食100，木材100，石料100，铁矿200，灵能50。第9天，灵能加3920万，灵石加528万，资源相加31000， SSS 级专属宝箱2个。刘峰默默关掉试炼排行榜，试炼领主只剩下25名，除了刘峰和3大傀儡领主外，其他领主试炼评价都已经跌落 S 级，应该都快达到极限。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叮！温馨提示， SSS 级专属宝箱可开出指向宝物，目前可选择分类有特殊建造、SSS 级技能、传说武器图纸、传说马匹图纸。选择传说武器图纸。叮！恭喜领主获得传说武器图纸灭神弩。灭神弩传说可升级，力量正 400%， 破甲正 40%。注：小巧玲珑的灭神弩拥有无与伦比的威力，适合中短距离射击，远程效果一般。铸造条件40万灵能点，4万铁矿，4000金铁矿，残缺领主之心，铸造房。看完灭神弩的铸造条件，刘峰沉默了。40万灵能点，4万铁矿高是高了点，以他现在获得资源的能力，也不是不能支持，但是后面的金铁矿和残缺领主之心是什么鬼？金铁矿还好，是无尽宇宙大陆上的一种稀有资源，等到了无尽宇宙大陆想想办法也能交换到手。就是这残缺领主之心是不是太夸张呢？要知道残缺领主之心只有击杀领主才能获得，这玩意市面上基本没有交易的，这就意味着他想要铸造一柄传说武器就要击杀1名领主啊！乖乖，他还想着打造一支全传说军团，现在看来还是太天真了点。看样子传说武器和传说马匹只能暂时搁置，以后的专属宝箱只能开技能了。刘峰看着第2个 SSS 级专属宝箱苦笑道：苍天可见，他原本是优先英雄和军团的呀，现在只能先武装下自己，可不是他和手下抢资源。刘峰在心内自我安慰了一波，就开启了第2个宝箱。叮！恭喜领主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乱战。乱战 SSS 级主动技，开启后可以解除敌方军团的组织力，使其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啊！刘峰神情错愕地看着乱战的技能介绍，这怎么看都是军团将领技能啊！我要是学了这个，岂不是要带头冲锋？死！一想到将来要带兵冲锋，刘峰就倒吸一口凉气，这严重不符合他的生存理念。算了算了，还是给其他人吧。冲锋陷阵这种事，有一次就有无数次，咱可不能上当。刘峰说完就开始思索起来，考虑到乱战的效果，他最后决定将之交给赵云。被解除组织力的军团，面对拥有7进7出和维新突破的长山突骑兵，那画面都不敢细想，简直是太残忍。随着刘峰的召唤，赵云很快就出现在刘峰面前。见过主公。刘峰看着银甲银枪的赵云，内心一阵赞叹，真是太完美了，简直和他不相上下。我刚刚获得一卷技能卷轴，你看看喜不喜欢？说着就将乱战技能卷轴递给赵云。赵云接过技能卷轴一看，顿时面露惊喜，当场单膝跪的抱拳道：谢主公赐宝，有了这个技能，长山突骑兵将更上一层楼。刘峰虚手将赵云扶起，平静的脸上蓦然生出一抹笑意。领地刚刚起步，宝物不多，赵将军不嫌弃就好。赵云丝毫没在一凡尔赛的刘峰，一脸严肃道：主公放心，子龙今后当奋勇杀敌，定不负主公厚望。刘峰的脸上始终保持着笑意，微微颔首道：
赵将军不必过于苛刻自己，一切尽力就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都受不了自己虚伪的话，刘峰说完就侧过身转移话题道：赵将军可趁着这段时间多和军团磨合一下技能，以后的怪物潮越来越厉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末将领命。赵云说完就是一个抱拳，接着便转身离去。刘峰看着赵云离去的身影，长舒一口气。和这些名将在一起的压力实在是有点大，每次说话总感觉比较大而空，总感觉差了点什么。或许这就是底蕴差距，毕竟他的这些英雄在三国都是位极人臣的大人物，自身携带的那股气势，他还需要再多适应一番。第10天，刘峰这边正和黄忠做着闪避训练，属性面板上突然弹出一条信息提示：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10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3000名10级稀有怪物，300名10级史诗怪物，3名10级传说怪物，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刘峰不紧不慢地闪开黄忠的一支箭矢，挥手示意暂停一下，接着面露凝重地看着消息提示。黄忠缓缓来到刘峰身边，询问道：主公可是今天的怪物潮来呢？刘峰微微点头，这次怪物潮不仅是等级有提升了1级，数量变多，甚至连等阶都提升了一个大阶。黄忠闻言轻笑一声：主公不必烦忧，你要相信你麾下军团的实力。刘峰当然不是担心这次怪物潮，而是担心怪物潮后续的变化。第24章第10天怪物潮，1万定军神摄营，5000白马翼从很快集结完毕。双头魔战士，稀有，种族魔族，等级10，属性血量310，力量37，防御31，速度31，精神31。装备双手斧，普通。技能横扫、竖劈。双头魔法师，史诗。种族魔族，等级10，属性血量849，力量85，防御85，速度85，精神107。武器法杖，普通。技能火球术、地刺术。双头魔头领，传说。种族魔族，等级10，属性血量2071，力量318，防御216，速度216，精神216。武器双手斧，稀有。技能连击、重击。刘峰心中一震，这属性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他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等级对属性的影响。10级双头魔战士的属性已经很接近他军团的将士，而双头魔法师的属性更是超过一大截。等级吗？刘峰双眸闪过一丝异色，之前他都是追求所有建筑一起升级，并没有追求极致的等级，现在看来或许需要调整一下战略。刘峰略一思考就有了大概方向，首先是领主小屋、酒馆、军营、教场，这些能秒就秒，毕竟这些关乎等级、人口上限。至于其他建筑可以暂时放养，靠时间磨就行，没必要浪费灵石去加速。对于这次怪物潮，刘峰并没有选择让白马一从冲锋，而是选择任由定军神摄营发挥。他很想看看1万定军神射手的炸裂伤害。黄忠收到刘峰的命令后微微一笑，随后便亲自带队迎击这次怪物潮。所有将士听令，齐射3轮转自由攻击，下面听我命令，放！嗡嗡嗡！随着黄忠一声令下，定军神摄营上空接连升腾起3片黑云，只见黑云一片连着一片，急速飘向空中，在划过一抹弧线后，精准地落在双头魔军团头顶。5级的定军神射手拥有59点力量，加上弓箭、坐骑的加成，理论上3到4支箭矢就能带走一头双头魔战士。然而，由于是抛射，再加上双头魔战士不俗的反应力，很多箭矢都落了空或者被格挡。3轮齐射，总计3万支箭矢，只射杀了不到500的双头魔战士，双头魔法师更是只损失了10几头。就在刘峰犹豫要不要派出白马一从时，定军神摄营接下来的操作彻底亮瞎了他的眼睛。在精神链接塔的作用下，每一名定军神射手都被分配了相应目标，几乎每一头双头魔都有3名或者3名以上的定军神射手招呼。一时间，双头魔战士如同被收割的麦子一般，一排一排的倒地，就连更加强悍的双头魔法师都没能幸免。好！3头双头魔首领见状发出一声怒吼，接连从阵型中窜出，直奔定军神摄营。黄忠看都不看一眼奔袭而来的双头魔首领，转头来到刘峰身边：主公且看好，看看个人在成建制的军团面前是多么的渺小。说罢，黄忠就通过精神链接塔调集相当一部分定军神射手，定点轰杀袭来的3头双头魔首领。仿佛是计算好的一般，3头双头魔首领几乎同时遇袭，每一头都遭遇到数百支箭矢。尽管他们拼命躲闪、格挡，但是依旧没能逃过万箭穿心的下场。随着3头双头魔首领的倒下，怪物潮也彻底进入尾声。怪物潮甚至都没能进入领地就被全部定杀。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78秒，
共计击杀双头魔战士3000，双头魔法师300，双头魔头领3，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基础奖励：灵能512000，灵石51200，资源宝箱51200。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主公觉得如何？刘峰这边刚领完奖励，就听到黄忠的发问。刘峰心想，还能如何，就很强呗。他非常清楚黄忠的意思，这是在劝告他不要膨胀，不要因为个人实力强就想上战场操作一番。他只想说他是疯了才会放着这么多的顶级英雄和军团不用，而亲自上战场啊。先不说有没有意义，但凡是磕着碰着，那得多疼啊。黄老将军请放心，以后我绝对以你为鉴，凡是能交给你们做的事，我一定不上手。黄忠满意的看着信誓旦旦的刘峰，他就是感觉刘峰的话有点别扭，好像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好像又不是。120鼓励虎啸3大傀儡领地和他们附近的怪物营地的怪物很快被剿灭。刘峰躺在领主小屋内，喜滋滋的看着今天的收获。击杀怪物潮的收获：灵能845万点，灵石36120枚，资源箱3303个。SSS 级试炼等级奖励：灵能460万点，灵石46万枚，资源箱46万个， SSS 级专属宝箱1个。3大傀儡领地的收获：灵能1880万点，灵石123万枚。4大怪物营地收获：灵能点加5120万，灵石加22万，资源箱加20000。合计灵能加8305万，灵石加194万，资源箱加48.3万。加上原先积攒的，刘峰现在有灵能11075万，灵石516万。妈蛋，忍不了了，直接秒！刘峰看着已经突破500万的灵石，当场就将酒馆、军营、教场3大建筑给秒了。刘峰有点牙疼的看着领主小屋和3大建筑的倒计时，690多天啊！即便是有着神话级加速，那也要340多天，这让习惯快速升级的他一时有点不适应。不过这样也好，按照这样的升级时间，蓝星第一梯队的等级应该不是很离谱，毕竟整个蓝星进入领主时代才100多年，2年7级，20年8级，200年9级，算上临时加速的话，蓝星最强的那一撮领主应该在9级左右，离谱点的可能会有10级，像国主这样的另算。刘峰眸底闪过一抹兴奋，或许等他度过这次试炼，他就能跻身蓝星第一梯队。第25章寒龙光影刺客。6级军营拥有3840人口，加上6级教场32倍增幅，一共是122880将士人口。刘峰没有急着补充将士，而是选择再召唤一名英雄，看看新出军团属性再做决定。所以这次会是谁呢？刘峰看着酒馆方向，目露期待。之前的武将给了刘峰太多惊喜，使得他愈发期待越来越珍贵的英雄名额。随着酒馆大门缓缓打开，里面径直走出一位身形不高、长相平凡、一身黑色轻甲的男子。末将韩龙，见过主公。男子来到刘峰面前，直接单膝跪地道：韩龙。刘峰一脸懵逼地看着新召唤的新英雄，说好的三国名将呢？这位他怎么没听说过啊？刘峰暗自腹诽，一脸平静地上前将韩龙扶起。原来是韩将军，真是久仰，能得将军相助，实在无之幸也。虽然刘峰不知道韩龙具体是谁，有什么事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一视同仁的彩虹屁。末将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韩龙神色没有任何变化，仿佛刚刚那句慷慨的话不是他讲的。刘峰也没有注意韩龙的表情，此时他正在研究韩龙的属性面板。韩龙，传说，等级6，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690，力量164，防御111，速度164，精神111。专属军团光影刺客，传说。专属武器精神刺，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军团天赋：1. 光影扭曲，光影刺客扭曲自身周围的光线，可屏蔽探测，隐藏身形，可制造各种幻象迷惑敌人。2. 延迟反应，可延迟敌方反应，包含但不限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痛觉等，延迟时间等于3秒，加敌我等级差的绝对值。刺客，超强的刺客军团。刘峰内心一阵狂喜，自从看过定军神摄营的威力，他一直都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对面出现这样的军团，他该如何应对？难道真要互相对子？现在好了，有了韩龙的刺客军团，他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韩龙的2大军团天赋简直就是流氓到了极点，屏蔽探测也就算了，你还能隐藏身形，这不就是玩赖吗？刘峰估计整个光影军团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光明正大的绕到他们后方进行破坏刺杀，这要是逮住一个守卫力量薄弱的领主，那就是一波带走，纵使前方有再多的军团也没用。
要说第一军团天赋是暗杀神技，那第二天赋就算得上是强杀神技了。延迟最低3秒的无感加痛感是什么概念？那就相当于光影刺客当着你的面砍你，你都不知道。试问谁能抗住传说将士持续3秒的输出呢？哪怕室友看完之后呢？大残的你拿什么和满血的光影刺客拼？最关键的是，这个天赋不仅对等级低的敌人有效，它对等级高的敌人同样奏效。等级差的绝对值，呵呵，真是绝了。没啥说的，直接列入和燕云铁骑、陷阵营、常山突骑兵一样的特种军团行列。韩将军稍等，我这就将你的光影刺客军团召唤出来。刘峰说罢，就带着韩龙来到一块空地上，接着就花费267万灵能点，召唤出1万名光影刺客。光影刺客传说，等级6，忠诚度100，属性血量539，力量83，防御56，速度83，精神56。武器匕首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短剑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天赋光影扭曲，延迟反应，主将韩龙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韩龙看着1万名巅峰光影刺客，一直面无表情的脸上罕见的露出一抹笑容。谢主公。刘峰微微颔首，正好此时公孙瓒等人也都赶了回来，遂将韩龙一一介绍给他们。公孙瓒等人全都主动上前打招呼，尤其是听说韩龙是罕见的刺客后，更是热情无比。在三国，出名的将军有很多，正面作战也都是超强，但是唯独少见像韩龙这样的刺客型将领。这些刺客要么什么都不干，要干那都是能决定战局的大事，最常见的就是斩首。可以说，有一支刺客军团在战场，就是他们什么都不干，都能给予敌方非常大的压力。等到6将交流完毕后，刘峰这才出声道：今天将你们都召集过来，一是让你们互相熟悉一下，方便以后军团间的配合；二是和你们解释一下兵力分配的问题。我对军事懂得不多，只能根据你们的军团天赋大概分类一下，有什么不足之处，你们一定要提出来，大家集思广益，方为上策。6将中和刘峰相处最久的黄忠站出来道：主公有心了，但是主公有点太过谦虚，主公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我们纵是想找问题，可能都找不出来。刘峰被黄忠捧得小鹿乱撞，妈耶，要不是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我差点就相信了。刘峰没敢把黄忠的话当一回事，继续道：我准备将燕云铁骑、陷阵营、常山突骑兵、光影刺客列为特种军团，以后的人数不会太多，目前暂定1万，但领地内的所有资源都将优先向他们倾斜，包括武器装备、马匹技能等。刘峰说完瞄了一眼6将，只见所有人都是一个表情，愣是看不出一点心思变化。果然能混到名将级别的都有2把刷子，就这一手遇事不惊就够刘峰学的。黄老将军的定军神摄营数量暂定5万，这将是领地以后战争的绝对远程输出，所以数量相对多了一点。公孙将军的白马翼从数量暂定32880，将和黄老将军的定军神摄营组成我方的2大收割机，专门收割战场上的一切杂兵、溃兵，基本不会参与正面战场。当然，我这不是否定2位将军的能力啊，我只是本能的觉得应该这样分配。主公多虑了。说话的还是黄忠，其他5将仿佛有什么默契一般，全程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先不说主公说的很合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驳，就算是不合理，主公也应该拿出那份应有的自信，因为主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不对，那肯定是我们这些部下做的不到位。第26章锁敌连破。黄忠的这一番言论彻底震碎了刘峰的三观。刘峰怔怔地看着黄忠和另外5大将军，嘴里呢喃道：主公做什么都是对的。黄忠缓缓退回5人中间，6人互相对视一眼，全都默契的没有打扰刘峰。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黄忠能够感觉到刘峰在慢慢变化，也在慢慢适应这个全民领主、万族争霸的时代。但是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与众多雄主打过交道的黄忠，清楚的知道刘峰缺少什么：魄力。他的这位主公缺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魄力。刘峰尊重他们这些将领当然是好事，但是并不是所有事都应该征询他们的意见。比如军团将士配比的事，这是身份主公独有的权利，不容他人智慧。静默许久，刘峰双眸深邃道：6位将军，我已将各大军团将士的缺额和等级补充完毕，你等现在可以下去接收一下。另外，公孙将军不用再外出寻找怪物营地，剩下的领主撑不到那么久了。末将领命。黄忠6将齐齐抱拳告退，只留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刘峰。第10天凌晨12点，试炼排行榜准时发布。第10天的试炼正式结束，本次星球试炼共计10万名领主参加，目前已淘汰99985人，请剩下的领主量力而行。
第一名，人族蓝星界流风，试炼评价 SSS 级略。第二名，妖族水妖界120，试炼评价 S 级略。第三名，古族海古界古力，试炼评价 S 级略。第四名，妖族虎妖界虎啸，试炼评价 S 级略。第五名，魔族魅魔界魅娘，试炼评价 C 级略。第六名，神族天神界天启，试炼评价 C 级略。第七名，人族天人界姬无命，试炼评价 C 级略。第10名，神族风神界风翼，试炼评价 D 级略。媚娘站在已经破烂不堪的围墙上，遥遥注视着远方。蓝星界流风吗？这人族真是好气运，竟然又要崛起一尊绝强领主。反倒是这妖族是什么情况？都到了这个阶段，竟然还有2名领主能够达到 S 级，当真是匪夷所思。神族天启，这次试炼是你赢了，期待在无尽宇宙大陆和你相遇。姬无命，真乃人族一大幸事也。风翼，稳不住了，就这样吧，先溜为敬。刘峰领取完奖励，直接就开启了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锁敌。锁敌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攻破一个敌方军团单位后，将会发现附近2个敌方军团单位，且可以掌握2个军团的基础信息。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连破。连破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攻破一个敌方军团单位后，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敌方军团单位，则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恢复到最巅峰状态。强，无敌！这锁敌和连击就是单独拎出来都是顶级技能，两者一旦组合在一起，那就是无敌组合。击破一个敌方军团就能获取附近2个敌方军团的基础信息，同时还能恢复到巅峰状态，这简直就是永动机啊！只要他的军团够强，完全可以凭借这2个技能一串 N 军团。至于这2个技能给谁，刘峰略一思索就有了人选。既然不当人，那就不当人到底。不一会儿，接到叶灵传讯的赵云就出现在他面前。主公，赵云行了一礼，便满目期待地看着刘峰。赵云可没忘记昨天也是这个时候，他获得了乱战神技，整个军团实力因此提升了一大截。刘峰也没有废话，直接锁敌连破技能卷轴递给赵云。刚得到的2个技能，赵将军看看是否合适。赵云接过锁敌连破技能卷轴一看，顿时心头巨震，饶是以他的心性都忍不住出声道：合适！这锁敌连破简直就是为我的军团量身打造的。刘峰看着失态的赵云，暗自一笑。锁敌连破2个技能，无论是给到谁都是极大的提升，只不过和赵云的军团天赋更加契合罢了。刘峰甚至都能想到赵云率领长山突骑兵溃敌的场景，7进7出，军团天赋一开，拥有 50% 属性加成的长山突骑兵，配合上乱战解除敌军组织力，几乎可以瞬间击穿敌人的防线。如果敌人直接崩溃还好，要是敌人也是精锐，能一直抗住长山突骑兵的凿击，那场面简直太残忍。试问将7进7出军团天赋刷到极致的长山突骑兵，谁能抵挡？那时候锁敌发现的另外2支军团单位该是多么绝望啊！哪怕是没有连破，刘峰估计赵云也能率领长山突骑兵将所有敌方军团一轮凿穿。刘峰眼眸流转，咧嘴笑道：赵将军喜欢就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应该会有几场血战，望将军早做准备。赵云收起卷轴后沉声道：主公指的可是日益变强的怪物军团？刘峰点点头：是啊，这一次试炼对我很重要，不到最后我是不会放弃，所以还请赵将军多多杀敌，助我撑到最后。赵云闻言直接单膝跪地：主公请放心，子龙定当奋勇杀敌，力保主公度过这次试炼。刘峰扶起赵云：有赵将军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等到赵云走后，刘峰躺在床上看着自己面板上的零食陷入沉思。他现在每天的零食收入大概在200万，随着怪物巢等级和数量的提升，这个数目还会有所提升，所以大概需要10天能凑够3000万零食。全员7级的传说军团总该够了吧？刘峰呢喃着闭上双眼。第27章第11天。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11天，怪物巢即将抵达。本次共有4000名11级稀有怪物，400名11级史诗怪物，4名11级传说怪物，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来了吗？刘峰将消息快速下发给黄忠、公孙瓒、韩龙3人，早就严阵以待的3人率领着各自的军团快速冲向前线。狗头人战士，稀有，种族妖族，等级11，属性血量372，力量45，防御38，
速度38，精神38。装备：砍刀，普通。技能：连劈、狂暴。狗头人法师，史诗。种族：妖族。等级：11。属性：血量1104，力量111，防御111，速度111，精神140。武器：法杖，普通。技能：火球术、回春术。狗头人头领，传说。种族：妖族。等级11。属性：血量2900，力量446，防御303，速度303，精神303。武器：大砍刀，稀有。技能：破风斩、硬化术。看着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的狗头人军团，刘峰内心毫无波澜。在绝对的数量面前，一切都是纸老虎。定军神社营目前拥有5万将士，平均下来就是10打1，配合上共享天赋，只是一轮骑射就将4000稀有狗头人战士定死在冲锋的路上。最令刘峰意外的是，定军神射手们竟然凌空射爆了狗头人法师发射过来的火球。在精神链接塔的指挥下，400颗火球，400支箭矢，一颗不多，一支也不少，完美的令人啧舌。刘峰看着空中400颗烟花，目露欣喜。这定军神射营给了他太多惊喜，现在连敌人的有形法术都能阻拦，他严重怀疑定军神射手能够射落任何视野范围内的有形物体。随着最后一头狗头人头领倒下，刘峰无惊无险地度过第11天的怪物潮试炼。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36秒，共计击杀狗头人战士4000，狗头人法师400，狗头人头领3，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基础奖励：灵能102 8000灵石10万零2800，资源宝箱10万零2800。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刘峰这边刚领完奖励，就收到一条面板提示：叮，你的一名现阵营将士阵亡。刘峰皱着眉看着阵亡提示，不应该啊！狗头人军团的属性虽然不错，但是也不至于给现阵营造成麻烦吧？尽管刘峰内心充满疑惑，丹斯最终还是耐住性子，没有主动询问高顺。经过昨天黄忠的一番言论，刘峰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避免一些不适合主公做的事，比如临战质询这种事。虽说高顺的忠诚度是100，但是能避免还是避免的好。有些习惯一旦养成，那真就很难改正了。莫一会，传送门就出现一道身影，高顺刚一现身就找到领主小屋里的刘峰，满脸羞愧道：末将无能，面对如此战斗力的怪物军团，竟然出现了损伤，请主公责罚。刘峰没有接高顺的话题，转而问道：高将军，不如和我说说事情的经过。按理来说，现阵营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失误。高顺眼帘一低，因为末将第2军团天赋有人数限制，为了刷属性，现阵营一般都是以同等数量对敌。问题也是出现在这里，这次出现的3名怪物头领并没有分散，而是集中在一起，作为箭头向我们发起冲锋。等我反应过来想要上前阻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一名现阵营将士猝不及防，当场被斩杀。刘峰恍然大悟，要不是高顺解释，他都快忘记现阵营第2军团天赋胜利汲取的限制。他不是在乎那一名现阵营将士，而是想知道翻车的原因。明白其中缘由后，他轻笑着安慰道：这个可怪不了高将军，换做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这种情况。在被3大11级传说头领偷袭的情况下，只损伤1人已经难能可贵，所以将军不必自责，下次注意就是。高顺闻言郑重抱拳道：谢主公谅解，末将保证下次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刘峰微微颔首，我自然是相信高将军的。其实相对于百战百胜，我更喜欢百战不挠。我不害怕失败，最关键的是要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没有人会一直胜利，这一点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当然，要是能一直无敌下去，我也是不介意的。高顺眼神闪动，刘峰的话无疑给他以及所有将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个势力主公的政治军事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线将军的作战方针。比如有的主公接受不了失败，那么他麾下的将军就不能实施一些像示敌以弱的战术，这些战术往往需要一些小战役的失败作为铺垫，这就有可能触及一些主公的雷区。亦或者是有些将军就属于大器晚成型，这种类型的将军往往需要一场场或胜或负的战役来积累经验，这些将军一旦遇到急功近利的主公，那下场自然不言而喻。就像高顺这次损失了一名将士，假如刘峰对此表现出不满，那么高顺下一次遇到同级别的对手就要考虑刘峰的感受，他必须优先保证胜利，其次才是刷属性。主公请放心，以后的现阵营只会越来越强，强到足以横扫一切强敌。第11天的排行榜下来了，只有4名领主，分别是刘峰、120、古力和虎啸，
剩余的领主在领完昨天排行榜奖励后，全都主动退出。就昨天那一战，以他们5级1920将士人口，面对实力暴涨的怪物军团，几乎是没有任何胜算。他们靠着10天攒下来的灵能无限暴兵，硬是撑了下来，后果就是打空了所有底牌，再无作战之力。刘峰关掉排行榜页面，悠悠道：“下面就是我的个人秀。”第28章爆破剑、意志剑。第11天的总收获也是恐怖的，灵能加18190万，灵石加436万，资源箱加95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下面就是属性的开箱子环节，让我康康会是什么技能。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爆破剑。爆破剑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凝聚出一支爆破剑矢，对方圆1米等级范围内的敌人造成10%加等级的范围伤害。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意志剑。意志剑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凝聚出一支意志剑矢，意志剑矢无视任何物理防御。注：每支意志剑矢将使用者大量意志，普通将士可凝聚3支，稀有将士可凝聚6支，史诗将士可凝聚12支，传说将士可凝聚24支，神话将士理论上无上限。刘峰惊疑地看着爆破剑和意志剑技能卷轴，这开箱子难道还有讲究？昨天的锁敌、连破一看就是组合技，今天这爆破剑和意志剑都是弓箭手的技能，难道箱子一起开可以出套装技能？明天再开2个箱子看看，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可就要搞波大的，毕竟机会难得。至于现在嘛，还是先给黄老将军一个惊喜吧。黄忠刚进到领主小屋，就看到坐在床上傻笑的刘峰。主公，这个时间召唤末将可是有什么吩咐？刘峰在黄忠进来的瞬间就端正了自己的仪态，一脸严肃道：“黄老将军，我这边新的2卷技能卷轴，觉得挺适合你，所以就让你过来看看。”哦，黄忠双眸放光道：“不知是何技能，让主公如此推崇？你看了便知。”刘峰故作神秘道，说着就将爆破剑和意志剑技能卷轴递给黄忠。黄忠接过卷轴一看，原本淡漠平静的脸上蓦然生出一抹震惊，连拿卷轴的手都颤抖了一下。这黄忠的脑子有点懵，竟然是2大军团技。第一个爆破剑还好，算是清场神技，用来对付杂兵效果一流，对他的定军神射营算是比较大的提升。最令他震惊的还是意志剑，以他的见识，当然清楚这个技能的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弓箭手梦寐以求的神技。别看现在的定军神射营好像挺无敌，但是黄忠知道，定军神射营还存在一个极大的短板，那就是害怕一些概念性防御军团。这些概念性防御军团要么不出现，一旦出现就是血克他的定军神射营。就比如白马一从的第2军团天赋，除非是实力碾压他们，否则定军神射营很难射穿他们的刀墙。现在有了意志剑，定军神射营将再无短板，彻底进入最顶级军团行列。哪怕是白马一从这种顶级军团，在没有意志防御之前，对上定军神射营那就是被吊打。谢主公恩赐。黄忠一脸自信道：“以前不敢说，现在有了意志剑，末将有信心射穿任何军团。”刘峰满意的点了点头，对黄将军有用就好。这次试炼定军神射营将会是绝对的输出主力，希望黄将军助我度过那最终的试炼。黄忠铿锵道：“末将自当竭尽全力，万死不辞。”有黄将军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第12天清晨，刘峰依旧跟着黄忠做着力量技巧训练，黄忠也是属于严师型，一丝不苟地训练着刘峰，丝毫没有在意刘峰主公的身份。公孙瓒和韩龙看的是啧啧称赞，甚至已经开始暗中准备课程，准备毛遂自荐，好好给刘峰上一课。训练的时间是短暂的，一晃就到了中午。也就在此时，面板提示第12天的怪物潮即将来临，数量依旧是多了1101，等级也来到了12级。这次刘峰一边训练一边对着黄忠道：“黄将军，怪物潮就交给你们了，我再锻炼一会。”黄忠捋了一把胡须，轻笑道：“主公安心训练，末将去就回。”说罢就带着定军神射营奔向前线。几分钟后，刘峰的属性面板就开始刷屏，有他这边的，还有3大傀儡领地的。第12天很快过去，收获很是喜人，灵能加39197万，灵石加856万，资源箱加188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刘峰看着面板上的1808万枚灵石，直接就将领主小屋秒到了7级。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7级，属性血量781250，力量78125，防御78125，速度78125，精神78125。技能无。
宝物地图。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 50%， 黑色神话。战斗力78125，领地大汉，所属刘封，等级7级，面积7812500平米，领民农民12800，英雄6，将士122880。建筑领主小屋7级略，可见建筑略。资源粮食10960万，木材10990万，石料10980万，铁矿3755万，灵能65051万，灵石858万。领地升级条件：粮食32000，木材32000，石料32000，铁矿32000，灵能32000。刘峰感受了下自己再次暴涨的实力，内心有种莫名的冲动，非常想要出去厮杀一番，但是他最终克制了自己。真正的强者就要耐得住寂寞，不出则已，出则一鸣惊人。别说他现在才7级，就是10级、20级也不能膨胀。他这点实力放在蓝星或许已经很强，但是他的目标可不仅仅是蓝星啊。出了蓝星，面对那些发育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领主，他将毫无优势，甚至是绝对的劣势。所以啊，刘峰，加油变强吧，未来的路还长，万万不能因为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这是非常致命的缺点。第29章涅槃重生，意志加持，封魔杀戮，血煞引兵。刘峰快速将领主小屋点了升级，领主小屋倒计时6944天10点39分59秒，同时打开了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涅槃重生。涅槃重生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透支未来生命力和潜力进行复活，每次复活后全属性降低 10%， 复活3次以后将进行意志判定，判定通过者将涅槃重生，全属性恢复到巅峰的同时小幅度提升全属性。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意志加持。意志加持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将自身意志加持武器进行意志攻击，并在日常训练中潜移默化地增强自身意志。卧槽！刘峰看着手里的涅槃重生卷轴，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3次重生，虽说有着 10% 的全属性降低这一副作用，但是这丝毫掩盖不了他的强大，毕竟没有谁能顶得住意志复活的对手。最关键的是，他最后还能进行意志判定，一旦判定成功，不仅会恢复已经扣除的属性，甚至还能小幅度的增长，简直就是逆天般的存在。这要是碰上意志强大的，岂不是可以一直刷属性？还有这意志加持，可以进行意志攻击也就算了，最后还能在日常训练中增强自身意志，简直就是专门为了涅槃重生量身打造的。将士通过意志加持锻炼自己的意志，再使用涅槃重生增幅自己的属性，简直绝了。给谁呢？刘峰在心里犯了难，单看涅槃重生和意志加持的属性，几乎适用任何人。刘峰在脑海中分析着几大军团的优劣性，首先排除的就是韩龙的光影刺客，刺客的优势就是一击必中，一击就走，要的就是灵活和隐蔽，复活对他们的意义不大。剩下的白马义从和燕云铁骑都是骑兵，也不怎么适合这种原地复活战撸的活，陷入包围失去速度的骑兵再复活结局都差不多。而县阵营就不同，他们本身打的就是阵地战，靠的就是硬实力，一旦遇到同等级的对手，多了3次复活的县阵营将立于不败之地，磨都能磨死对面。理清头绪的刘峰直接叫来高顺，将2个技能卷轴交给了他。第13天，怪物军团还在有序增长，灵能加78494万，灵石加1714万，资源相加375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封魔杀戮。封魔杀戮 SSS 级主动技，使用后，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在杀戮中逐渐封魔，丧失理智的同时大幅度提升自身素质，使战斗力呈几何指数上升。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血煞引兵。血煞引兵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将战场血煞炼入己身，炼入的血煞可选择顿时间大幅度提升自身素质，亦可选择转化成一名引兵辅助攻击，血煞越多提升的幅度越大，引兵实力越强。没啥说的，光看技能名刘峰都知道应该给谁，他都能够想到张飞看到技能卷轴时的场景。该说不说，这2个技能是真的强，都是战场大杀器。封魔杀戮虽说存在丧失理智的风险，但是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收益越高。没见介绍后面说的战斗力呈几何指数上升吗？
一旦到了要开封魔杀戮的时候，那肯定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封魔杀戮的加持下，大幅度提升属性的焰云铁骑绝对能瞬间击垮对面，再配合上他们的恐吓军团天赋，那敌军绝对是一泻千里，拦都拦不住的那种。要说封魔杀戮是决战神技，那血煞影兵就是最后的底牌，拖得越久越有力。试想一下，双方都拼到一无所有时，战场上突然多出一批生力影兵军团，那场面绝对刺激到不行。在刘峰的召唤下，张飞风风火火地回到领地，老远就听到他的大嗓门：“主公，你找俺什么事？”刘峰眉头微皱，本想客套两句，结果脑瓜子被张飞震得嗡嗡的，瞬间没了兴趣，直接将2个技能卷轴递给张飞。张飞刚开始还有点疑惑，当他打开卷轴看完介绍后，眼睛差点没凸出来。哈哈，就知道主公对我最好，有啥好事都想着老张，没想到咱老张也有发达的一天，有了这2个神技，就是神话军团来了，咱也能和他们掰掰手腕。刘峰被张飞吵得实在是难受，有气无力的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走了。张飞在得到2个技能卷轴时，心就已经飞走了，见到刘峰感人的手势，顿时一溜烟的跑出领主小屋。出了领主小屋的张飞并没有通过传送门回到120的领地，而是在刘峰领地内到处转悠，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感应到什么的张飞快速朝一个方向走去，此时迎面来的正是巡逻当中的黄忠。只见张飞有意无意地挡在黄忠行进的路上，黄忠狐疑地看着张飞，一时有点搞不懂他在做什么。张飞是这摸摸那看看的，愣是墨迹了10几秒钟。他见黄忠就是不开口，心中略显焦急，他的眼珠子快速转动，脑海中很快闪过一道灵光。嗨！张飞先是咳嗽一声，接着一个转身，2个技能卷轴顺势掉到地上。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竟然将主公赏赐的技能掉到地上了。张飞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拿起技能卷轴，像个显眼包一样在黄忠面前转过来转过去的，时不时地展示一下技能卷轴。黄忠看着如同稚童的张飞，莞尔一笑，一时玩心大起。翼德刚得到主公赏赐吗？黄忠说着还露出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张飞艰难地扭过头，不确定道：“黄老将军也得到主公赏赐的技能吗？”“是啊，前一段时间主公就将技能交给我了。”黄忠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甚至还不忘补刀道：“我记得子龙好像也有，而且还是3大技能哦。”张飞这下是彻底 emo 了，失魂落魄地转身离去，原本获得2大神技的喜悦荡然无存。第30章，关羽叫刀手一刀流。第14天，灵能加15698万，灵石加3428万，资源箱加750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刘峰直接花了近3000万灵石，将酒馆、军营、教场全都秒到7级，他的将士人口上限也来到了491520。酒馆为1，等级7，上限7名英雄。功能随机召唤普通、稀有、史诗级英雄，受传国玉玺影响，酒馆只能召唤三国时期英雄，英雄品质无限制。升级条件：粮食12800，木材12800，石料12800，铁矿25600，灵能6400，领地8级，不满足。召唤条件：灵能6400。刘峰扫了一眼升级后的酒馆，直接消耗6400点灵能，开始召唤他的第7英雄。大大大！一阵马蹄声后，酒馆里缓缓走出一位身长9尺，髯长2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威武男子。一柄通体密布细碎花纹，刀身呈青龙吞月之状的长柄大刀紧握其手，身后缓缓跟着一匹赤红宝马。末将关羽，见过主公。刘峰看着单膝跪地的关羽，心惊之余，缓缓上前扶起这位威震华夏的传奇名将。关将军请起。还请关将军稍等片刻，我将我麾下其他6位将军唤来，你们相互熟悉一下，方便以后配合。关羽一个抱拳，全凭主公安排。刘峰点点头，直接将其他6将召唤了过来。6将到来后，张飞最是激动，一把抱住关羽，哇哇直哭：“二哥，可想死3弟了，我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你盼来。”关羽一直板着的脸难得露出一抹笑容。3弟无需如此激动。不要。说着竟然将关羽抱得更紧，仿佛害怕再次失去一般。关羽无奈，只能任由张飞抱着，同时用眼神向刘峰以及黄忠等人表达了歉意。包括刘峰在内，在场所有人全都微笑地看着关羽和张飞，友情在哪都是最受尊敬的存在。刘峰见2人还要缠绵一时半会，便打开了关羽的属性面板。关羽传说，等级7，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766，力量230，
防御230，速度230，精神156。专属军团叫刀手，传说。专属武器青龙偃月刀，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赤兔马，传说，可升级，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军团天赋1，蓄势一刀斩，叫刀手发起冲锋并开始蓄势，期间受到的一切攻击都将转化为叫刀手的力量。蓄势完毕后斩出至强一击，最高可造成700%的物理攻击伤害。2，唯心斩断，意志贯穿下，叫刀手足以斩断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只要在叫刀手认知范围内的事物，理论上都可以一刀斩断。爆发流，一刀流。刘峰暗自欣喜，他的军团类型再次完善起来，远程有定军神射营，斥候有白马一从，刺杀有光影刺客，凿阵有长山突骑兵，阵地战有陷阵营、燕云铁骑，现在又来一个爆发流的叫刀手，当真是毫无短板。关羽这第一军团天赋不仅强在他的攻击，最关键的是蓄势期间能够免疫并且转化敌人的攻击，这就有点无赖的感觉。开了天眼还好，只要一动不动等着关羽率军近身就行，不然跌到700%攻击力的一刀，怕是神话军团都扛不住。至于第二军团天赋，那就真就违心了，具体什么威力，刘峰也不懂。刘峰瞥了一眼众人，发现他们还在含蓄，便开始思索将士人口的分配。现在总人口是491520，空缺将士人口共有368640，达到7级的7大将军，除了公孙瓒和韩龙外，其他将军统帅将士上限都是14万。其中定军神射营、陷阵营稳占2大主力军团，必须补充满，剩下的就平均分配吧。就在刘峰思索间，7大将军已经结束了交流，全都静静等待着刘峰的指示。刘峰见状沉吟一声道：鉴于未来怪物潮的变化，我决定将黄将军、高将军部曲补充到14万，剩下的5大军团补充到42304，后续有变化会另行通知。现在诸位先随我出去一起见识一下关将军的叫刀手，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刘峰说罢就带头走出领主小屋，来到一片空地，挥手就消耗2257万点灵能，召唤出42304名叫刀手。叫刀手传说，等级7，忠诚度100，属性血量755，力量117，防御117，速度117，精神79。武器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白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蓄势一刀斩，唯心斩断，主将关羽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看着身骑白马威严肃穆的叫刀手军团，刘峰甚至有种仰天长啸的冲动。自从他穿越到这个全民领主时代，他无时无刻不在告诫自己，这里已经不是曾经的华夏，要苟住，要稳。他也确实做到了，穿越的这么多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没有引起蓝星官府以及任何一位领主大佬的注意。而现在的他不仅自身实力强劲，拥有神话级属性，还拥有7大传说英雄和7大传说军团，可以说只要他不作死，不犯众怒，在华夏乃至整个蓝星都拥有立足的资本。况且他还在急速成长，有着黄忠不遗余力的教导，他的实力一天一个样。就连黄忠都说，只要刘峰愿意，随时都能将之一击毙命。刘峰现在每度过1天的试炼，他就能得到海量的资源，他现在甚至都想象不出试炼完毕后他会有多强，总不能直接蓝星无敌吧。第31章第15天变化。带着这个诡异的想法，刘峰将将士人口全部补充完毕，并将所有6级将士全部升级到7级，总计消耗27524万点灵能。第15天，熟悉的怪物潮提示再次响起。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15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5000名15级史诗怪物，500名15级传说怪物，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之前是第10天才发生等阶变化，这次竟然只有5天。刘峰看着对面缓缓走来的怪物军团，眉头微蹙，这下有点难办了呀。巨人战士，史诗，种族巨人族，等级15，属性血量3150，力量394，防御394，速度315，精神315。武器巨型狼牙棒普通，技能重击横扫千军，巨人头领传说，种族巨人族，等级15，属性血量11143，力量1727，防御1727，速度1166，精神1166。武器巨型狼牙棒稀有，技能伤害豁免震荡攻击。看完巨人军团的属性后，
刘峰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巨人战士还好，虽说也很高，但是他这边有着增幅塔的增幅，还在接受范围。就是这巨人头领的属性着实难办，光影军团、白马义从军团都不适合对付这种重装战士。新召唤的叫刀手军团面对这种近战，第一军团天赋相当于废了。就在刘峰头疼不已时，黄忠这边已经指挥定军神射营开始攻击，密密麻麻的箭矢瞬间将巨人军团笼罩。叮！你的定军神射营将士击杀一名15级巨人战士，获得灵能加81920，零时加30，资源宝箱加1。叮！你的定军神射营将士击杀一名15级巨人战士，获得灵能加81920，零时加30，资源宝箱加1。刘峰眉头微皱，一轮进攻下来，之前无往不利的箭雨仅仅带走几十头巨人战士，巨人头领更是一个都没有倒下。继续攻击。与刘峰不同，黄忠的脸上没有丝毫变化，仿佛没有注意到场上的问题。好，巨人军团不知道是不是被箭矢刺激，全都开始发起冲锋。刘峰微眯着双眼，看着急速袭来的巨人军团，快速在脑海中模拟作战。面对这种情况，几位将军会如何应对呢？难道真的要让教刀手顶上去？就在刘峰疑惑间，他的将军给了他答案。只见黄忠有条不紊地使用箭雨清洗着巨人军团，每一轮都能带走几十名巨人战士。公孙瓒则是率领着白马一从，猛地从巨人军团右翼最薄弱的地方穿插而入，硬生生地从巨人军团里切割出一大块。不等巨人军团反应过来，白马一从就潇洒离去，运动到侧翼再次伺机而动。而那被切割出来的巨人军团小部队周围骤然出现无数光影刺客，他们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光明正大地使用匕首将巨人战士和巨人领主一个个击杀，全程没有遭遇一点反抗。叮！你的定军神射营将士击杀一名15级巨人战士，获得灵能加81920，零时加30，资源宝箱加1。叮！你的定军神射营将士击杀一名15级巨人头领，获得灵能加81920，零时加60，资源宝箱加1。3秒后，全歼了数百名巨人战士和巨人头领的光影刺客再次消失在所有人眼中。这……刘峰惊了，他第一次知道战争原来还能这样打。按照他的那点军事理解，战争就是前排顶住，后排输出，拼的就是双方硬实力。多兵团配合吗？刘峰眼神灼灼地看着前线，脑海中逐渐形成一幅立体图。定军神射营坐镇中军稳定输出，白马一从穿梭两翼分割战场，光影刺客神出鬼没收割落单敌军。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流畅，刘峰仿佛是开窍了一般，竟然开始分析战局走势。不出意外的话，战斗到此就要画上句号。果然，被遏制了冲锋势头的巨人军团不断被白马一从切割出一块又一块，巨人头领们也曾组织过反击，可白马一从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们，只要他们阵型有变化，白马一从就围着他们转圈子，一副随时进攻的样子，搞得巨人军团进攻也不是，不进攻也不是，进攻就首尾难顾，单凭后方的巨人战士根本挡不住白马一从的切割，不进攻更是慢性死亡。定军神射营的箭矢从他们露面就没有停止过，无时无刻都在给他们造成伤亡。这就是兵种被克制的无奈吗？刘峰略带同情地看着巨人军团，他们并不是打不过白马一从，但是面对白马一从的牵制，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巨人头领们最终选择决死冲锋，可惜白马一从、光影刺客、定军神射营没有给他们一点机会，在他们冲锋的路上就将他们蚕食得一干二净。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有3头巨人头领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刘峰面前。就在刘峰疑惑不解时，黄忠轻声道：“主公，平日里再怎么训练都不如实战一场，这3只巨人头领就是末将为你准备的小惊喜。主公请放心，你的实力远超他们3，按照日常锻炼来就行。这次主要是让主公适应一下杀戮的感觉。”刘峰先是一惊，接着一喜，他大笑一声：“哈哈，还是黄将军想得周到，难怪我总觉得浑身不得劲，原来是差了实战。”刘峰说罢，就拎着一柄大刀冲了上去，看着接近3米的巨人头领，刘峰想都不想的就是一刀砍向膝关节。11143。叮！恭喜领主击杀一名15级巨人头领，获得灵能加81920，零时加30，资源宝箱加1。刘峰愣了一下，他原本的想法是先攻击膝关节，等巨人头领身形不稳再进攻他的要害位置，结果竟然一刀秒杀了。第32章，张合大喜事。不过想想也是，以他接近8万的攻击力，秒杀只有1万多血的巨人头领也算正常。意兴阑珊的刘峰一刀格挡住一只巨人头领的进攻，接着一个左右开弓，将剩下的2只巨人头领秒杀。叮！恭喜领主击杀一名15级巨人头领，获得灵能加81920，零时加30，资源宝箱加1。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
本次战役用时18分钟，共计击杀巨人战士5000，巨人头领500，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基础奖励：灵能16384000，灵石1638400，资源宝箱1638400。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刘峰领取完奖励便回到领地继续锻炼，对于其他3个傀儡领地并没有过多关注。拥有4万多将士的3大军团，胜利是一定的，就是如何胜的问题。叮！你的一名烟云铁骑被巨人头领击杀。叮！你的一名长山突骑兵被巨人头领击杀。刘峰打开面板一看，轻声一叹，果然还是出现伤亡。面对比自身属性高出一大截的巨人头领，伤亡确实在所难免。哪怕是他这边，也是依靠多军团配合，加上兵种克制才能完胜，恐怕也就有着稳定复活的现阵营，才能硬抗巨人军团。刘峰关掉面板提示，眼神悠悠道：现在就看谁能扛到最后，我倒要看看试炼的最终奖励到底什么。3大傀儡领地的巨人军团很快被全歼，只不过除了现阵营外，燕云铁骑和长山突骑兵都付出了10几名将士的生命。张飞和赵云也是在战后火速回到领地，向刘峰汇报整个交战过程。刘峰听完汇报，微微点头道：二位将军比我懂军事，我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搞好后勤，努力武装你们，所以以后不必事事向我禀报，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你们需要什么即可。张飞和赵云闻言皆是目露欣喜道：末将领命。第15天的试炼虽然开始出现损伤，但是收获同样惊人。灵能加 31.3亿，灵石加4440万，资源箱加1480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刘峰眼神炽烈地看着达到7440万的灵石，照这样发展下去，他要不了几天就能将领主小屋、酒馆、军营、教场秒到8级。到时候他将拥有接近200万的8级传说军团，加上充足的灵能点，他就是那命堆也能将剩下的试炼撑过去。新生试炼就能达到8级乃至9级，他只想问还有谁。呼呼呼，淡定淡定，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没必要这么激动。刘峰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将情绪慢慢稳定下来，随后便将新得到的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开启。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意志转换。意志转换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灵活运用意志力量，可以意志强化防御，也可以意志强化攻击。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死亡抗拒。死亡抗拒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全员意志统合，在一定程度上抗拒死亡，抗拒效果由将士意志决定。又是2个神技，刘峰对此都产生了一点免疫，内心只有稍许的惊讶，同时在内心也确定了人选。刘峰唤来关羽，直接将2个技能卷轴交给关羽。关羽应该是挺张飞提起过技能卷轴，对2卷技能卷轴并没有表现出太过惊讶。末将谢过主公。刘峰点了点头，和关羽寒暄了几句，就让关羽退了下去。走出领主小屋的关羽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开始查看技能卷轴。这向来镇定自若的关羽在看到意志转换的介绍时，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他连忙打开另一卷技能卷轴，看完死亡抗拒的介绍后，关羽整个人陷入沉默，良久才沉声道：主公以国事待我，关某定以国事待之。接下来的4天，除了3大傀儡领地有损伤外，一切都和刘峰预想的一样。第16天，灵能加 62.5亿，灵石加8860万，资源箱加2960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分别开出，负面解除，势能转换。负面解除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瞬间清除自身所有负面状态，并在接下来的3秒内免疫所有负面状态及控制。势能转换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获得势能转动能的能力，可将速度转化为攻击力，速度越快，攻击力越强。目前已交由公孙瓒学习。第17天，灵能加126亿，灵石加17700万，资源箱加5920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分别开出，防御解除，致命一击。防御解除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瞬间解除敌方将士的防御力和防御技，对敌方造成全额伤害，时间持续3秒。致命一击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挥出致命一击，攻击力短时间提升 100%， 击中要害部位将造成双倍伤害。目前已交由韩龙学习。第18天，灵能加253亿，灵石加35380万，资源箱加11840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第19天，灵能加508亿，灵石加70750万，
资源箱加23680万 ，SSS 级专属宝箱加2。刘峰现在的总资源是：资源粮食151亿，木材151亿，石料151亿，铁矿48亿，灵能1008亿，灵石15亿。SSS 级专属宝箱4，没啥说的，直接开秒。叮！恭喜领主成功将领主小屋、酒馆、军营、教场升到8级，总计消耗灵石4亿。一阵暖流过后，刘峰的身体素质再次得到成倍的增长。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8级，属性血量390、6250，力量390625，防御390625，速度390625，精神390625。技能无，宝物地图，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 50%， 黑色神话，战斗力390625，强，浑身上下仿佛有使不完的力量。现在的刘峰有种感觉，那就是他能单挑一整个军团。当然这只是感觉，自从经历过黄忠的蹂躏和教导，刘峰深刻意识到自己与强者、个人与军团的差距。不说别的，面对一整个定军神社营，哪怕是不破防，一轮下来也是14万的血，不需要多，30轮他就直接原地暴毙。而定军神社营完成30轮攻击需要1分钟吗？大概是不需要的。所以啊，还得低调啊。刘峰活动了下身体，接着快速浏览了一遍升级后的建筑，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后，便开始强化升级他的军团。先让我康康第8英雄和第8军团叫什么？12800点灵能眨眼没入酒馆当中，里面很快就走出一位身着重甲、手持大戟的壮汉。末将张合，拜见主公。张合，刘峰上前扶起壮汉，他亦是听过这位河北4廷柱之一的事迹。张将军快快请起，我对将军是仰慕已久，能得将军相助，实乃天大的幸事。张合见状更是那头便拜，眼神坚毅道：谢主公厚爱，末将定不负主公期望。张将军不必如此。刘峰说话间就点开了张合的属性面板。张合，传说，等级8，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5273，力量322，防御322，速度219，精神219。专属军团大戟士，传说。专属武器1长戟，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2重盾，传说，可升级，防御正400%，减伤正40%。羁绊1河北4廷柱颜良、文丑、高览、张合在同一阵营时，4人全属性增加400%。2五子良将张辽、乐进、张合、于禁、徐晃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注：羁绊只能生效1个。军团天赋1齐心协力，大戟士举起重盾连成一片，化为一个整体，可将所有受到的伤害分担到大戟士军团每一名将士身上。2继续反弹，大戟士可将对方的攻击临时存储起来，并在自己下一次攻击中一起反弹给对方。好一套防守反击。按照张合现在的等级，他能够统帅16万的大戟士，在逆天的伤害分摊到这么多将士身上，也构不成什么大的伤害。可以说，在第一军团天赋的作用下，没有任何同等级军团能够正面攻破大戟士的防御。刘峰唯一能想到的针对办法，就是抑制攻击和定军神社营的饱和打击。大戟士再怎么分担，面对同级别、同数量的定军神社营，那也只有逃跑的份。剩下的就是强行突破大戟士的防线，与之形成1对1近身战、消耗战。大戟士会害怕这些吗？看看第2军团天赋就知道，他们显然是不怕的。大戟士不怕你攻击高，就怕你是和他们一样的防战。你的攻击越高，他们的反击就越恐怖。大戟士能抗住并积蓄下的攻击，加上他们自身的力量，可能1个回合就能将敌方军团干趴下。至于大戟士的缺点吗？刘峰莞尔一笑，这都不是事。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意志强化。意志强化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获得意志方面的加强，能豁免一定程度上的意志攻击。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意志破线。意志破线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受到敌方军团意志打击时，将缓慢突破自身意志的上限。这不就来了吗？刘峰眸底闪过一丝兴奋，这样一来，他的这支大戟士将再无短板。哪怕是面对定军神社营这样的拥有意志技的远程军团，大戟士军团也有了一战之力。更何况拥有传送门的他们，
根本不可能孤军面对这种克制兵种。一旦遇到，传送门一开，光影刺客直接教他们做人。实在不行，还有定军神射营兜底，互射罢了，谁怕谁？张将军，你这边刚来，我也没什么准备，这里有2个技能卷轴，你先将就着用。张合恭敬地从刘峰手里接过意志强化和意志破线2大技能卷轴，看完介绍后，张合直接傻眼了，他抬头震惊地看向刘峰。主公，无功不受禄，这2个技能实在是太宝贵了，末将受之有愧，还请主公收回。张合强忍着心中的不舍，双手将2卷技能卷轴奉上，他甚至都不敢多看一眼2个技能，就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后悔。刘峰诧异地看向张合，他岂能看不出张合心中的不舍？面对如此契合自己的技能，张合竟能克制住内心的渴望，当真是心性了得。张将军多虑了，这个技能算是我麾下将军们的福利，都是人手2个。你这要是拒绝，多少有点格格不入啊。张合怔怔地看向刘峰，眼中充满着疑惑，是他听错了吗？这样的技能人手2个，没开玩笑吧？收下吧，有了这2个技能，你的大戟士军团将跻身最顶级军团行列，这对我非常重要。张合听到这，当即不再犹豫，当着刘峰的面就将2大技能学习完毕。第33章。第20天，泰坦军团安抚完张合，刘峰就开始召唤大戟士军团。大戟士传说，等级8，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57，力量164，防御164，速度111，精神111。属性血量5273，力量322，防御322，速度219，精神219。武器1，大戟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2，重盾普通，可升级，防御力正100%，减伤正10%。天赋齐心协力，积蓄反弹，主将张合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很快，刘峰发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他现在将士人口达到了196、6080，而他的8大将军中，公孙瓒、韩龙的统兵上限都是96000，剩下的也不过是16万，加起来只有115、2000，也就是说，他还有80多万的空缺将士补不满。这，刘峰瞬间有种骂娘的冲动，人家都是因为将士人口上限，导致将士只有那么多，他倒好，竟然是因为将军统帅人口上限，导致将士补不满，这到哪说理去？想着想着，刘峰突然愣在原地，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有这么多将士人口，是因为特殊建筑教场的原因，那其他没有教场的8级领主，岂不是只有15360将士人口？我的海，这差距真是大到没边了。别说是他，就是他的任意一个军团都是无敌的存在啊！想到这，刘峰瞬间腿不疼腰不酸，麻溜的将所有军团将士补充到上限，并将所有7级将士提升到8级。后续有机会会放一下8大军团的详细属性。第20天，试炼提示再次响起。正如刘峰所想，怪物军团再次进化。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20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1万名20级传说怪物，1名20级传说怪物指挥官，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刘峰快速赶到前线，黄忠、公孙瓒、韩龙、张合麾下的4大军团也已经集合完毕，只等两军交战。至于关羽的孝刀手被安排作为预备军团，随时准备支援3大傀儡领主。泰坦巨人传说，种族巨人族，等级20，属性血量59926，力量9298，防御9298，速度6294，精神6294。武器全套稀有，技能蓄意轰拳，嗜血狂暴。泰坦指挥官传说，种族巨人族，等级20，属性血量298947，力量18256，防御18256，速度12416，精神12416。武器全套稀有，技能攻击强化军团技，防御强化军团技。看完泰坦军团的属性，刘峰知道这一仗难打了。不是他这边，而是驻守3大傀儡领地的军团。泰坦军团的属性已经严重超标，搞不好要进入以命换命的节奏。尤其是那泰坦指挥官，不仅属性炸裂，更是有着2大军团技，一个加攻击，一个加防御，这让本就处于劣势的3大军团更加劣势。张合在，被刘峰授权指挥战斗的黄忠沉声道：“你不即刻上前，正面拉住泰坦军团。”收到。张合一声大喝，便率领大戟士军团正面迎了上去。公孙瓒、韩龙在，继续以前的战术，
只不过这次要注意切割数量。收到。另一边的泰坦指挥官静静伫立在泰坦军团后方，两只头颅大的眼睛不停巡视着刘峰这边的军团。观察了许久，泰坦指挥官突然发出一声不明厉喝，如同战鼓一般，一声接着一声。泰坦军团在得到泰坦指挥官的信号后，队形开始发生变化。原本呈方阵形的泰坦军团迅速拉长，整个变成一字形，接着便整齐地压向刘峰领地。张合这边的阵型也随之变化，因为体型的问题，大戟士军团前排足足增加到4万，才堪堪封堵上泰坦军团的一字阵型。泰坦指挥官不屑地看了眼张合的大戟士，以他的眼力当然能判断出大戟士的等级，只有8级的军团，哪怕人数再多也挡不住他的泰坦军团，只需要一轮冲锋就能撕裂对面的防线。好，泰坦指挥官身上接连冒出2道紫色光芒，被紫光笼罩的泰坦军团气息大涨，属性再次增加了1节。泰坦指挥官满意的看了眼自己的泰坦军团，随后便下达了进攻命令。黄忠眼神悠悠地看着对面的泰坦军团，确定各军团都到达指定位置后，同样下达了攻击命令。嗡嗡嗡！定军神射营的箭矢率先覆盖上整个泰坦军团。泰坦指挥官看着漫天袭来的箭矢，冷笑一声，不自量力。当当当！定军神射营的箭矢非常精准地命中泰坦巨人，甚至很多都是命中要害位置。然而，所有泰坦巨人眉头都没有皱一下，随手拍掉钉在身上的箭矢，速度不减地奔向大戟士防线。果然破不了防吗？黄忠嘟囔了一句，接着通过精神链接塔给所有定军神射营将士下达命令，全体使用意志剑。随着黄忠一声令下，全体定军神射营的将士虚抬长弓，一支透明色箭矢在上面缓缓成型。与此同时，远处的泰坦指挥官也发现了定军神射营的变化，他在看到透明色箭矢的瞬间脸色骤变。不好，是意志技！接着泰坦指挥官神色一狠，直接冲着泰坦军团下达命令，全体不计一切代价突破对面军团的防线，目标后方弓箭手军团。吼吼吼！原本眼神还算清澈的泰坦巨人们双目变得通红，浑身上下弥漫着一丝血腥味，丧失理智的同时速度再次飙升。泰坦指挥官同样在冲锋的阵型当中，他看着近在咫尺的大戟士军团，挥舞着巨拳猛地轰击向一名大戟士。给爷破！伴随着泰坦指挥官的一声暴喝，他那脸盆大的拳头狠狠击打在大戟士的盾牌上。第34章英雄碎片。泰坦指挥官愣愣地看着毫发无伤、面露狞笑的大戟士，他此时脑子有点发懵。什么情况？不是应该盾飞人死吗？怎么感觉对面一点感觉都没有？泰坦指挥官回味了下手上的反震之力，他无比确定他刚刚那一击并没有打空。那么这一名小小的8级将士又是如何挡下他全力一击的呢？泰坦指挥官带着疑惑环顾四周，这一看不要紧，看完之后他整个都菊花一紧。毫发无伤，所有的大戟士都毫发无伤。然而泰坦军团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可别忘了张合的第2军团天赋继续反弹。刚刚泰坦军团的打击有多猛，他们现在被反击的就有多惨。噗呲噗呲噗呲，携带着泰坦巨人全力一击的大戟瞬间洞穿泰坦巨人的身躯。这不可能！泰坦指挥官在闪避开攻击的同时发出一声惊呼。后方的张合轻蔑一笑，现在的大戟士军团害怕攻击模式的只有3种，一是秒杀式攻击，二是远程持续饱和式攻击，三是钝刀子割肉式攻击。像泰坦军团这种既不能秒杀大戟士军团，又没有持续远程攻击，还没办法分割他们的军团，简直就是大戟士的最爱。泰坦指挥官神情非常难看，他看着各个带伤的泰坦巨人，一时没反应过来。他想不通，一个只有8级的军团，凭什么抗住他20级军团的攻击，甚至还能反击？不信邪的他再次指挥泰坦军团进攻，一连被反击几次后，泰坦指挥官渐渐发现了大戟士的猫腻。再一次试探性进攻，然后被反击后，他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防守反击吗？就在泰坦指挥官思索对策时，定军神射手们的意志剑总算是凝聚完成。放！随着黄忠一声令下，铺天盖地的意志剑瞬息出现在泰坦军团面前。好！被意志剑饱和打击的泰坦巨人们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哀嚎。定！你的定军神射营将士击杀一名20级泰坦巨人，获得灵能加262万，灵石加210万，资源宝箱加1。无视物理防御的意志剑，每一支都能带走他们近600的血量，一轮下来直接带走300多名泰坦巨人。泰坦指挥官看到一轮就损失这么多泰坦巨人，一颗心顿时沉入谷底。退是不可能退的，他们这支军团被选中的那一刻，命运就已经注定，要么击溃对方，
要么被对方全灭。他阴鸷地看了眼如同刺猬一样打不得的大几十军团，又看向远方慢慢凝聚意志剑的定军神社营，只能这样了。只见泰坦指挥官吼叫连连，不停下达着作战指令。泰坦军团一时闻声而动，直接一分为二，沿着大几十防线向两翼移动。想迂回吗？黄忠看着快速向两翼移动的泰坦军团，直接指挥大几十军团进行拦截，同时安排白马一从再次分割两线作战的泰坦军团。刘峰在一旁不断观摩着黄忠的指挥，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时，驻守三大傀儡领地的军团几乎同时传来噩耗：叮！你的一名燕云铁骑被泰坦巨人击杀。叮！你的一名长山突骑兵被泰坦巨人击杀。叮！你的一名县阵营将士被泰坦巨人击杀。刘峰看着面板上开始刷屏的阵亡提示，脸上的笑容逐渐消散。他没想到，连拥有3次复活机会的县阵营都开始出现伤亡。黄将军，我们这边需要尽快结束战斗，另外3支军团已经开始出现大量伤亡。黄忠听完先是一愣，接着便点了点头。本想着慢慢磨死对面，现在看来有点太过理想化。黄忠说完就开始专心指挥起来。公孙瓒和韩龙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命令。白马一从还好，只是玩了命的切割泰坦军团。光影刺客军团就厉害了，直接延迟反应，防御解除，致命一击全开，硬顶着泰坦军团以命换命。一轮攻击下来，泰坦军团瞬间损失过半，代价就是光影刺客军团阵亡超5万。饶是泰坦指挥官也是拿这种换命打法没有一点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泰坦军团被磨光，就连他自己都没能逃过厄运，被定军神社营新凝聚的意志剑集火秒杀。叮！你的定军神射手击杀一名20级泰坦指挥官，获得灵能加262万，灵石加21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传说加1。英雄碎片传说集齐5枚碎片，可提升英雄星级上限传说。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28分钟，共计击杀泰坦巨人1万，泰坦指挥官1，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基础奖励灵能 5.2 亿，灵石5200万，资源宝箱5200万。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英雄碎片提升英雄星级。刘峰看完英雄碎片的介绍，瞬间想到公孙瓒和韩龙，这2位只有传说，严重拖累了他俩的统兵上限。别看只是少了2颗星，这其中差距大到无法想象。单是现在，他俩和其他将军就差了6万4千，更别说以后，那绝对是天差地别。原本想着是不是先放弃3大傀儡领地，现在看来无论如何都要咬牙坚持下去。毕竟传说英雄可不是大白菜，走到哪都能遇到。要是错过了这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公孙瓒和韩龙的星级升上去。剩下的泰坦巨人很快被击杀。刘峰将白马一从光影刺客空缺的将士人口补充完毕后，直接原地建了一个传送门。这时黄忠出声道：我刚已经安排关羽将军支援张飞将军，那边暂时应该稳得住。剩下的2个傀儡领地，我的建议是大几十军团驰援赵云将军，我们集中兵力全力剿灭高顺将军所面对的泰坦军团。刘峰微微点头，就按黄将军讲的安排，随后便带头传送到高顺所在的古力领地。刚一走出古力的领主小屋，刘峰就看到正在节节败退的县阵营。尽管县阵营有着3次复活，但是也只能是暂时拖延住泰坦军团。高顺在刘峰出现的瞬间就有所感应，紧绷的心在这一刻总算是放松了下来。第35章，闷声发大财才是王道。古力同样察觉到刘峰的到来，他看着领主小屋内不断涌出的将士，心中一阵诧异。这位大佬该不会是已经度过今天的试炼了吧？不能够吧，他可是能看到泰坦军团属性的全员20级的传说军团，那绝对是碾压级的。就是他自己上去也是被碾压的存在，没看见在他眼中无敌的县阵营都被压着打吗？刘峰带着黄忠、公孙瓒、韩龙来到高顺身边，沉声道：高将军辛苦了，下面的战斗交给我们就行。谁知高顺却是摇着头道：之前是怕防线崩盘耽误主攻大事，所以一直没敢放开手脚，现在有了主攻兜底，我非得教教这群兔崽子怎么做人。高顺说罢就下达了全线反击的命令。所有县阵营在收到命令的那一刻全都放弃防守，将意志加持武器不要命地对着泰坦军团进行反冲锋。面对绝死的县阵营，缺乏意志防御技的泰坦军团一时没有太多办法，只得进入消耗战。每一只泰坦巨人身边都围着几名乃至10几名的县阵营将士，泰坦巨人的攻击依旧凶猛，一拳就能轰杀一名县阵营将士。然而他们每一次攻击完都要受到10数次的攻击，
加上现阵营将士的复活，战损比达到了夸张的5-1。刘峰身边的黄忠轻笑道：“我们好像低估了现阵营的战斗力。要不是高顺将军求稳，我想即便没有我们，他们也能全歼这支泰坦军团。区别就是战损比的问题。”刘峰同样欣喜地看着悍不畏死的现阵营，强好啊！越强他就越开心。在判断出现阵营能够独立解决泰坦军团后，黄忠并没有指挥其他军团参与进攻。他知道这一战会是现阵营树立无敌信念的开端。自此以后，没有什么军团是现阵营不敢硬刚的。叮！你的现阵营将士击杀一名20级泰坦指挥官，获得灵能加262万，灵石加21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传说加1。一番鏖战后，不甘的泰坦指挥官最终还是倒在现阵营的脚下。就在刘峰想着要不要支援另外2个傀儡领地时，面板接着又弹出2条提示。叮！你的教刀手将士击杀一名20级泰坦指挥官，获得灵能加262万，灵石加21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传说加1。叮！你的长山突骑兵击杀一名20级泰坦指挥官，获得灵能加262万，灵石加21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传说加1。嚯，好家伙，感情个个都藏了一手啊！刘峰不停翻看着伤亡和击杀日志，大概判断出校刀手军团同样是依靠意志攻击，强行以命换命磨死了泰坦军团。至于赵云的长山突骑兵，应该是在大戟士的掩护下顺利完成了7进7出。刘峰算了一下，叠满7进7出后的长山突骑兵，加上武器的加成，攻击力达到了1800多，已经足以击破泰坦巨人的防御。只要能击破防御，那剩下的就是熟悉的消耗战。这一点，灵能充足的刘峰还真没怕过谁。第20天的伤亡情况很快被统计出来，光影刺客军团阵亡超5万，燕云铁骑阵亡超2万，教刀手阵亡超5万，现阵营阵亡超3万，长山突骑兵阵亡超8万。可以说，这是刘峰领地出现伤亡最大的一次，光是补充将士就花费了3亿多灵能。当然，收获同样是喜人的。首先是刘峰领地击杀泰坦军团的收获，灵能262亿点，灵石210亿枚，资源箱10001个。然后是试炼等级奖励，灵能46.8亿点，灵石4.68亿枚，资源箱4.68亿个， SSS 级专属宝箱1个。接着是3大傀儡领地的收获，灵能463.2点，灵石322亿枚。最后是最大头的怪物营地收获，灵能点524亿，灵石420亿，资源箱加20000。总计灵能加1296亿，灵石加956.68亿，资源箱加4.68亿， SSS 级专属宝箱加1。这次是真的发财了。刘峰如同暴发户一般，直接花了550亿灵石，将领主小屋、酒馆、军营、教场秒到10级。虽然他的将军都达到了统兵上限，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直接秒。没办法，有钱任性。没说的，刘峰直接大手一挥，将所有将军和将士的等级都升到10级，同时将各大军团将士补充到上限。不算即将召唤的2大军团，他现在的总兵力来到144万，144万10级传说将士啊！根据今天各大军团的表现，刘峰觉得他还能顺利度过几天，而且照这个发育速度下去，他很有可能还要再提升个2级乃至更多，这样岂不是要蓝星无敌？想到这，刘峰自己都有点懵逼。刚出新生试炼就蓝星无敌，这怕不是在做梦吧？最关键，这个可能性还特别大。他现在有优势的不仅仅是军团等级，其他方面也是遥遥领先。武装到牙齿的传说英雄和专属传说军团，每支专属军团都拥有强到逆天的军团天赋，再加上成套的 SSS 级技能，基本能做到同进无敌。最可怕的是各大军团的数量，满值统帅值可不是和你开玩笑的。单兵素质比你强，数量上还能碾压你，你就说怎么打吧。还有一个个特殊建筑，不论是精神链接塔的实时指挥能力，还是各大增幅塔的增幅，都能极大的增强军团将士们的作战能力。要是在装备上未来陆续上线的传说武器和传说马匹，刘峰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输。刘峰越想越亢奋，同时不断在内心催眠自己，低调，一定要低调，闷声发大财才是王道，咱们一定不能骄傲。毕竟无尽宇宙大陆上的异族那么多，指不定冒出来一些万年老古董，到时候给咱来上一手49级传说军团，那咱真就凉了。狗，一定要苟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暴露自己。8大英雄和8大军团详细属性：公孙瓒，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统帅将士数量等于统帅值，统帅等阶统帅等级84000。受传国玉玺影响，召唤出的3国将领统帅值全部满值。
统帅等阶等于基础等阶星级、普通、稀有、史诗、传说、神话等阶分别对应10、20、30、40、500。忠诚度100，永不背叛，除非领主主动放弃。属性：血量10336，力量430，防御430，速度833，精神430。专属军团：白马一从，传说。专属武器：斩首刀，史诗，可升级，力量正300%，破甲正30%。坐骑：白马，史诗，可升级，速度正30%。技能1：负面解除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瞬间清除自身所有负面状态，并在接下来的3秒内免疫所有负面状态及控制。2：势能转换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获得势能转动能的能力，可将速度转化为攻击力，速度越快，攻击力越强。军团天赋1：神速，白马一从进入神速状态，可御风而行，灵巧大幅度提升。2：瞬时闪避，白马一从消除自身反应时间，可随意用刀划出刀墙保护自己。白马一从，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力量218，防御218，速度418，精神218。武器：斩首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白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神速，瞬时闪避，主将公孙瓒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张飞，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加200，力量632加20，防御632加20，速度430加20，精神430加20。专属军团：燕云铁骑，传说。专属武器：丈八长矛，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乌云踏雪，传说，可升级，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技能1：疯魔杀戮 SSS 级主动技，使用后，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在杀戮中逐渐疯魔，丧失理智的同时，大幅度提升自身素质，使战斗历程几何指数上升。2：血煞引兵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将战场血煞炼入己身，炼入的血煞可选择顿时间大幅度提升自身素质，亦可选择转化成一名引兵辅助攻击，血煞越多，提升的幅度越大，引兵实力越强。军团天赋1：恐吓，燕云铁骑爆发无与伦比的气势，使敌人感到恐惧，然后汲取对方恐惧，临时加强自身。生出恐惧的敌人实力越强，对于自身的加强越强。2：直面恐惧，在恐惧中维持自身不灭的信念，然后在这个信念中强化自身力量。燕云铁骑，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加200，力量322加20，防御322加20，速度218加20，精神218加20。武器：长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黑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恐吓，直面恐惧，主将张飞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黄忠，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力量632，防御430，速度632，精神430。专属军团：定军神摄营，传说。专属武器1：赤血刀，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2：祝融火神弓，品质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燎原马，传说，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技能1：爆破剑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凝聚出一支爆破箭矢，对方圆1米等级范围内的敌人造成10%加等级的范围伤害。2：意志剑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凝聚出一支意志箭矢，意志箭矢无视任何物理防御。军团天赋1：精准，定军神摄营视线以内百发百中，视线以外亦可超远抛射，进行超视距打击。2：共享，定军神摄营可共享坐骑的力量，远攻有几乎无敌的弓箭，
中距离拥有足以定穿钢板的标枪，近战配合上坐骑的力量亦是同劲无敌。定军神射手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力量322，防御218，速度322，精神218。武器长弓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标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天赋精准，共享，主将黄忠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高顺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200，力量632+20，防御632+20，速度430+20，精神430+20。专属军团现阵营传说，专属武器冰铁点钢枪，史诗，可升级，力量正300%，破甲正30%。羁绊吕布、高顺、张辽、臧霸在同一阵营时，4人全属性增加400%。技能1，涅槃重生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透支未来生命力和潜力进行复活，每次复活后全属性降低10%，复活3次以后将进行意志判定，判定通过者将涅槃重生，全属性恢复到巅峰的同时，小幅度提升全属性。2，意志加持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将自身意志加持武器进行意志攻击，并在日常训练中潜移默化地增强自身意志。军团天赋1，截断防御，现阵营可截断一切非实质性攻击，并且反弹一切实体攻击，反弹数值等于现阵营等级 2%。2，胜利汲取，现阵营每正面击溃一支同等级军团，就会获得永久性全属性提升，敌方军团人数不能少于现阵营，被歼灭人数不能少于一半。现阵营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200，力量322+20，防御322+20，速度218+20，精神218+20。武器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盾牌普通，可升级，防御力正100%，格挡正10%。天赋截断防御，胜利汲取，主将高顺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赵云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力量632，防御430，速度632，精神632。专属军团常山突骑兵传说，专属武器1，龙胆亮银枪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2，青钢剑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赵夜玉狮子传说，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技能1，乱战 SSS 级主动技，开启后可以解除敌方军团的组织力，使其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2，锁敌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攻破一个敌方军团单位后，将会发现附近2个敌方军团单位，且可以掌握2个军团的基础信息。3，连破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攻破一个敌方军团单位后，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敌方军团单位，则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恢复到最巅峰状态。军团天赋1，七进七出，常山突骑兵加速发起冲锋，速度正50%，力量正50%，每凿穿一次军团的阵型，额外增加10%的速度和力量，最高叠加14次。2，唯心突破，常山突骑兵可以突破一切内心认为可以突破的事物。常山突骑兵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力量322，防御218，速度322，精神322。武器长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剑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白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七进七出，唯心突破，主将赵云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韩龙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力量632，防御430，速度632，精神430。专属军团光影刺客传说，专属武器精神刺
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技能1，防御解除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瞬间解除敌方将士的防御力和防御技，对敌方造成全额伤害，时间持续3秒。2，致命一击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挥出致命一击，攻击力短时间提升100%，击中要害部位将造成双倍伤害。军团天赋1，光影扭曲，光影刺客扭曲自身周围的光线，可屏蔽探测，隐藏身形，可制造各种幻象迷惑敌人。2，延迟反应，可延迟敌方反应，包含但不限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痛觉等，延迟时间等于3秒，加敌我等级差的绝对值。光影刺客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力量322，防御218，速度322，精神218。武器匕首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短剑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天赋光影扭曲，延迟反应，主将寒龙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关羽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力量632，防御632，速度632，精神430。专属军团叫刀手传说。专属武器青龙偃月刀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赤兔马传说，可升级，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技能1，意志转换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灵活运用意志力量，可以意志强化防御，也可以意志强化攻击。2，死亡抗拒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全员意志统合，在一定程度上抗拒死亡，抗拒效果由将士意志决定。军团天赋1，蓄势一刀斩，叫刀手发起冲锋并开始蓄势，期间受到的一切攻击都将转化为叫刀手的力量，蓄势完毕后斩出至强一击，最高可造成700%的物理攻击伤害。2，唯心斩断，意志贯穿下，叫刀手足以斩断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只要在叫刀手认知范围内的事物，理论上都可以一刀斩断。叫刀手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力量322，防御322，速度322，精神218。武器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白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蓄势一刀斩，唯心斩断，主将关羽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张合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力量632，防御632，速度430，精神430。专属军团大戟士传说。专属武器1，长戟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2，重盾传说，可升级，防御正400%，减伤正40%。羁绊1，河北四亭柱颜良、文丑、高览、张合在同一阵营时，4人全属性增加400%。2，五子良将张辽、乐进、张合、于禁、徐晃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注：羁绊只能生效一个。技能1，意志强化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获得意志方面的加强，能豁免一定程度上的意志攻击。2，意志破线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受到敌方军团意志打击时，将缓慢突破自身意志的上限。军团天赋1，齐心协力，大戟士举起重盾连成一片，化为一个整体，可将所有受到的伤害分担到大戟士军团每一名将士身上。2，继续反弹，大戟士可将对方的攻击临时存储起来，并在自己下一次攻击中一起反弹给对方。大戟士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力量322，防御322，速度218，精神218。武器1，大戟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2，重盾普通，可升级，防御力正100%，减伤正10%。天赋齐心协力，继续反弹，主将张合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
第36章，蔡文姬余音法师团。刘峰收拾好情绪，就开始召唤第9位英雄。随着51200点灵能没入酒馆，里面缓缓走出一位曼妙女子，总算是来了一位女英雄。刘峰心中一阵窃喜，天天见一群大老爷们，他真是够够的。妾身蔡文姬，见过主公。刘峰惊奇地看着这位三国才女，对于她的大名刘峰是如雷贯耳，用学富五车来形容都不为过。蔡大家快快请起。刘峰双手虚抬，甚至都没敢与之接触，只是一双眼睛总是不受控制地瞄向对面。蔡文姬同样在暗中打量他的这位主公，两人的目光时不时的交汇，每次两人都是慌忙躲闪，气氛一时旖旎到极点。为了缓解尴尬，刘峰只得打开蔡文姬的属性面板，试图从里面找到话题。蔡文姬，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力量430，防御430，速度430，精神833。专属军团余音法师团，传说。专属武器焦尾琴，传说，可升级，精神正400%，破防正40%。军团天赋1，献祭。余音法师团以强大的意志临时献祭掉敌方军团的一个天赋或者技能，同时可献祭此刻的自己，将力量转移至下一刻的自己。2，存储。余音法师团可存储3个已知的天赋或者技能，可随时切换使用。注：存储的天赋技能可更换，冷却时间为3天。余音法师团，刘峰暗自欣喜，除了定军神社营，他终于又多了一支远程军团，而且还是一支灵活多变的强力军团。不说别的，单单是第一军团天赋献祭就是无数军团的噩梦。就拿他的大几氏军团举例，只需要将大几氏军团的核心天赋齐心协力献祭掉，那绝对能打掉大几氏军团1半以上的战斗力。最夸张的是，余音法师团还能献祭此刻的自己，将力量转移给下一刻的自己。这要是多献祭几次，那余音法师团都能直接无敌。不过刘峰估计这个肯定有限制，看技能介绍的前缀就知道，献祭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哪怕只能献祭1、2次，那余音法师团也足以跻身顶级军团行列。再加上第二军团天赋存储，余音法师团随便在其他军团身上挑几个天赋，比如大几氏的齐心协力、笑刀手的意志转换等，都能直接化身百变军团，难缠程度突破天际。蔡大家稍等，我这就将你的专属军团召唤出来。刘峰说罢，就花费8亿多灵能，召唤出20万名余音法师。余音法师，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力量218，防御218，速度218，精神418。武器古琴，普通，可升级，精神力正100%，破防正10%。天赋献祭，存储，主将蔡文姬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蔡文雅欣喜地看了眼余音法师军团，接着便眼神灼灼地看着刘峰。主公不必一直唤我蔡大家，叫我文姬就好。刘峰这个2世单身狗哪里受得了蔡文姬的眼神，只一个对视就败下阵来。那个文姬，刘峰手足无措道：谨听主公吩咐。刘峰看着蔡文姬一副任君采摘的样子，整个人都酥了。没啥说的，直接开箱子送技能。刘峰头脑一热，连开了4个 SSS 级专属宝箱，好在最后及时清醒，勉强留下2个专属宝箱，要不然他的第10英雄只能等到明天才能拥有额外的技能。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共享荣光。共享荣光 SSS 级被动技，使用者所属势力每拥有一支传说军团，使用者所属军团将获得5%全属性加成；每拥有一支神话军团，使用者所属军团将获得50%全属性加成。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消散立场。消散立场 SSS 级被动技，使用者在4周形成消散立场，消散立场范围内的所有单位都将失去天赋、技能的加持，只保留基本属性。消散立场范围等于1000米使用者等级。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神罗天征。神罗天征 SSS 级主动技，使用者以己身为原点，瞬间形成一个直径等于1000米等级的圆形保护罩，可排斥出保护罩范围内的所有敌方单位，冷却1小时。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回光返照。回光返照 SSS 级主动技，使用者可指定己方势力单一军团重回最巅峰状态。看完4大技能介绍后，刘峰发现这些技能好像谁都能用，要是给关羽、赵云他们应该会很强。接着刘峰陡然一个机灵，他在想什么？在英雄和美女之间，他竟然犹豫了。
想到这，刘峰在内心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这样的错误下次不能再犯了。毕竟将军那么多，蔡文姬却只有一个，当然是要给蔡文姬啊。想通其中关键的刘峰，拿着4卷技能卷轴就塞给蔡文姬。文姬，这里有4个技能卷轴，你先收着，要是不够，你再和我说，我这还有。此时的刘峰俨然忘记了第10军团的存在，大方的可怕。蔡文姬接过4卷技能卷轴一看，顿时惊吓捂住小嘴，看得刘峰是那个春心荡漾。只听蔡文姬盈盈扶了一礼，主公，这4个技能太贵重了，妾身怕是承受不起。刘峰板着脸道，让你拿着就拿着，我都说了，这玩意我多的是，一点都不贵重，只要你喜欢就好。蔡文姬还想再说些什么，就被刘峰堵了回去。文姬，听话。蔡文姬闻言，只得收起4卷技能卷轴，柔声道，谢主公恩赐，妾身当以身相报，定不负主公期待。第37章，吕布滨州狼骑。以身相报好，以身相报好啊！怂怂的刘峰在内心暗自欣喜，脸上却是一脸的正人君子。文姬不必如此，这一切都是身为主公应该做的。只不过给你准备的几个技能都不是强力的攻击技，加上你的2大军团天赋，以后你的定位可能会是远程加辅助军团。蔡文姬朱唇微起，还是主公考虑的周到，余音法师团很适合远程加辅助路线，这样妾身也能常伴主公左右，以护卫主公周全。刘峰听得眼睛一亮，常伴左右好啊，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一来自己岂不是？蔡文姬的到来得到了一众将军们的热烈欢迎，尤其是蔡文姬表示想要承担起刘峰的护卫任务时，所有将军全都举双手赞成。热心的黄忠更是准备在刘峰领主小屋边上搭建了一座豪华小院，美其名曰贴身保护。刘峰默默给人老心不老的黄忠点了个赞，以后有啥好东西必须给老将军安排上。一众将军一顿热闹后，就纷纷看向刘峰，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刘峰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一拍脑袋道，看我这记性。说罢就消耗51200点灵能，开始召唤他的第10英雄。只一会，酒馆里就走出一位头戴3叉树发紫金冠，体挂百花袍，身披连环铠，腰系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的俊美男子。紧随男子身后的是一匹通体全黑的马匹。是他！在场诸将齐齐变色，显然是认出他们的第10位同袍。末将吕布参见主公。刘峰显然也没想到他的第10位英雄会是这位威震三国的第一猛将。他快步上前扶起单膝跪地的吕布，眼眸流转道，吕布将军请起。就在这时，一连串的哼哧声突然在吕布和关羽身后响起，众人定睛一看，赫然是吕布的黑马和关羽的赤兔马在互相瞪眼哼唧。刘峰随即想到赤兔马和吕布的渊源，心中顿时一阵好奇。他很想知道吕布身后这匹黑马的来历，看样子很不简单啊。吕布看了眼关羽身后的赤兔，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先是安抚了下身后的黑马，接着缓步来到赤兔面前。你我前世恩怨已了，如今当各自安好。说完便回到黑马身边，轻轻抚慰着马背。刘峰趁机打开了吕布的属性面板。吕布，传说，等级10，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0336，力量632，防御632，速度632，精神632。专属军团滨州狼骑，传说。专属武器1方天画戟，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2无名弓，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黑兔马，传说，可升级，速度正40%。羁绊吕布、高顺、张辽、臧霸在同一阵营时，4人全属性增加400%。军团天赋1重力操控，滨州狼骑可以操控一定范围的重力，可自由飞行，可在武器上附加额外50%等级的重力伤害。2通力合作，滨州狼骑可短时间将力量全部传递给同伴，单体最大承受数量由滨州狼骑等级决定。目前1名滨州狼骑最多可承受10名滨州狼骑的力量。黑兔马，刘峰面露古怪地看着吕布面前的黑马，难怪和赤兔不对付，搞不好就是赤兔衍生出的替代品。倒是这个滨州狼骑给了刘峰不小的惊喜。目前他的军团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步战防御、骑兵突击、弓箭远程、刺客偷袭、法师辅助等，现在又拥有了会飞的滨州狼骑，天上地下无所不能，可以说是彻底完美。而且这滨州狼骑的攻击也是相当的猛，第一军团天赋重力操控就有5倍的额外攻击，加上通力合作后翻了10倍的力量，刘峰很难想象滨州狼骑全力一击的场景。滨州狼骑都这么给力了，那他这个主公怎么都得表示一下。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
刀气斩。刀气斩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挥砍出一道百分比力量的刀气，刀气范围为10米将士等级。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十项全能。十项全能 SSS 级被动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在日常训练中突破自身极限。理论上，只要使用者意志力足够，那他麾下军团将士将没有上限。看到刀气斩的介绍，再结合会飞的滨州狼骑，那股画面感瞬间袭来。会飞的远程军团，就问你怕不怕？但凡是没有远程手段或者远程手段被刘峰偷袭掉，那滨州狼骑就是无敌的。刘峰拿着刀气斩和10项全能就来到吕布身边。吕布将军，这里有2卷技能卷轴，非常适合你的滨州狼骑，你抽空给他学习一下。吕布接过刀气斩和10项全能，一看，脸上顿时浮现一抹异色，当即一个作揖道：“谢主公赏赐。”刘峰点点头，领地百废待兴，后面还望将军鼎力相助。吕布闻言郑重保证道：“末将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峰微微颔首：“我自是相信将军，将军稍等片刻，我这就将滨州狼骑召唤出来。”吕布双手抱拳：“谢主公。”刘峰找了块空地，径直召唤出20万名滨州狼骑。滨州狼骑传说等级1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72，力量322，防御322，速度322，精神322。武器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黑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重力操控，通力合作，主将吕布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至此，他的10大军团彻底成型，他的总兵力也达到了184万。刘峰悠悠地巡视着在场众将，内心顿时生出一股豪迈之气。都说时势造英雄，他现在就是那头站在风口上的猪，只要他自己不犯浑，岂非是早晚的事？他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根据昨天的收获和以往的经验判断，他只需要撑过2天，就能全员达到11级，并且能够召唤出自己的第11英雄和军团。那么，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第38章，第21天，深渊军团。众将在交流了一番后，刘峰单独留下了蔡文姬。蔡文姬一路娇羞地跟着刘峰走进领主小屋。就在蔡文姬下定了某种决心时，刘峰缓缓道出了自己的目的：“文姬，你刚来这边，对众将的天赋、技能都不是很了解，下面就由我来给你讲解下，你也好从中选择3个技能，以备接下来的战斗。”蔡文姬眨巴着大眼睛，震惊地看着刘峰，随后便羞红了脸道：“愿闻其详。”刘峰一本正经地讲述着众将的天赋和技能，连正眼都不敢看一下蔡文姬。这下可把蔡文姬逗乐了，顿时开始肆无忌惮地打量起刘峰，似乎想把这位奇怪的主公研究透。这一打量不要紧，差点让刘峰话都说不清。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一名如此惊艳的女子端详。那个，我说完了，你有选择了吗？咯。看着刘峰一脸囧样，蔡文姬整个笑得花枝乱颤。主公，刚刚人家有点分神，有点没听全，要不你替奴家选一下？刘峰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面对蔡文姬这种祸国殃民级的才女，才瞬间就败下阵来，最后硬着头皮道：“你的军团定位为远程辅助军团，那就先选个10项全能，辅助归辅助，该变强还是要变强的。下一个我觉得应该选滨州狼骑的通力合作，还是那句话，辅助也能打出爆炸输出。最后再来个意志转换，有了它，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你们将会是绝对的输出主力。”刘峰本来是想选涅槃重生的，但是考虑到暂时用不到，遂将之换成意志转换。要知道，接下来的怪物军团除了意志技，剩下的都只能算是挠痒痒。蔡文姬服了一礼，全凭主公做主。说完还调皮地看向刘峰，看到刘峰是火气大冒，脑中瞬间闪过1万个场景，可最后还是无奈地败下阵来。他内心一叹，果然单身是有道理的，有时候机会就在那，但是很多单身狗就是克服不了心中的礼义廉耻。殊不知，只需要稍微大胆一点，就能顺理成章的全雷打。刘峰转过身，背对着蔡文姬摆了摆手道：“今天先到这，你先下去和军团磨合一下，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怪物潮。奴家遵命。”直到感应到蔡文姬的离去，刘峰才咬牙切齿地转过身，恶狠狠道：“今天暂且饶过你，下次如若再犯，定将你一举拿下。咯喽，那主公可要加油哟。”刘峰第一次知道，原来他的领主小屋隔音这么差，接着就气得直跳脚。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小妮子当真是翻了天，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刘峰呼呼吐出几口闷气，随后便开始思索起人生。温馨提示：
新手试炼第21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2万名21级传说怪物，2名21级传说英雄，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涨了1万吗？刘峰目露金光，虽然早有准备，但是听到有2万名21级传说怪物，他依旧感到一阵压力。他的领地倒是没什么影响，就是3大傀儡领地有些难顶。刘峰快速来到集合点，经过昨天的战斗，4大领地驻守军团都有所调整。其中大戟士负责阻击120领地的怪物军团，县阵营负责鼓励领地，白马一从和烟云铁骑负责虎啸领地。目的很明确，就是拖。而剩下6大军团将会在第一时间不计代价的轰杀刘峰领地内的怪物军团。不一会，余音法师团、定军神摄营、光影刺客、教刀手、长山突骑兵、滨州狼骑就集合完毕。在黄忠一声令下，除了余音法师团外，其他5大军团齐齐冲向怪物军团所在位置。深渊骑士传说，种族深渊族，等级21，属性血量83897，力量13018，防御13018，速度8812，精神8812。武器骑士剑，稀有。坐骑梦魇马，稀有。技能深渊骑士斩，深渊禁锢。深渊领主传说，种族深渊族，等级21，属性血量418526，力量25559，防御25559，速度17383，精神17383。武器深渊巨剑，史诗。坐骑梦魇马，史诗。技能深渊之躯，死亡凝视。属性依旧是相当的炸裂。刘峰只看了一眼，就将深渊骑士和深渊领主的属性发给黄忠。黄忠得到怪物军团的属性，确认没有什么特殊威胁后，直接下达了总攻命令。霎时间，定军神摄营的意志剑、吕布的滨州狼骑整个冲天起，长山突骑兵和教刀手一左一右，如同2条巨龙一般，狠狠咬向深渊骑士军团。光影刺客则是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围殴一群被切割出来的深渊骑士。最后的余音法师团则是不紧不慢地献祭掉深渊骑士团的深渊禁锢。至于深渊骑士斩，他们看都没看，反正攻击都已经溢出，不差那一点。接着就是一阵余音袅袅，拥有意志转换的他，输出已经不下于定军神摄营。领头的2名深渊领主看了眼冲向他们的虫子，眼中闪过一丝嘲笑。虫子就是虫子，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数量都只是个数字，最多多挥几剑罢了。然而当第一批意志剑和意志琴音落在他们头上时，他们的脸上瞬间变得惊惧起来。就在他们想要倚仗实力强行突破长山突骑兵和笑刀手的封锁时，2支传说军团给了他们狠狠一巴掌。在乱战的作用下，长山突骑兵瞬间突破了深渊骑士的阵型，并将之分割出一小部分。然后被分割出的深渊骑士身边突然出现无数身影，正是利用光线扭曲潜伏过去的光影刺客。只见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被分割的深渊骑士一一击杀。教刀手则没有那么花里胡哨，开启意志转换后，直接一刀斩在深渊骑士身上，2大骑士团瞬间进入互换状态。而天上的滨州狼骑亦是火力全开，一道道半人高的刀气呼啸而下，伤害不高，但气势相当吓人。2名深渊领主是彻底傻眼，他们怎么都想不到，一群虫子竟然有那么多拥有意志技。在人人平等的意志技面前，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杀敌。只不过对面的数量实在是太多，10分钟不到，2万深渊骑士团就被啃食殆尽。最后2名深渊领主也被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一一点名，于不甘中倒下。第39章，公孙瓒升星，秒到11本。叮！你的定军神射手击杀1名21级深渊领主，获得灵能加524万，灵石加42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传说加1。叮！你的余音法师击杀1名21级深渊领主官，获得灵能加524万，灵石加42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传说加1。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11分钟，共计击杀深渊骑士2万，深渊领主2，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基础奖励灵能 10.4 亿，灵石 1.04 亿，资源宝箱 1.04 亿。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叮！你的1名白马翼从被击杀。叮！你的1名焰云铁骑被击杀。刘峰面板已经开始刷屏，不仅有击杀提示，而且夹杂着大量将士被击杀提示。没办法，为了给刘峰这边拖延时间，他们只能放弃擅长的战术，以生命为代价拖延住深渊骑士团的脚步。刘峰领取完奖励，
就带着领地军团马不停蹄地赶向虎啸领地。刚出传送门，就看到白马义从和燕云铁骑正在悍不畏死地冲击着深渊骑士团。燕云铁骑还好，有着疯魔杀戮的属性加成，他们还能给深渊骑士造成不小的伤害，累积下来也换掉了不少深渊骑士。而白马义从就比较惨，速度转换出来的那点攻击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同深渊骑士作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生命给队友拖延时间。黄老将军，交给你了。末将领命。黄忠双目冰冷地看向不远处的深渊骑士团，所有军团没有阵型，给我全军出击，彻底碾碎对面。好，杀！随着黄忠一声令下，6大军团齐齐爆发，只一波攻击就将整个深渊骑士团打懵。2名深渊领主刚想反抗，就被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集火秒掉。刘峰扫了一眼达到5枚的传说英雄碎片，随后便将目光落在濒临覆没的深渊骑士团身上。10分钟后，最后一头深渊骑士于不甘中被围殴死。刘峰让黄忠继续带队支援另外2大傀儡领地，他自己则是来到伤亡惨重的白马义从和燕云铁骑身边。蝴蝶在破茧之前都是痛苦的，在这我向大家保证，等我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我会带领着大家一路披荆斩棘，一路登顶最高峰。刘峰说罢，就使用5枚英雄碎片将公孙瓒的星级提升到4星，同时挥手将白马义从和燕云铁骑补充完整。公孙瓒感受到提升的星级和多出来的军团，面露狂喜。别看他平日里表现得很平静，但是每次看到自家军团因为自身原因比别的军团少了2/5，内心多少有点愧疚。公孙瓒快步来到刘峰面前，单膝跪地道：“谢主公成全，末将感激不尽。”刘峰上前扶起公孙瓒，轻声道：“我说过，我会带着你们一起登顶最高峰，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步，以后还会有很多的机遇等着我们。”末将明白。公孙瓒目露狂热地看着刘峰，这一刻他对这位年轻主公是打心眼的臣服。这边暂时交给你和张飞将军，后面还有数场恶仗，还望将军多多担待。末将领命。120和古力的试炼怪物军团很快被黄忠率军剿灭，刘峰一一将他们的将士补齐后，便回到了自己领地。第21天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度过，野外怪物领地也都被全数剿灭，收获和刘峰料想的差不多。灵能加2600亿，灵石加1900亿，资源相加9.36亿 ，SSS 级专属宝箱加2。有了经验的刘峰，直接花费2000亿灵石将领主小屋和军营秒到11级。这样一来，不仅他的将士们属性有所提高，就是数量也多了不少。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11级，属性血量4.8亿，力量4800万，防御4800万，速度4800万，精神4800万。技能无，宝物地图，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 50%， 黑色神话，战斗力4800万，领地大汉，所属刘峰，等级11级，面积50亿平米，领名农民204800，英雄石将士206 8000，略资源粮食574亿，木材574亿，石料574亿，铁矿189亿，灵能4904亿，灵石312亿。SSS 级专属宝箱2，传说英雄碎片2，领地升级条件：粮食512000，木材512000，石料512000，铁矿512000，灵能512000。4.8亿的血量，4800万的战力，还算过得去。刘峰满意的关掉属性面板，并没有因此自大。见识过军团作战的他，可不敢太飘。别看他现在拥有4.8亿血量，一旦被军团拖住，那也是死囚的份。不说别的，就定军神摄营的意志剑，咔咔就能把他磨死。刘峰将所有军团将士升级完毕后，就默默回到领地，开始新一轮的锻炼。面对暴涨的属性，唯有坚持不懈的锻炼，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现在的他早就已经脱离人类的范畴，广论力量的话，刘峰甚至能够做到一拳轰碎一座小山峰。还有他的速度、耐力等都持久的吓人。因为没有什么具体参照物，刘峰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定位如何，想来是不会太差。毕竟等阶摆在这，每次升级都能增加5倍的全属性，前期差距可能还不太能看出来，越到后期属性差距就越大，相对来说实力差距也会越大。不知不觉中，第22天的怪物潮准时到来。第40章，恐怖的远程怪物军团。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22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3万名22级传说怪物，3名22级传说英雄，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当刘峰来到前线，看到怪物军团时，顿时脸色一变。精灵弓箭手传说，种族
精灵族，等级22，属性血量12万，力量18226，防御12227，速度18226，精神12337。武器：1. 弓箭，稀有； 2. 长剑，稀有。技能：蓄力剑、连珠剑。精灵大剑师，传说。种族：精灵族，等级22，属性血量59万，力量35783，防御24337，速度35783，精神24337。武器：精灵细剑，史诗。技能：暴雨梨花刺，剑舞。竟然是远程兵种！刘峰神情无比凝重，他现在的军团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他们不怕怪物军团攻击高，攻击再高一次性能接触并斩杀的将士也就那么多。但是远程兵种不一样，只要给对方发挥的空间和时间，对方就能在短时间内造成恐怖的伤害。以精灵弓箭手的伤害，基本就是一箭一个。要知道，这次可是有3万名精灵弓箭手啊！他的领地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虎啸领地的白马义从和燕云铁岂有麻烦了。果不其然，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刚开始和对面互射，刘峰的属性面板上就传来大量被击杀提示，每一轮都是恐怖的3万，就连克制弓箭手的白马义从都没能幸免。显然对面箭矢的力量远远超过了白马义从天赋能力的上限。没办法，刘峰只能开始不停召唤白马义从和燕云铁击，每一次补充都需要 2.56 亿灵能点。看着如流水般消失的灵能点，刘峰的心都在滴血。黄忠这边也意识到不对，没有选择任何战术，直接就是应对，拿命换。他知道此刻要的就是速度，他这边每多耽误1秒，另外3大领地就要多死伤无数将士。仅仅用了7分钟，拼了命的6大军团就将精灵军团全歼。而刘峰这边也消耗了1300亿灵能，看着如同雪崩一样往下掉的灵能，刘峰忍不住怒吼：快去支援虎啸领地，给老子狠狠打！黄忠也没有废话，径直带着6大军团通过传送门赶往虎啸领地。就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消耗战彻底展开。20分钟后，刘峰看着缩水1大半的灵能点，欲哭无泪。太狠了，这一战直接打掉他4000亿的灵能。要不是有着击杀精灵军团的补充，他现在已经直接破产。这就是远程军团的恐怖吗？一时没有缓过来的刘峰，双目无神地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但凡是6大军团杀得慢一点，亦或者是他的灵能点率先耗尽，那绝对是崩盘的节奏。这就好比三角债，别人欠你的你还没收回来，自己就先崩溃，那最后只能是破产清算，血本无归。经过这一战，原本信心十足的刘峰被彻底打蒙圈。他现在只能祈祷不要再遇到远程军团，否则只能放弃3大傀儡领地，固守大本营。而这样的后果显而易见，没了大部分收入的他，大概率是撑不到最后。所以，老天保佑吧！刘峰轻声一叹。随着凌晨试炼排行榜的公布，刘峰的资源最终定格。资源：粮食1147亿，木材1147亿，石料1147亿，铁矿383亿，灵能6000亿，灵石4012亿。SSS 级专属宝箱4，传说英雄碎片14。刘峰先是花费2000亿灵石将酒馆和教场秒了出来，接着又将公孙瓒提升到传说5星。因为差了一枚英雄碎片，韩龙暂时是传说4星，要等到明天才能升到传说5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刘峰的祈祷，第23天、第24天是传奇的顺利，都是近战兵种。2天的收获也是喜人的，加上之前的存款，刘峰各项资源分别是：资源粮食4568亿，木材4568亿，石料4568亿，铁矿1523亿，灵能37800亿，灵石24912亿。SSS 级专属宝箱8，传说英雄碎片40。看着自己破万亿的灵能，刘峰嘴角微微上扬。远程军团是吧？欢迎来战，看老子不锤死你！而且刘峰这次学聪明了，并没有选择秒建筑。他发现再怎么升级，他的将士都是被一击秒杀，还不如控制一下等级。这样一来，召唤将士消耗的灵能就少了一半。要是再遇上可恨的远程军团，刘峰只想说他怂一下都算输。刘峰这一刻才算明白什么叫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钱啊，这东西还是越多越好，要不然关键时候总是畏手畏脚。心情舒畅的刘峰快速招来韩龙，准备将他升到传说5星。韩龙一见到刘峰就是一声大喝，末将韩龙参见主公。说完便兴奋地看着刘峰，和公孙瓒一样，韩龙同样羡慕那些高星级的同袍。原本不知道刘峰能升星还好，当他看到公孙瓒顺利晋升到传说5星时，
一颗心从昨天一直期盼到现在，在忐忑不安中，总算是等来了刘峰的召唤。刘峰也没有墨迹，直接消耗5枚英雄碎片，将韩龙提升到传说5星，接着顺手将光影刺客军团补充到22万。谢主公恩赐，末将定当奋勇杀敌，以报主公恩德。刘峰扶起韩龙，迎着韩龙炽烈的目光，微笑道：“好，就让我们携手让大汉荣光再现。”是。将韩龙升星后，刘峰来到酒馆外，准备召唤他的第11英雄和军团。随着102400点灵能没入酒馆，酒馆中很快就走出一位手持黄龙钩镰刀、面似紫玉的壮硕男子，身后则是跟着一匹通体灰色的宝驹。壮硕男子缓步来到刘峰面前，单膝跪地道：“末将张辽，参见主公。”第41章张辽虎奔卫士第25天的变化。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张辽。刘峰快步上前扶起张辽，久仰张将军威名，今日的见果然气度非凡。都说花花轿子人抬人，刘峰上来就是一阵彩虹屁。主公谬赞。张辽双手抱拳，一脸严肃道。刘峰见张辽这么严肃，知道不能操之过急，遂招来吕布、高顺、张合等人。果然，张辽在见到昔日同僚后，话逐渐多了起来。而刘峰则是打开张辽的属性面板，开始慢慢欣赏起来。张辽，传说，等级11，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471，力量885，防御885，速度885，精神602。专属军团虎奔卫士，传说。专属武器黄龙钩镰刀，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灰影，传说，可升级，速度正40%。羁绊1吕布、高顺、张辽、臧霸在同一阵营时，4人全属性增加400%。2五子良将张辽、乐进、张合、于禁、徐晃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军团天赋1鲜血汲取，虎奔卫士每次攻击都将额外附带攻击力20%的鲜血汲取，造成伤害的同时恢复自身生命值。2恐惧混乱，虎奔卫士每击杀1名敌方将士，都会使其他敌方将士短暂陷入恐惧混乱状态。经验丰富的刘峰只是看了眼张辽的军团天赋，就大致判断出虎奔卫士的属性。吸血加恐惧混乱，这不就是割草神技吗？刘峰估计孙十万当年在逍遥津就是被这一套割草神技干崩溃的。就是这虎奔卫士攻坚能力差了点，毕竟刘峰现在面对的都是些碾压式的军团，他们那点吸血根本不够看。好在他们持续作战能力强，面对同级别或者是较弱的军团，虎奔卫士能从头打到尾，估计打完都是满血。算了，还是老规矩，先开2个专属宝箱再说。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眩晕。眩晕 SSS 级军团技使用后，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的下一次攻击将附带眩晕效果，眩晕时长等于1秒，双方等级差的绝对值，技能冷却10分钟。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封印。封印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指定封印对手一个天赋或技能，封印时间等于1分钟，将士等级技能冷却半小时。看完2大 SSS 级技能的介绍，虎奔卫士在刘峰心中的定位彻底清晰。即战力不算太强，但是配合上其他军团，那虎奔卫士的难缠程度绝对一流。刘峰轻轻咳嗽一声，将众将目光吸引过来，缓缓道：“张辽将军，这里有2卷技能卷轴，你看一下是否合适？”张辽快步上前接过刘峰手中的技能卷轴，只看了一眼就目露惊喜道：“谢主公恩赐，这简直是太合适了，喜欢就好。”刘峰微微一笑，随后便花费18亿多灵能召唤出22万的虎奔卫士。一切安排完毕后，刘峰就平退众将，让他们自由行动，他自己则是继续跟着黄忠训练技巧。第25天中午，刘峰在领地内锻炼着身体技巧，只是训练的时候多少有点心不在焉。根据之前的规律，今天应该是怪物潮发生质变的一天，就是不知道会质变成什么样了。刘峰呢喃一句后，便继续锻炼起来，一直等到中午，期待已久的系统提示终于响起。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25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6万名25级神话怪物，6名25级神话英雄，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什么？刘峰看完提示，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他连忙招来在外等候的一众将军。等到诸人站定，刘峰沉声道：“最坏的情况还是来了，今天的怪物潮全部都是神话级，数量共计6万06，其中还有6位神话英雄。”
黄忠等人闻言亦是脸色一变。神话级啊，那是他们渴望已久的等阶，今天总算是遇上了。刘峰知道时间宝贵，直接道：我准备放弃古力和虎啸的领地，将县镇营和大戟士布防在120领地，利用他们的天赋技能，暂时拖住神话怪物军团。我们这边则是集合9大军团，全力歼灭领地的神话军团。黄忠闻言，先是一怔，接着便夸赞道：主公这份当断则断的魄力，末将佩服。刘峰轻声笑道：这哪是什么魄力，就是感觉守不住，不得已而为之。但凡我能守住，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好了，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就出去集合各自的军团。今天可是一场硬仗，能不能撑过这次试炼，就看今天这一战了。黄忠等人也没有废话，径直走出领主小屋。令人诧异的是，黄忠等人并没有分散而去。只听赵云轻声一叹：主公样样都好，就是太仁慈了点。黄忠却是轻笑道：你们一个个要求太高了，主公这段时间的成长我都看在眼里，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最关键的是主公很稳，令人发指的稳。换作是你我拥有主公那般强大的实力，很难克制自己不上场厮杀一番。再看看主公，除了那天我安排的一场实战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战场。单单是这份定性，就不是常人能比的。蔡文姬悠悠道：主公如此大才，我们这些部下也应该有所表示才对。听出蔡文姬话外音的关羽直接道：我去那古力领地。诸位，文远初来乍到，没什么能做的，不如将那虎啸就交给我。黄忠看向说话的张辽，微微颔首道：那就麻烦文远跑一趟虎啸领地，剩下的人随我前去会会传说中的神话军团。第42章，远古泰坦军团杀鸡儆猴。刘峰在各大军团集结完毕后，便缓缓来到前线。还没等他打开怪物军团的属性面板，他就收到2条系统提示：叮，你的英雄关羽成功击杀领主古力，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1324亿，木材1326亿，石料1321亿，铁矿508亿。叮，你的英雄张辽成功击杀领主虎啸，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1058亿，木材1047亿，石料1069亿，铁矿481亿。刘峰惊讶地看向身边的黄忠，仿佛在确认着什么。黄忠迎着刘峰目光，一脸严肃道：我曾经听主公提起过，宇宙存在无数界面，而主公所在的界面恰恰是最弱的那一批。既然主公所在的界面保护不了主公，那么像主公你这样的存在就不应该过早的暴露。一旦被一些强大的界面盯上，凭主公现在实力，可能不足以自保。刘峰听完黄忠的话，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不知道万界有没有通关新生试炼的存在，即便是有，肯定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以他现在的表现，3大傀儡领主只要不傻，都能判断出他的潜力。这要是传出去，被一些老古董盯上，那绝对是灾难级的。想到这，刘峰一个作揖道：谢将军解惑，也感谢诸位将军的良苦用心，刘峰自当引以为戒，永不再犯。黄忠不动声色地闪开身，莞尔一笑道：其实也没那么夸张，相信只要主公一步一个脚印，迟早能够追上乃至超越那些异界强者。那就借将军吉言。刘峰收拾好心神，随即打开怪物军团的属性面板：远古泰坦神话，种族巨人族，等级25，属性血量337万，力量43万，防御43万，速度34万，精神34万。武器全套传说，技能远古战役，远古杀拳，远古咆哮，远古力量。远古泰坦王神话，种族巨人族，等级25，属性血量1684万，力量200万，防御200万，速度100万，精神100万。武器全套传说，技能攻击强化，军团技，防御强化，军团技，速度强化，军团技，巨人化，军团技。远古泰坦。看完远古泰坦军团的属性后，刘峰整个人都麻了。他随即意识到一个问题，以远古泰坦43万的力量，那么6万远古泰坦一次轰击就是258亿，而11级的大戟士军团只有2901的血量，就算是拥有22万的数量，那也不够啊。想到这，刘峰立马将远古泰坦属性发给张合，通知他不要先开齐心协力，要不然远古泰坦军团一拳下去，整个大戟士军团都得暴毙。只有陷入混战，远古泰坦军团不足以秒杀他们时，才能适当的开启。同时，刘峰又将虎贲卫士安排了过去。别的不说，虎贲卫士的眩晕技在现在就是神技，两者相差14级，也就意味着一名虎贲卫士可以拖住一名远古泰坦14秒，这简直就是救命神技。
3条命的陷阵营，眩晕14秒的虎贲卫士，再加上能抗下一部分远古泰坦一击的大戟士，这要是还挡不住远古泰坦军团，那刘峰只能说他不配拥有傀儡领地。远古泰坦军团来得很快，和上次泰坦军团一样，6万远古泰坦全都一字排开，一路碾压向刘峰的领地。刘峰这边除了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剩下的军团全都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所有人都知道，面对这种级别的军团，再多的计谋都没用，唯有死战，以命换伤才是最直接的办法。好！随着一声声怒吼传来，远古泰坦直接化作一道道残影，如同一支支黑色箭矢一般，狠狠扎进刘峰的军团。叮！你的一名白马翼从被远古泰坦击杀。叮！你的一名焰云铁骑被远古泰坦击杀。叮！你的一名大戟士被远古泰坦击杀。不仅是刘峰领地上的军团，还有120领地上的军团，都在与远古泰坦军团接触的一瞬间死伤惨重。一时间，被击杀提示如同雨点一般，一条接一条的弹出。而刘峰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召唤。黄忠目光冰冷地看着对面的6头远古泰坦王，他的命令在精神链接塔的帮助下精准地传达下去。定军神社营第1到第7大队，目标1号远古泰坦王；定军神社营第8到第14大队，目标2号远古泰坦王；定军神社营第15到第22大队，目标3号远古泰坦王；云法师团第1到第7大队，目标4号远古泰坦王。所有将士听令，意志技准备，放！嗡嗡嗡！几乎在同一时间，22万定军神射手，22万余音法师齐齐发出自己的意志攻击。黄忠甚至都没有补刀的意思，有着武器和增幅塔的增幅，单名将士的意志攻击伤害已经达到3717点。每头远古泰坦平均受到7万将士的意志打击，神仙来了都难救。好！果然，一连6声怒吼后，毫无防备的6头远古泰坦王被当场轰杀。叮！你的定军神射手击杀一名25级远古泰坦王，获得灵能加8384万，灵石加1344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神话加1。叮！你的云法师击杀一名25级远古泰坦王，获得灵能加8384万，灵石加1344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神话加1。刘峰看着被一击毙命的6头远古泰坦王，倒吸一口凉气。果然，个人威力在集体力量面前是这么的脆弱。刘峰啊，咱可千万不能做傻事，逞能的事可万万不能做。刘峰在内心不停催眠自己，仿佛被轰杀的就是他一样。黄忠瞥了一眼一旁瑟瑟发抖的刘峰，嘴角微微上扬。杀鸡儆猴，成！第43章战役结束与收获。黄忠很快就目光落在6万远古泰坦身上，内心一叹，对于这些超标的远古泰坦，他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靠将士硬磨。好在有着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在，平均1000将士一次合击就能带走1头远古泰坦，2大军团一次齐射就能带走440头远古泰坦。至于其他军团，那战损比真的一个比一个夸张。像白马一从、焰云铁骑这些没有意志技的军团，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远古泰坦的脚步，用自己的生命替同伴创造攻击间隙。在击杀了1万头远古泰坦后，黄忠看了眼快要达到意志极限的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当即下令让他们向远古泰坦军团发起决死冲锋。没办法，一名传说将士的意志是有限的，全力输出意志的话，最多只能打出25击，之后将会陷入意志亏损状态，别说是战斗，能站立的都算是勇士。叮！你的定军神射手被远古泰坦击杀。叮！你的余音法师被远古泰坦击杀。刘峰也明白黄忠这样做的苦衷，一句话都没问，只是默默地召唤着牺牲的将士。远古泰坦军团还在一点点推进，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很快就被补齐。一轮轮箭雨和一道道琴音再次袭向远古泰坦，将快要崩溃的防线再次稳住。刘峰面无表情地看着一点点被蚕食的远古泰坦军团，他知道他赢了。120领地那边虽然损失相当严重，但是有着陷阵营这个钉子户在，拖住远古泰坦军团还是没有问题的。刘峰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明天的怪物军团。第20天的泰坦军团和今天的远古泰坦军团必然是有着某种联系，那么明天很可能就是和精灵军团有联系的神话远程军团。一想到远程军团的恐怖，刘峰就时一阵哆嗦。他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明天是远程军团，他就直接放弃120领地。看看被8大军团围殴的远古泰坦军团就知道，他不可能在短时间解决掉自己领地上的神话军团。消耗战还在继续，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已经换了3轮，而作为主力阻击军团的白马一从、焰云铁骑等都换了近100次，光是召唤用的灵能点都消耗了近8000亿，
要不是刘峰有点家底，还真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他现在严重怀疑，真的有人通关过新生试炼吗？有着11大传说军团、3大傀儡领地、各种特殊建筑、SSS 级技能的他，都打得这么吃力。除非是有欧皇开局自带神话军团，还不能是一支，还得拥有他这样的开局，否则光是精灵军团那一关都过不了。叮！你的定军神射手击杀一名25级远古泰坦，获得灵能加8384万，灵石加6720万，资源箱加1。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70分钟，共计击杀远古泰坦6万，远古泰坦王6，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基础奖励：灵能 166.4 亿，灵石 16.64 亿，资源宝箱 16.64 亿。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呼，总算是结束了。刘峰长舒一口气，随后他便跟着大军通过传送门支援向120领地。此时的120正面色苍白地看着快要推进到领地的远古泰坦军团，他颤颤巍巍对着身边的高顺道：“这位将军，要不咱们撤吧？这明显是要挡不住了啊。”高顺看都没看120一眼，依旧有条不紊地调度着将士，将一头头远古泰坦堵在防线外。在他眼中，这120早就是一个死人，根本不值得他浪费精力。突然，高顺目露惊喜地看向传送门，刘峰和一众将军率先出场，接着就是一名明定军神射手和余音法师。120目瞪口呆地看着一支支集结完毕的传说军团。传说军团竟然都是传说军团！120整个腰都麻了，他第一次知道一名领主竟然能够拥有如此多的传说军团，而且每支军团前方好像都有一名领头的传说英雄，这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同时内心开始窃喜起来，刘峰强好啊，刘峰越强也就意味着他能多撑几天，要是刘峰给力的话，他甚至有望撑过30天，获得那传说中的究极奖励。120是越想越兴奋，他直接舍弃身边的高顺，谄媚着来到刘峰身边。刘峰大人，您这是解决战斗呢？刘峰斜视了眼120，并不想过多理会他，能问出这样话的蠢货，死了也活该。随着8大军团的进场，原本岌岌可危的防线瞬间变得固若金汤。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依旧是绝对的输出主力。经过几轮后，120领地的远古泰坦军团毫无意外的被全歼。刘峰简单的和120说了2句话后，便将高顺、张和、张辽留在他身边。不明所以的120甚至还对此表示感激，看得刘峰是连连摇头。随着凌晨排行榜的发布，第25天的试炼正式落下帷幕。灵能消耗很大，达到夸张的1万多亿，但是收获同样喜人。首先是击杀怪物潮的收获，灵能50308亿点，灵石40328亿枚，资源箱60006个。然后是试炼等级奖励，灵能1497.6亿点，灵石149.76亿枚，资源箱149.76亿个， SSS 级专属宝箱1个。接着是120领地的收获，灵能25903亿点，灵石40478亿枚。怪物营地收获，灵能点6344亿，灵石6720亿，资源箱加10000。将资源箱全部开完后，刘峰的总资源为：资源粮食9068亿，木材9068亿，石料9068亿，铁矿3023亿，灵能111853亿，灵石112588亿。SSS 级专属宝箱8，传说英雄碎片35，神话英雄碎片12。不得了，灵能和灵石不仅双双突破10万亿，灵石甚至还破天荒的超过了灵能，当真是活久见。刘峰嬉笑的关掉资源面板，径直开始新一天的锻炼，丝毫没注意到隔壁一双幽怨的眼神。第44章，第26天，远古精灵军团。第26天中午，熟悉的试炼提示再次弹出，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26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7万名26级神话怪物，7名26级神话英雄，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还好，只是数量多了1万。刘峰一颗悬着心，在看完提示后，总算是放下。希望不是远程兵种吧？刘峰带着期待来到前线，当他看到怪物军团时，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入眼的正是密密麻麻的弓箭手，远古精灵弓箭手，神话，种族精灵族，等级26，属性血量506万，力量65万，防御51万，速度65万，精神51万。武器1弓箭传说，2长剑传说，技能追踪剑、爆裂剑、意志剑。远古精灵宗师，神话，种族精灵族，等级26，属性血量2526万，力量300万，防御150万，速度300万，精神150万。
武器：精灵系剑，传说。技能：剑之领域，剑道宗师，剑13式。叮！你的英雄高顺成功击杀领主120，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2800亿，木材2800亿，石料2800亿，铁矿1200亿。刘峰看着击杀提示，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跟着黄忠学习的这么多天，他不仅学到了战斗技巧，学到更多的是思想觉悟。在这个全民领主宇宙，对异族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对同胞的残忍。每一名异族领主都有着数以万计的军团，说不定哪天就成为压死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死掉的异族领主才是最好的。刘峰这边刚想往前多走一点，就被黄忠一把拦了下来。黄忠摇着头道：“主公在这观看就好。”刘峰先是一愣，随后就想到昨天被定点轰杀的远古泰坦王。要是换做其他远程军团，他在哪都无所谓，毕竟他拥有着4800万的防御，对方根本破不了防。但是远古精灵弓箭手和定军神射营一样，都拥有着无视防御的意志剑，不需要多，只需要1万远古精灵弓箭手就能一波带走他。想到这，刘峰朝着黄忠点点头，表示他会注意。黄忠满意的将目光转移到战场，刘峰最令他满意的地方就是听劝。刘峰跟着他训练这么久，几乎采纳了他所有的意见，听话到他都感到不可思议。有着这样的主公，他们这些老将辅佐起来也是顺心的很。远古精灵军团并没有选择一字阵型，而是传统的3连射阵型。黄忠这边也是有针对性的下达着命令：定军神射营、余音法师团以1500人为单位，即刻分散开。白马翼从火速进行绕后，我需要你们在我下达命令后，第一时间冲击向远古精灵军团。教刀手、燕云铁骑、滨州狼骑，在我下达进攻命令后，全体进行冲锋，注意和白马翼从配合。长山突骑兵最后出击，我需要你们成功突击进去，瓦解远古精灵军团的组织力。现阵营大几士、虎贲卫士阵列在中，在骑兵军团突击进远古精灵军团后，第一时间跟进纠缠住远古精灵。光影刺客军团注意时机，务必在我方军团与远古精灵军团接触时，解除掉对面的防御。各大军团在收到黄忠命令后，都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然而，远古精灵军团的行动比他们还要快。只见一轮箭雨骤然从远古精灵军团上空升腾起，接着就落在2翼包抄的白马翼从阵型中。最可怕，远古精灵军团射出的还是爆裂箭，那些箭矢在临近白马翼从时，瞬间爆裂而开，无数细箭直接钉穿范围内的所有白马翼从。尽管白马翼从拥有着瞬时反应，但是反应过来又如何？在绝对数量和力量面前，任何反抗都是徒劳。一轮箭雨下来，整个白马翼从军团只剩下公孙瓒和一小部分白马翼从幸存下来。刘峰看的脸皮一阵抽搐，他想过今天的远程军团会很炸裂，就是没想到会炸裂成这样。仅是一轮箭雨就报销了整支白马翼从，当真是恐怖如斯。刘峰狠狠地看了眼远古精灵军团，随后便花费18亿灵能点将白马翼从补充完整。一旁的黄忠知道不能再等了，当即下达了全军冲锋的命令。面对这种秒杀级军团，唯有近身战才能废掉他们的优势。一时间万马齐啸，所有军团都开始冲锋。有着白马翼从的惨痛经历，所有军团都自觉地分散而开，不给远古精灵军团全歼的机会。一支支分散开的定军神射手和余音法师小队也开始发力，在精神链接塔的辅助下，每一支小队都能准确不重复地锁定一名远古精灵射手。远古精灵军团这边一时间也被打得有点懵，他们没想到对面竟然也有抑制技。7名远古精灵宗师齐齐下达命令，无数箭矢径直射向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只不过面对四散的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小队，他们的打击效果并不好，仅仅造成了4万多的伤亡。刘峰难得的露出笑容，相较于一轮20万，这一轮4万多就是洒洒水，他一点都不心疼，挥手间就将损失的将士补充完毕。各大军团将军在远古精灵集火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时，全都眼睛一亮，齐齐开始加速冲向远古精灵军团。其中有以白马翼从最快，开启神速后的白马翼从如风一般一头扎进远古精灵军团。远古精灵军团并没有过多慌张，一部分远古精灵弓箭手收起弓箭，拔出腰间的长剑，砍瓜切菜的斩杀掉突进进来的白马翼从，硬是将白马翼从军团整个都反推出去。黄忠嘴角微微上扬，在白马翼从近身的那一刻，他知道大局已定。果然，少了一部分的火力输出，教刀手、燕云铁骑、滨州狼骑已经摸到远古精灵军团面前。教刀手和燕云铁骑没啥说的，和白马翼从一样，一头就扎了进去。天上的滨州狼骑则是如同苍蝇一般，10人一组，一刀一刀的挥砍出刀气，伤害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第45章，一个人的试炼。
7位远古精灵宗师此时也意识到不对，刚想召集远古精灵弓箭手秒掉天上凡人的滨州狼骑，就被潜伏已久的光影刺客军团打断。22万光影刺客齐齐开启延迟反应和防御解除。要知道，光影刺客的延迟时间等于3秒加敌我等级差的绝对值。18秒，被延迟18秒的远古精灵军团瞬间崩溃，哪怕他们依旧可以反击，但是被延迟了视觉，感觉的他们只能靠蒙，有的甚至都攻击了身边的同伴。再加上防御被解除，远古精灵军团更是毫无招架之力。就在刘峰以为胜券在握时，远古精灵军团中突然传出几声暴喝：“剑之领域，剑一13式！”只见7名远古精灵宗师身边全都生出一道泛着涟漪的透明领域，领域内的远古精灵弓箭手都在第一时间清醒过来，而领域内的军团将士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一道道无形剑气透体而去，当场毙命。免空技吗？黄忠呢喃了一句，就开始继续指挥。7名远古精灵宗师如同救火队员一般，来回穿梭在军团当中，试图依靠剑之领域唤醒被延迟反应的远古精灵弓箭手。黄忠在确定就是剑之领域能够免控时，通过精神链接塔给混战中虎贲卫士下达了命令。得到命令的虎贲卫士全都看向不远处的远古精灵宗师，齐齐发动技能封印。什么？7名远古精灵宗师齐齐发出一声惊呼。就在刚刚，他们唯一的希望剑之领域竟然被封印了。他们全都在第一时间锁定封印他们的虎贲卫士，一个闪身就将之瞬杀。然而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一名名虎贲卫士悍不畏死地冲向他们。这次不仅是封印剑之领域，就连他们另外2个技能都被封印。这还没完，虎贲卫士又打出另一个杀手锏眩晕。因为虎贲卫士和他们相差15级，眩晕效果足足有15秒。黄忠也没有再给他们机会，直接指挥所有定军神射手和余音法师逐一集火将之灭杀。叮！你的定军神射手击杀一名26级远古精灵宗师，获得灵能加16768万，灵石加2688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神话加1。叮！你的余音法师击杀一名26级远古精灵宗师，获得灵能加16768万，灵石加26880万，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神话加1。一连7声提示音，代表7名远古精灵宗师陨落的同时，也宣告了远古精灵军团的结局。失去远古精灵宗师解控的远古精灵军团很快就被逐一消灭。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58分钟，共计击杀远古精灵弓箭手7万，远古精灵宗师7，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 基础奖励：灵能332.8亿，灵石33.28亿，资源宝箱33.28亿。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总算是结束了。刘峰长舒一口气，远古精灵军团给足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是看到白马翼从差点被一轮剑雨全灭时，他的心跳都加快了几分。好在他的军团给力，除了冲锋时损失比较大，近身战后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后算下来，竟然还没有昨天远古泰坦军团给他造成的损失大。第26天有惊无险地渡了过去，刘峰略显忐忑地等到凌晨试炼排行榜发布。第26天的试炼正式结束，本次星球试炼共计10万名领主参加，目前已淘汰99999人，请剩下的领主量力而行。下面开始发放试炼评价前10奖励。第1名，人族蓝星界刘峰，试炼评价 SSS 级，奖励：随机传说英雄召唤另一枚，随机传说兵种召唤另一枚， SSS 级专属宝箱1枚。叮！检测到本次试炼只剩领主1人，领主可选择继续试炼，也可选择放弃试炼，领取本次试炼第1名的奖励。继续试炼。刘峰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还好他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要是因为新生试炼只剩他1人，而被系统直接判定试炼结束，那他真是哭都没地方哭。叮！领主选择继续试炼，本次新生试炼继续。叮！温馨提示：领主在当天试炼开始后不可退出，只有当天试炼结束后，领主方可选择是否继续试炼。刘峰缓缓打开自己的资源面板，看着上面的资源陷入沉思。资源：粮食18068亿，木材18068亿，石料18068亿，铁矿6023亿，灵能240618亿，灵石314508亿。SSS 级专属宝箱10，残缺领主之心3，传说英雄碎片35，神话英雄碎片13，3枚残血领主之心。他已经有了打算，公孙瓒的武器和白马、高顺的武器现在还是史诗，正好可以使用残缺领主之心将之提升到传说。同时各大将军武器的等级也是时候一起提升了。想到这，刘峰花费2000多亿灵石将铸造房和马场秒到11级。
铸造房为1，等级11，功能打造，可打造铸造房对应等级装备，需获取对应图纸。升级，可将指定装备升级到铸造房对应等级，需对应材料。升阶，可提升装备等阶，需对应材料。升级条件：粮食20.04800，木材20.04800，石料20.04800，铁矿40.09600，灵能10.02400。马场为1，等级11，功能1，生产，可生产对应马场等级的马匹，需获取对应马匹图纸。2，升级，可将对应马匹升级到马场对应等级，需对应材料。3，升阶，可将指定马匹升阶，需对应材料。升级条件：粮食20.04800，木材20.04800，石料20.04800，铁矿40.09600，灵能10.02400。刘峰想了想，最终还是将除了资源建筑外的所有建造秒到11级，共计消耗15000多亿。不是他看不起资源建筑，实在是无能无力，光是11座箭塔就要了他半条命。建筑：领主小屋11级，酒馆11级，军营11级，箭塔11级11，围墙11级，教场11级，仓库11级，铸造房11级，马场11级，良田5级5，采石场5级5，伐木场5级5，定位塔11级，英灵殿11级。可建建筑：营地、传送门、屏蔽塔、精神链接塔、增幅塔力、增幅塔速、增幅塔防、增幅塔神、增幅塔血。箭塔等级11，血量100万，攻击力5120，射速2.6一秒，射程260米。建造条件：粮食10.02400，木材10.02400，石料10.02400，铁矿20.04800，灵能51200。第46章，神黄忠，神蔡文姬。刘峰随即召集来11名英雄，先是将公孙瓒和高顺的武器马匹升阶到传说，接着就是帮众将的武器马匹升到11级。每件武器从1级升到11级都需要消耗木材204.7万，铁矿20.47万。升级后的武器属性也是大大提升，力量加成从400%提升到510%，破甲从40%提升到51%。马匹也是一样，每一匹都需要耗费粮食204.7万，铁矿20.47万，速度加成也从40%提升到51%。这消耗看着好像不多，但是这才是11名英雄啊！要知道，刘峰的目标可是打造数支全传说军团，就他6000多亿的铁矿，真不一定够霍霍。将所有英雄武器、马匹升级完毕后，刘峰就兴奋看向在场的11位英雄。诸位将军，我这边拥有2个晋升神话的名额，大家一起商量下，先给谁？场下诸将闻言皆是目露震惊，神话级啊，那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境界。众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的，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开口。最后还是军人表率高顺站出来道：经历过这么多天的试炼，黄老将军的定军神摄营和蔡大家的余音法师团绝对算得上是主力输出。我的建议是优先晋升黄老将军和蔡大家。再说试炼还有几天才结束，名额肯定还会有，所以还是优先输出的好。众人听完也是连连点头，纷纷表示将2个名额交给黄忠和蔡文姬。刘峰见众人达成一致，当即决定先将黄忠和蔡文姬晋升。其实在他眼里，给谁都一样，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叮，检测到领主使用了5枚神话英雄碎片，请选择晋升对象。黄忠。叮，你的英雄黄忠成功晋升到神话英雄属性重置中，专属军团将士属性重置中。叮，你的英雄黄忠及其专属军团将士属性重置完毕。神黄忠，神话，等级11，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57666，力量3460，防御2307，速度3460，精神2307。专属军团定军神摄营，神话。专属武器：1. 赤血刀加11，传说，可升级，力量正510%，破甲正51%。2. 祝融火神弓加11，品质传说，可升级，力量正510%，破甲正51%。专属坐骑燎原马加11，传说，速度正51%。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技能：1. 爆破剑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凝聚出一支爆破剑士，
对方原1米等级范围内的敌人造成10%加等级的范围伤害。2、意志剑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凝聚出一支意志剑士，意志剑士无视任何物理防御。军团天赋： 1、精准，定军神射营，视线以内百发百中，视线以外亦可超远抛射，进行超视距打击。2、共享，定军神射营可共享坐骑的力量，远攻有几乎无敌的弓箭，中距离拥有足以定穿钢板的标枪，近战配合上坐骑的力量亦是同境无敌。定军神射手，神话，等级11，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1534，力量1730，防御1154，速度1730，精神1154。武器长弓，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标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天赋精准，共享，主将黄忠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看完黄忠和定军神射营将士的属性，刘峰只想说强，无敌的强。晋升到神话后，黄忠能统帅的定军神射手数量达到55万，别人他不知道，他就知道，凭他现在4.8亿的血量，一轮骑射都扛不住。刘峰将定军神射营将士补充完整后，便迫不及待地来到蔡文姬面前。叮，检测到领主使用了5枚神话英雄碎片，请选择晋升对象。蔡文姬。一连串的提示后，蔡文姬和余音法师团的属性最终成型。神蔡文姬，神话，等级11，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57666，力量2307，防御2307，速度2307，精神4614。专属军团余音法师团，神话。专属武器交尾琴加11，传说，可升级，精神正510%，破防正51%。技能1、共享荣光 SSS 级被动技，使用者所属势力每拥有一支传说军团，使用者所属军团将获得5%全属性加成；每拥有一支神话军团，使用者所属军团将获得50%全属性加成。2、消散立场 SSS 级被动技，使用者在4周形成消散立场，消散立场范围内的所有单位都将失去天赋、技能的加持，只保留基本属性。消散立场范围等于1000米使用者等级。3、神罗天征 SSS 级主动技，使用者以己身为原点，瞬间形成一个直径等于1000米等级的圆形保护罩，可排斥出保护罩范围内的所有敌方单位，冷却1小时。4、回光返照 SSS 级主动技，使用者可指定己方势力单一军团重回最巅峰状态。军团天赋1、献祭，余音法师团以强大的意志临时献祭掉敌方军团的一个天赋或者技能，同时可献祭此刻的自己，将力量转移至下一刻的自己。2、存储，余音法师团可存储3个已知的天赋或者技能，可随时切换使用。10项全能，通力合作，意志转换。余音法师，神话，等级11，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1534，力量1154，防御1154，速度1154，精神2307。武器古琴加11，普通，可升级，精神力正100%，破防正10%。天赋献祭，存储，主将蔡文姬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相对于定军神射手，余音法师团的输出更加的爆炸。刘峰目前拥有9支传说军团，2支神话军团，不算余音法师团自身的话，共享荣光总计给余音法师团带来95%的全属性加成，再加上通力合作的10倍攻击，武器增幅塔的加持，单名余音法师的攻击达到了恐怖的19万。将之转换成意志攻击后，刘峰甚至都想不出还有谁能抗住他们齐力一击。看完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属性后，刘峰是彻底放下心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安静度过剩下的4天，做好回归蓝星的准备。第47章第30天，远古青龙军团。想到这，刘峰淡定地平退众人，再次进入锻炼模式，看得众人是连连摇头。果然，蔡文姬一脸幽怨地看了一眼刘峰，轻哼一声后便气呼呼地转身离开。第27天、第28天、第29天，在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狂轰滥炸下，无惊无险地度过。总计收获也是相当的恐怖。刘峰的总资源为：资源粮食144068亿，木材144068亿，石料144068亿，铁矿48123亿，灵能2043328亿，灵石3141388亿。SSS 级专属宝箱16，传说英雄碎片35，
神话英雄碎片30，只要刘峰愿意，他随时都可以秒到13级。不过出于谨慎，刘峰决定给自己留点底牌。虽说以他现在的阵容，大概率是蓝星 T1 梯队乃至 T0 梯队，很难再遇到什么危险。但是吧，凡事无绝对，夜路走多了难免遇到鬼。小小的留有2级余地，应该足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稳就完事了。至于30枚神话英雄碎片，刘峰也没有动，他准备等最后一天结束再说。毕竟只有6个名额，给谁都有点不好。万众期待的第30天试炼提示，在下午才姗姗来迟。温馨提示：新手试炼第30天怪物潮即将抵达，本次共有神话怪物50万，神话英雄50，请新生领主做好准备。成了！刘峰兴奋地叫了一声，随后便直接将高顺、张辽、张合、关羽、赵云、韩龙晋升到神话，剩下的吕布、张飞、公孙瓒要等到试炼结束后才能晋升。很快，刘峰就带着11大英雄、440万神话将士、66万传说将士来到前线。远古青龙，神话，种族龙族，等级30，属性血量2562万，力量330万，防御330万，速度330万，精神260万。武器神龙铠甲，传说。技能龙炎、龙吼，飞龙在天。远古青龙王，神话，种族龙族，等级30，属性血量12787万，力量1519万，防御1519万，速度1519万，精神760万。武器龙神铠甲，传说。技能龙之领域，龙息，青龙霸体，龙神增幅。看着对面乌泱泱的50万30级神话青龙军团，黄忠轻笑着问道：主公，你觉得我们应该使用何等战术应对敌军？刘峰亦是轻笑道：500万对50万，优势在我。没说的，直接莽。压抑了这么多天，是时候放纵一次了。好，那就听主公的。黄忠说罢，竟然真的就下达了全军突击的命令。刘峰僵硬的扭过头，看着黄忠，眨巴着眼睛道：那个黄老将军，咱们还是悠着点。我刚刚就是说，你怎么就信了呢？哈哈！黄忠大笑道：那可不行，主公的话就是我们的最高执行标准，可不能不算数。接着就给刘峰解释起来，这种规模的战役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操作空间。如果是战前，双方还能通过一系列的操作谋划争取一些优势，现在嘛，只能是硬碰硬，也是最考验军团主将应变能力的时候。刘峰点点头，想来也是，经过这么多天的磨合，各大军团之间的配合早就成熟，不用指挥都能本能地打出配合。尤其是晋升神话的8大军团，更是凶残的厉害。现阵营的涅槃重生加意志加持，直接战如远古青龙军团。常山突骑兵乱阵，维新突破一开，直接将远古青龙军团切割。光影刺客解除防御加延迟反应22秒，啸刀手意志转换加维新斩断，大戟士齐心协力加继续反弹，虎贲卫士19秒眩晕。一阵套下来，哪怕是有着远古青龙王来回救火，整个怪物军团依旧被打得攻势一致，甚至还有被反推的趋势。神话军团中最猛要数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定军神摄营还好，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因为和30级神话怪物的属性差距，每波只能带走100多头远古青龙。但是余音法师团就不一样了，有着另外7支神话军团的加持，蔡文姬共享荣光这加成高达 365%， 再加上武器增幅塔、通力合作以及献祭的加成，单名余音法师的单体攻击达到恐怖的86万，直接给刘峰表演了一个3下1头龙。远古青龙军团被余音法师团的火力彻底打懵逼，50头远古青龙王愣愣的看着少了10几万的远古青龙军团，一时有点没反应过来。他们怎么都想不通，差了他们19级的军团为什么能打出这样不合理的伤害？难道是一次性的大招？很快余音法师团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这只是普通的常规打击。只见一阵琴音过后，远古青龙军团再次伤亡10几万，这下子彻底打醒50头青龙王。他们知道这样下去，他们全都得死。好！随着一声声怒吼，50头远古青龙王齐齐冲向余音法师团，想要通过自身强悍的实力强行击穿刘峰的防线。黄忠轻描淡写的看了眼，随后就通过精神链接塔组织余音法师团开始定点轰杀。黄忠眉头微皱，莞尔一笑，这群远古青龙王有点东西，闪避和防御还挺高。说话间，黄忠就将准备支援前线的光影刺客截留下来。刘峰看着进入隐身状态的光影刺客，有点心疼的看向左突右突的50名远古青龙王。
刘峰已经能够想象到他们凄惨的下场。果然，被光影刺客近身的远古青龙王毫无意外的中了延迟反应，虽然只持续不到2秒就被他们解除，但是就是这短短的1秒钟，50头远古青龙王当场被轰杀。叮！你的语音法师击杀了1名30级远古青龙王，获得灵能加27亿，灵石加43亿，资源箱加1，英雄碎片神话加1。50头远古青龙王的倒下，也意味战斗的结束。5分钟后，随着最后一头远古青龙倒下，持续了30天的新生试炼正式宣告结束。第48章，神话大礼包回归蓝星。战役结束，战役评估中。本次战役用时38分钟，共计击杀远古青龙50万，远古青龙王50，领主方无损。战役评价 SSS。基础奖励：灵能5324.8亿，灵石532.48亿，资源宝箱532.48亿。额外奖励 SSS 级，基础奖励9， SSS 级专属宝箱1。叮！恭喜领主获得新生试炼第1名，奖励无主资源星球1颗。叮！感谢领主通关新生试炼，获得奖励如下：神话武器自选宝箱1，神话防具自选宝箱1，随机神话强化宝石20，随机神话英雄召唤令1，专属神话兵种建筑1，随机神话天赋卷轴1，随机神话技能卷轴1。领主及麾下所有英雄将士建造全体提升1级。不等刘峰反应过来，他就感到浑身一哆嗦，打开面板一看，果然提升到了12级。啊，这下亏大了！刘峰气得直拍大腿。他一直不升级，就是想减少召唤将士的消耗，省点灵能。现在倒好，裤衩子都亏没了。要是他早点秒到13级，现在就是14级，那得省下多少灵石啊！叮！本次新生试炼结束，再见。啊！别啊！凌晨的试炼排行榜奖励还没发呢，还有野外的怪物营地也还没刷。不管刘峰怎么呼喊都无济于事。接着眼前一黑，再次感受到光亮时，已经是在他的家中。真是黑心系统，一下子黑了我那么多资源。刘峰嘟囔着找到手机，发现早已经没电，将之放在一边充电后，就打开了家中的摄像头。还真是真身穿梭。刘峰看着画面中突然出现的自己，目露惊讶，他对这个宇宙真是越来越期待了。刘峰接着又查看起脑海中的领主之星。领主、领地、传国玉玺、资源星球、降临，这就是资源星球的用处吗？刘峰眼神闪烁地看着多出来的资源星球选项，他能从中感应到他的11位英雄和11大军团。只要他想，他甚至可以直接将所有英雄和军团都召唤出来。要知道，正常领主的领地都是坐落在无尽宇宙大陆，而无尽宇宙大陆的规则根本不允许他们随便将英雄和军团带回母星，除非是有特殊道具，才能将他们的英雄和军团小部分的带回。想到这，刘峰眸底闪过一丝精芒。所以，我现在不仅在未来的无尽宇宙大陆很猛，就是在蓝星也是最拔尖的。这下可真的有意思了。刘峰轻笑着点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12级，属性血量24亿，力量2.4亿，防御2.4亿，速度2.4亿，精神2.4亿。技能无。宝物地图。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 50%， 黑色神话。战斗力 2.4亿。领地大汉，所属刘峰，等级12级，面积251平米，领名农民409600，英雄11，将士5060000，建筑略，可见建筑略。资源粮食29兆，木材29兆，石料29兆，铁矿96043亿，灵能1559兆，灵石2463兆。SSS 级专属宝箱16，传说英雄碎片35，神话英雄碎片50，新生试炼奖励略。领地升级条件：粮食1024000，木材1024000，石料1024000，铁矿1024000，灵能1024000。看完自己现在的属性和资源，刘峰的嘴角止不住的上扬。以兆为单位的资源，16枚 SSS 级专属宝箱，50枚神话英雄碎片，还有一堆神话级道具。刘峰都想象不出他的极限所在，没见50万的30级神话军团都被他碾压了吗？真想看看自己的极限啊！刘峰一脸感叹的关掉属性面板，拿起一旁已经充到 20% 电量的手机。至于最后的降临，他没有去点，因为点了也没用。华夏早就通过无尽宇宙大陆蓝星界核心设置了规则，
就是害怕他这样的新生领主擅自降临无尽宇宙大陆。众所周知，每一条离谱规定的后面都有着一件乃至多件不为人知的悲剧。只有通过大学统一授权，他们这批新生领主才能被允许降临。随着一声熟悉的开机铃声响起，他关机30天的手机再次进入工作状态。滴滴滴，手机一开机就传来一连串的消息提示音。刘峰期待地解开屏幕锁，一一查看起未读消息。刘峰你好，你已被清北大学录取，请在9月1日当天带着身份证明到我校报到，如有特殊情况，请及时致电123789。刘峰，请在8月31日到学校报到，到时候学校将统一安排你们入学清北大学29中教务处。东风快递尾号1936的包裹已放置傻鸟驿站，请及时查收。李若飞，江南大学在职老师，韵味人，会口可读。晦气！除了清北大学录取信息、学校教务处信息和快递信息，剩下的尽是些垃圾广告。尤其是这什么李若飞，还老师，连字都打不全，说的什么都看不懂。刘峰一脸晦气地关掉所有的信息，他看着手机一时竟有点不知道做什么。这30天来，他每天不是在锻炼，就是在欣赏自家军团绞杀怪物军团。这突然闲下来，还真有点不适应。要不将蔡文姬召唤出来？这个想法刚一出现就被刘峰否决。现在外面都是监控，都是人脸识别，没有身份证明的蔡文姬一出现绝对暴露，到时候追查到自己可就不好玩了。再说了，他怎么能做金屋藏娇这种事呢？第49章金屋藏娇，图书馆偶遇。主公，屋子都收拾好了，你看还需要妾身做些其他事吗？口嫌体直的刘峰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金屋藏娇的诱惑。那个文姬啊，我准备出门一趟，你在家好好的，千万不要出门。我们这个世界非常危险，大街上都是和我一样的领主，等我想办法给你弄个身份证明再说。蔡文姬盈盈服了一礼，接着就兴致勃勃地打开了电视机，里面新奇的事物对这位三国才女有着致命的诱惑。刘峰看着全神贯注的蔡文姬，轻笑着摇了摇头，找出几包零食递给了她。没有零食的追剧是没有灵魂的。随后便在蔡文姬千恩万谢中离开了家。独自走在大街上，刘峰的感觉非常奇妙，空气中的粉尘纤毫毕现，甚至一些微生物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股掌控一切的感觉油然而生。刘峰环顾一圈走动的人群，他开始慢慢理解为什么大师总喜欢隐于市。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经历过30天的蜕变，他现在的心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或许这就是无敌后的寂寞吧。刘峰摇头一笑，一路来到南都图书馆，他准备查阅一些异界文献，为接下来的无尽宇宙大陆之旅做些功课。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有希望同万界那些天才老古董掰掰手腕。至于新手区那点资源，他都懒得浪费时间去争夺，都不够他试炼1天的收获。南都图书馆是华夏为数不多详细记录万界资料的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员在检查了刘峰领主之心后，便交给他一张权限卡。这个权限卡可不是随便给的，只有领主才有资格领取。图书馆中相当一部分特殊书籍需要权限卡才能解锁查阅，管理是相当严苛。刘峰解锁了一本《万界图录》，拿着书本就来到图书馆2楼一处靠窗的位置。温暖的阳光肆意地洒在脸上，刘峰也慢慢沉浸到《万界图录》中。万界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具体有多少界面，可能只有无尽宇宙大陆才知道。万界领主基本都是人形态，最强势的要数神魔妖人4大种族，其他少数种族也基本都是4大种族分裂出去的。比如傀儡领主中的古力，他所在的古族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属于魔族，亦可以称作古魔族。像刘峰试炼中遇到的怪物军团，都是各界领主的召唤兵种，也存在于各种试炼、秘境、副本中。对于这些怪物的来源，万界中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那就是无尽宇宙大陆外还有众多界面，这些界面就是孕育怪物的地方。只不过因为不是类人族，成不了领主，所以都被无尽宇宙大陆排斥在外，沦为召唤物、试炼炮灰等。就在刘峰沉浸在万界各种秘闻中时，楼梯处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刘峰抬头一看，顿时目露诧异，是他。只见叶璇脸色通红，不停小声呵斥着几名同龄男生：“我警告你们，别逼我在这图书馆扇你们！”说完便拿起权限卡解锁了一本书籍，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而被呵斥的几名男生充分展示了追女孩的要诀，不要脸，全都使用权限卡解锁了一本书籍，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坐在叶雪周围。刚开始还比较矜持，都在假装认真阅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男生的目光就开始游离起来，时不时地打量着被他们围在中心的叶雪。甚至有个别男生已经开始书写纸条，
看样子是准备书信传情，看得刘峰是津津有味。也就在这时，早就发现刘峰的叶雪狠狠瞪了他一眼。刘峰悻悻地收回目光，开始研究其手中的万界图录，一会就忘记了叶雪和几个男生的存在。突然，沉浸在万界图录中的刘峰嗅到一缕清香，接着眼前光线一暗，一道身影就坐到他的对面。刘峰抬头看着这位29中风云校花，一时有点搞不懂他想做什么。难道是看上自己呢？刘峰充分发挥了主观想象性，不一会儿，连他们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叶雪揶揄地打量了下刘峰，随后便低头认真阅读其手中的书籍。刘峰一脸讪讪，见对方没有说话的意思，遂低头准备继续研究手中的万界图录。只是刘峰把事情想得有点简单了，感受着落在身上的几道愤怒目光，他总算是知道叶雪想要做什么。挡箭牌吗？这些天才们真会玩。随后便摇着头，不再理会几个情窦初开的小男生，专心地研究起万界图录。这一下可气坏了不远处的小男生，可惜碍于叶雪和图书馆的规矩，他们除了无能狂怒，其他什么都做不了。反倒是叶雪有点惊讶地看了眼对面的刘峰，他对刘峰有点印象，毕竟整个29中就那么几个觉醒出蓝色领主之心。就是刘峰的这份心性，定力着实震惊到叶雪，他不禁对这位校友产生了一丝好奇。可惜见识过熟女御姐范的蔡文姬，刘峰对叶雪这样的含苞小荷花并不是很感冒。在知性性感面前，清纯可爱是一无是处，是个人都喜欢动动手就知道要什么姿势的熟女。半天的时光悠悠而过，转眼就到了晚饭时间。虽然刘峰现在可以做到长时间不进食，但是人生就是用来享受的，而吃就是人生一大乐事也。刘峰缓缓合起万界图录，将万界图录归还到原来位置后，便在叶雪和几位小男生的注视下，头也不回地离去。看着这么潇洒的刘峰，几位小男生嘴巴微张，他们想不通竟然还有人能主动放弃这样的机会。换作是他们，早就在叶雪坐下的那一刻就想好晚上的一切安排。叶雪一时眨巴着眼睛看着一句话都没说的刘峰，接着便开始上下打量起自己，一时有点怀疑起人生。一直被众星捧月的他，第一次有了异样的感觉，这个人还真是与众不同呢。此时的叶雪对刘峰充满了好奇和期待。第50章，全凭主公做主。刘峰解决掉口舌之欲后，便悄然来到一处阴暗的胡同。在如今的南都，这种历史久远的胡同可不多见，里面住的都是一些道上的牛鬼蛇神。刘峰一路七拐八拐来到一间破落小屋，刚一进门就感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汗腥、脚臭、馊味、霉味，总之世上该有恶臭味他都有。刘峰面不改色的来到一名背对着他的男子身后，轻声道：“你好。”男子扭头看向说话的刘峰，露出一口大黄牙道：“身份证明包括街头人脸识别1000，包括官府仪器抽查1万，包括官府系统10万。”刘峰没有说话，默默的转账1万，随后便将蔡文姬的信息和人脸识别样本交给男子。“拜托了。”男子咧嘴一笑：“懂事，回去等着，3天时间，你这朋友就可以随意出门了。”刘峰点点头，接着便转身走了。至于对方会不会骗他钱，他不想去恶意揣测，并不是他善良，而是他早就打定主意，只要男子敢，他就敢踹断的第3条腿。况且人家就是吃这碗饭，为了1万块钱就砸掉自己的饭碗，刘峰觉得应该不至于。在回去的路上，刘峰终究没忍心让蔡文姬干吃零食，斩了只鸭子，打包了点烧烤，拎着一打鸡尾酒就回到家中。刚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幅令人血脉喷张的画面。蔡文姬不知从哪翻出了她的白 T 恤，一头未干的秀发披散在肩上，一脸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刘峰下意识吞咽了下口水，假装若无其事地来到她面前：“诺，给你带的宵夜。”品尝过美味零食的蔡文姬欣喜接过刘峰手中的宵夜：“谢谢主公。”说着就无师自通地撸起串来。刘峰看着时不时吮吸手指的蔡文姬，顿时一阵口干舌燥，慌里慌张地放下手中的鸡尾酒，一头扎进浴室，试图靠凉水压制心中那头野兽。造孽啊！浴霸下的刘峰在内心无能狂怒，时不时的在内心给自己打气：“刘峰，你可以的，男人怎么能够说不行？今天必须拿下！呼呼，加油！”半小时后，自认为准备充足的刘峰裸露着上身，穿着一条大裤衩，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浴室。刘峰看着茶几上散落的鸡尾酒瓶和不胜酒力倒在沙发上的蔡文姬，一时陷入沉默。刘峰缓步走近，入眼的就是蔡文姬红扑扑、五官精致、没有任何妆容的脸蛋，紧闭的双眸，微闭的双唇，无不在向刘峰展示着她的美。白色 T 恤下若隐若无的山峰，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一双既长又直的秀腿微微弯曲，完美展现了她的曲线。
此时的刘峰已经彻底看呆了。和试炼时的蔡文姬不同，那时候的他全身着甲，给人一种阴气的感觉。虽然也会时不时的调戏一下刘峰，但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英姿飒爽。刘峰万万没想到，他还有这样妩媚的一面。唉，一声有气无力的叹息后，某人找来一条毛毯盖在蔡文姬身上，随后便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边走边嘟囔：眼不见心不烦，咱可不能趁人之危，咱得光明正大，咱得你情我愿，咱得……算了，我就是有贼心没贼胆，爱咋咋地吧。刘峰气呼呼地关上房门，丝毫没注意沙发上蔡文姬微微扬起的嘴角。第二天，一夜未睡的刘峰在给蔡文姬准备了早餐后，就匆匆出了门。再次来到南都图书馆，解锁出万界图录，刘峰就一路来到图书馆3楼。昨天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他可不想再被几个小男生一直盯着。虽然他现在也是一个小男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大清早，图书馆的人相当的少，3楼更是只有他一人。刘峰随便找了偏僻的角落坐下，然后就开始细细研究起万界图录。这一坐就到了下午，忘我的刘峰连午饭都没出去吃，一直沉浸在万界秘文中。刘峰见时间差不多，便带着万界图录下楼，准备回到家中继续攻略蔡文姬。他暗暗发狠，这一次一定要本垒全打。刘峰刚下到2楼，就被几道目光锁定，其中一道尤为炽烈。刘峰抬头一看，可不就是那叶雪。刘峰又看了看他周围几大护花使者，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机智，要不然又是被围观的一天。刘峰迎着叶雪的目光，礼貌性的点了点头，随后便转身下楼，归还图书，潇洒离去。叶雪眼神闪烁的看着刘峰离去的背影，嘟着嘴道：什么嘛，还躲到3楼，搞得人家是故意纠缠你似的。说完便合起图书，起身下到1楼，将图书归还后，就在一众小男生目送下离开了图书馆。咔嚓，刘峰拎着一堆打包盒打开了房门，刚一进门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 ：You jump, I jump。刘峰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蔡文姬，眼睛一亮，放下手中的打包盒后，拿起茶几上的餐巾纸，就坐到蔡文姬身边，拍着蔡文姬的袖肩道：文姬，别哭了，这只是100年前一部经典电影。呜，两人的爱情真是羡煞切身。说着就扑在刘峰的怀里，不停地抽泣。等这一刻，不知等了多久的刘峰，顺势将蔡文姬搂入怀中，不停安慰着。随着两人气息越来越紊乱，房间内的气氛也逐渐达到了顶点。文姬，主公，屋外有点凉，我们到屋内说话。全凭主公做主。刘峰看着小鸟依人的蔡文姬，体内荷尔蒙迅速分泌，接着便一把抱起怀中的蔡文姬，在一声惊呼声中来到自己的卧室。卧室内的两人四目相对，都觉得浑身燥热起来。刘峰看着近在咫尺的双唇，喉咙上下蠕动一番，情不自禁的开始缓缓靠近。蔡文姬一时羞得满脸通红，紧闭双眸，不敢多看一看，丝毫没有往日调戏刘峰时的样子。第51章叶雪的父母。第二天清晨，经历干柴与烈火的碰撞后，蔡文姬慵懒地依偎在刘峰怀里，手指还调皮地在刘峰胸膛上画着圈。主公，你真厉害。刘峰一听这话，顿时有了反应，被子一拉，再次进入战斗状态。南都图书馆内，找遍2、3楼的叶雪坐在一个角落，独自生着闷气。一直都是别人中心他，第一次知道失落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看着刘峰昨天坐的位置，微微撅着嘴，真是可恶。叶雪越想越气，手中的书是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殊不知，他的一系列咬牙切齿的动作，看傻了追求他的几个小男生。呵呵，我家叶雪真可爱，你看那嘟嘟嘴，好想靠近看看啊！呸，什么你家叶雪？是我家叶雪，还想靠近看看？你要是敢上去，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哎，是我的错觉吗？为什么总觉得叶雪在生气啊？你不说我还没感觉，叶雪今天的行为确实有点怪，楼上楼下跑了一圈。你们说她该不会是在找昨天那个人吧？你别说，还真有可能。妖兽，咱家叶雪这是被勾住了啊！原来欲擒故纵这招这么厉害吗？叶雪嫌弃地看了眼叽叽喳喳的几人，加上内心的烦躁，小火山顿时爆发。都给我闭嘴！说完就气冲冲地拿起书，头也不回地离开。叶雪一路回到占地上千平的家，连起居阿姨的招呼都没注意，就噔噔噔地上楼，将自己关在屋内。之后的叶雪好似赌气一般，每一天都是起大早，早早来到图书馆，就怕与之错过。然而，初窥人生大道的刘峰，此时正10岁之位，每天都在和蔡文姬你侬我侬，根本没有时间去图书馆。这一下子可将叶雪打击惨了，一连10几天都没见刘峰，他逐渐意识到刘峰好像是来真的。叶雪坐在刘峰曾经坐过的位置，丧丧地看着外边。他已经有点魔怔，将万界图录还了回去后，叶雪独自一人回到家中。叶雪的爸爸叶修
妈妈傅红雪暗暗打量着自己的女儿。叶修，完了，看样子真的有一头小猪崽子在拱咱家的小白菜。傅红雪，不见得吧？我怎么觉着是咱家的小白菜想拱人家小猪崽子呢？叶修，嘎！傅红雪，你看看他每天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很明显就是主动的那一方。而且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攻略的还不是很顺利，当真是丢老娘的脸。想当年老娘拿下你只用了3天。叶修，喂，说咱女儿了，怎么就扯到我了？再说了，谁家大义新生能遭得住大四老油条学姐糟蹋啊？你就得意吧，老子当天怎么着都是清北校草，还没潇洒几天就被你霍霍了。傅红雪冷笑，还校草，一点攻略难度都没有，扫兴的很。你看看咱女儿挑的这个对象，我不用看就是顶顶人才。叶修不解，何以见得？就不能是像某人一样的老油条？傅红雪白了一眼，老油条也是有目的的，对方拿捏了咱女儿这么久，要是老油条早就下手了，还能这样吊着？而且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咱女儿应该是单相思，这几天估计都没见到人家的面，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失落。叶修瞪大了眼睛，哈，气死老子了！我倒要看看是谁家的混账小子这么不长眼。但这样对咱女儿，咱非得扒了她的皮。傅红雪一脸嫌弃，指望你黄花菜都凉了，我早就派人出去打探消息，算算时间应该也快了。叶修满眼谄媚，还是咱老婆厉害，想的就是周全。滴滴滴，就在两人腻歪时，傅红雪的手机突然收到一份邮件，她一看联系人，顿时来了精神。叶修不知何时将头凑了过来，调查出来呢？傅红雪点点头，随后便开始小声念叨：刘峰，男，18，身高181，体重140，29中108届高3毕业生。嚯，难怪了，和小雪一个学校的。闭嘴！叶修闻言顿时捂住嘴巴，眼神示意傅红雪继续。蓝色领主之心，无特殊组织，背景干净。蓝色领主之心算是勉勉强强吧，最重要的是圈子干净，当咱女婿还凑合。傅红雪放下手中的手机，就那么静静看着叶修。没有3秒钟，叶修就举手投降。老婆你继续，咱再也不敢插嘴了。哼！傅红雪冷哼一声，就准备继续阅读，可是当他看到下面一行信息时，整个人都沉默了下来。叶修狐疑地看着傅红雪，一副想问又不敢问的样子。傅红雪沉默了10几秒，最后缓缓道：独生子女，父母双亡，长期一人生活，已有同居对象。什么？叶修听到刘峰有同居对象，当场就爆炸了。这个混账东西有同居对象了，还来招惹咱们女儿，我看他是在找死。他奶奶的，咱老叶家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这小子在哪？咱非得去打断他的3条腿。傅红雪没有理会狂暴的叶修，只是静静地看着备注里的内容，眼神闪烁，不知在想些什么。第52章，老底被扒，学校碰面。傅红雪将手机递给叶修，你自己看看，这小家伙可能真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叶修狐疑地接过手机，有点不敢伸手去接。曾经他偷摸着想要偷看傅红雪的手机，结果刚上手就被抓了个现行，那顿打足足持续了3天，他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傅红雪没好气地将手机扔给叶修，叶修见傅红雪是认真的，遂郑重地查看起手机里的内容。只见备注里放着一张蔡文姬的照片和一段文字标注：该女子无根无源，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且是在黑市中办理的身份证明。叶修将手机缓缓放下，眸底闪过一丝金光。在华夏，黑户很常见，但是无根无源的黑户真就不常见。叶修扭头看向傅红雪，轻声道：你觉得会是哪种情况？傅红雪慵懒地躺在沙发上，悠悠道：哪种情况都不简单啊。该说不说，咱们女儿的眼光就是毒辣，一下子就挑中这个过往多年默默无闻的小男生。可惜的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人家已经有对象了。叶修也是皱眉，有点不确定道：你觉得咱们女儿会听劝吗？这是劝的事情吗？傅红雪仿若看白痴一样的看着叶修。别看小雪平时一副乖乖女的样子，但是她认定的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你今天敢劝，她明天就敢离家出走。叶修头疼道：那也不行，咱不能看着小雪掉入火坑。傅红雪拿起手机晃了晃，找个机会将刘峰有对象的事透露给那几个小男生，他们可没咱们这么多顾忌。叶修眼睛一亮，老婆大人英明。那是。第二天，南都图书馆内几名小男生齐聚。太可恨了，这个刘峰竟然敢这么对叶雪，都同居了还敢招惹叶雪，哈哈，笑死我了。这个刘峰当真是有眼无珠，放着叶雪这个一步登天的机会不要，竟然有了同居对象，当真是天助我也。可怜叶雪这么多天为了刘峰茶不思饭不想的，
就是不知道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是什么反应。几人很快就等到东张西望的叶雪，其中一人恨恨地上前，将有关刘峰的资料直接递给叶雪。叶修不明所以的接过资料，定睛一看，顿时惊得花容失色。已有同居对象这几个字深深刺激了他，叶雪小脸煞白的将资料揉成一团，随后便转身离开了图书馆。叶修和傅红雪摇着头看着匆匆上楼的叶雪。傅红雪，可惜了一头好猪崽子。叶修，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叶雪再也没有去过图书馆。直到8月31日这天，叶雪将自己打扮得无比精致，甚至还欢快地和叶修、傅红雪打了招呼。叶修和傅红雪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恐。叶修结结巴巴道：“我怎么觉得咱女儿还没一点放弃的意思呢？”傅红雪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她知道叶雪比较倔，但是怎么都没想到会这么倔。她一脸无奈道：“何止是没有放弃啊，这简直是变本加厉！你没见她连平时不戴的首饰都戴起来了吗？”“有吗？我怎么没注意？”“哼，你能注意到什么？你连老娘今天特意戴的项链都没注意到，白瞎老娘这么用心打扮。”叶雪到达29中后，一路直奔教务处，那里是他们这一届清北录取生的集合点。叶雪一边走一边恶狠狠道：“我看你今天还能躲到哪去？”而刘峰此时正在和蔡文姬一一道别。“文姬，你先回军团驻地，等我降临无尽宇宙大陆，再将你们召唤出来。”“好。”随后便上前送上一个香吻。一番温存后，刘峰咬着牙将蔡文姬送回资源星球军团驻地。要不是时间不够，他指定要来一场腥风血雨。刘峰快速将家中房门锁好，打车快速来到29中。看着熟悉的校门，刘峰知道悠闲时间已过，接下来就要集中精力，全力经营自己在无尽宇宙大陆上的领地。刘峰熟门熟路的来到学校教务处，一眼就看到一直等候在外的叶雪。对于这位学校风云人物，刘峰微笑着点了点头，给予了相当大的尊重。谁知叶雪却是笑盈盈的迎了上来。刘峰只觉一阵芳香扑鼻，叶雪毫不避讳的来到刘峰面前，微微仰头道：“刘峰同学有段时间没去图书馆，万界图录都看完了吗？”刘峰看着直勾勾盯着他的叶雪，一阵心跳加速，一时忘了回答问题。毫无瑕疵的脸蛋，润润的双唇，充满侵略性的眼神，无比让刚刚蜕变为男人的刘峰口干舌燥。“那个，我这段时间有点事，一直没有时间去图书馆。”叶雪略显深意的看了眼刘峰，转身背着手道：“走吧，大家都在等你，也就是你心大，这种时候还能准时准点的压哨过来。”刘峰亦步亦趋的跟在叶雪身后，一时有点搞不明白叶雪想要做什么，毕竟只有数面之缘的他俩，还不至于让叶雪刻意等他。就这样，各怀心思的两人并肩走进教务处。刘峰一进门就感受到10几道目光落在他身上，有好奇，有不爽，甚至还有嫉妒。刘峰眉头微皱，但是并没有表示什么，只是习惯性的找了个角落准备坐下。哪知他刚坐稳，叶雪就若无其事的坐到他的身边。刘峰顿时感到压力大增，要是目光能够杀人的话，刘峰应该是死透了。好在这时，教导主任唐云拍了拍手，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唐云不动声色的看了眼刘峰，随后便大声道：“学校将你们提前召集过来的目的很简单，一是学校有专车，可以将你们一起送到清北大学；二是让你们提前熟悉一下，因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你们都是一个小队的队友。”唐云看到众人不解，遂解释道：“清北大学的分班制度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按地区划分班级的。按照惯例，我们南都所有录取生会组建一个联盟，而你们也将默认为联盟的一个小分队，所以你们最好多熟悉熟悉，这样也能更好的配合。下面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等级以及主战军团属性。”第53章自我介绍。唐云说完就眼神示意叶雪出来打个样。早就被知会过的叶雪缓缓起身道：“我叫叶雪，领地等级为5级，主战军团是史诗级近战刀盾兵。”叶雪这边刚说完，就有急于表现的男生站出来道：“我叫徐图，领地等级为5级，主战军团是史诗级近战长枪兵。”刘峰皱着眉看着正在逐一介绍自己的校友，听了几人的介绍，他发现大家基本都是5级，主战军团也都是1支，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毕竟他的等级高达12级，11支神话军团随意拉出1支都是逆天的存在。要知道，整个华夏100多年来都没有爆出来谁拥有神话军团。要是他一名刚毕业的高3学生爆出有神话军团，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虽然大概帅会被重点培养，但是刘峰真有点看不上那3瓜2枣。以他现在的资源，完全够养活自己，根本没必要当那出头鸟。嫉妒这个东西是没有底线的，说不定哪天某个不相关的人就给你使个绊子，即便是毫无威胁，那也足够烦人。
就像是走路走得好好的，突然有个人上来骂你两句，只能说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我叫刘峰，领地等级大概是345级，主战军团是弓箭手军团。哗！刘峰话音刚落，就引起阵阵议论。所有学生都在交头接耳，并不是在讨论刘峰的等级，而是因为刘峰的主战军团。所有人都知道弓箭手军团团战很强，但是相对近战军团来说，培养起来的难度相当大，甚至有可能拖累整个领地的发育。他们作为新生代领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育。不说别的，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刘峰光是开荒资源据点都非常困难。弓箭手军团一旦被据点内的野怪近身，绝对是灾难级的。即便能够拿下据点，那也要伤亡惨重，付出和收获根本不成比例。唐云略显惋惜地看着刘峰，他对刘峰的背景多少有点了解，知道刘峰并不是和叶雪一样的领二代。弓箭手军团不弱，甚至可以说是团战绝对的核心，就是太难发育起来。要是刘峰有着叶雪的背景也就算了，有着长辈的支持，多少有希望拉起一支成规模的弓箭手军团。至于现在嘛，只能看刘峰自己本事了。刘峰没有在意其他人的想法，他已经尽量低调。要是这还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刘峰只能说是命中注定，注定他低调不了。唐云见大家都介绍完，缓声道：大家都准备一下，10分钟后学校将安排专车护送你们前往清北大学报到。10分钟后，众人来到楼下，奇迹灯上打着29中横幅的专车。刘峰不争不抢的排在后面，令他奇怪的是，叶雪竟然也是一样的选择，而且就排在他后面。专车空间很大，都是双人座，刘峰随意找了个靠窗没人的位置，叶雪则是找了个离他不远的座位坐下。专车速度很快，4个小时就到了清北大学。第54章108届南斗班。唐云领着13名学生刚一下车，就有一名年轻男子迎了上来。唐主任，没想到是您亲自带队，一路辛苦了。唐云和年轻男子明显很熟悉，轻笑道：季兰啊，有些日子没见成熟了，只能说真不愧是29中出来的高材生，这么年轻就能担任清北大学班主任，前途无量啊。季兰一脸矜持：唐主任谬赞，我也就是运气好，和你一比不值一提。唐云咧嘴笑道：你不知道，当我知道你是这届南斗班班主任时，我都吓了一跳。我和你说，这届毕业的学弟学妹有不少好苗子，你得上点心啊。季兰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唐主任放心，学弟学妹们就交给我了，我这座学长的别的本事没有，护持学弟学妹们一程还是没问题的。唐云上前拍了拍季兰的肩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着就朝着刘峰等人招了招手：都过来认识一下，这是你们的季兰学长，毕业于102届，也是你们未来4年的班主任。季兰学长好。所有学生包括闷闷不乐的刘峰、叶雪都齐声问好。季兰微微点头，一一打量着众人，只是目光在扫到刘峰和叶雪时稍稍停顿，显然唐云有和季兰交代过一些基本信息。大家好，以后几年大家互相关照。季兰并没有长篇大论，简单的打了个招呼，便和唐云涵叙起来。好了，学校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我今晚就得赶回去。季兰一脸惊讶道：唐主任要不在这住一晚，好歹也吃顿便饭再走啊。唐云揶揄道：行了，我是看着你毕业的，还不了解你。学校是真有事，不然你真以为我闲得慌，没事来回折腾？走了呀。说着就朝众人挥了挥手：好好加油，母校会以你们为荣。季兰目送着专车离去，直到消失在视野，才转身悠悠道：108届南斗班加上你们共计63名学员，咱们29中有13人，算是相当的不错。提前知会一下，明天班级聚会的时候我会当场选班长，你们有兴趣的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学校对班长、省盟主还是有一定资源支持的。听完季兰的话，其他11名觉醒了蓝色领主之心的学员齐刷刷地看向叶雪。他们知道，只有觉醒了紫色领主之心的叶雪，才有足够的竞争力去竞争班长位置。清北大学班长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履历，对以后的人脉发展有相当的好处。最关键的是，只有班长才能竞选108届江南省联盟盟主，清北大学一省盟主，那是相当的有竞争力。历届江南省盟主只要不是太缺心眼，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同时，历届江南省盟主还有一个特定的圈子，只有江南省盟主才能进入的圈子。可以说，江南省盟主就是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都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谁都希望自己身边出一位大人物。季兰也在打量着叶雪，他对这位小学妹可是相当的了解。不仅仅是叶雪本身的天赋，还有叶雪背后站着的2位大佬。有些人出生就是在罗马，叶雪显然就是这样的人。可以说，哪怕叶雪在无尽宇宙大陆什么都不做，光是靠父母的援助都能混得风生水起。
季兰见叶雪没有表态，当即出声道：“我先带你们办理住宿，住宿分为单人间、双人间和4人间。4人间免费，双人间每人每月500，单人间每月1000。”季兰说罢，就在前面带起路。清北大学的效率很高，13人的住宿一会功夫就安排完毕。刘峰选了个方便办事的单人间。虽然以后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无尽宇宙大陆，但是有备无患，总有用得到的时候，毕竟宾馆不安全。9月1日，清北大学正式开学。刘峰不急不缓地来到第一教学楼南都班教室，此时教室已经有不少人，基本都是坐在前3排。刘峰环顾一圈，一下子就锁定了一个心仪的位置。他疾步来到最右边最后一排靠门的学渣宝座，刚一落座就收获了几道异样的目光。刘峰亦是微笑着一一回应，没办法，他的行为在全员精英的南都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随着时间的流逝，南都班的学员纷纷入场。徐图和几名29中的学员刚一教室就看到角落的刘峰，徐图眉头微皱，纠结了一会，最终还是带人坐到刘峰周围。刘峰诧异地看了眼徐图，这大兄弟的格局可以啊！就凭这一点，刘峰就能断定徐图以后的成就不会低，情商杠杠的。不说别的，但凡徐图以后有点什么困难，刘峰可能顺手就帮他解决了，这就是好感度的重要性。没过多久，叶雪和另外2位29中女学员沈月、陆无双联袂而来，3人环顾一圈后就坐到29中队伍的前排。第55章，竞选南都班长。3女的到来吸引的不仅仅是刘峰的目光，其他学校的男学员也都看直了眼。所有人的荷尔蒙瞬间爆棚，胆小的只敢用余光打量，胆大自信的已经开始打起小算盘。尤其是南都另外3大名校的佼佼者，更是目光火热的盯着叶雪。南室外的谭飞宇眯着眼睛盯着叶雪，低声呢喃：“这就是那位叶家千金吗？”南中华的秦明月满目欣赏，他对这位29中天才也是早有耳闻，今日一见当真是惊艳。可惜家有母老虎，有心而无力啊！秦明月感叹一声，随后便将目光转移，双眸也变得清澈起来。南一中的单虎则是霸道地看着叶雪，嘴角已经上扬的最大幅度。酝酿了一番后，径直上前自我介绍起来：“你好，叶雪，我是南一中单虎，很高兴认识你。”叶雪微微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很快，班主任李老就走进教室。季兰扫视了一圈教室内的学员，和他那一届一样，都是经典的5大团体。南都4大名校各自都有一个团体，剩下的学校组成最大也是最松散的团体。兰暗自腹诽，随后便将目光收回，轻笑道：“我叫季兰，是你们未来4年的班主任，这是我的通讯号码，有事没事都可以找我。”说着就在黑板上写下一串号码。另外，我也会和你们一起降临新生区，以后我们也算是并肩作战的队友。季兰一边讲话一边打量着班级几个重点种子，到目前为止他还是相当满意的。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让你们相互熟悉一下，并且选出咱们这一届南都班话事人。季兰话音刚落，教室内的气氛明显躁动起来。季兰微微一笑，规则很简单，就是推举制，有信心的学员可以上来做自我介绍，温馨提醒，适当的暴露底牌可以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哦。季兰说完便将讲台让了出来。坐在第一排的丹虎想都没想的站了起来，几步来到讲台，一脸严肃，丝毫没有之前的痞性。我叫丹虎，来自南一中，觉醒的是紫色领主之心，目前拥有2大史诗英雄、3大稀有英雄，还拥有1座史诗级兵种建筑，兵种类型为近战大刀兵。丹虎停顿了几秒，继续道：“选我当班长，别的好处没有，就是在你们攻略副本时，史诗大刀兵管够。”丹虎此话一出，顿时引起部分平民学员的兴趣。要知道，华夏所有领主的装备、技能、英雄召唤令、兵种召唤令等，大多都是出自秘境。虽然质量上比不上万界排位战的专属宝箱，但是这已经是他们为数不多能获得宝物的渠道。至于万界排位战，别说是平民，就是华夏最顶尖的那一波领主，都只能在里面碰碰运气。没办法，万界的强者实在是强得过分，华夏领主遇到他们基本都是惨败，别说是取得名次、获得专属宝箱，就是保本都有点难。每当有华夏领主挤进排行榜前100，并保持到最后获得专属宝箱，那绝对是华夏第一大消息。现在丹虎愿意帮助他们开荒秘境，哪怕不是免费的，那也绝对算得上是天大的好消息。丹虎满意的扫视了一圈，随后便鞠躬退场。季兰神色如常，内心却是给丹虎打了个90分。在他这里，能达到80分的，基本都有成为班长的可能。南师中的谭飞宇和南中华的秦明月对视一眼，接着便微笑着走上讲台。谭飞宇来自南师中，拥有3大史诗英雄、2大稀有英雄、1座史诗级兵种建筑、1座稀有级兵种建筑。
蛮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相对于个人英雄主义，本人更加崇尚运营，更加擅长集体作战。我的目标可不仅仅是新手区，而是新手区外广袤的天地，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团队。季兰目露金光地看着讲台上的谭飞宇，听完谭飞宇的讲话，连他都有种期待的感觉。实力强还擅长运营，画饼能力一流。想到这，季兰默默打了个99分。至于剩下的1分是给叶雪留的。秦明月眉头紧皱，他在犹豫要不要暴露自己的底牌。最令他头疼的是，后面还有一个叶家千金。叶家那2位可不是开玩笑的，随便拿出一点家底都不是他能够比拟的，毕竟那2位都是进过万界排行榜前100的存在。思索了一会，秦明月就有了决定。等到丹虎下台，他便缓步走到讲台上。我叫秦明月，来自南中华，拥有2名史诗级英雄，2名稀有级英雄，1座史诗级兵种建筑。和前面2位同学一样，我愿意为这个班级付出最大努力，谢谢。放弃了吗？季兰摩挲着下巴，将自己带入秦明月，略一思考就明白了为什么，算是可以接受的选择。季兰点点头，接着便将目光落在叶雪身上。第56章，江南省联盟盟主。我叫叶雪，来自29中，目前拥有1名传说级英雄，4名史诗级英雄，1座史诗级兵种建筑，3队传说轻骑兵。我叶雪有信心，也有能力带领大家一同走出新手区。叶雪的传说英雄、传说轻骑兵一出来，教室内的风向顿时变了。能进清北大学的都不是傻子，知道叶雪背景不用多说，不知道的也在此刻明白了叶雪的底蕴。尤其是叶雪还有天然的美貌优势，一下子俘获了一众学员的芳心。就连最有竞争力的谭飞宇也是苦笑着摇了摇头。在既有实力又有美貌的叶雪面前，他简直不堪一击。选举结果很快出来，叶雪毫无意外地当选108届南都班班长。季兰重新走上讲台，咧嘴笑道：“看大家的样子就知道对新上任的班长非常满意，我也一样。以后大家就是一个班集体，对内字不必多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商量着来。至于对外嘛，我希望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彻底打出咱们108届南都班的威名。远的不说，就江南省另外12个都市，必须给我干趴下，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一省老大。”季兰此言一出，下方的学员顿时炸开了锅。江南省13太保内斗已经不是1天2天，除了南都外，剩下的12大都市有一个算一个，都是1等1的反骨仔，一天天的啥事干，尽想着争第一。其中有以苏锡常3兄弟最为跳脱，实力也最为强劲。他们哥仨要是联起手来，护大财都得礼让3分，更不用说南都。可惜啊，3兄弟也是面和心不和，明面上你侬我侬，背地里都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一举将对方踩在脚下。老板你放心，我们指定干趴那群弟弟，好让他们知道一日为兄，终身为父的道理。别的不敢多说，同级之下我无敌，同级之上1换1，在下南都勿开，干就完事了。季兰欣慰地看着下方群情激愤的学员，他要的就是这份干劲，打倒一切的干劲。季兰双手虚按，示意众人安静一下。等到众人安静后，季兰微笑道：“我自然是相信你们，毕竟历来南都班都是最强的，怎么着都不能在你们手上跌落神坛。”季兰一句话就将所有学员架了起来，有着之前的豪言壮语，众人竟然产生一种不得第一就无颜见南都父老的感觉。谭飞宇暗暗啧舌，老班就是老班，一下子断了所有人的退路。这一番操作下来，就连他都不好意思有其他小心思。季兰见效果达成，继续道：“明天我会带着你们降临蓝星界新手区，在未来1个月内，所有人的目标就是保6争7，争取拿下1个月后的盟主选拔。”盟主选拔，一些平民领主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其中就包括刘峰。尽管刘峰对此一点都不在意，但是因为涉及到叶雪，他当即竖起耳朵认真聆听起来。盟主选拔规则很简单，就是比各大都市班级攻略秘境的数量和质量。攻略1座1级秘境积1积分，2级秘境积2积分，以此类推，1个月后积分最高班级的班长自动成为108届江南省联盟盟主。说到这，季兰扫视了一圈，认真道：“江南省各大都市班级的实力基本相差无几，想要获得最后的胜利，需要的不仅仅是实力，更需要智力。攻略秘境很简单，难的是如何保证自身发育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攻略更多的秘境。同学们，任重而道远啊！”刘峰听到这就失去了兴趣，一脸的意兴阑珊。要啥智力啊？他别的没有，就是实力强。11支12级神话军团爱谁谁。第57章，羿射9日，仙履御衣。第2天，南都班全员到齐。季兰沉声道：“所有人准备，已坐标
1080、4090为原点降临。随着季兰一声令下，刘峰亦是沟通领主之心，直接选择降临。叮，检测到领主是第一次降临无尽宇宙大陆，请选择降临地点：蓝星界华夏新手区，坐标1080、4000。叮，坐标选择完毕，开始降临。一阵眩晕感后，刘峰来到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叮，领地生成中。不等刘峰反应过来，他的周围就出现一座座的建筑虚影，不一会就由虚转实，正是他在新生试炼中获得的建筑。刘峰看着一座座熟悉的建筑，满目微笑，随即打开一道门户，开始召唤留在资源星球上的英雄和军团。很快，11大神话军团就在黄忠等人的率领下，一一展现在刘峰面前。刘峰看着660万乌泱泱的神话军团，心中一阵豪气冲天，因为这就是他未来征战万界的底气。万界很大，大到他都不知道有没有边际，但是刘峰知道，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他定能攀登到顶峰，一窥前人不曾见过的风景。黄忠等人缓缓聚集到刘峰身边，尤其是蔡文姬更是满目含春，一颦一笑都是勾魂夺魄。刘峰收敛了下心神，将黄忠和蔡文姬留下后，便让其他将军率领军团前去领地外围剿怪物营地。至于领地内的资源据点，刘峰暂时没有打的想法，主要是资源据点打下来需要农民维护开采，相对开采资源星球上裸露的资源效率太低，还不如将农民都留在资源星球上开采铁矿来到舒坦。刘峰抬头看向黄忠和蔡文姬，沉吟一番道：你俩暂时先将领的封锁，没有我的允许，不要放任何一个生灵进入我的领地。另外，附近的领主都是我的同胞，非必要情况下不要随意击杀他们，领民随意。是。黄忠、蔡文姬躬身应是，随后便带着各自军团将领的整个封锁。刘峰在两人走后，便来到领主小屋，准备开启新生试炼获得的神话宝物。西北玄天一片云，急急如律令，给老子开！叮，检测到宿主开启武器自选宝箱，请选择武器类型。弓箭。刘峰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自从回到蓝星，他就在思考他将来要使用的武器。考虑到自己不擅长近战，最终将主武器确定为远距离弓箭，这样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也能发挥自己强大的属性，再也不用躲在后面看戏。叮！恭喜领主获得神话级弓箭，翼射9日。翼射9日，神话，攻击力正 500%， 破甲正 50%。附带技能：1. 暴击，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有 50% 的几率暴击，射中要害 100% 暴击。2. 吸血，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将附带 10% 的攻击吸血。3. 印记，领主每击杀一名生灵，翼射9日都将获得1层印记，消耗印记可提升领主攻击威力。一次性消耗10层印记，领主提升1倍攻击；一次性消耗100层印记，领主将提升2倍攻击；一次性消耗1000层印记，领主提升3倍攻击，以此类推无上限。嚯！刘峰看着翼射9日的属性介绍，嘴巴都笑歪了。强，他只能说是真强。不仅有 500% 的攻击力加成， 50% 的破甲加成，还附带3大技能。暴击这玩意几乎是强者必备，只不过他们需要通过要害攻击才能达成。而刘峰有了翼射9日，简单的普攻都有 50% 的几率触发，输出伤害绝对提升一整个档次。吸血更不用多说，有了它，再配合上刘峰的爆炸属性，刘峰想掉血都难，续航能力直接爆表。最厉害的还要数最后这个印记，无上限的叠加攻击力，听起来就很恐怖，算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刘峰欣喜地把玩了一回弓箭，随后便拿出防具自选宝箱。叮！检测到领主开启防具自选宝箱，请选择防具类型。轻甲。叮！恭喜领主获得神话轻甲仙履御衣。仙履御衣，神话，防御正 500%， 免伤正 50%。附带技能：1. 抑制防御，使用后领主减免 90% 的抑制伤害，持续1分钟，冷却1小时。2. 无敌，在领主濒死时生成一道无敌防护圈，时间持续1秒，冷却1天。3. 复苏，使用后领主将恢复到最巅峰状态，冷却1天。哈哈，刘峰的眼睛都快笑没了，真是想啥来啥。要问刘峰现在最怕什么，当然是无视防御的抑制技啊，尤其是军团级的抑制技，简直就是所有强者的克星。现在有了这个抑制防御，虽然只有1分钟，但也足够让他死里逃生。至于后面的无敌和复苏，更是极品神技，一个锁血，一个满血恢复，直接将刘峰的生存能力拉到巅峰。要是这样，刘峰还能被斩首，那只能说他命中该绝。下面就是喜闻乐见的强化环节，就是不知道这20枚强化宝石
能将羿射九日和仙履玉衣强化到何种地步？刘峰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强化。叮！检测到领主使用了一枚神话强化宝石，请选择强化对象。羿射九日。叮！恭喜领主，羿射九日强化成功。下一次强化需要2枚神话级强化宝石。羿射九日神话强化+1，攻击力正500%，破甲正50%，眩晕正4%。附带技能略，有4%的几率眩晕吗？刘峰眉头微皱，就是这第2次强化有点高啊，竟然要2枚神话级强化宝石。算了，反正不是针对自己一人，继续强化。叮！感谢领主，羿射九日强化成功。下一次强化需要3枚神话级强化宝石。羿射九日神话强化+2，攻击力正500%，破甲正50%，眩晕正4%，击退正4%。附带技能略。叮！感谢领主，羿射九日强化成功。下一次强化需要4枚神话级强化宝石。羿射九日神话强化+3，攻击力正500%，破甲正50%，眩晕正4%，击退正4%，定身正4%。附带技能略。叮！感谢领主，羿射九日强化成功。下一次强化需要5枚神话级强化宝石。羿射九日神话强化+4，攻击力正500%，破甲正50%，眩晕正4%，击退正4%，定身正4%，禁锢正4%。附带技能略。羿射九日暂时只能先到这，剩下的10枚强化石还得用来强化仙履玉衣。刘峰将羿射九日收起，取出仙履玉衣继续强化。一连4次强化后，仙履玉衣的属性也最终定格。仙履玉衣神话强化+4，防御正500%，免伤正50%，免控正4%，格挡正4%，抗爆正4%，抑制防御正4%。附带技能略。接下来就是我最为期待的神话天赋和技能，希望也要像前面一样争气啊！第58章傀儡领主之心，鸠占鹊巢计划。西北玄天一片云，急急如律令，开！刘峰大喝一声咒语，他直接将手中的神话天赋卷轴撕裂。叮！恭喜领主获得神话天赋傀儡领主之心。傀儡领主之心神话，击杀一名领主后，可将残缺领主之心炼化成傀儡领主之心。傀儡领主之心享有正常领主之心部分功能，不可升级，等级由主领主之心决定。当前可炼化傀儡之心数量12。这……刘峰张大了嘴巴，惊讶到有点说不出话来。一时间，无数想法在他脑海中闪过。刘峰之前就想过要不要招募一些天才领主，组建属于自己的团队，但是考虑到华夏领主可能跟不上他的节奏，所以一直处于纠结当中。而这傀儡领主之心的出现，正好解决了他的疑虑。有了这个傀儡领主之心，他根本不需要其他领主，单凭他麾下的英雄就能组建一个联盟。刘峰整个一愣，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不玩个大的？刘峰的眼神不断闪烁，他在思索脑中想法的可行性。妈的，干了！刘峰说完就将所有英雄召集到身边，他环顾了一圈，沉声道：我有一个计划。黄忠等人闻言全都收敛心神，整个变得肃穆起来。因为历史原因，蓝星界目前有很多和华夏一样的国度，这些国度里有相当一部分对华夏不友好，不是针锋相对，就是暗中使绊子，这也是蓝星界实力较弱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准备将你们分散打入各国内部，执行鸠占鹊巢计划。一是汲取他们国度的养分，壮大己身；二是希望你们能够将他们的精英领主笼络到手下，间接性的实现蓝星大一统。刘峰此言一出，众将顿时变得跃跃欲试，他们能感受到刘峰的雄心壮志。对于他们这些历史名将来说，不怕主公志向大，主公志向越大，他们的动力越足，就怕主公眼界狭隘，取得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变得踌躇不前。黄忠犹豫了一下，还是站出来道：愿为主功效犬马之劳。只是在异国掠夺资源容易，想要笼络异国精英领主可能很难，毕竟我们只是主公召唤出来的英雄，在地位上天然矮了一头。刘峰轻笑道：黄老将军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刚刚新得到一个天赋，可以将你们全部转化为和我一样的领主。转化之后，你们可以建造特殊建筑，可以打造属于你们自己的附属军团，你们将拥有和我一样的能力。不仅如此，你们及你们的专属军团依旧可以享有我这边的属性加成，所以计划还是可行的。听完刘峰的话，在场的所有将军全都目光火热。在华夏所有将军心中都有一颗封狼居胥的心，他们也不例外。现在为国拓土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怎能不兴奋？刘峰目光灼灼地看着黄忠等人，铿锵道：关羽、张飞、张合何在？
关羽、张飞、张合三人快速上前，单膝跪地道：“末将在，令你们三人组成一个小队，即刻率领各自专属军团，前往漂亮国新生区，寻找到合适的领主目标后，我会过去帮助你们炼化领主之心。炼化完毕后，自由行动。”是。关羽、张飞、张合三将抱拳应是，随后便率领各自军团快速消失在众人视野。赵云、张辽、公孙瓒何在？末将在，令你三人组成一小队，即刻前往熊国新生区，寻找到合适目标后通知我。是。吕布、高顺何在？末将在，令你二人即刻前往阿三国新生区，寻找到合适目标后通知我。末将领命。吕布、高顺二人快速起身，集结完各自军团，就直奔阿三国新生区。等到各大军团消失在视野，刘封才看向剩下的黄忠、蔡文姬、韩龙，咧嘴笑道：“三位别看了，我这主公身边也得留点人手，要不然成光棍司令了。还有以后冲锋陷阵的事，都交给其他军团，我们几个的任务就是中规中矩的发育，原则是上事不打架，不惹事，不嘴嗨，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当然，如果遇到不长眼的，咱也不能放过他，晚上偷偷开船送门，召唤大军直接灭。”黄忠、蔡文姬、韩龙三人面面相觑，他们今天算是开了眼。什么叫稳？这就是别人不知道刘封的实力，他们还能不知道吗？可以说，只要11大军团齐聚，他们就有信心抗衡任何一位蓝星势力。三人惊叹的同时，也在窃喜，有这样成熟稳重的主公在，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敌军的斩首行动。先不说刘封的处事方式会不会惹到仇敌，就算是惹到了仇敌，也有在外杀伐的军团帮忙处理，根本不存在暴露的风险。仇敌的亲友就算是想报仇，也找不到刘封头上，当真是稳到了极点。饶是三人中最老练的黄忠都挑不出刘封的毛病，一个劲地抚摸着自己的胡须，不时点点头，眼中全是满意。刘封见三人没有说话的意思，于是继续道：“我们现在位于华夏新手区，安全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们平时打野的时候小心点，尽量不要在人前暴露自己和军团将士的实力，能打就打，不方便时就不打，我也不缺那点资源。玩过游戏的都知道，种地只是生存的手段，掠夺才是永远的主旋律。还有，我后面可能会陪同同学一起打秘境，你们到时候配合点，别表现得太过惊世骇俗，那样很不利于我低调行事。总之一句话，我这边能多低调就多低调，外战军团能多嚣张就多嚣张，主打的就是一个分割。”啪啪啪，黄忠三人忍不住的鼓起掌来。什么叫战略？这就是这样做的方式，除了刘封本人得不到曝光，不能出名外，几乎算是最稳妥的发育方式。白手套自古就是最干净的敛财方式。第59章万法归心，第12位英雄。刘封将自己的行事准则传递给黄忠等人后，便让他们继续在领地巡逻，自己则是继续未完成的强化。再三确认黄忠等人走后，刘封才神经兮兮的默念咒语：“西北玄天一片云，急急如律令，开！”死了。随即神话技能卷轴应声而裂。叮！恭喜领主获得神话技能万法归心。万法归心，神话，领主可以使用麾下英雄所有的天赋和技能。啊啊啊！刘封看着万法之心的属性介绍，彻底陷入癫狂。神技，一技顶万技的神技，有了它，刘封再也不用担心技能不够的问题。刘封为什么要留下16个 SSS 级专属宝箱？有一部分原因是想给后续军团留点底牌，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想给自己留一套技能。要不是最后的一点理智，刘封甚至想过都给他开了。好在是忍住了。刘封看着万法归心，暗暗松了口气。要是他没忍住诱惑，偷偷用了几个专属宝箱，那他真是哭都没地方哭。刘封是越想越美，拥有所有英雄天赋和技能的他就是无敌的，不论是攻击、防御还是辅助增幅，他都将毫无破绽。而且随着以后英雄不断增加，他的上限也会不断变高，各种天赋技能也会变得丰富起来。想到这，刘封念头一动，周身重力瞬间出现变化，他整个人无风自动，缓缓地漂浮起来。好神奇，这就是飞翔的感觉吗？刘封双眸放光地看着下方的领地。刘封不知道的是，他这边刚一升起，就被无数道目光锁定，正是负责巡逻的黄忠和他的定军神射营。在看到是刘封后，所有人才若无其事地收起手上的剑士。刘封丝毫没注意到这些，他此时正忘我地在空中来回飞翔，玩得不亦乐乎。过了好一会，刘封才意犹未尽地落在地上，看样子需要加大锻炼力度，要不然空有这么多技能都不知道怎么使用，怎么配合。
刘峰嘟囔着拿出随机神话英雄召唤令和专属神话兵种建筑，想了想，最终还是收了起来。神话5星确实有诱惑力，但是他暂时不差这几星。他又不是没能力，只要他想，随时可以堆出一支。只不过那样会严重拖累后续军团，毕竟传说和神话的属性相差相当的大。最关键的是，三国群雄之间很多都有羁绊，别看现在效果不明显，但是到了后期高端局，那份羁绊加成就是压倒对面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装备、马匹、天赋、技能、等级都相同的情况，英雄们拼的就是自身硬实力，动辄增幅4、5倍的羁绊加成，想想就刺激。强者对决，一丝一毫的差距都不容忽视，更何况是数倍的差距。想通了的刘峰当即来到酒馆面前，深吸一口气，就开始召唤第12位英雄。随着204800点灵能没入酒馆，一道身着狮盔绶带、银甲白袍的俊朗男子缓缓走出。男子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体圆背，手持长枪，缓步走到刘峰面前，身后还跟着一匹通体黑色的骏马。末将马超，拜见主公。刘峰下意识地上前扶起马超，同时内心暗喜，齐了，五虎上将齐了。也就在此时，不远处奔来一道红色残影，正是感应到羁绊激活的黄忠。孟起！黄忠快速翻身下马，来到马超面前，满目欣喜。黄将军！马超亦是满脸笑容地迎向黄忠。哈哈，可惜云长、翼德、子龙他们不在，要不然我们5人可得好好聚一聚。黄忠仰天大笑，显然对马超的到来开心到了极点。刘峰没有打扰两人的寒暄，而是打开了马超的属性面板。看着有点刺眼的传说，刘峰直接使用5枚神话英雄碎片，将之晋升到神。马超还在与黄忠含蓄的马超顿时陷入呆滞，他先是难以置信地看了下自己，接着震惊地看向刘峰。谢主公恩赐！马超那头便拜，满脸都是激动。就在刚刚，他感到自己晋升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境界，自身属性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峰轻轻将马超扶起，微笑道：资源有限，暂时只能将你们提升到神话，等后续资源充足了，再将你们一并提升到极限。马超的手微微一颤，随后便恢复正常。全凭主公做主。刘峰微微点头，轻笑道：马将军稍等，我这再帮你开2个技能。这……马超怔怔地看着刘峰，一时有点跟不上刘峰的节奏。刘峰也没有在意，我行我素的开了2个箱子。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空间闪烁。空间闪烁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无视地形进行短距离闪烁，闪烁距离等于1米使用者等级，冷却10分钟。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空间切割。空间切割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对指定空间进行切割，造成伤害的同时切割指定空间内一切物体。切割长度等于 0.1 米使用者等级，冷却1小时。空间系。刘峰诧异地看了眼手中的技能介绍，随后便将2卷技能卷轴交给马超。有着万法归心，英雄的就是他的，所以他一点都不心疼。马超接过2卷技能卷轴，轻轻扫了一眼，顿时心头巨震。2个技能竟然都是 SSS 级，而且还是稀有的空间系。主公，这2个技能实在是太过贵重，刘峰挥手打断马超道：马将军不必在意，这些只是标配，每一位将军都有。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那就在以后多打点宝箱，给后来的将军多准备点。马超毫不犹豫地抱拳道：末将领命。刘峰等到马超将2个技能学习完毕后，缓缓打开了他的属性界面。第60章神马超西凉铁骑。神马超神话等级12，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518994，力量31140，防御20766，速度31140，精神20766。专属军团西凉铁骑神话。专属武器虎头战金枪，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专属坐骑李飞沙，传说可升级，速度正40%。羁绊五虎上将已激活，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技能1，空间闪烁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无视地形进行短距离闪烁，闪烁距离等于1米使用者等级，冷却10分钟。1，空间切割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所属军团将士可对指定空间进行切割，造成伤害的同时切割指定空间内一切物体。
军团天赋：一、意志穿透，西凉铁骑每一击都将附带意志穿透，无视敌军50%的防御。二、雷霆锁链，西凉铁骑每一击都将附带雷霆锁链，随机对主目标周围6个敌方单位造成20%加等级的范围伤害。看看这属性，其他领主英雄还在几十几百徘徊，咱们已经开始破万，咱不无敌谁无敌？刘峰美美的关掉马超的属性面板，直接召唤出60万西凉铁骑。西凉铁骑神话，等级12，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7301，力量2595，防御1731，速度2595，精神1731。武器长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剑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坐骑黑马普通，可升级，速度正10%。天赋意志穿透，雷霆锁链，主将马超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刘峰看着乌泱泱的60万西凉铁骑，心中已经有了安排。他准备安排马超当华夏的冲锋代表，负责冲刺一切花里胡哨的活动。现在唯一的难处就是如何获得傀儡领主之心，国外的还好，随便击杀就是。至于华夏的领主吗？还是要慎重，坚决不能滥杀无辜。所以先来个钓鱼执法吧。打定主意的刘峰当即让马超出去溜达，没事打怪物营地，看看能不能遇到不长眼的领主。一旦遇到，那就不好意思了。为民除害是每一个华夏民众的责任和义务。刘峰在马超等人走后，便上线吕布的10项全能，开始熟悉的日常锻炼。和之前不同，之前的锻炼是为了掌控暴涨的力量，而现在的刘峰早已将力量运转自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10项全能，慢慢突破自己的极限。刘峰这边还在忘我的锻炼，华夏新手区聊天频道，一条付费置顶消息突然弹出。卧槽卧槽，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尼玛新手区里面竟然出现100万级军团！这一信息仿佛是一条导火索，瞬间引爆了华夏新手区聊天频道，一条又一条的付费置顶消息接连弹出。你也看到呢？我还以为我出现幻觉了，一色的骑兵加步战军团，一眼看不到头。不是说高等级的领主进不来新手区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军团出现？华夏官府是不是应该出来解释一下？是我看错了吗？我看到的是飞行军团加步战军团啊！飞行军团？不能够吧？兄弟，你坐标在哪？ B 区啊？啥？我 F 区的。我 B 区。我 F 区。我 G 区。我靠！竟然不止一支军团。华夏新手 F 区，关羽、张飞、张合一路急行军来到华夏与漂亮国新手区交界处。关羽端坐赤兔马背，右手举起青龙偃月刀，遥指前方。二位将军，前方就是主公所言的漂亮国新手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取代一名漂亮国领主，然后打入漂亮国内部，整合漂亮国内的所有精锐领主。所以我建议我们暂且分散开，悄然行动，待到顺利潜入漂亮国后再行雷霆手段。张飞、张合二人闻言全都点头表示赞同。关羽见二人没有意见，便将目光转移到不远处的漂亮国新手区，略一思考，就带着一支万人队悄然前行了过去。张飞和张合对视一眼，亦是带着一支万人队向漂亮国新手区进发。漂亮国新手区内，一名已经达到5级罗布拜伦的正在率队围剿一座4级怪物营地。眼见就要完成最后的围杀，罗布拜伦突然看到一道赤红色身影正在快速冲向他。一个人抢怪。罗布拜伦眉头微皱，他有点看不懂对方的行为。出于谨慎，罗布拜伦还是在身边集结了300将士。看着越来越近却速度不减的关羽，罗布拜伦冷哼一声，当真是找死。说完便对身边300将士下达了攻击命令。然而就在300将士举起长刀准备砍向关羽时，关羽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一刀劈向满脸不屑的罗布拜伦。蓄势一刀斩。哪怕是没有续上势12级神，关羽的属性依旧可以碾压罗布拜伦的军团。只见关羽一刀下去，挡在他前面的将士以及反应不及的罗布拜伦齐齐被劈成2半。叮！你的英雄关羽击杀了一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324269，木材326812，石料406289，铁矿32060，灵能10800，灵石3600。锻炼中的刘峰动作一致，开始了吗？他的话音刚落，就收到关羽的消息，说是已经成功击杀一名领主，传送门也已经建好。刘峰快步来到领主传送门处，一步跨入，下一秒就来到了关羽面前。见过主公。关羽上前一个作揖。刘峰微微点头，随后便拿出刚刚获得的那枚残缺领主之心，来到罗布拜伦尸体面前。
随着刘峰开始炼化手中的残缺领主之心，罗布拜伦的尸体上也开始出现变化，化作点点星光没入刘峰手中的残缺领主之心。不一会儿，一颗闪烁着黑光的傀儡领主之心就顺利炼化而成。第61章9大英雄领主被锁定的清北大学。傀儡领主之心，非领主生灵使用后，可成为一名傀儡领主，主领主对其拥有绝对的掌控权。刘峰随意看了下傀儡领主之心的属性，便将之交给了关羽。关羽接过傀儡领主之心，当场就选择使用，他的属性面板也随之变化。关羽，神话，等级12，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86499，力量5190，防御5190，速度5190，精神3461。专属军团笑刀手，专属武器青龙偃月刀，专属坐骑赤兔马。羁绊五虎上将，已激活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 500%。 技能1意志转换 SSS 级军团技，2死亡抗拒 SSS 级军团技。军团天赋1蓄势一刀斩，2唯心斩断。傀儡领地未命名，所属关羽，等级12级，面积1024000平米，领名0，笑刀手属于刘峰领地人口。建筑传送门，可见建筑酒馆、军营、箭塔、围墙、仓库、良田、采石场、伐木场、营地、传送门、屏蔽塔、精神链接塔、增幅塔、力、增幅塔、速、增幅塔、防、增幅塔、神、增幅塔、血。资源0，可与主领地共享。灵能0，可与主领地共享。灵石0，可与主领地共享。成了！成为傀儡领主的关羽不仅拥有所有领主权限，甚至还能共享他的领地等级和一些特殊建筑，这简直比开挂还狠。以后关羽根本不需要攒资源升级领地，只需要莽，一直莽，打下的资源全部集中到刘峰手上，通过刘峰升级来带动他的等级。如果碰上硬茬子，那就偷摸着摇人。有刘峰12大军团作为后盾，加上刘峰充足的资源，谁来都得被干趴下。关将军，你现在的感觉如何？正在体会自身变化的关羽听到刘峰的问话后，满是郑重道：回主公，我现在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好。跟随主公作战的这段时间，我大体了解过领主的运作模式，所以请主公放心，末将必定能够圆满完成主公交代的任务。刘峰对这位威震华夏的关二爷还是有所了解，在军团作战上胜过自己不知多少，自己没必要过多智慧，安心在领地等好消息就是。也就在这时，刘峰的面板开始接连弹消息。叮！你的英雄张飞机杀了一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124269，木材126812，石料206289，铁矿22060，灵能1800，灵石1600。叮！刘峰顾不上看完消息，便轻声道：关将军，漂亮国这边就交给你和另外2位将军，我先去帮其他将军成为领主。末将自当竭尽全力，定不负主公重托。刘峰点点头，随后便消失在传送门中。关羽看着刘峰消失的背影，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他打开只有领主才有的蓝星界权地图，很快就锁定漂亮国核心区域，在一声厉喝中，带着60万笑刀手浩浩荡荡的席卷而去。有了一次炼化经验，刘峰很快就将9大外派英雄晋升成英雄领主。至此，刘峰的偷天换日计划正式启动。华夏领主战略部，10几名最低大校军衔的参谋正围着一张地图指指点点。这时，一名配有上帅肩章的中年男子快步走了过来。上帅，上帅！林峰微微点头，一脸肃穆地问道：有结果了吗？一众参谋闻言全都一致，领头的少帅参谋傅方沉声道：这3支军团在华夏完全没有记录，各大战区、大学、世家都已经确认过，都没有记录。上帅请看这3支未知军团最后出现的地方，分别是在华夏与漂亮国、熊国、阿三国的交界处，也就是这里。傅方说着就拿起马克笔，在新生区地图上圈出3个坐标，接着又在3个坐标后方不停地圈出一个个坐标。这些坐标都是3支未知军团路过的地方。从这些坐标不难分析，这3支军团是相当的霸道，一路都是直线前行，根本没有避讳的意思，直至抵达目标点。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只见傅方快速将所有坐标点连成一条直线，并将之延长，直到3条直线在一个点交汇。傅方指着交汇点，一脸亢奋道：上帅，根据3支军团的行事风格，他们很可能就是从这个点出发。林峰沉吟片刻，缓声道：
你的意思三支军团属于同一个势力？傅方微微颔首，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概率相当的大。林峰沉默了一会，轻声问道：那个交汇点坐标查明了吗？属于哪一方势力？傅方缓缓吐出4个字：清北大学。清北大学？怎么会是清北大学？林峰的瞳孔止不住的放大。作为华夏最高学府，清北大学无论是在华夏军部还是各方势力，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林峰眼神不断闪烁，最后缓缓道：这件事就此打住，交汇点的事不要向外透露，否则军法处置。是。刘峰并不知道华夏战略部已经将目光锁定清北大学，他此时已经回到领地，正在研究属性面板上新出现的一些功能。联盟、聊天频道、交易大厅、排行榜。刘峰点开联盟，赫然发现他已经被加入一个叫108届南斗班的联盟。刘峰悄摸着点进联盟频道，一条联盟公告高高的置顶在最上方，所有人优先开荒自己领地内的资源据点，其次尝试围剿野外的怪物营地，最后有能力者可以组队攻略秘境。公告下面则是一条条滚动的聊天信息。第62章，图榜的刘峰。秦明月，大家开荒时注意先侦查一下，兵种之间的克制非常厉害，尤其是在越级开荒时，更要注意兵种之间的克制。季兰，资源据点总结：一、普通兵种尽量不要选择开荒同级或者高于自己等级的资源据点。二、稀有兵种可以考虑同级开荒，兵种克制的话，可以尝试越一级开荒。三、史诗兵种自行摸索。野外怪物营地总结：史诗兵种可以考虑同级或者越一级围剿怪物营地，其他等级兵种暂时不要碰同级怪物营地，收获和损失不成正比。没事不要浪费太多灵能去赌英雄，前期优先保证自己的发育。丹虎，哈哈，我刚刚开荒了一块7级资源据点，木材每天加6400。谢震，丹虎老大666，什么时候攻略秘境带我一个呀？丹虎，好说好说。刘峰看了一眼就关掉了联盟聊天框，着实没啥吸引他的地方。他随手打开了聊天频道，顿时轻咦一声，只见整个华夏新手区聊天频道都在讨论神秘出现的3支100万军团。我和你们说，3支军团中有一支最后进入了漂亮国新手区，很可能就在执行某种特殊任务。别逗了，哪有这样执行任务的？照你这样说，我倒是觉得这3支军团是在我们这执行任务顺利完成后才敢这么嚣张的离去。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强的军团能够自由出现在新手区，有没有巨佬解释一下？3支军团的风格我都看了，我怀疑这是属于同一领主。楼上2笔，鉴定完毕。+1，+10086。看着众说纷纭的华夏新手区聊天频道，刘峰微微一笑，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刘峰心情愉悦地关掉华夏新手区聊天频道，又打开了华夏聊天频道。令他没想到的是，华夏聊天频道比华夏新手区聊天频道还要炸裂。妖兽军团排行榜被屠榜了，日尼玛，整整12支神话军团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整个蓝星不是说没有神话军团吗？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啊？妖兽装备榜也冒出2件神话装备，出息了！华夏竟然有4支神话军团，不过其他国也不差，漂亮国3支，熊国3支，就连阿三国都有2支。最新消息，屠榜的9支神话军团的领主都是12级。根据我的持续盘查，匿名的3支军团应该和等级排行榜上新出现的匿名强者有关。666，不愧是真香地。排行榜吗？刘峰好奇地点开排行榜。等级榜、军团榜、装备榜。等级榜：1. 华夏龙战15级。2. 漂亮国川普15级。3. 熊国南斯15级。4. 阿三国摩迪15级。5. 扶桑岛德仁15级。6. 日不落李希苏15级。7. 德意志奥拉夫15级。8. 高丽金恩15级。9. 泡菜国尹月15级。10. 埃及法老15级。叮！检测到领主激活等级排行，当前排名第88位，目前为匿名状态，是否选择显示姓名？否。刘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否，有一众英雄顶在前面就行，他就不上去凑热闹了。就是蓝星第一梯队的等级竟然是15级。刘峰摸索着下巴，略显惊讶地看着等级排行榜的各国强者，这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真不愧是各国代表人物，就是有钱，就是不知道战斗力怎么样，想来是不会太差吧，毕竟那么有钱。刘峰带着思索点开了军团榜。军团榜：1. 西凉铁骑神话马超华夏。2. 笑刀手神话关羽漂亮国。3.
常山突骑兵，神话，赵云，熊国。4. 滨州狼骑，神话，吕布，阿三国。5. 燕云铁骑，神话，张飞，漂亮国。6. 虎贲卫士，神话，张辽，熊国。7. 陷阵营，神话，高顺，阿三国。8. 大己氏，神话，张合，漂亮国。9. 白马一从，神话，公孙瓒，熊国。10. 定军神社营，神话，匿名，华夏。11. 余英法师团，神话，匿名，华夏。12. 光影刺客，神话，匿名，华夏。13. 魏武卒，传说，龙战，华夏。14. 海豹突击队，传说，川普，漂亮国。注：本小说不存在热武器，漂亮国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出名军团。15. 斯拉夫政府军团，传说，南斯，熊国。16. 象甲军团，传说，摩迪，阿三国。丁检测到领主激活军团排行，当前排名第10、11、12位，目前为匿名状态，是否选择显示姓名？否。刘峰依旧选择匿名，要不是系统将他的军团自动排了进去，他甚至连军团名都不想录。看着被自己图榜的军团榜，刘峰眸底闪过一抹笑意。有一说一，这种图榜的感觉可真不错。刘峰嘟囔了一句，就开始研究各国强者的军团。和他预想的一样，各大强者军团等阶都是传说，并没有突破神话的存在。想来也是，他的那些神话英雄碎片可都是在新生试炼最后几天获得。一般人没点奇遇，可能连神话英雄的面都见不到，更不要说是击杀，哪怕是一国之主也不行。刘峰只看了一会就关掉了军团榜。没办法，拥有12支神话军团的他，很难对传说军团再产生兴趣。装备榜：1. 羿射9日，神话，匿名，华夏。2. 仙履玉衣，神话，匿名，华夏。3. 屠龙刀，传说，龙战，华夏。丁检测到领主激活装备排行，当前排名第2位，目前为匿名状态，是否选择显示姓名？否。刘峰这边刚选择完，他的属性面板上就弹出一条消息提示：蔡文姬，主公，领地外有人找。第63章，第一次下秘境。刘峰看到蔡文姬的消息，没由来的一阵慌张，因为他只给过一人领主坐标，那就是叶雪。刘峰一个跃身从床上跳起，随后快速冲出领主小屋，直奔蔡文姬所在方向而去。很快，刘峰就看到一副令他毛骨悚然的场景。只见蔡文姬带着一队余音法师径直将叶雪和一队骑兵堵在领地之外，不远处则是悠闲看热闹的黄忠。刘峰硬着头皮来到剑拔弩张的蔡文姬和叶雪面前，笑呵呵道：误会，都是误会。哪知蔡文姬扭头惊讶地看向刘峰：主公，谁误会呢？一旁的叶雪亦是好奇地看着刘峰。刘峰暗自腹诽，看样子还真是误会，是自己误会了。刘峰偷瞄一眼两人，见两人确实没什么，才咧嘴笑道：叶雪，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麾下英雄蔡文姬。叶雪眼眸流转，轻笑道：我知道，蔡姐姐什么都告诉我了。刘峰心中一咯噔，艰难地扭头看向蔡文姬：什么都告诉你呢？蔡文姬捂嘴一笑，眨巴着眼睛，一句话都没说。就在刘峰想着怎么办时，叶雪缓步上前问道：刘峰，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呢？要不要一起攻略秘境？刘峰此时正愁怎么转移话题，见叶雪问话，连忙回道：好啊，人生中的第一个秘境，我也非常期待。时间你来定，我都可以。叶雪微微点头，我看你麾下的英雄和军团都在巡逻，想来是完成了开荒，不如现在就去。可以。刘峰一边答应，一边算了下5级领主应该拥有的将士数量。想好了的刘峰召来黄忠：黄将军，你去召集1000将士，随我一起出去一趟。说完就看向满是笑意的蔡文姬：文姬，领地就先交给你了。蔡文姬盈盈一笑：妾身遵命。黄忠很快就召集了1000定军神射手，径直来到刘峰身后站定。叶雪略显惊讶地看着黄忠以及他身后一声不吭的1000将士，怎么感觉刘峰的军团有点强啊？叶雪内心狐疑，在无尽宇宙大陆上，军团和军团之间的差距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不同等阶军团之间的气势还是有所区别。有见识的人可以从某支军团的整体气势大概分辨出这支军团的等阶，而刘峰这支军团给他的感觉，甚至还要比自己的史诗军团还要强烈。刘峰看着怀疑人生的叶雪，莞尔一笑。有着屏蔽塔在，他丝毫不担心自己暴露，最多也就是被怀疑。自从看过排行榜，刘峰就知道在蓝星他已经没有敌手。他之所以一直隐藏自身，
并不是害怕在蓝星界出什么事，而是害怕被万界研究针对。人都会有弱点，他也不例外。但是只要他一直处于幕后，那就没有人可以针对到他。毕竟谁会没事去研究一名路人甲呢？就算是运气不好，遇到不要命的脑残，那也只会是一些歪瓜裂枣，对他根本造成不了威胁。再说了，即便暴露一些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谁又能拒绝人前显圣、富贵还乡这种感觉呢？我们走吧。刘峰轻笑道。叶雪微微颔首，没有再多想。刘峰跟着叶雪一路来到一处5级秘境，秘境外是叶雪早就准备好的1000史诗刀盾兵，再加上他的3队传说将士，叶雪算得上是倾巢而出。叶雪向刘峰发送了一个组队请求，两人刚一组队成功，叶雪就迫不及待地看向刘峰的面板，可惜还是处于屏蔽状态。叶雪一脸诧异地看向刘峰：“你有特殊屏蔽建造？”刘峰轻轻点头：“是啊，运气好，在新生试炼中获得了一个屏蔽塔建筑，可以屏蔽一切探查。这个属于屏蔽塔的被动，除非是拆掉屏蔽塔，否则我也没办法。”这样啊。叶雪听完刘峰的解释，只是微微蹙眉，并没有继续追问。我们进去吧。叶雪说完就带头进入了秘境，刘峰亦是紧随其后，只不过在进去之前给了黄忠一个你懂的眼神。黄忠为难的点了点头，让一个12级的神话军团打一个只有5级的普通秘境，他着实有点不知道该用几分力。叮，领主已进入5级稀有扭曲秘境，击杀秘境守卫有几率获得对应等阶装备，通关秘境可获得 C、D 级宝箱。注：1. 普通级秘境可获得 E、F、G 级宝箱，稀有级秘境可获得 C、D 级宝箱，史诗级秘境可获得 A、B 级宝箱，传说级秘境可获得 S、SS 级宝箱，神话级秘境可获得 SSS 级宝箱。2. 领主等级高于秘境等级者没有奖励，秘境奖励还可以，就是听说蓝星界目前气运不够，连传说级秘境都刷不出几座，更不要说神话级秘境。刘峰一脸惋惜地关掉面板提示，随后开始打量起这座扭曲秘境。秘境空间很宽敞，2000多人在里面没有丝毫拥挤的感觉。不远处一群树人模样的怪物正在集结。扭曲树人，普通，种族树人，等级5，属性血量80，力量10，防御10，速度8，精神8，技能捆绑抽打。树人头领，稀有，种族树人，等级5，属性血量125，力量15，防御15，速度13，精神13，技能捆绑抽打，生机勃勃。看完树人的属性，刘峰整个人都麻了，就这点血量，他的神话将士碰一下都得死啊！刘峰扭头看向身后的黄忠，发现黄忠此时也是罕见的皱眉，想来是在烦恼怎么放水。感应到刘峰的目光，黄忠微微摇头，示意这水可能真放不了。也就在这时，叶雪来到刘峰身边，徐徐道：“刘峰，我的刀盾兵会在前面开路，你让你的弓箭手军团注意配合。”刘峰闻言一脸无奈道：“叶雪，我在新生试炼中有点机遇，我的军团将士可能有点强。”有多强？大概能一剑秒了对面树人头领那么强。第64章索然无味的秘境。叶雪整个人一滞，转头斜视刘峰道：“传说军团。”刘峰沉默着没有说话，一副默认的样子。叶雪一脸了然，随后皱眉道：“那也不对啊，传说将士的属性我知道，哪怕是加上武器也不足以秒杀树人头领，所以你的等级不是5级。”刘峰讪讪的点了点头，他现在有点慌，他在想，要是叶雪询问他的等级，他要不要如实回答？如实回答吧，多少有点惊世骇俗，毕竟一个新生试炼就能达到12级的存在，别说是蓝星，就是万界都不一定有。不说吧，好像也有点不好。就在刘峰陷入纠结时，叶雪若有深意的看了眼刘峰，随后便轻笑道：“亏得我之前还想着带你飞，现在倒好，反过来变成你带我了。赶紧的，让本姑娘看看你这大腿够不够粗，你不能是吹牛的吧？”“不能。”刘峰下意识道，接着就给黄忠下达了进攻命令。黄忠见不用费劲放水，也是开心的不行。只见他右臂微抬，身后1000定军神射手全都整齐划一的张弓搭箭，放！嗡嗡嗡！随着黄忠一声令下，上千支箭矢齐齐覆盖向不远处的树人阵地。叮！你的定军神射手击杀一名5级扭曲树人，获得灵能加80。叮！你的定军神射手击杀一名5级树人头领，获得灵能加80，灵石加5。刘峰毫无波澜的关掉面板提示，对于拥有赵毅资源的他，这点资源已经不足以引起他的兴趣，反倒是一旁的叶雪惊讶的小嘴微张，
一时有点说不话来。他虽然也有心理准备，但是当他真正看到数百数人被刘峰一轮秒杀时，他还是被震惊到了。好强！叶雪下意识呢？难道？刘峰见状也是一脸得意，说到底他还是一名青少年，哪怕是两世为人，也扛不住心仪对象的崇拜。走吧，看样子还要几轮才能结束。趁着今天有空，我带你多刷几个秘境。好。叮！你的定军神射手击杀一名5级扭曲树人，获得灵能加80。再次秒杀了一片树人军团后，刘峰和叶雪来到秘境最后一关。入眼的是一片树人头领和一头高大的树人。扭曲树人王，种族树人，等级5，属性血量229，力量29，防御29，速度23，精神23。技能捆绑、抽打、生机勃勃、召唤树人。吼！扭曲树人王一见到刘峰和叶雪就发出一声怒吼，急吼吼地率领树人军团向两人冲去。然而黄忠只是一个抬手，身后的定军神射手就是一轮箭雨，瞬间将包括扭曲树人王在内的所有树人定杀当场。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名5级扭曲树人王，获得灵能加80，灵石加10。叮！恭喜领主通关5级稀有扭曲秘境，获得宝箱0。刘峰看着消息顿时被气笑了，好一个0，当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刘峰刚出秘境就听到叶雪惊喜道：刘峰，我获得了一枚 C 级宝箱耶。是吗？ C 级宝箱应该能开出好东西吧？刘峰问这话是真心的，自从成为领主以来，他开的一直都是 S 级以上的专属宝箱，对于这种低级宝箱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喏，你自己打开看看。叶雪直接将 C 级宝箱递给刘峰。我不是这个意思。刘峰愣神道：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给你。刘峰一听这话，顿时将想要拒绝的话咽进肚子。开玩笑，妹子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要收下。要知道，你收的不是东西，而是妹子的心。那我就不客气了，作为回报，我今天带你刷遍新手区秘境，等级不限哦。一旁的黄忠叹气的摇了摇头，还是太年轻啊，性子还得练。叶雪也眸流转，好啊，那本姑娘今天就躺好了，可别到关键时候说不行哦。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刘峰惊为天人的看向叶雪，在发现叶雪一脸认真后，遂严肃道：男人怎么能说不行？你躺好就行。好啊，真男人说到做到。刘峰愣是花了一天时间，带着叶雪刷了24个秘境，平均1小时一个。要不是秘境不好找，刘峰估计能将新手区的秘境都给他刷了。叶雪领地外，一脸满足的叶雪满眼欣喜的和刘峰道别：再见，再见。叶雪看着刘峰慢慢消失的背影，一时陷入沉思，头也不回地对着身后的一名英雄道：庆之，能看出刘峰麾下那名将军和军团的深浅吗？一身白袍的陈庆之沉声道：具体实力末将看不出来，但是末将能肯定的是，对方随便一名将士都比末将要强。最关键的是，这明显不是对方的全力。在击杀树人时，那些将士的箭矢都是信手拈来，非常随意的就能秒杀掉任意一头树人，全程连一个技能都没有放过，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叶雪依旧在看着刘峰消失的地方，缓声问道：所以你认为刘峰那支军团属于哪种情况？陈庆之思索一番道：这种情况要么是等级特别高，要么就是等阶比较高，甚至可能是两者都有。等阶？你怀疑刘峰那支军团是神话军团？叶雪淡漠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丝惊容，她非常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难道刘峰真的是那名匿名的华夏强者？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我非常确定刘峰是和我一天觉醒的领主之心，中间只隔了2个月时间，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发育到如此地步。要知道5级之后建筑升级时间非常夸张，除非是刘峰得到某个势力全力资助，否则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夸张的12级。最重要的是，那名匿名强者很可能拥有3大神话军团，2件全蓝星唯2的神话装备，根本不可能是一名新生领主所能拥有的。陈庆之并没有反驳，他只是将自己的猜测阐述给叶雪，至于其中逻辑，他也分析不出来。刘峰，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第65章万界排位战。在回领地的路上，黄忠缓步走在刘峰身旁，眼神闪烁地问道：敢问主公，那明明为叶雪的女子，可是对主公非常重要？刘峰的脚步一顿，扭头好奇道：黄将军，何以有此疑问？黄忠想了想，最终如实道：主公今天的所作所为，有悖您一贯的行事准则。以我对主公的了解，第一次下秘境或许是偶然，但是一整天的下秘境，甚至不惜暴露部分定军神摄营的实力，
想来是有原因的。所以这是主公给他的选择，亦或者是考验。刘峰轻叹一口气，算是吧。其实我只是一个俗人，贪财好色，样样俱全，甚至还有点小虚荣心。隐藏实力这个大方向肯定是不变的，但是对于稍微暴露点底牌，我还是不介意的，哪怕这个底牌在别人眼中很不可思议。黄忠轻声道，所以主公将选择权交给了他。刘峰自嘲一笑，怎么样？这么做是不是很傻？黄忠哈哈大笑，主公真性情也。刘峰和黄忠很快就回到领地，打了一天的秘境。刘峰对于华夏目前的现状也有了大概了解，基本算是农耕时代，虽然野外怪物营地、秘境这些都不缺，但是都很低级。能够产出高级宝箱的史诗传说秘境少得可怜，且很多都被大型势力给垄断，普通领主很难有出头机会。难怪很多人将新生试炼当成一次鱼跃龙门的机会。刘峰嘟囔着打开了最为期待的万界排位战。万界排位战规则：一、万界排位战目前分为个人战、3人团体战、100人团体战3大模式，其中根据等级又分为10到19级、20到29级、30到39级、40到49级4大等级赛事。二、万界排位战采取积分制，初始积分为1200分，每胜一场积15分，输一场扣10分，每个自然月底结算。每月积分排名前10者奖励 SSS 级专属宝箱，积分排名前50者奖励 SS 级专属宝箱，积分排名前1000者奖励 S 级专属宝箱。注：奖励可累计，累积10次可获得更高品阶的奖励。三、报名万界排位战者，每个自然月只有3次认输机会，3次认输后再次参与万界排位战将只有战死或者对方投降2种选择。注：只可以在未开战之前1分钟内和军团损失超过20%认输。四、万界排位战中只可以召集领地现有的军团，万界排位战期间，所有阵亡英雄和将士不可通过任何形式补充。个人战、3人团体战、100人团体战吗？刘峰心中已经有了打算，个人战不用多说，他和所有傀儡领主都会报名，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凑齐人数才能报名。刘峰说着就尝试报名3人团体战，果然有人数限制吗？刘峰想了想，直接联系上阿三国的吕布和高顺，让2人和他组成一个团队一起报名。刘峰同时还通知了漂亮国3人组、熊国3人组，让他们分别报名个人战和团体战。至于马超，只能先打个人战，等后续升级再帮他单独组一队。倒是这认输机制有点有趣啊。刘峰饶有兴趣地看着第3条规则，只有3次认输机会，一旦3次机会用完，还想继续排位的话，那就真的是在赌命了。但凡运气稍微差一点，遇到克制自己的领主军团，指定是哭都没地方哭。还有这第4条，只能召唤领地现有军团，禁止补充英雄和将士。刘峰只能说克老被史诗级削弱。刘峰莞尔一笑，确认没有问题后，他就召集来黄忠、蔡文姬、韩龙3人，将自己准备打万界排位战的消息告知了他们。3人全都点点头，询问了一些细节后，便转身离去，开始集合各自的军团。等到黄忠安排好领地防务，刘峰便开始了他的第1场万界排位战。叮，已经匹配到对手，请领主做好传送准备。嗡，一阵轻微眩晕感后，刘峰以及身后一众英雄军团就降临到一处圆形战场。刘峰环视四周，整个战场一览无余，和古代罗马竞技场一样，四周都是厚实的高墙。不同的是，圆形战场没有观众席，只有面板没有情绪的提示不断响起。叮，请领主开始准备，3秒后战斗正式开始。倒计时3、2、1，战斗开始。随着面板提示结束，刘峰正前方突然出现一支数量在25万左右的军团。妖族的妖夏和往常一样，在倒计时结束时就想要指挥大军压上去。可当他看到刘峰的2大军团时，整个腰都不好了。呸！又是被系统制裁的一天，竟然直接排到了15级的强手，这是要断我连胜啊！120万吗？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希望是个纸老虎吧。妖夏叹息一声，就开始调集军团，显然是没有放弃的打算。另一边的刘峰安静地看着对面调兵遣将，他只是扫了眼对方将士数量，就大体判断出对方的等级。与此同时，在刘峰的视野里，60万光影刺客已经悄无声息地摸向对方。等到光影刺客军团运动到对方军团周围时，刘峰知道这场战斗已经失去悬念。果不其然，在妖夏将军团彻底展开后，光影刺客开始行动了。一幅诡异的画面也就此形成，几乎每一名妖夏军团将士对面都有着1到2名光影刺客。开启光影扭曲的光影刺客实在是顶，就那么直直地站在对方面前，对方都感觉不到。不仅如此，
一部分光影刺客更是迂回到腰下周边，只等刘峰一声令下，就能将之直接斩首。被包围的腰下没有丝毫感觉，只是狐疑地看向刘峰所在的方向，他有点搞不懂对面在做什么。倒计时结束到现在，对方竟然一点排兵布阵的迹象都没有，任由自己展开阵型不说，还将120万军团窝成一团，看得腰下是惊疑不定。这是傻还是自信呢？第66章重地不存在的。腰下此时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直接投降认输，毕竟这种冷种领主有一个算一个，都不好惹。面对这种不正常的领主，即便是能够拿下，那也可能是惨胜，这对他之后的排位战非常不利。就在腰下下定决心准备认输时，刘峰下达了进攻命令。整个光影刺客军团在收到命令的瞬间，直接对着各自的目标开启延迟反应，接着就是解除防御，致命一击。叮！你的光影刺客成功击杀一名虎头人，灵能加5120。刘峰的面板开始刷屏，与之相对的腰下面板同样开始刷屏，只不过是被击杀提示。这怎么可能？腰下难以置信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光影刺客军团，他怎么都想不到对面竟然还藏了一支刺客军团。无耻！腰下一声怒吼，他总算是明白对面为什么一动不动，感情是在迷惑自己。不对劲！腰下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军团，只见他军团的所有将士仿佛着了魔一样，全都傻站在原地，任由对方攻击，直到死都没有反击一下。最让他震惊的是对方那些刺客的攻击，但凡是他看到的几乎都是一击毙命。神话军团！腰下彻底懵了，他想不通，他这个积分段位怎么会排到拥有神话军团的领主？这些巨佬不应该都在最顶端吗？不好，我投！腰下的反应很快，在判断出光影刺客是神话军团后，当即就要投降认输。可惜被已经摸到他身边的韩龙直接控住，接着就是来自定军神射营的漫天箭雨，当场将他定杀。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1468亿，木材1448亿，石料1448亿，铁矿483亿，灵能3380亿，灵石180亿。叮！恭喜领主获得本次排位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1215。回到领地的刘峰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收获。重地，呵呵，不存在的。与此同时，刘峰的9大英雄领主也都获得了胜利，不过9人都未能斩杀对方领主。想来也是，敢报名万界排位战的领主，无疑不是对自身实力有着相当的自信。刘峰要不是有着光影刺客和定军神射营配合，他也不可能秒杀拥有过亿血量，随时可能投降认输的腰下。继续，伴随着一阵眩晕感，刘峰和3大军团再次出现在原型战场。这次刘峰直接将指挥权交给了黄忠，他自己则是召唤出羿射9日，准备找机会轰杀对方领主。倒计时很快结束，与刘峰对战的领主及其军团慢慢出现在对面。这次竟然是人族。刘峰好奇地打量着对面，作为爱好新奇事物的华夏人，对于这种传说中的外星人还是相当的感兴趣。外星人就是外星人，看看这身材，这容貌确实一流。就在刘峰对着对面评头论足时，对面的于星辉也眯着眼观察着刘峰。100万规模的双远程军团，于星辉忍不住发出一声嗤笑，这是无知还是自信？远程军团的优点很明显，相对于近战军团的持续输出能力要强很多，但是这个优点是建立在有人保护的前提上。于星辉打了这么多年的万界排位战，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纯远程的存在。想到这，于星辉轻笑一声，送上门的肉，我要是不将你吃干抹净，真有点对不起系统对我的照顾。说罢，于星辉就开始调集军团中的突击兵种，限制对方输出的同时进行贴脸作战。黄忠这边并没有在意于星辉的小动作，也没有让光影刺客军团直接攻击。他知道刘峰最想要的并不是单纯的胜利，而是对面领主的性命。对面领主现在的站位非常谨慎，整个都归缩军团中央。以光影刺客的攻击是可以凿穿对方的阵型，但是很难阻止对面领主投降认输。所以黄忠需要做的就是在不引起对面领主怀疑的情况下，将对方军团尽可能多的引诱出来，而诱饵就是他和蔡文姬的2大远程军团。于星辉的动作很快，麾下100万军团不到10分钟就摆开阵型。只是令他疑惑的是，对面的2大远程军团到现在都没有发出一下攻击，这一点令他非常不安。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只能当对方是个菜鸟或者自大狂。于星辉见自家军团已经准备好，努力按下心中的不安，直接下达了进攻命令。轰隆！只见于星辉的中军在前排坦克的掩护下缓慢地向前推进，2翼则是数量繁多的狼骑兵。一队队狼骑兵化作一道道残影，
疯狂地向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所在的方向冲去。于星辉面色凝重地看着对面军团，他的心不由得开始慌张。对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进攻？难道真的有什么阴谋？于星辉眼神不断闪烁，在内心不断排除着各种可能。自家军团应该没有问题，只要能够晋升胜利应该是肯定的。那么让对方如此笃定的原因是我？不会吧？于星辉惊愕地环视了一圈，接着又不放心地散出数十支侦察小队，直到侦察小队将周围侦察完毕后，他才缓缓松了一口气。所以对面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不明所以的于星辉只能强行将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冲击对方阵型的狼骑兵身上。开始吧！黄忠见对方中军已经远离了对方领主，便悠悠地下达了进攻命令。争！等待已久的余音法师团直接发动鹰击。在刘峰所有的军团中，余音法师团的攻击力当属第一。每一名余音法师的基础攻击为2307，武器加 100%， 共享荣光加 550%， 献祭加 100%， 不算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每一名余音法师的攻击达到了骇人的 59982。别说是将士，就是英雄都是被秒的份。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名狼骑兵，灵能加40960。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名狼人，灵能加40960。刘峰看着一连串的提示下来，眼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第67章19级神话领主。就这一轮下来，他的灵能直接增加了245亿，都快赶得上击杀妖下的收入了。与刘峰的欣喜不同，另一边于星辉的脸上全是惊恐，内心也在疯狂滴血。为了打造这支军团，他几乎耗费了全部身家，无论是坐骑还是装备都是最好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主力都已经强化到了极限。结果就这么被秒了。于星辉愤恨地看了眼刘峰，刚想投降认输，他就感到意识陷入混沌状态。完了，这是于星辉死前最后的念头。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168亿，木材148亿，石料148亿，铁矿83亿，灵能1380亿，灵石150亿。叮！恭喜领主获得本次排位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1230。咦？刘峰一脸嫌弃地关掉击杀提示，真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看着等级挺高，结果资源还没上一个多。算球，继续。就这样，刘峰以同样的套路直接干了波10连胜。就在他以为可以这样一路登顶时，他遇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圆形战场内，刘峰神情无比凝重。就在刚刚倒计时结束时，刘峰赫然发现对方军团将士数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600万。正常传说5星英雄统帅值为90，算上等阶加成200，那么一名19级传说英雄能够统帅的将士数量最多为 34.2 万。也就是说，对面这个领主麾下要么拥有19名传说英雄，要么拥有1名神话英雄加若干传说英雄。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是刘峰愿意看到的。刘峰远远巡视着对方的军团，很快就将目光锁定着对方领主身后的一支军团上。95万19级神话军团吗？刘峰转头看向身边的黄忠，沉声道：黄将军，你看到那支军团了吧？能打赢吗？黄忠沉吟一番，最后缓缓道：对面那支神话军团看外观应该属于远程军团，19级远程神话军团的攻击力已经足以媲美余音法师团，任意一击对于我们都是致命打击。凭借我们3支军团或许可以胜，但绝对是惨胜，甚至有不小的概率会败。战败倒是不可怕，我最怕的是对面有意制计，这对主公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所以我的建议是召集其他将军一起过来帮忙。刘峰思索片刻，便点头道：好，我这就联系其他9位将军，让他们尽快结束战斗。说着就开始编辑消息，并群发给9大英雄领主。几乎在同一时间，关羽等9大英雄领主就收到刘峰的求援信息：速速解决战斗，我这遇到一位硬茬子，需要大家合力绞杀。9大英雄领主收到消息后的反应各不相同。张飞，呀，主公勿慌，翼德马上就到，都给我死来！关羽，找死！吕布，尽是插标卖首之辈！赵云，杀！另一边的天意一脸惊奇地打量着刘峰及其身后的军团。乖，这是谁家的嫡传出山了吗？才12级就有2大神话军团，这真是宠上天了啊！天一边嘟囔边上前喊话道：喂，对面的人族小子，你是谁家的？报个名号认识一下。刘峰见对方没有第一时间开打，一时乐得不行。就在刚刚，马超和赵云已经成功杀投降对面，处于随时召唤的状态。现在每拖1分钟，他的胜算都会大很多。想到这，刘峰缓步上前道：你好，
人族蓝星界刘峰。蓝星界？天意微微蹙眉，他还真没听过这个界面，难道是哪个隐退真神的后代？带着疑惑，天意假装熟络道：“原来是蓝星界的朋友，第一次见面不宜大动干戈，所以你投降认输吧。”刘峰听到这话，轻笑道：“这位朋友，我都已经自报家门，你难道不应该自我介绍一下？你不认识我？”天意一脸惊讶地看着刘峰，仿佛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我应该认识你吗？”你……刘峰一脸不解的样子，顿时惹恼了天意。不知道是不是考虑到刘峰可能存在的背景，天意深吸一口气道：“神族天神界天意，这位人族朋友，我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我，还是假装不知道。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认输还是不认输？”刘峰在收到最后结束的张合的消息后，顿时面露讥笑道：“认输？就凭你那支神话军团吗？礼尚往来，我也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认输，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好好好。”天意被气得连到3声吼，接着便冷哼一声：“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翻脸无情。”说罢就径直回到军团大后方，开始指挥军团展开攻击阵型。“主公，目前有哪些将军到位呢？”黄忠遥遥看着对方军团问道。“马超将军、关羽将军、赵云将军、吕布将军已经就位，随时可以支援。”刘峰快速道。黄忠微微点头，心中顿时有了计划。“主公，等会你将几位将军分别安排到这几个位置。”黄忠说着就给刘峰指了几个地方。刘峰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另一边的天意静静站在神话法师团前方，右手轻轻一挥，身后顿时升腾起成片的火球。1波、2波、3波，无知的人类，这次先给你个教训，记得下次不要这么狂。眨眼间，第一波95万颗火球就来到刘峰阵地上空。黄忠抬头看着漫天火球，并没有多少慌张。只见他身后的定军神射手快速张弓搭箭，拥有精准技能的他们，在精神链接塔的帮助下，全都准确地锁定各自的目标。嗡嗡嗡！一片由箭矢组成的乌云急速袭向半空中的火球，1轮、2轮、3轮，直接将火球凌空射爆。单论攻击力，定军神射手们可能要弱于对面的神话法师，但是论攻击精准度，定军神射手甩对面8条街。天意看着自家军团的攻击被凌空射爆，整个人陷入呆滞状态。他第一次知道弓箭手还能这样玩。第68章，癫狂的天意。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余音法师团也开始全力输出。在精神链接塔的帮助下，余音法师们2人一组，直接发动通力合作，再加上武器、献祭、共享荣光、增幅塔神的增幅，余音法师们的攻击达到了恐怖的26万。这还不算完，刘峰直接上线共享荣光，给3大军团再次增加了600%的属性。30万枚散发着恐怖气息的音符瞬间袭向还在和定军神社营对攻的神话法师团。天意看了眼空中袭来的音符，他虽然疑惑为什么只有1半的数量，但是出于谨慎，他依旧让神话法师团开启了护身屏障。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随着30万枚音符的落下，神话法师周身的屏障如同纸糊一般瞬间被击破，近30万神话法师在目瞪口呆中被音符当场轰杀，其中还包含被重点照顾的神话英雄法师。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名天神法师，灵能加131万。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名神话英雄，神话英雄碎片加1，灵能加131万。天意傻傻地看着消失了1/3的法师军团，尤其是看到他唯一的神话英雄被击杀后，整个人都陷入癫狂。畜生啊！你他娘的就是个畜生啊！别人不知道他为了那名被轰杀的神话法师付出了多少，他自己却是一清二楚。他之所以一直卡在19级，并不是他升不了，而是因为他在还债。他确实是天神界的天之骄子，也有一定的背景，单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再独自获得神话英雄和军团。他的神话英雄和军团都是以整个家族为背书，从天神界资源库带出来的，利息也是相当的恐怖，连本带利他需要还4个神话宝箱，也就是说他需要累积40次万界排位战第1名才能还清债务。啊！天意一脸痛苦的哀嚎，接着就双目血红的看向刘峰。你既然毁了我，那你也不要好过。说罢就下达了全军冲锋的命令，他要用数量堆死那该死的刘峰。然而不等他阵型彻底展开，刘峰那边的场景彻底震惊了他。就在天意发疯时，刘峰的9大英雄领主全部都已经解决战斗，处于随时召唤状态。只见刘峰后方骤然出现9个巨大的光圈，每一个光圈正涌出一队又一队的将士。主公莫慌，俺张飞来也！率先出场的就是显眼包张飞，紧随其后的就是刘峰的9大英雄领主。这怎么可能？天意彻底懵了，
以他的眼力，当然能看出光圈里不断涌出的将士的等阶。神话，竟然都是神话军团，加上刘峰现有的2大神话军团，他竟然拥有11支神话军团。不对，天意很快就意识到不对，他可以肯定刘峰的等级是12级，以刘峰现在的表现，不应该只有11支军团。又想到刘峰刚开始身边只有2支神话远程军团，所有刘峰还有1支隐藏军团。日啊，能隐身的神话军团还能是什么？那肯定是神话刺客军团啊！天意此时是彻底绝望，2支神话他还有报仇的希望，至于现在，他只想回家。天意一边在内心疯狂咒骂，一边收缩他得神话法师军团。他奶奶的，这他妈是谁家的宝贝疙瘩？12支神话军团，这你娘的不是出来炸鱼吗？天意是彻底麻了，连基本的涵养都保持不住。因为万界排位的规则，他只能等军团伤亡超过20%认输。天意此时已经不再幻想能不能赢，他只想快点将军团送掉。他是真的怕啊！12支神话军团，尤其是还有1支不曾出现的神话刺客军团，要是给他来个斩首，那他怎么凉了？天意一边调集各大军团冲向刘峰阵地，一边收拢军团，将自己周边封死，试图以此将那支刺客军团拦截在外。刘峰看着悍不畏死的天意军团，轻声问道：“黄将军，能斩杀对面吗？”“我尽量。”黄忠说着，就对正在疯狂杀戮的张飞、马超、关羽等人下达了减缓攻击的命令。张飞等人虽然不明所以，但是依旧开始控制杀戮的速度。黄忠接着又对一旁的蔡文姬道：“文姬，10人一组，直接开意志技。”“好。”蔡文姬轻轻点头嘛，随后便开始指挥余音法师团调整阵型。黄忠随后又让吕布率领滨州郎齐升空飞向天意所在的位置。不好，是飞行军团！天意在刘峰各大军团减缓攻击时就觉察到不对，现在又看到吕布的滨州郎旗，顿时吓得肝胆俱裂。不等他做出反应，余音法师团的全力一击就轰然降临。我尼玛，竟然还有意志技！来不及躲闪的天意被无数意志音符轰了个正着。1319604，1319604，撤！天意不敢停留原地，一边转移一边怒骂。就在刚刚，他被一轮打掉了近800亿的血，饶是他有着3万多亿的血量，也扛不住几轮啊！惊魂未定的天意知道不能再等，再等下去绝对吃不了兜着走。各方面迹象都表明对方是铁了心要围杀他，尤其是有那支恐怖的远程法师团在，对方还真的有可能围杀他。想到这，天意当即不再犹豫，直接命令大部分军团原地自尽。而黄忠在看到天意的操作后，一声叹气道：“主公，我们的攻击还是弱了点，并不足以在短时间轰杀天意。对方明显已经急眼，甚至开始命令军团将士自杀，所以大概率就这样了。”刘峰一脸悻悻地看着狼狈逃窜的天意，撇了撇嘴道：“什么玩意？把我的真火撩出来，结果就这？算了，这种高等级领主确实不好杀，还是先击杀他剩余的将士吧。”黄忠微微颔首，随后便开始指挥大军争分夺秒地击杀天意的将士。1分钟不到，面板上就传来熟悉的提示音：“叮！恭喜领主获得本次排位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1365。”第69章3人团体战。结束战斗后，刘峰重新回到领地，他抬头环顾一圈后，缓缓松了一口气。还好9大军团没有跟着回来，要不然华夏新手区又要热闹一番。刘峰不知道的是，因为他和9大英雄领主的存在，整个蓝星界已经彻底疯狂。曾几何时，传说5星在蓝星就是最顶尖的力量，结果现在一下子出现12支神话军团，另外还有2大神话装备。所有国度，尤其是华夏、漂亮国、熊国、阿三国都在疯狂寻找神话军团的下落。所有国度都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只要找到这些神话军团，加上整个国度的资源支持，他们就能在万界排位战中站稳脚跟，并以此滚雪球彻底打破神话这一等阶枷锁。华夏战略部上帅林峰正伫立在一位拥有大帅军衔的中年男子面前，不停讲述着战略部的发现。你的意思是说，国外的那8支神话军团是从我们华夏新手区走出去的？大帅萧寒看着林峰，一脸不可思议道。林峰沉声道：“这只是我们综合现有线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并不一定准确。”萧寒闻言陷入沉思，许久才道：“你们有几分把握？这一点很重要，可能关乎到我们未来战略方针的制定。”最低50%把握。林峰咬牙道：“我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多巧合。新手区出现的3支100万军团，我们排查过，也分析过。不仅华夏没有这3支军团的记录，就是整个蓝星都没有。最关键的是，他们出现的时间和消失的地点都非常符合我们的判断，
而且鹿鸣的9大神话领主的名称都是我华夏三国时期的名将名，就凭这一点，打死我都不信他们之间没有联系。我甚至有理由怀疑国外的8支神话军团都是属于我们华夏人的。萧寒看着越说越离谱的林峰，挥手打断道：“你之前说3大百万军团很可能出自清北大学，有派人下去调查吗？”林峰点点头道：“有，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线索，秘密排查难度很大。有线索就行，总比国外那群家伙来得强。”萧寒轻笑道：“我这次过来，一是国主非常重视这件事，二是过来替你把关，毕竟华夏一些老古董可不是你能应付的。”林峰大喜道：“太好了，有了您的坐镇把关，我们的工作将会更加顺利的展开。”行，这件事还是由战略部全权负责。萧寒一脸严肃道：“不要害怕得罪谁，只要有线索，你就给我放心大胆的查，华夏的任何人和物都得给你们让行。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查出华夏4大神话军团的详细信息，如果有可能，连同国外的那8支神话军团也给我查清楚。”是。刘峰结束与天意的对战后，便对个人排位战失去了兴趣。再看看3人团队战是什么个情况。刘峰说着就开始联系吕布和高顺，3人很快就一起进入组队模式，匹配的速度相对个人排位战要慢了不少，不知道是难度高还是因为人少。叮，3人团队战已经匹配到对手，请领主做好传送准备。一阵轻微眩晕感后，刘峰就出现在一处方形战场，身边站着的分别是吕布和高顺，在后面就是黄忠、蔡文姬和韩龙。刘峰环视一圈四周的高墙，和个人战场都一个风格，简单暴力。拼硬实力吗？刘峰微微一笑，我喜欢。叮，请领主做好准备，战斗将在5秒后开始。5、1，随着倒计时的结束，对面缓缓出现3支风格分明的军团。近战、骑兵、远程，别说还挺齐全的，就是实力好像差了点。刘峰看着对面3大领主的军团，轻笑道：“没说的。”直接将指挥权交给了黄忠。吕布和高顺对此早已习惯，没有任何排斥感。已经熟悉万界排位战规则的黄忠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进攻，而是任由对方军团展开阵型，直到对方军团主动发起进攻，黄忠才咧嘴一笑：“各位，对面只有250万左右的兵力，杀戮的时候悠着点，务必将对方兵力保证在84万以上。”吕布和高顺全都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随后就率军进直冲向对面。黄忠见状，对着蔡文姬道：“文姬，你的余音法师团暂时不要动，你们的目标是对面那3位领主。对面只有14级，生命值大概在34亿左右，以你们的攻击足够包圆了。”蔡文姬盈盈一笑：“那妾身就偷个懒，什么时候攻击还请黄老将军知会一声，妾身害怕判断不准误了主公大事。”黄忠听得哈哈大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反倒是一旁的刘峰翻着白眼道：“我能有什么大事？不就3个领主吗？杀不杀都无所谓，以后多的是，放心打就是了。”那可不行，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不能浪费任何一个变强的机会。蔡文姬掩嘴一笑道：“对，文姬说的对，那3名领主就麻烦文姬了。”刘峰说着还夸张的做了1-1，惹得蔡文姬咯咯直笑。黄忠扫了眼嬉闹的刘峰和蔡文姬，随后便将注意力集中到战场上。虽说胜负早已注定，但是就像蔡文姬担心的，利益最大化的那个时机可不好把握。都不用想，对面3名领主只要和滨州狼骑现阵营接触，他们的脑子里自会剩下投降2字。黄忠需要注意的不仅是对面军团的数量，还要随时注意对方将士有没有自杀的情况。一旦出现，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出命令，争取在3名领主投降前将之秒杀。果不其然，对面在与现阵营接触的瞬间就意识到不对，尤其是在看到飞天的滨州狼骑以及定军神摄营的恐怖，更是一点反抗心理都没有，一心只想着投降认输。另一边，作为双保险的韩龙也已经摸索到对方阵地后方，随时都能给予致命一击。第70章，杀人放火金腰带。3大神话军团的绞杀效率是相当的恐怖，尤其是还有定军神摄营这样的大杀器，任凭对面如何闪避，定军神射手们都能准确的定杀对面。不一会儿，对面就被打掉近130万的兵力。黄忠并没有贪心，直接给余音法师团下达了攻击命令。与此同时，定军神摄营、滨州狼骑、现阵营以及光影刺客军团也都收到进攻指令。几乎在同一时间，对面的3大领主和剩余的将士齐齐受到致命打击。叮！你的光影刺客成功击杀1名敌方将士，获得灵能81920。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1名敌方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14680亿，木材14408亿，石料14048亿，铁矿4803亿，灵能33810亿，
灵石1880亿。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名敌方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52080亿，木材53008亿，石料54048亿，铁矿14803亿，灵能63410亿，灵石8880亿。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名敌方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12300亿，木材12408亿，石料12508亿，铁矿4263亿，灵能3810亿，灵石3870亿。真不错。回到领地的刘峰满意的看着击杀提示，也对黄忠的控场能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最后一波进攻不仅成功击杀了3大领主，还同时带走了近100万的将士，加上之前的130万，几乎算是将对面全歼。这种获得资源的速度是真爽啊！刘峰迷醉的看着自己的资源面板，仅仅是一天，他就在万界排位战获得了14枚残缺领主之心，近45兆的灵能，近7兆的灵石，以及近200兆的各种资源。什么叫杀人放火金腰带？这就是刘峰一边感叹抢资源的速度，一边点了下一局。这次匹配的速度很快，刘峰点了没几秒就提示匹配成功。一阵眩晕感后，刘峰及一众英雄就出现在正方形战场。黄忠得到刘峰的示意，直接开始将各大军团阵型展开。随着倒计时结束，刘峰这次的对手也缓缓出现。刘峰和黄忠几乎同时皱眉，对面将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已经超过了1500万。这也就意味着对面是3名19级领主。最关键的是，对方中军还有一支95万的神话军团。到底是我运气不好，还是万界的神话军团就这么多？我这一天都碰到2支19级神话军团了。刘峰看了看对面近2000万大军，又看了看自己的300万，内心一叹，看样子又要摇人帮忙喽。好在他匹配前留了一手，7大英雄领主目前都处于可召唤状态。黄将军，有计划吗？我是现在召集军团过来，还是再等一等？黄忠看着对面的阵容，轻笑道：“直接召唤吧，对面没有直接投降认输的理由。”战场另一边的3大领主缓缓聚在一起，中间领头的魔族领主魔星悠悠看着刘峰，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在魔星左边的领主一脸奇怪道：“对面这是在等什么？难道是想和我们碰一碰？”魔星右手边的领主闻言嗤笑道：“谁知道，估计是一名新手，要不然也不至于不认识魔星大人。”中间的魔星听着身边2人的对话，轻轻摇了摇头，随后便将目光转向刘峰身后的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这一看不要紧，直接将他吓了一跳。他眨了眨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眼花后，顿时神色严肃起来，接着又迅速观察起滨州狼骑和县阵营。这怎么可能啊！魔星发出一声不可思议的惊呼，他怎么都没想到对面的4支军团竟然都是神话军团。左右两边的领主看着魔星的样子，忍不住问道：“魔星大人，您这是怎么呢？”魔星深吸一口气道：“都注意点，对方不简单。”2名领主闻言，全都在第一时间收起笑容，开始认真打量起对面。这是神话军团，还是4支？左边的领主一脸惊疑道。右边领主此时也是震惊不已，他同样发现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情况。2名领主同时转头看向魔星，一声不吭，都在等待魔星做出决定。要知道，每一名神话领主都是各方势力重点培养的种子，像对面这种拥有4支神话军团的，更是重中之重，轻易不好得罪。魔星也知道2人在等他做决定，沉思一番后缓缓道：“打，但是不能下死手。”2名领主微微点头，他们听懂了魔星的话外音。对面这种天之骄子都非常自傲，在没有打赢他之前，任何话在对方眼里都是放屁。只有打赢了他，才能赢得他的尊重，甚至可能获得他的友谊。至于怎么打，这就是一门学问了。首先肯定是不能下死手，但凡是有点脑子都不会主动得罪这种天之骄子，哪怕是魔星这样的魔族天才也不行。其次一定要赢，只有赢了才能获得与之对话的权利。最后才是最关键的 PY 交易。神话领主其实是一个圈子，万界排位战的奖励都是被这个圈子垄断，而对面这种拥有4神话的天之骄子无疑是其中的领头羊。像魔星这种只有单支神话军团的领主只能算是守门员，最终能获得什么样的排名还得看这些大佬们的意思。要不然大佬们随便狙击你几次就能将你的3次认输机会打出，彻底断了你继续排位的资格。领会了魔星意思的2大领主当即开始调整军团阵型，准备演一出好戏，好好巴结一下对面的大佬。然而就在他们以为胜券在握时，刘峰这边的操作彻底震碎了他们的3观。只见在刘峰左右两边的空地上缓缓出现7个巨大的光圈，每一个光圈中正快速冲出一队又一队的将士。第71章，默契的黄忠和魔星。魔星看着不断从7个光圈中涌出的将士，下意识的呢喃道：“不会吧？”直到7大神话军团彻底展开阵型，
魔星才艰难地吞咽了下口水。12支神话军团，魔星是真被吓到了。拥有全神话军团的领主他听过，甚至还见过，但是在刚开始就是全神话的领主，他还是第一次见。另外2名领主也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小声地询问道：“魔星大人，您说对面这样全力以赴，不会是奔着我们本人来的吧？”魔星被2人一提醒，心中顿时一咯噔，不好，对面可能真的是冲我们3人来的。2名领主中的1人小心翼翼地建议道：“魔星大人，我们认怂吧，输给这样的天骄不丢人。”魔星也是个有决断的人，当场就点头道：“各自点起2/3的军团，将他们送给对面。另外，预留一部分军团，随时准备自杀。”魔星混迹万界排位战多年，对于怎么投降认输是了如指掌。只不过以往都是别人这样操作，现在换成他自己罢了。一名领主眼帘一低，低声询问道：“魔星大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安排军团自杀呢？这样岂不是更快更稳？”魔星头也不回道：“对面这样的天骄如此大动干戈，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身上那些资源？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给对方留，直接自爆军团投降认输，你觉得对面会不会生气？对方要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那么恭喜你，我以后就不用在万界排位战中混了。不需要多，每个月只需要阻击我们3次，就能将我们彻底封死。”2名领主恍然大悟，一脸佩服道：“大人深谋远虑，我们是远远不及。”魔星挥了挥手，示意他俩可以下去准备了。等到2人走后，魔星才悠悠道：“2位对不住了，光是2/3的军团怕是有点不够，只能委屈你俩上前顶一下。”2名一直在魔星身边鞍前马后的领主丝毫没有注意他俩已经被魔星卖了，还在努力调集各自军团冲向流风阵地，试图以此平息流风的怒火。流风阵地上，黄忠似乎看出魔星3人的操作，当即不再调整阵型，直接就下令全军突击。果然，魔星阵地这边的远程军团面对流风麾下军团的冲锋，没有丝毫出手的意思，全都静静地伫立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前线军团被流风各大军团绞杀。黄忠遥遥看向远处的魔星，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流风身上的魔星很快感应到黄忠的目光。魔星在和黄忠目光交汇的瞬间，就读懂了黄忠眼神中的意思，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缓缓点了点头。而接收到魔星信号的黄忠微微一笑，当即开始调集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激活2名被卖掉的领主。嗡嗡嗡，铮铮铮，无数意志箭矢和意志音符冲天起，在2名领主震惊的眼神下，将2人瞬间轰杀。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1名敌方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1230兆，木材1240兆，石料1250兆，铁矿426兆，灵能380兆，灵石502兆。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1名敌方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2300兆，木材2408兆，石料2508兆，铁矿863兆，灵能810兆，灵石870兆。就这样，2名领主就在2只老狐狸的默契配合下，悄无声息地被灭杀。一边的刘峰虽然惊讶黄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手，但是他还是识趣的选择闭嘴。打仗是将军的事，他安心当主公就行。而且他此时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2名领主给的实在是太多了，都已经超过了他新生试炼中的收获。看着再次暴增的各项资源，刘峰只想说，真不愧是19级领主，当真是富有。有点可惜的是，2名领主死亡的瞬间，他们麾下的军团将士就在同一时间暴毙而亡。剩下的魔星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投降认输，而是选择将自己大部分军团送给刘峰军团屠杀，直到只剩下唯一的神话军团，魔星才朝着刘峰抱了抱拳，随后在刘峰莫名其妙的眼神下投降认输。回到领地的刘峰第一时间查看起自己的收获，总资源为粮食3587兆，木材3566兆，石料3569兆，铁矿1298兆，灵能1440兆，灵石1692兆。看着自己已经突破1000兆的灵石，刘峰眼神闪烁，心中瞬间产生一个念头。经过这10几场的万界排位战，刘峰已经意识到等级的重要性，现在灵石刚好够他将领主小屋秒到15级。想到这，刘峰当即不再犹豫，直接连点3下，耗费了1109兆灵石，将自己的等级秒到15。爽！一连3股暖流在刘峰身体内流窜，爽的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啸。他的各项属性随着连升3级发生了巨大变化，血量3000亿，力量300亿，防御300亿，速度300亿，精神300亿，领地面积也扩张到了31250亿平米。刘峰看着剩下的583兆灵石，索性将酒馆、军营、教场都秒到14级，总计消耗330兆灵石。他的灵石库存也因此直接见底，只剩下253兆。当真是花钱容易挣钱难啊！刘峰内心一阵感叹。下面就是升级将士。
刘峰一边念叨，一边在属性面板将麾下所有军团共计720万的将士全部升到15级，总计消耗5898亿灵能。下面就是补充将士。15级的神话英雄可以统帅75万将士，每一支军团还能补充15万。唉，刘峰一边将军团将士补充完毕，一边叹气，相对于他的将士人口上限，他麾下的将士实在是太少了。14级军营的人口上限为9830400，14级教场可增加8192倍人口，这差距真的不是一般的大。算球，还是开英雄吧。第72章荀彧陈宫。刘峰来到酒馆面前，挥手间819200点灵能就没入其中。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人未至，生已到。随着一声沉吟声，酒馆中走出一位身材高大、容貌俊美、清秀通雅的美男子。陈荀彧，见过主公。不，荀彧请起。刘峰上前一把扶起荀彧，他对这位三国最后一位汉臣可是敬仰得很，不论是他的王佐之才，还是他的汉家风骨，都是一等一的令人敬佩。刘峰之前召唤的英雄都算是统兵将领，像荀彧这样的谋臣还是第一次召唤出来。早有经验的刘峰直接叫来黄忠、蔡文姬和韩龙，在4人热烈交流时，他好奇地点开了荀彧的属性面板。荀彧，传说，等级15，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55593，力量2313，防御2313，速度2313，精神3400。专属天赋1，将相和。荀彧选择加入一名将领军团，以自身谋略大大提升该将领的统帅能力。荀彧当前等阶可提升 4.5 倍将领统帅值。2，君臣和。在荀彧的辅佐下，领主召唤高等阶英雄的概率提升 45%。3，开源节流。在荀彧的辅佐下，领主召唤将士锻造宝物的消耗降低 45%。4，玄香八卦前，禁断敌方一切飞行能力。5，王佐之才，洞悉大势，可根据领主面临的局势统筹全局，并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决定。没有专属军团吗？刘峰心中一惊，当他看到下面的5条专属天赋时，顿时喜上眉梢。这将相和厉害啊！以荀彧现在传说5星的等阶，就有 4.5 倍的统帅值加成，要是晋升到神话，岂不是更高？到时候他的一支军团最低都能拥有300万的将士，简直比召唤英雄将领划算多了。要知道，他现在缺的并不是神话军团，缺的是神话将士的数量。刘峰接着又研究起其他天赋，这个君臣和好像有点不适合他，他到现在召唤出的英雄保底传说根本用不上这个天赋，反倒是其他英雄领主挺需要这个技能的。想到这，刘峰一时陷入纠结。他原本是想让荀彧加入定军神摄营或者语音法师团，只是这样好像有点浪费这个天赋。刘峰慢慢陷入沉思，很快就有了打算。他准备将黄忠、蔡文姬、韩龙全部转位为英雄领主，这样既不会浪费荀彧的天赋，也能多一点兵力出来，毕竟英雄领主拥有独立的领主人口。第3天赋也不错，能省近1半的资源。第4天赋倒是新奇，玄香八卦听起来就有点玄学，效果也是一等一的霸道。就是荀彧的最后一个天赋，他有点拿不准，至少现在的他好像还用不着。就像他面对19级神话领主，单支军团确实打不过，但是他人多啊，一波集合就莽穿了对面，根本用不着洞悉局势。恐怕这是个大后期天赋。刘峰暗自想到。研究完荀彧的天赋，刘峰缓缓起身。热聊中的4人见刘峰起身，也都停止了交谈，全都看着刘峰，等待着他的讲话。诸位暂且停一下，我来召唤第14位英雄，好方便接下来的安排。刘峰说着，就领着4人来到酒馆前，819200点灵能很快没入酒馆。一道金光闪过，一位面相刚正不阿的男子缓缓走出。陈宫，拜见主公。刘峰快步上前，将一袭青衫的陈宫扶起。公台不必多礼。刘峰身后的荀彧亦是欣喜地上前和陈宫交流起来。通过和黄忠等人的交流，荀彧知道他和陈宫是刘峰麾下唯二的谋臣，因此是相当的亲近。刘峰也是乐得如此，直接点开了陈宫的属性面板。陈宫，传说，等级15，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55593，力量2313，防御2313，速度2313，精神3400。专属天赋1，将相和。陈宫选择加入一名将领军团，以自身谋略大大提升该将领的统帅能力。陈宫当前等阶可提升 4.5 倍将领统帅值。2，君臣和。在陈宫的辅佐下，领主召唤高等阶英雄的概率提升 45%。3，开源节流。在陈宫的辅佐下，领主召唤将士锻造宝物的消耗降低 45%。4，
玄香八卦，坤，尽断敌方一切土行能力。5. 蛰伏压制，陈宫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蛰伏状态积蓄力量，在关键时刻可爆发出非人状态，短时间压制敌方所有谋臣。难道谋臣前3个天赋都一样？还有这玄香八卦，坤，怎么感觉和荀彧的玄香八卦前有渊源啊？刘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荀彧和陈宫，忍不住出声询问道：“文若、公台，你俩的玄香八卦是有什么说法吗？”荀彧和陈宫对视一眼，最后是荀彧站出来解释道：“启禀主公，玄香八卦共计8阵，凑齐8阵后，将激活出玄香八卦的究极大阵。”刘封闻言心中一喜，目露金光道：“这玄香八卦是在指定的谋臣身上，还是随机的？”荀彧一个作揖，没有主公想的那么复杂，玄香八卦会直接出现在主公前8位谋臣身上。前8位谋臣吗？刘封眉头微皱，他刚刚意识到，哪怕是他能连续召唤谋臣英雄，也要到20级才能将玄香八卦彻底激活，任重而道远啊！刘封微微一叹，随后便收敛心神道：“文若、公台，你俩准备一下，我现在将你2人晋升到神话级。”荀彧、陈宫的身躯微微一颤，荀彧还好，陈宫整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潮红起来，显然是被刘封突如其来的决定震惊到。2人反应很快，快速来到刘封面前，单膝跪地道：“谢主公恩赐，荀彧斜杠陈宫定当不负主公重托。”刘封双手扶起2人，接着便使用神话英雄碎片将2人晋升到神话级。第73章排行榜巨变，晋升到神话，2人属性有了很大提高，血量291935，力量11680，防御11680，速度11680，精神23359，将相和提升的统帅值变为 5.1 倍，这也就意味着刘封有2支军团，将士数量将突破到3825000，君臣和召唤英雄概率提升到 51%， 开源节流资源消耗降低 51%。 荀彧和陈宫熟悉了下自身暴涨的属性，再次对刘封作揖感谢。刘封微微颔首，接着扭头看向黄忠、蔡文姬、韩龙3人：“黄将军，你等会出去寻找3名合适的领主，我准备将你们3人转化成英雄领主。”黄忠不疑有他，直接点头应是。刘封又对着荀彧和陈宫道：“文若、公台，我麾下共有12位统兵将领，其中黄将军、文姬、韩将军会坐镇我的领地，其他将军一般都会在外作战。你俩看看想去哪里？”荀彧略作思考，结合自身天赋和刘封刚刚的操作，顿时明白刘封的想法，遂上前道：“主公，我愿加入黄将军麾下。”陈宫一时有了决定：“主公，我愿加入吕布将军麾下。”刘封面露微笑，显然对2人的选择很满意。当天，黄忠、蔡文姬、韩龙3人就转化为英雄领主，有着荀彧的加成，定军神社营将士的数量顺利达到3825000。与此同时，整个蓝星界的领主彻底陷入癫狂，因为等级排行榜和军团排行榜再次发生巨变。等级榜：1. 匿名15级，华夏。2. 黄忠15级，华夏。3. 吕布15级，阿三国。4. 蔡文姬15级，华夏。5. 马超15级，华夏。6. 关羽15级，漂亮国。7. 赵云15级，熊国。8. 张飞15级，漂亮国。9. 张辽15级，熊国。10. 高顺15级，阿三国。11. 张合15级，漂亮国。12. 公孙瓒15级，熊国。13. 韩龙15级，华夏。14. 龙战15级，华夏。15. 川普15级，漂亮国。军团榜：1. 黄忠定军神社营，神话，华夏。2. 吕布滨州狼骑，神话，阿三国。3. 蔡文姬余音法师团，神话，华夏。4. 马超西凉铁骑，神话，华夏。5. 关羽教刀手，神话，漂亮国。6. 赵云常山突骑兵，神话，熊国。7. 张飞烟云铁骑，神话，漂亮国。8. 张辽虎贲卫士，神话，熊国。9. 高顺陷阵营，神话，阿三国。10. 张合大济士，神话，漂亮国。11. 公孙瓒白马义从，神话，熊国。12. 韩龙光影刺客，神话，华夏。13. 龙战魏武卒，传说，华夏。14. 川普海豹突击队，传说，漂亮国。我尼玛，这群吊人是什么情况？直接屠榜了呀！这是集体开了吧？
我要是记得不错的话，拥有神话军团的这群人前2天还是12级，今天就15级呢。该说不说，咱华夏还是相当的猛，12支神话军团占了4支就无敌。有点不对劲，等级榜第1的军团呢？按照同等级排名规则，他的军团才是最强的才对啊！不仅是各国民众炸开了锅，就是各国的官府机构也都乱成一锅粥。漂亮国 CIA、FK 还没查出来吗？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榜上领主，帮助他们冲刺等级榜和军团榜第1。熊国克格勃，昨天不是说追踪到赵云的军团吗？联系上赵云了没？还有张辽、公孙瓒寻找的怎么样呢？阿三国 CBI 查，动用一切人力物力去查。华夏战略部萧寒一脸严肃地看着会议室内的一众参谋。同志们，目前的形势相当的严峻，漂亮国、熊国、阿三国都在疯狂寻找各自国家神话军团的下落，我们也要加快速度。之前只有一个马超没有匿名，寻找起来可能有点难度，现在4大神话领主齐齐显明，显然是在释放一个信号，他们可能不准备再隐藏了。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务必竭尽全力，不能放过任何一丝线索。另外，我已经联系好相关机构，他们会配合我们排查全国叫黄忠、马超、蔡文姬、韩龙的人员，你们要做好协助工作。会议很快结束，萧寒将林峰单独留了下来。清北大学排查的怎么样呢？林峰摇了摇头，清北大学所有在校人员，包括保安、宿管，我们都排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排行榜上同名的存在。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愿意与我们接触。你觉得？萧寒怒视着林峰，林峰啊，你这觉悟有点低呀。什么叫你觉得？对面不愿意与我们接触，我们就不找了吗？你知不知道这些神话军团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有了突破等阶枷锁的可能。界面战输了那么多次，死了那么多人，你难道还想继续吗？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林峰低头道：大帅，我错了。哼！萧寒冷哼一声，熊国那边刚刚传来消息，说是已经找到了赵云的踪迹，我们必须加快动作了。是，保证完成任务。林峰一脸郑重地保证道。行了，赶紧下去，抓紧时间排查。萧寒挥了挥手道。第74章雷霆泰坦军团。领地内的刘峰也注意到排行榜的变化，当即打开了聊天频道。果然里面都是各种震惊的话语。他看了好一会儿，才心满意足地关掉聊天频道，毕竟谁又能拒绝被无数人羡慕夸赞呢？刘峰哼着小曲来到定军神摄营营地前。黄忠现在转化为英雄领主，他那压箱底的随机神话英雄召唤令和专属神话兵种建筑总算是有了用武之地。黄忠在得知刘峰的来意后也是欣喜不已。他转化为英雄领主后，他额外多了196万多的将士人口。虽然这些人口不能用来召唤他的专属军团，但是召唤一些炮灰军团还是不错的。黄忠原本打算参加一次万界排位战，获得足够的灵能再召唤英雄和军团。现在有了刘峰的支持，还是神话5星英雄和兵种，他当然乐得如此。很快，黄忠的酒馆里就走出一道巨大的身影。神雷霆泰坦指挥官，神话，等级15，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91935，力量17517，防御17517，速度175,170，精神17517。专属军团雷霆泰坦，需专属神话兵种建筑解锁。专属武器雷霆战锤，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技能1，雷霆之力 SSS 级军团技，雷霆泰坦指挥官麾下军团将噬雷属性伤害提升200%。2，雷霆之盾 SSS 级军团技，雷霆泰坦指挥官麾下军团将士可在周身形成一个等同于自身生命值的雷霆护盾，抵挡敌人的攻击的同时，对所有与之接触的敌人造成50%的雷霆伤害，护盾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1小时。黄忠看完神雷霆泰坦指挥官的属性面板，马上就拿出专属神话5星兵种建筑，解锁出雷霆泰坦军团。雷霆泰坦神话，等级15，忠诚度100，属性血量58391，力量8759，防御8759，速度8759，精神8759。武器战锤，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技能1，雷霆之击，雷霆泰坦蓄力3秒，凝聚出一道强大的雷霆之击，攻击力正200%。2，雷霆之链，雷霆泰坦对周身15米范围内的所有地方单位造成150%的范围伤害，冷却1分钟。3，雷霆之怒，雷霆泰坦进入狂暴状态，短时间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攻击力和移动速度。刘峰看完雷霆泰坦指挥官和雷霆泰坦的属性，摩挲着下巴陷入沉思。
雷霆泰坦指挥官和他麾下英雄一样，都是自带军团技。反倒是雷霆泰坦指挥官的专属雷霆泰坦军团有点意思，竟然自带3个技能，这一点要比他麾下英雄专属军团要强不少。想来也是，他麾下英雄的专属军团都是白嫖过来的，要是还自带技能，那就真的太无敌了。刘峰看了眼自己剩下的14枚 SSS 级专属宝箱，当即有了决定。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蓄力剑。蓄力剑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专属军团将士蓄力1秒，攻击力增加 50%， 蓄力10秒，攻击力增加 100%， 蓄力30秒，攻击力增加 200%， 蓄力90秒，攻击力增加 400%， 蓄力10分钟，攻击力增加 800%。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魔力剑。魔力剑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专属军团将士凝聚出一支魔力剑，每支魔力剑附带目标单位最大生命值1/1000的真实伤害。刘峰满意的拿起2卷技能卷轴，将之交给了黄忠。他刚刚想通了，好东西该用就得用，放着不用和没有什么区别。黄忠知道刘峰那还有不少好东西，也没有和刘峰客气，接过技能卷轴一看，顿时心中一惊，好东西！蓄力剑自不用多说，以定军神射手现在的攻击力，蓄力满90秒就够所有军团喝上一壶，更不用说还有更变态的蓄力10分钟，800%的攻击力加成。黄忠真不知道有谁能够扛住现在的定军神射营。要说蓄力剑是常规战利器，那魔力剑就是特种作战神技。虽然只有1/1000最大生命值的伤害，但是耐不住定军神射营人多啊。要是再遇到那些19级神话领主，黄忠有信心将他们当场定杀，再也不用担心攻击力不足导致他们投降认输的情况。安排完黄忠的技能，刘峰接着又开了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降维打击。降维打击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专属军团将士攻击附带降维之力，敌方单位无对应等接防御技将无法阻挡。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空间放逐。空间放逐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专属军团将士对指定空间进行放逐，可将指定空间内的所有有形、无形存在放逐到异次元。这是马超的。刘峰一边嘟囔，一边让将士通过传送门将2卷技能卷轴送给马超。继续，刘峰说着，又开启了2个 SSS 级专属宝箱。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青龙之魂。青龙之魂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觉醒青龙之魂，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意志力，其专属军团将士每次攻击都将附带青龙之力，造成100%攻击力的额外伤害。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运刀术。运刀术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专属军团将士可在日常锻炼中将意志力蕴藏在刀中，每孕育1天提升1%的攻击，蕴藏的意志力一旦使用将重新开始蕴藏。注：该技能无上限。第75章天孙无双倒霉的魔星。不用说，这是我关二爷的技能。刘峰挥手招来一名将士，将青龙之魂和运刀术交给他，送给关羽。继续。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天孙。天孙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专属军团将士全力挥出手中武器，对目标造成500%伤害，同时附带击退效果。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无双。无双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专属军团开启无双后，攻击力增加200%，攻击附带50%无视防御和50%吸血效果，持续3分钟，冷却1小时。刘峰看着天孙和无双的技能介绍，一时陷入纠结。说实话，这2个技能给谁都可以，都是非常大的提升。就是这2个技能名，他怎么看都像是替吕布准备的。算了，还是从新吧。说着，刘峰就命人将2卷技能卷子送给了吕布。刘峰看着仅剩的6个 SSS 级专属宝箱，仓鼠特性再次占据上风，最终决定暂时留着。一是给后续英雄留点家底，二是还有好多传说装备和马匹图纸要开，怕到时候不够用。现在要做的就是打排位、刷资源、刷残缺领主之心。刘峰一边念叨，一边准备关掉资源面板。咦？刘峰突然轻咦一声，他惊喜地发现仓库里还有28枚随机传说英雄召唤令和28枚随机传说兵种召唤令。看我这记性，竟然把这个给忘了。刘峰摩挲着下巴，陷入沉思。
他在想怎么处理这批召唤令。英雄召唤令可以留给其他英雄领主，到时候再开点兵种建造出来，就能组建出以神话军团为核心、传说军团为辅助的完整大军团。至于剩下的兵种召唤令，还是丢进拍卖行吧。这玩意对他是没什么用，对其他领主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想到这，刘峰直接找到交易拍卖行，想要看看一枚兵种召唤令的价值。可他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传说级的兵种召唤令，甚至连稀有、史诗级的都没有，只有一些普通级召唤令孤零零的挂在上面。这玩意在蓝星这么稀少吗？刘峰想了想，最终选择了竞价模式，虽然会有 20% 的手续费，但是总比卖亏了强。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得上，要是不行，那就只能逐一拍卖了。刘峰轻笑着将28枚兵种召唤令一次性打包上架，标价只有一残缺领主之心，竞价时间设定了1天。刘峰操作完又将28枚英雄召唤令分给了其他英雄领主，除了黄忠6枚，其他人都是2枚。他的想法很简单，先将黄忠麾下军团打造成型，之后再慢慢打造其他英雄领主军团。黄忠接过6枚英雄召唤令，当场就召唤出6名传说英雄。刘峰看了眼6名传说英雄的属性面板，就失去了兴趣。同样都是传说3星，比曾经的公孙瓒、韩龙差远了。不仅没有专属军团，就连技能效果都差了108000里。最关键的是没有对应兵种建筑，6名传说英雄只能统帅军营里的基础普通兵种，聊胜于无吧。加上雷霆泰坦军团和定军神社营，黄忠麾下将士数量达到了600万，勉强够用了。刘峰意兴阑珊的关掉属性面板，然后就开启了3人团体排位。只不过这次是和黄忠、蔡文姬组队，至于吕布和高顺，刘峰直接让他俩和马超组了一队。这样一来，刘峰麾下就有4支队伍参加3人团体排位战，刷宝箱的效率再次提升。嗡！一阵眩晕感后，刘峰、黄忠、荀彧、蔡文姬、韩龙5人就出现在方形战场。刚一站稳身形，韩龙和光影刺客军团就进入隐身状态，快速向战场两边转移。黄忠则是有条不紊地展开军团阵型，在他的指挥下，雷霆泰坦军团和一众炮灰军团缓缓顶到最前方，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分立在战场后方。刘峰也没有闲着，精神链接塔、屏蔽塔以及数座增幅塔拔地而起。荀彧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刘峰，仿佛想看透他的这位主公。倒计时很快就结束，刘峰这次的对手也缓缓出现。在看到对方的瞬间，刘峰整个都傻眼了。不会吧？这要求？对面领头的领主赫然就是上场的魔星。此时的魔星也是嘴角抽搐的看着刘峰，他怎么都想不到他的运气能如此的差。为了避开刘峰，他甚至还故意拖延了一点时间，结果让他撞上了。魔星身边的2名新任狗腿子谄媚道：“魔星大人，您且在后方看着，我们2兄弟这就去解决掉对面。”魔星面无表情地看着说话的那名领主，悠悠道：“你知道你俩之前的2人是怎么死的吗？”那名领主闻言心中一咯噔，他悄悄地吞咽了下口水。不能够吧？上2名和魔星大人组队的领主也就死亡没多久，这就再次遇上呢？魔星瞥了眼不说话的2人，冷哼一声就选择了投降认输。他已经决定了，打死他也不会在今天继续打3人团体战。一天对同一个人投降2次已经是罕见，要是一天投降3次，那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对能够成为万界流传的笑话。回到领地的刘峰轻笑着再次开始排位。魔星的投降算是意料之中，他相信随着对战的增多，这种情况还会经常遇到，毕竟越到后面对手就会越少。像他这种要冲刺第1的领主更加稀少，也就那么一小撮人，打到最后对手基本都会固定。对手匹配的很快，结束的更快，全程只花了5分钟不到，就将这次匹配的3名领主全员击杀。要不是要等1分钟防止对方投降认输，刘峰觉得他还可以更快。就这样，刘峰以平均10分钟一局的速度快速获取着积分，一连对战了4个小时，刘峰的积分顺利来到1800分。第76章3大神话领主。来到1800分后，刘峰开始感觉到压力。这个分段的对手基本都19级，不论是英雄还是兵种，基本都达到了传说级。19级传说兵种属性已经和15级神话兵种属性相差无几，加上数量过千万，刘峰已经很少能够无伤吃下对面，击杀对方领主的情况也是少之又少。在4个小时中，刘峰共计连胜了40场，击杀领主62名，获得62枚残缺领主之心，传说英雄碎片1200枚，神话英雄碎片4枚，粮食76260兆，木材75283兆，石料76168兆，铁矿26412兆，灵能33560兆，灵石45285兆。刚刚结束一场3人团体战的刘峰，快速补充完将士，
接着就又开了一局。等待时间里，刘峰打开了交易拍卖行，想要看看28枚兵种召唤令竞拍的怎么样。这一看不要紧，一看是吓一跳，28枚兵种召唤令赫然竞拍到了330枚残缺领主之心。好家伙，他在万界排位战中累死累活的才得到62枚残缺领主之心，结果28枚他看不上的兵种召唤令竟然竞拍到了330枚残缺领主之心，而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感情蓝星界也不是很穷啊。刘峰不知道的是，蓝星界不缺领主，缺的是高端资源。有时候两个国度一场冲突下来，可能就会产生几千几万的残缺领主之心。这些残缺领主之心最大的用途就是用来提升武器等阶，一柄普通级武器想要提升到传说级武器，需要消耗3枚残缺领主之心，而一枚传说兵种召唤令却能够召唤12名传说将士。用残缺领主之心换取传说兵种召唤令，这在一些土豪眼中简直是一件划算到不能再划算的交易。现在也就是一些大土豪没有反应过来，一旦他们反应过来，刘峰的28枚兵种召唤令还要有一波大涨价。叮，已经匹配到对手，请领主做好传送准备。很快，刘峰和麾下军团就来到方形战场。刚一进入战场，定军神社营382万将士就开始蓄力。要知道，蓄满90秒的蓄力键，加上武器增幅100%，坐骑增幅100%，增幅塔增幅150%，以及刘峰共享荣光增幅650%，单名定军神射手的攻击力达到了恐怖的328万。再加上定军神射手的精准和精神链接塔的辅助，定军神射营可以在第一轮打击中彻底团灭掉对方3支满编19级神话军团。黄忠的策略很简单，不管是谁都是硬拖1分钟。1分钟后，对方领主无法直接投降认输，就联合余音法师团进行毁灭性打击。定军神射营负责清除对方有威胁的军团，余音法师团负责定点轰杀对方领主。只不过能被余音法师团集火秒掉的领主很少，但凡是对方有点反应，基本都能闪避掉余音法师团的大部分伤害。倒计时很快结束，对面的3大领主和麾下军团缓缓展现在刘峰眼前。3大神话领主。刘峰惊诧地看着对面3支数量达到95万的军团，扭头看向黄忠道：“黄将军，需要我召集其他英雄领主过来吗？”黄忠眯着眼睛笑道：“主公还是不要麻烦其他将军了，我也想看看我们的极限到底在哪。”说着就命令雷霆泰坦军团和一众炮灰军团向前推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拖够90秒。对面3大神话领主同样惊疑地看着刘峰和黄忠，其中领头的妖符双眸深邃道：“2弟、3弟，我们好像中奖了，对面应该就是魔星口中的蓝星界刘峰。”妖鹿沉声道：“根据魔星提供的情报，刘峰共有12支人族神话军团，结果现在又多出1支泰坦军团，当真是恐怖。”妖兽眼眸流转，咧嘴笑道：“咱们还是别唠嗑了，想想是打还是投降吧。也不知道是谁家这么任性，才10几级就开始配置全神话军团，也不怕出点什么意外，给他团灭了。”妖符略一思考，这次就给对方一个面子，毕竟死磕一名全神话领主可不是什么好选择。妖鹿、妖兽听到妖符的话，全都点头应是，显然3人中妖符占据领导地位。走吧，上去打个招呼，混个脸熟再说。妖符说着就来到军团前方，朝着刘峰大声道：“天妖界妖符、妖鹿、妖兽，见过这位蓝星界的朋友？”刘峰好奇地打量着妖符，询问道：“蓝星界刘峰，你们这是认识我？”刘峰打了个手势，示意黄忠暂时不要行动，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主动上前打招呼，他也不能不讲武德。妖符一个作揖：“不久前刚听魔星提起过你，没想到现在就遇到了你。”刘峰微微颔首，没想到你们的消息还挺灵通，是有什么渠道吗？妖符轻笑道：“万界的神话领主有很多，但能打出名气的就那么些人，所以互相之间都认识。你要是不介意，可以加我一个好友，以后有什么消息或者特殊资源可以互相共享。”刘峰心中一动，他现在确实缺少一个了解万界的渠道，妖符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啊。刘峰点了点头，直接向妖符发起了好友申请。妖符通过刘峰的申请后，轻笑道：“看你的样子，对外界似乎不是很了解，我这边正好有一个消息，买你一次投降如何？”刘峰不动声色道：“你既然从魔星那了解过我，应该知道我的实力。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消息能买我一次投降。”妖符注视着刘峰，缓缓道：“一处新发现的神话界面。”神话界面？刘峰心中一震，这是他在蓝星听都没听过的一个名词。妖符暗自一笑，通过刘峰的微表情，不难判断出刘峰的消息渠道非常闭塞，要不然也不能连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神话界面都不知道。他甚至有点怀疑刘峰所在的蓝星界是不是他想象中的大界。刘峰或许是某个隐居真神家族的嫡传吧。妖符在心中默默想到。第77章，所以
得加钱。刘峰可不管妖府怎么想，直接问道：“这个神话界面有什么说法吗？”妖府想了想道：“这算是一个副本，只针对万界排行榜前10的副本，所以这个月的万界排行榜会无比的激烈，各大界面应该都会在最后出动底牌。”刘峰听完，轻轻摇了摇头：“这不够，以我的实力，别说是拿下排行榜前10，就是拿下第1都没什么问题。你最多算是提前将这个消息告知我罢了，单凭这个消息还不够让我这样的强者投降认输，所以得加钱。”妖符听得一愣，他原本也没指望这个消息能让刘峰投降，结果刘峰竟然说可以投降，只不过要加钱。妖符小心地询问道：“这个要加多少呢？”刘峰看了看最近辛辛苦苦积攒的4万多灵石，咬牙道：“10万兆灵石吧。”好。刘峰话音刚落，妖符就当场点头答应，接着就迅速通过好友界面给刘峰赚了10万兆灵石，一副害怕刘峰后悔的样子。刘峰怔怔地看着属性面板上多出来的10万兆，内心是1万头草泥马在奔腾。少了，这绝对是要少了呀！他怎么都想不到，在他眼中的巨款，妖符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拿出。而且看妖符的样子，这10万兆灵石怕是和零花钱差不多。对方甚至都不怕他后悔，直接就将灵石交易给了他，这真能不让他无语。算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能为了这点灵石破坏自己的形象。正好1分钟倒计时也没几秒了，刘峰直接道：“灵石收到了，那我们有缘再见。”说着就选择投降认输。回到领地的刘峰刚想继续匹配，就收到马超的消息：“主公，一名自称是华夏战略部部长的领主找到了我，说是代表华夏想和谈谈。”华夏战略部吗？刘峰微微一笑，总算是被找到了。刘峰快速给马超回了消息，让他与华夏官府进行全方位的合作。通过兵种召唤令，让刘峰意识到有些资源靠自己是很难收集全的，就像是残缺领主之心，他就是杀穿万界排位战中的对手，最终也获得不了多少。至于说大规模屠戮蓝星领主，这一点有点违背他的道德观，毕竟他曾经也是传说中的3好学生。剩下的也只有交易，将一些自己用不到的资源交换给华夏，也算是物尽其用，肥水不流外人田。更何况背靠华夏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人多力量大。华夏拥有数亿领主，每人薅点羊毛，那也是海量的资源。另一边，得到刘峰指示的马超将萧寒迎进他的领地，一路上萧寒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护送2人的西凉铁骑。神话军团啊，这是他接触到的第1支神话军团。萧寒按捺着内心的躁动，跟随马超一路来到他的领主小屋。随着2人坐定，马超率先开口道：“不知道萧寒部长找我有什么事吗？”萧寒也没有卖关子，开门见山道：“你是我们华夏接触到的第1位拥有神话军团的领主，所以我代表华夏想和你达成一些交易。”马超微微点头，但说无妨。萧寒在脑海中整理了下语言，才开口道：“华夏拥有数亿领主，但是苦于没有途径打开获取高级资源的渠道，一直陷入恶性循环，迟迟无法诞生出可以走出蓝星界的强者。所以，我们想通过你和另外3名神话军团拥有者一起联手打破等阶枷锁。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无偿的，我们将集中全华夏的资源，帮助你们解决基础资源的问题。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将来获得的高阶资源，在满足你们自身后，剩下的资源华夏都拥有优先购买权，直至合作结束。”马超没有急着答应，而是反问道：“你说的高阶资源指的是哪些资源？这些资源的价格由谁定义？如果那些高阶资源我们一直不够用，又该怎么办？”萧寒闻言内心一喜，他不怕马超有疑问，就怕马超直接拒绝。说来不怕你笑话，史诗级以上包括史诗级在内的资源，在我们眼中都算是高阶资源。至于价格你放心，我们绝对会高于市场价回收。另外，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将资源卖给我们，一切都是以保证你们发育为前提，剩下的资源才是我们需要的。马超听完萧寒的话，淡漠平静的脸上蓦然生出一抹笑意。那就合作愉快。萧寒听到马超的话，甚至都有点没反应过来，接着就一脸欣喜道：“合作愉快。”马超轻笑道：“其他资源我暂且用不到，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残缺领主之心和金铁矿，有多少我要多少。”萧寒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点头道：“没问题，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帮你收集到足够的残缺领主之心和金铁矿。”马超微微点头：“那就麻烦了。”萧寒见合作已经达成，整个人顿时放松了下来。我这次过来，除了代表华夏寻求和你的合作，另外还有一项任务。马超好奇地看向萧寒：“什么任务？”萧寒眼帘一低，其实蓝星界是存在神话秘境的，就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但都是19级秘境，我们迟迟攻略不了。马超眸底闪过一丝喜色，这种秘境有多少？萧寒略显尴尬，因为界面气运问题，
目前整个蓝星界只有6座，分别在我们华夏、漂亮国、熊国、阿三国、欧连体以及扶桑国，且1个月只刷新1次。秘境在哪？我抽时间去尝试一下。萧寒听到马超的话，善意的提醒道：根据我们攻略同级秘境的经验，正常一个秘境需要3个同等阶军团才能完美通关。马超沉吟一番，最后缓缓道：你还是告诉我位置吧，我先去看看，实在不行，我会邀请其他人一起去攻略。萧寒闻言一惊，接着一脸欣喜道：你是说你认识其他几位神话领主？第78章秒升17本。马超微微颔首，认识。太好了！萧寒激动的用力挥了挥拳，当即就把秘境坐标点发给了马超。马超看了眼坐标点，收到了。我最近都在冲万界排位战排名，这个秘境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过去，我去的时候联系你。萧寒轻轻点头，随时等你消息。马超等到萧寒离开后，便将神话秘境的消息通知了刘峰。19级神话秘境吗？刘峰沉思几秒就有了决定，他现在拥有14万兆的灵石，足够将等级提升到17级。说干就干，刘峰直接消耗11万灵石，将领主小屋秒到17级。一连2股暖流在刘峰身上流转，他的属性也随之暴涨。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17级，属性血量 7.5 兆，力量 0.75 兆，防御 0.75 兆，速度 0.75 兆，精神 0.75 兆。宝物地图。个人排位战积分1365，三人团体排位战积分1790。装备羿射9日，仙履御衣。技能万法归心。刘峰升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麾下英雄和军团进行全面升级，17级的神话英雄和将士属性也是相当的炸裂。黄忠神话，等级17，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656854，力量39414，防御26279，速度39414，精神26279。专属军团定军神社营，神话。专属武器1赤血刀加11.2，祝融火神弓加11。专属坐骑燎原马加11。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 500%。技能1爆破剑2，意志剑3，蓄力剑4，魔力剑。军团天赋1精准。2共享定军神射手，神话，等级17，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31380，力量19708，防御13147，速度19708，精神13147。武器长弓、标枪、长刀。天赋精准，共享主将黄忠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不仅是属性提升巨大，各大军团数量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其中定军神社营和滨州狼骑 433.5 万，雷霆泰坦军团425万，其他神话军团也都达到了85万，其他炮灰军团若干。这也就意味着刘峰可以在一瞬间聚集起2142万的神话军团。凭借如此数量的神话军团，哪怕只有17级，刘峰也可以直接莽穿万界个人战。更何况以他现在获取资源的速度，应该很快就可以冲刺到19级。到时候13支神话军团合体，谁来都不好使。就算是那些最顶尖大界的天骄，他也有信心碰一碰。想来蓝星界的领主应该又炸锅了吧？刘峰恶趣味地打开了聊天频道，果然整个聊天频道都陷入疯狂。饶是以刘峰的眼力都跟不上刷屏的速度，只能暂停着看。而每一秒暂停观看聊天内容后，未读聊天内容都是瞬间99加。举报！我王大锤实名举报！那群吊人绝对是开了！我尼玛呀！15级秒到17级，这得耗费多少灵石啊 ？FK FK FK， 大佬们在不在？我不想努力了。企鹅集团诚聘在榜领主，待遇从优。刘峰轻笑着关掉聊天频道，随手点开了交易拍卖行。已经480枚了吗？刘峰眼眸流转，他已经开始盘算怎么去搞一些高阶资源，以便换取他现在急需的残缺领主之心和金铁矿。他很想知道装备上传说武器和马匹的定军神社营到底能有多强。就是这获取高阶资源的渠道有点少，最起码在蓝星界很少。刘峰摩挲着下巴，心中一动，直接就开启3人团体战的匹配。还是去薅万界天才的羊毛吧，也就他们能满足我现在的需求。半分钟后，刘峰、黄忠等人就出现在了方形战场。定军神社营依旧是老套路，直接原地蓄力。随着最后1秒倒计时结束，刘峰这次的对手就出现在他视野中。不好，
对面竟然有3大神话军团，撤！不等定军神社营蓄力完毕，对面3名领主就当场投降，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刘峰以及一众还没反应过来的英雄和将士。叮！恭喜领主获得本次3人团体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1805。刘峰嘴角一阵抽搐，默默地关掉面板提示。虽然很轻松地获得了15积分，但是刘峰一点都不高兴。相较于积分，刘峰更喜欢收割对面领主的资源，毕竟积分常有，资源不常有。刘峰非常不爽地再次开启排位，不知道是不是感应到刘峰的不满，这次匹配到的是3大神话领主，而且还是消息不怎么灵通的神话领主。刘峰静静注视着对方的阵地，2400万左右的将士，其中有570万是神话将士，看样子似乎没有直接投降的意思。17级的余音法师基础伤害为26280，经过武器、增幅塔、献祭、共享荣光的加成就是198万，再加上我上线的共享荣光，最终就是1485万。这样算下来，哪怕是85万余音法师全部命中，都秒不了一名拥有187.5兆血量的19级神话领主啊！想到这，刘峰扭头看向黄忠，黄将军，全力集火其中一个领主，同时分出部分火力，定点清除对面的3名神话英雄。是。收到刘峰命令的黄忠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让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锁定1名领主，并分出1半左右的定军神射手留作机动应对对方的攻击，同时还分出3支万人小队，分别锁定对方军团的3大神话英雄。第79章超级富有的19级神话领主。1分钟时间很快过去，双方似乎都在等这一刻，而且想法都出奇的一致，都是典型的斩首战术。只不过刘峰的目标是对面的领主，而对方则是刘峰、黄忠、蔡文姬、雷霆泰坦指挥官。好，425万雷霆泰坦军团直接开启雷霆之怒，咆哮着冲向对方阵地。对面的领主也不含糊，前线30支传说军团齐齐冲向雷霆泰坦军团。雷霆泰坦指挥官对战场的把控相当的到位，在双方接触的瞬间直接开启雷霆之盾，所有的雷霆泰坦顿时周身生出一圈深蓝色护盾。这还没完，雷霆泰坦指挥官接着又开启了雷霆之力，本就属性碾压对面的雷霆泰坦气势再次暴涨。砰砰砰，雷霆泰坦军团与30支对面的传说军团狠狠碰撞在一起。对面的领主很有经验，直接利用数量优势将雷霆泰坦逐一包围，试图将之一一磨死。雷霆泰坦指挥官眸底闪过一抹邪笑，他等的就是这一刻。同样享有精神链接塔的他，当场给所有雷霆泰坦下达了命令：雷霆之链开！一时间425万雷霆泰坦周围17米全都充斥满蓝色雷霆，数不清的敌方将士如同串糖葫芦一般被雷霆锁链一一贯穿。3秒过后，穿插围剿雷霆泰坦军团的30支传说军团全军覆没。与此同时，双方远程军团之间的对决也落下帷幕。对面唯一的远程法师军团被1半的定军神社营死死压制，凡是升空的法术几乎都被精准射爆，而剩下的200多万定军神射手配合整支余音法师团，经过足足8轮的齐射，才堪堪将1名神话领主轰杀，足见19级神话领主的难杀程度。期间另外2位神话领主也想过去救援，但是他们想错了一件事，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属于饱和式打击，多他俩不多，少他俩不少，他俩只是帮那名倒霉催的领主扛了2轮，就默默地退到远处。尤其是在看到前线30支近战军团全军覆没，自家神话法师团被对方死死压制，更是失去继续作战的信心，当场就给剩余军团下达了自杀命令。伤亡人数一到，2人直接灰溜溜投降认输，甚至连看一眼刘峰的勇气都没有。叮！恭喜领主获得本次排位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1820。刘峰回到领地，满意的看着这次的收获，真不愧是19级神话领主，这资源怕是积攒了很久了吧。刘峰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没办法，这次收获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是雷霆泰坦军团灭杀的30支传说军团，共计收获30枚传说英雄碎片， 6.7 兆灵能。然后就是19级神话领主的资源，这才是最大头的一份。残缺领主之心加1，粮食加52180斤，木材加54821斤，石料加52369斤，铁矿加14523斤，灵能加18848斤，灵石加18458斤，金铁矿加1563斤。是的，直接是以斤为单位的资源。这些19级的神话领主基本都已经积攒够升20级的灵石，都是为了万界排位战才一直卡在19级。一想到他之前为了10万兆灵石就卖掉一次投降机会，刘峰就恨得牙痒痒。一是因为要少了，二是暴露了自己乡下土鳖的身份，就像是13块的麻辣烫一样，真的是亏麻了。很难想象妖符当时听到他只要10万兆灵石的心情，也亏得妖符能憋，竟然没有笑场。
哎，以后可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丢死人了。刘峰叹着气，将自己的等级秒到19级，共计耗费1100金灵石，接着又耗费8800金灵石，将酒馆、军营、教场、仓库、铸造房、马场、定位塔、英灵殿秒到19级。嚯，这下总算是可以无敌了。就是这神话英雄碎片只剩下20枚，已经不足以让接下来的5名英雄全部晋升到神话级。怎么办呢？刘峰陷入沉思，很快他就一拍脑袋，看我这记性就差5枚而已，我这没有，其他9大英雄领主凑总能凑齐吧。刘峰说着，就在一个名为大汉的聊天频道发了个消息，急需5枚神话英雄碎片，大家伙一起凑一凑。滴滴滴，刘峰这边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他就收到数条交易请求。叮，你收到马超赠送的2枚神话英雄碎片。叮，你收到关羽赠送的2枚神话英雄碎片。叮，你收到吕布赠送的18枚神话英雄碎片。刘峰怔怔地看着多出来34枚神话英雄碎片，其他8位英雄领主还好，就是这吕布是什么情况？18枚神话英雄碎片啊！要不是实打实的出现在他的资源面板上，他甚至都怀疑自己眼花了。刘峰摩挲着下巴，缓缓陷入沉思。他现在已经升到19级，对资源的需求已经没那么高，以后或许可以以猎杀敌方神话英雄为主。刘峰越想越觉得这个想法不错，随即找来黄忠、荀彧，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黄忠微微颔首，主公的想法很好，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荀彧亦是微微点头，他满是赞许的看了眼刘峰，他的这位主公是真不错，不仅听劝，话少，喜欢当甩手掌柜，而且战略方向特别明确。19级之前一心搞资源，这刚到19级就准确的找到接下来的战略方向，当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主公。就是在一些事的手段上稍显仁慈了些，就像9大外派的英雄领主得到的命令基本都是合作为主。殊不知蓝星界目前的情况就应该快刀斩乱麻，非常时刻当行非常之事，直接以9大神话军团镇压各种不服，强行整合蓝星界大部分领主，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冲出蓝星界。据他了解到的情况，蓝星界目前的界面战战绩是10战10负，战绩惨到没眼看。就这整个蓝星界还是内乱不断，几个强大国度之间恶性竞争，只为蓝星界那点仅存的资源。蓝星界现在是陷入了死循环，接连的战败致使蓝星界气运几近为零，整个界面的秘境逐年减少，这也导致蓝星界的整体实力越来越弱。最可悲的是，神话秘境就放在那边，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攻略下任何一座。荀彧大致演算了下，如果没有刘峰的出现，蓝星界大概率会在未来几10年内消亡。荀彧悠悠看向远处，云长、子龙、凤仙那边应该开始行动了吧。第80章谋士贾诩。正如荀彧所想，关羽、赵云、吕布3人几乎同时接见了各自所在国度的官府代表，且都明确地表示拒绝合作。不仅如此，3人直接在世界频道制定了一份联合说明，并各自成立了自己的联盟。进联盟的福利那是相当的炸裂，只需要花费可以忽略不计的灵能和灵石，就能租赁一队神话将士陪同他们下副本，期间获得的所有资源55分，并且不要宝箱。这一惊天巨变彻底看傻了所有吃瓜群众，尤其是华夏的领主更是羡慕的口水直流。完了，我们这下要被其他国度的领主拉开差距了。抛开事实不谈，华夏的那些神话领主不应该站出来无偿帮助我们吗？我们华夏的官府难道还没有找到排行榜上的4位领主吗？这样下去，我们真的要陷入被动了呀！萧寒看到联合声明的第一时间就联系上马超，小心翼翼地询问起具体情况。马超只回了一句话：勿慌，有我们在。萧寒看着马超回复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此时的脑海中闪过一条接一条的信息。这位之前说过认识华夏的其他神话领主，国外8大神话领主发布这样的联合声明，应该也是互相认识。这位让我们不用担心。可是仅凭已知的4位神话领主，哪怕是加上匿名的第一神话领主也不够吧？这里面是不是有着我们不知道的信息差？萧寒眉头紧锁，他脑海中隐隐约约要捕捉到其中的关键，可感觉总是差了那么一点。萧寒突然想起林峰说过的那个猜测。不会吧？萧寒整个人一颤，仿佛是想到了什么骇人的事，连瞳孔都下意识的放大。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现身，互相认识，互相达成联盟。这些神话领主不会是属于同一个势力吧？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这些神话领主背后很可能存在一个幕后操盘手。萧寒激动地在原地来回踱步。假设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幕后操盘手，那他这次发布的联合声明就有说法了呀。暂且不论神话领主对其他领主的吸引力，单是他们抛出来的福利，就能将民间所有的精英一网打尽。一山不容二虎，完成对民间领主的整个，
就算是那些神话领主不动，其他3国的官府也容不得他们。而且我不信那些神话领主是闲得无聊才发布的联合声明，他们肯定有自己的目的。所以真相就是他们要一统3国。萧寒越分析越亢奋，他感觉他自己已经快要接近真相了。接着萧寒又皱起了眉头，他刚刚想到，如果那些神话领主彻底整合了3国，那他们华夏又该怎么办？还有一点萧寒有点想不明白，那就是为什么华夏的神话领主没有参与这次的联合声明？难道是我想多了？华夏的神话领主和对方不是一伙的？萧寒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一声长叹，真是多事之秋啊。殊不知萧寒的一顿分析已经基本接近了真相，就差最后的证实。刘峰这边将自己领地建筑都升级完成，就开始一一将麾下英雄和将士升到19级。他这边刚升级完毕，一些有心人就发现了等级榜的变化，原本就占据话题第一的各国神话领主再次冲上热议。刘峰自己也是忍不住点了进去，偷偷欣赏起自己的杰作。咱就想问问，等级是这样升的吗？为什么人家一群人可以一次性升2级，而我从进入无尽宇宙大陆到现在只有7级？我总结以下6点。呼，舒服。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刘峰，满意的关掉都是6点的聊天频道。下面就是喜闻乐见的召唤英雄，不知道这次会是哪几位英雄被召唤出来。刘峰带着黄忠、荀彧等人来到酒馆面前，2600多万的灵能径直没入酒馆。不一会儿，酒馆中就走出一位身高8尺，眸底不时闪过丝丝光芒。陈贾诩见过主公。刘峰眼角一阵跳动，他没想到第一位出来的竟然会是这位大佬。思索间，他快步上前扶起贾诩。文和请起。贾诩起身后，一一扫视刘峰身后的众人，一个作揖道：“见过黄将军、韩将军、文若、文姬。”荀彧轻笑着上前，有文和的加入，以后的敌人可就不好过了。贾诩咧嘴笑道：“小打小闹，上不得台面，远远不及文若的大战略眼光。”刘峰没管热聊中的几人，直接将贾诩晋升到神话级。一阵黑光闪过，贾诩整个人都变得凝重起来，他不得不屏气凝神，以熟悉突然暴涨的实力。刘峰也在此时打开了贾诩的属性面板。贾诩，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30，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12万。专属天赋1，将相和。贾诩选择加入一名将领军团，以自身谋略大大提升该将领的统帅能力。贾诩当前等阶可提升 5.1 倍将领统帅值。2，君臣和。在贾诩的辅佐下，领主召唤高等阶英雄的概率提升 51%。3，开源节流。在贾诩的辅佐下，领主召唤将士锻造宝物的消耗降低 51%。4，玄香八卦阵，尽断敌方一切雷属性能力。5，损人利己。贾诩往往可以提出一些损人利己的建议，但是都会有伤天和，希望领主谨慎使用。不愧是你。刘峰看完贾诩的第5专属天赋，内心一阵惊叹，这贾诩的建议到底是有多伤天和，系统才会建议我谨慎使用啊。正好此时贾诩已经大体适应了自身力量，朝着刘峰就是一拜。刘峰连忙道：“文和不必多礼，你暂且熟悉一下力量，我这边准备继续召唤英雄。”是。第81章臧霸轻徐重盾兵，谋臣新献殷。随着2600多万灵能再次没入酒馆，酒馆中缓缓走出一位身背巨盾、腰挂长刀的壮硕男子。只见壮硕男子推金山道玉柱的单膝跪地：“末将臧霸见过主公。”宣刀请起。刘峰上前扶起臧霸，内心异常欣喜，因为这是继高顺、张辽、张合之后的第4位近战将领。同时吕布一系的羁绊也彻底激活，400%的全属性加成，将吕布、高顺、张辽、臧霸的属性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不知道会是什么类型的近战军团。刘峰一边将臧霸晋升到神话，一边打开了臧霸的属性面板。臧霸，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30，防御12万，速度59130，精神59130。专属军团轻徐重盾兵，神话。专属武器1，重盾，传说可升级，防御正400%，减伤正40%。2，长刀，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防正40%。军团天赋1，盾格，轻徐重盾兵熟练的运用重盾，无视等阶，等级低于轻徐重盾兵的所有攻击，并可完全格挡一次同等阶将士攻击。2，盾击，
轻徐重盾兵熟练地挥出重盾，对正前方所有敌方单位造成150%的攻击伤害，同时附带击退效果。是防战，和大戟是一样的防战。刘峰心中一喜，他麾下的军团大部分是进攻型军团，像大戟式、虎贲卫士这类防御军团是相当的稀少，就连县阵营有时候都被他当作防御军团使用，足见纯防御军团的稀有。外派的9大英雄领主，其中漂亮国、熊国、阿三国都有近战军团坐镇，只有华夏的马超到现在还是孤零零的一人。现在有了臧霸和他的轻徐重盾兵，马超的西凉铁骑总算是有了保障，可以在战场上尽情的游走。没说的，直接开箱送礼。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意志坚定。意志坚定 SSS 级军团被动技，使用者专属军团所有将士获得意志加成，大幅度提升意志强度，可削弱大部分意志攻击。叮！成功开启 SSS 级专属宝箱，获得 SSS 级技能卷轴盾反。盾反 SSS 级军团技，使用者专属军团所有将士可用力投掷出手中的盾牌，造成100%伤害，在没有阻拦物的情况下，盾牌可自动返回将士手中。刘峰看完意志坚定和盾反的技能介绍，直呼好家伙，原本轻徐重盾兵存在的2大缺点，全都被意志坚定和盾反给弥补了。除了攻击差点，轻徐重盾兵算是正真的攻防一体。想到这，刘峰迫不及待地拿着2卷技能卷轴，来到还在熟悉自身实力的臧霸面前。臧将军，这里有2卷技能卷轴，你有空学习下。臧霸接过刘峰递来的2卷技能卷轴，只是看了一眼就激动地跪伏在地。谢主公恩赐，臧霸无以回报，唯有以命相许。臧将军言重了，我们君臣互相成就而已。刘峰说着就将臧霸扶起。臧将军稍等，我这就将你的轻徐重盾兵召唤出来。说话间，刘峰就消耗25兆灵能，召唤出95万轻徐重盾兵。轻徐重盾兵神话，等级1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0万，力量29581，防御59130，速度29581，精神29581。武器重盾普通，可升级，防御正100%，减伤正10%。天赋盾格盾击，主将臧霸阵亡，天赋将自动消失。看完轻徐重盾兵的属性面板，刘峰直接将他们的重盾强化到19，重盾加19，普通，防御正290%，减伤正29%。没办法，有钱任性。还有3位英雄，继续。刘峰暗道一声，便开始了新一轮召唤。只见酒馆一阵金光闪烁，接着就款款走出一位女子。出女英雄呢？不仅仅是刘峰，其他几位英雄，尤其是蔡文姬，更是目光灼灼地看着酒馆。民女新献英，见过主公。刘峰看着微微府里的新献英，心中一惊，竟然还是一位谋士。要知道三国女谋士可是相当的少见啊。献英不必多礼。刘峰这边刚说完，就嗅到一阵清香拂过，只见蔡文姬快速走到新献英身边，对着刘峰躬身行礼道：主公，我们余音法师团还差一位谋士，我请求主公将献英调到余音法师团。刘峰心中一笑，在确定新献英是谋臣的那一刻，他就决定将之安排到余音法师团。不过当他看到蔡文姬迫不及待的样子，顿时生出逗弄之意。只见刘峰故意脸色一沉，似乎对蔡文姬的行为非常不满。蔡文姬一时不觉，刚想解释，就被身旁的新献英轻轻拉了一下，随后便反应了过来，满是愠怒的碎了刘峰一眼，直看得刘峰心肝乱颤。嗨！刘峰见小伎俩被识破，当即咳嗽2声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既然文姬都开口了，那本主公就破例一次，勉为其难的答应了。说着就看向新献英，轻声道：献英，文姬的余音法师团是我麾下唯一的女性军团，确实挺适合你，你看你是否要加入？新献英平静的脸上生出一抹笑意，微微扶礼道：谢主公成全，我愿意加入余音法师团。刘峰迎着新献英那明亮的双眸，微微颔首道：那就这样定下来，我这边先将你提升到神话级。新献英闻言再次扶了一礼：谢主公。刘峰微微点头，接着便用神话英雄碎片将新献英晋升到神话级。新献英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30，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12万。专属天赋1，将相和。新献英选择加入一名将领军团，以自身谋略大大提升该将领的统帅能力。新献英当前等阶可提升 5.1 倍将领统帅值。2，君臣和。
在新现鹰的辅佐下，领主召唤高等阶英雄的概率提升51%。3. 开源节流，在新现鹰的辅佐下，领主召唤将士锻造宝物的消耗降低51%。4. 玄香八卦训，禁断敌方一切风属性能力。5. 见微知著，新现鹰可以从一些细小细节慢慢逆推出一件事的大体脉络。第82章，铁血无情，满宠，老六司马懿，见微知著吗？真不愧是女谋臣，在抓细节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刘峰暗暗一笑，随后便开始继续召唤第18位英雄。一阵金光闪过，酒馆中就走出一位高大威猛、一脸刚正不阿的男子。陈满宠，见过主公。陈，这么威猛的一个人，竟然是一名谋臣。刘峰暗暗啧舌。说实话，他对三国时期的名人都是一知半解，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就像眼前的这位满宠，他真就对名字有点印象，至于满宠的生平，他是真不了解。想归想，刘峰手上的动作却是不慢。快快请起。刘峰双手将满宠扶起，一时有点尴尬，因为他连满宠字什么都想不起来。一旁的荀彧似乎看出了什么，上前一步道：“伯宁，别来无恙。”刘峰闻言心中大定，他满意的看向荀彧：“什么叫贴心？”这就是。满宠听到荀彧的话，面无表情的抱拳行礼：“见过各位将军同僚。”黄忠等人纷纷上前和满宠打招呼。刘峰等众人打完招呼，上前道：“伯宁，我先将你晋升到神话级。”满宠听到刘峰要帮他晋升到神级，刻板的脸上难得的挤出一抹笑容：“臣先行谢过主公。”刘峰微微点头，并没有在意满宠的态度。经过这简短的相处，他也大致摸清了满宠的路线，典型的毒臣，铁面无私的毒臣。伯宁无需多礼，以后还依仗你多多谏言。刘峰说着，就消耗5枚神话英雄碎片，将满宠晋升到神话级，并趁着满宠熟悉实力的时间，点开了他的属性面板。满宠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30，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12万。专属天赋1，将相和，满宠选择加入一名将领军团，以自身谋略大大提升该将领的统帅能力。满宠当前等阶可提升 5.1 倍，将领统帅值。2，君臣和，在满宠的辅佐下，领主召唤高等阶英雄的概率提升 51%。3，开源节流，在满宠的辅佐下，领主召唤将士锻造宝物的消耗降低 51%。4，玄香八卦离，禁断敌方一切火属性能力。5，铁血无情，满宠通过铁血无情的纪律来约束麾下军团将士，从而大幅度提升麾下军团将士实力，提升幅度等于 10%。满宠等级，好一个铁血无情！刘峰万万没想到，一个谋臣竟然会有如此强横的军团天赋，而且看天赋介绍，铁血无情提升的还是将士全属性，这就离谱。最关键的是，铁血无情还是成长型天赋。以刘峰现在的情况，只要一直猥琐发育，59级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到时候就是 590% 的全属性加成，都快赶上共享荣光的效果了。要知道，共享荣光的变态可是建立在刘峰麾下军团变态的基础上。可惜自己只能上线一个技能，要不然共享荣光和铁血无情一起，那效果绝对炸裂。就剩最后一位英雄，不知道是将领还是谋臣。刘峰思索间就开始了召唤，没多久，酒馆中就走出一位狼顾英式的中年男子。男子走出酒馆，先是扫视一番，最后才朝着刘峰躬身行礼道：“臣司马懿，拜见主公。”是他。刘峰心中一惊，随后便神色平常的上前扶起司马懿。现在可不是在演三国，有传国玉玺在，所有英雄的忠诚度都是满值，根本不用担心一些有的没的。再说了，他麾下英雄的命运都和他绑在一起，他不死麾下英雄就不死，他一死麾下英雄都得死。仲达稍等，我先将你晋升神话再说。谢主公。刘峰微微点头，随即消耗5枚神话英雄碎片，将司马懿晋升神话。司马懿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30，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12万。专属天赋1，将相和，司马懿选择加入一名将领军团，以自身谋略大大提升该将领的统帅能力。司马懿当前等阶可提升 5.1 倍，将领统帅值。2，君臣和，在司马懿的辅佐下，领主召唤高等阶英雄的概率提升 51%。3，开源节流，在司马懿的辅佐下，领主召唤将士锻造宝物的消耗降低 51%。
4. 玄香八卦砍，尽断敌方一切水属性能力。5. 存在感削弱，司马懿可削弱自身及军团的存在感，使敌人下意识地忽略自身及他天赋所覆盖军团的一切谋划行动。看完司马懿的第5天赋，刘峰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老六神剑！这下光影刺客有福了。光影刺客是可以通过扭曲光线来隐藏自己的身形，但是他们非常害怕有准备的同阶军团。一旦对方有了准备，那么光影刺客偷袭的效果就会大大加班，甚至遇到克制军团，谁胜谁负都不一定。可是现在不同了，有司马懿削弱存在感，敌方可能到死都想不起要防备刺客军团的偷袭。刘峰满意的关掉司马懿的属性面板，接着就给外派的9大英雄领主发出消息，通知他们到领地集合。消息刚发出去不久，领地内的传送门就开始接连闪烁，时不时的走出一道人影。1分钟不到，关羽、赵云、吕布等9位英雄领主加上陈宫，共计10人全都出现在刘峰面前。刘峰环视众人，心中顿时一阵豪气冲天。13名神话将军，6名神话谋臣，加上1名神话雷霆泰坦指挥官，足以称得上是超豪华阵容。最关键的是，英雄领主还可以自主召唤英雄。如果19名英雄领主全部召集满英雄，那就是342位额外英雄。要是发展的足够顺利，这342位额外英雄完全有机会全员晋升神话。那时候他麾下军团的数量将会膨胀到极致，可谓是一人敌一国。第83章军团成型，2大目标。就是这神话兵种建筑有点难搞啊。刘峰心中一叹，他唯一的兵种建筑雷霆泰坦军团还是通关新生试炼得到的，可想而知神话兵种建筑的稀有程度。刘峰刚刚盘算了下，他现在有6位谋臣，也就代表着有6大军团将士数量可以突破到 484.5 万。以这种规模的将士数量，加上他麾下军团的强势，拿下个人战前16个席位肯定是没问题。剩下的7大英雄领主努力应该可以拼下2-3个席位，甚至操作得当的话，前10全部拿下也不是问题。比如刘峰可以错峰出行，6大拥有谋臣加入的英雄领主可以不停狙击万界有望冲击前10的天骄，只要将他们3次投降机会打出来，剩下的7大英雄领主完全可以无压力的冲刺前10。相对于个人战可能包揽前10的战绩，团体战可能会差一点，毕竟满打满算也就能有6支队伍可以冲进前10。念及于此，刘峰双眸神碎道：诸位，我们已经顺利完成第1阶段的准备工作，剩下的就是全力收割这个阶段的资源。第一个目标就是将全部英雄晋升神话，以及让所有将士装备上传说武器和马匹。第2个目标是整合整个蓝星界的势力，争取在下一次界面战中全力收割其他界面的资源。刘峰话音刚落，场下就响起阵阵掌声，不论是将领还是谋臣，显然都对刘峰的计划非常满意。刘峰双手微抬，示意众人安静。等到场面安静下来后，刘峰缓声道：这次大升级，我们迎来了臧霸、贾诩、新献英、满宠、司马懿5位英雄。对于臧霸将军，我准备让他和马超将军组成华夏战略小队，专门负责华夏的一切事宜。献英则是加入文姬的余音法师团。剩下的3位谋臣，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贾诩、满宠、司马懿相互对视一眼，随后便默契的点了点头。他们3人刚刚已经了解过各大军团的特性，也都有了各自的选择。贾诩悠悠道：主公，臣请求加入张飞将军的燕云铁骑。满宠抱拳道：主公，臣请求加入赵云将军麾下的常山突骑兵。司马懿最后道：主公，臣请求加入韩龙将军麾下的光影刺客军团。刘峰听到3人的选择，顿时喜笑颜开，显然对3人的选择非常满意。大家如果都没有意见，那就这样定下来。刘峰轻声道。贾诩、满宠、司马懿齐声道：谢主公成全。3人说罢便都选择加入各自选择的军团。刘峰也是快速将3大军团将士补充完毕。至此，刘峰麾下13大军团彻底成型。其中黄忠、荀彧麾下的定军神社营、蔡文姬、新献英麾下的余音法师团、韩龙、司马懿麾下的光影刺客军团、吕布、陈宫麾下的滨州狼骑、张飞、贾诩麾下的燕云铁骑、赵云、满宠麾下的常山突骑兵全都达到 484.5 万。剩下的7大军团都是95万，再加上雷霆泰坦军团的475万，刘峰麾下神话将士数量达到了恐怖的4047万。这怕不是已经能够平推蓝星了吧？这还没算其他炮灰军团，要是算上这些炮灰军团，刘峰麾下将士数量更是超过了1亿。目前他的传说英雄碎片非常的充足，加上其他英雄领主积攒的传说英雄碎片，完全可以将所有英雄晋升到传说5星。要是狠一点，直接熬过10个月。那时候
刘峰就能拥有超过10枚的专属神话宝箱，也就意味着他会多出10几支神话军团。要是再狠一点，直接熬到全员神话，到时候想到这，连刘峰自己都止不住的一颤。他忍不住深呼吸一口，努力将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冰，不能这样画，这话的自己都兴奋了，真就是离谱。刘峰静默良久，对着众人道：下面大家开始努力冲刺万界排位战，最低要求是霸榜10个月。另外，我之前说的2个目标，希望大家尽快完成。是。19位英雄，包括雷霆泰坦指挥官，全都齐声应是。就在刘峰安排好一切事宜时，漂亮国川普领地内正在召开一场秘密会议，与会的都是在漂亮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领主，其中有著名的洛克菲勒财团代表人物约翰，摩根财团代表人物克里斯，花旗财团代表人物维克多等财团代表，还有漂亮国海陆空的3大总司令以及漂亮国一众闻名世界的公司代表。端坐上手已经达到16级的川普阴沉着脸道：今天邀请诸位过来，是想商讨一下漂亮国内3位神话领主的事，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了。与会代表闻言全都没有第一时间回话，艾丰公司代表乔库克见一众大佬都不讲话，便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国主，那3名神话领主已经找到了吗？川普微微点头，找到了，只不过他们的领地都有屏蔽建筑，侦查不到具体情况。乔库克问完就选择闭嘴不言，在这种大佬云集的场合，他起的作用就是抛砖引玉，具体要怎么做只能由坐在他上位的那些大佬决定。果然，有了乔库克的问话，洛克菲勒财团代表约翰缓缓说道：大。摩根财团的代表克里斯也发话道：既然不能为我们所用，那就将他们清除吧。陆军总司令詹姆斯沉声道：19级的神话军团最低拥有95万神话将士，每一名神话将士的属性大致相当于9级史诗领主或者13级稀有领主的属性，而我们海陆空3大军部只能凑出100万这种级别的领主军团，也就是说，我们3大军部只能对付1支神话军团。听完詹姆斯的话，约翰、克里斯、维克多等财团代表互相交流了下眼神，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我们10大财团可以解决掉1支神话军团。川普缓缓转头，冰冷的目光落在乔库克等公司代表身上。你们怎么说？第84章，3大国度在行动。乔库克此时是有苦说不出，他们这些公司势力虽然很多，但是要凑出100万这种级别的领主军团，那也是要伤筋动骨。他刚想要说点什么，就对上川普那双毫无感情的双眸。乔库克心中一咯噔，连忙表态道：我们各大公司愿意解决1支神话军团。乔库克说完，偷瞄了眼川普，见川普脸色缓和，便轻声道：国主大人，哪怕我们能够凑出这样的领主军团，对上那3大神话军团也就是5-5开，就算是加上众多炮灰将士，那也最多4-6或者3-7开，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呢？要是我们损失太大，很有可能会失去和华夏的竞争能力，希望国主三思啊。川普邪魅一笑：你以为这次是我们漂亮国一国的行动？你太天真了。川普轻笑着摇了摇头，这次不仅是我们熊国、阿三国都会一起采取行动。熊国？乔库克震惊地看向川普，熊国不是和我们不对付吗？怎么会和我同一行动？川普仿若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乔库克，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关系都是虚假的。川普接着一声长叹，原本以为这些神话领主的出现会是我们的一次转机，可是怎么都想不到他们竟然是如此的狼子野心。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发布那条联合声明，这是妥妥的取死之道。另外，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参与这次行动的不仅仅是我们3国，扶桑国、泡菜国、欧连体等全都已经派出特战领主军团进入我们3国。可以说，除了华夏及其附庸国外，大部分蓝星强国都参与进了这次大围剿。原来如此，乔库克满脸的激动，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喝。反观其他财团代表和军部代表都显得格外平静，显然是早就得到内部消息。川普缓缓起身来到众人身边，眼神睥睨道：在国家机器面前，个人力量永远都是蝼蚁，希望诸位引以为戒。说罢，川普便潇洒地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众代表面面相觑。都散了吧。约翰轻笑着带头离去，似乎并没有在意川普的言语。克里斯、维克多等财团亦是如此，浑然没有一丝担忧，全都一脸轻松地离去。陆军总司令詹姆斯眉头一挑，但是一句话也没说，显然是拿这些财团代表没有办法。一天后，刘峰3人团体战的排位积分顺利突破2000分大关。与此同时，他也收到交易拍卖行的消息提示：叮，你的28枚传说兵种召唤令已成功拍卖，最终成交价为860枚残缺领主之心，扣除手续费后剩余688枚，是否现在领取？是否？是。刘峰咬牙切齿地选择了是。
这残缺领主之心获取的也太慢了吧？刘峰一脸苦恼地看着属性面板上767枚残缺领主之心，怎么办呢？就在刘峰陷入沉思时，他的私聊界面突然弹出一条条消息，赫然是关羽、赵云、吕布等8大外派英雄领主发来的消息。刘峰点开消息一看，顿时惊了，这群家伙是疯了吧？我都没去找他们麻烦，他们倒好，竟然敢主动找自己麻烦。他接着就是一阵大喜，哈哈大笑道：这真是瞌睡时有人送枕头啊！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将你们一次性打服，顺便也能收割一波残缺领主之心。刘峰快速召集来黄忠、马超等人，将情况说明后就开始安排起来。马超将军，你率领西凉铁骑支援高顺将军；臧霸将军，你率领清徐重盾兵支援关羽将军；黄老将军，你率领定军神社营支援张辽将军。另外，你将雷霆泰坦军团支援给公孙瓒将军。文姬、韩将军，你俩和我去支援一下张合将军。这次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将三国国度给我杀服了。是。黄忠等人全都抱拳应是。刘峰在将炮灰军团留下守家后，便急吼吼地带着余音法师团和光影刺客前往传送门所在地。刘峰很快就通过传送门来到张合领地，刚一出现就看到守候在一旁的张合。张将军，目前的情况如何？张合整理了语言，朗声道：目前领地周围出现一支100万级别的领主军团，还有4支10万级别的领主军团，而且看情况还有增加的趋势。看对面这架势，应该是想一波将我们打残打废。刘峰眼睛一亮，咧嘴笑道：领主军团好，数量越多越好，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不能轻易放过。韩将军，末将在，你即刻带领光影刺客军团潜伏出去，将敌人所有退后切断。末将领命。韩龙说完便消失在原地，带着光影刺客军团快速冲向远处。刘峰摩挲着下巴，沉声道：张将军，你让大几氏军团准备好，等余音法师团将对方歼灭后，你立即带人给我将整个漂亮国力一遍，务必抓住这次机会，一次性将残缺领主之心打够。末将领命。刘峰轻轻点头，随即将这个命令传递给了所有英雄。发送完消息，刘峰便眼神灼灼地看向远处。他知道，随着他一声令下，3大国度绝对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但是啊，谁叫这些家伙不长眼啊？这次可不是他主动找事，他只是被动反击而已。至于为什么会反击成这样，只能说明对方菜喽。漂亮国、熊国、阿三国以及一众国度的行动终究没能彻底封锁住消息，很快就在世界聊天频道上闹得沸沸扬扬。华夏民众，什么情况啊？你们这些人是疯了吗？为什么要围剿蓝星为数不多的神话领主啊？华夏官府，华夏对于各国这次行动予以强烈谴责。华夏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漂亮国、熊国、阿三国方面，保持最大限度冷静克制，立即停止行动。第85章，赤裸裸的屠杀。扶桑民众，嘎嘎嘎！华夏方面又开始急了，还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漂亮国民众 ，why？ 熊国民众，我们到底是哪头的？阿三国民众，不要啊！我这刚准备加入联盟啊！漂亮国、熊国、阿三国、欧联体官府机构有证据表明，神话联盟属于他界卧底，希望蓝星界所有国度联合起来，共同度过这次危机。刘峰不屑地看着3大国度的骚操作，这真是不要脸到了极致。明明自己就是强盗，非得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合理的理由，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简直就是离谱。不过这招好像还挺有用。刘峰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聊天频道的风向变了，几乎所有国度的民众都开始对神话联盟口诛笔伐。果然是单纯可爱的老百姓。刘峰轻笑一声，既然如此，那我就更应该仗义出手，用物理方法将你们打醒了。刘峰并没有选择主动进攻，就像之前说的，他这是被动反击，属于正当防卫行为。一旦主动攻击，那性质就变了。他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怎么能够做这种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事情呢？时间1分1秒的过去，张合领地外的领主军团达到了13支，领主数量更是达到了220万，而且都是平均等级达到8级以上的领主。张合领地外，约翰、克里斯、维克多等财团代表遥遥看着没有一点动静的张合领地。约翰微微皱眉道：对面是什么情况？这是准备死守了吗？克里斯轻笑道：不守还能怎么办？难道还能冲出来和我们决战啊？约翰丝毫没有在意克里斯的话，轻轻摇头道：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对方就算是死守，也应该派人出来侦查一番吧。可是到现在，我没有见到一名对方的将士。有联系过其他人没？他们那边是否也和我们一样？已经联系过了，都一样。一旁的维克多回答道，接着神色整个一冷，不管对面在搞什么鬼，这次必须彻底将他们铲除，要不然任由他们发展下去，
迟早要动摇我们的地位。这一点，我们不想，也不允许发生。克里斯一时赞同道：“别疑神疑鬼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没有退路，安心等待进攻命令就是。”蓝星、川普、南斯、摩迪正在进行视频通话。摩迪，我们这边所有军团已经全部到位，可以收网了。南斯，熊国这边也一样。川普，那就开始吧。随着三人意见达成一致，包围在8大领地外的领主军团缓缓动了起来。一直留意外面动静的刘峰嘴角微微上扬，总算是开始，再不来我都想要主动出击了。没了黄忠的指挥，刘峰便亲自上线，通过精神链接塔给所有将士下达了准备进攻命令。尤其是余音法师团更是开始逐一锁定各自的目标。可怜的220万领主还不知道他们行动的那一刻就是他们死亡之时。19级的神话余音法师裸攻59130都不需要其他增幅，只需要蔡文姬的共享荣光和刘峰的共享荣光就能达到354万的攻击。要是再加上武器、增幅塔、献祭的增幅，攻击直接破4000万。而一名10级史诗领主，他的最大生命值也就98万多。只有领主军团中罕见的传说领主，且等级还要超过10级才能抗下余音法师的一击。与好整以暇的刘峰不同，领地外的约翰正看着已经集结完毕的领主大军，眼神闪烁，不知在想些什么。维克多缓缓来到他身边，轻笑道：“想什么了？准备进攻了。”约翰目露笑容道：“行啊，开始进攻吧。这边先交给你，我去另外一个方向看看。对于其他国度的军团，我有点不放心。”“行，这里交给我就行。”维克多自信道。“拜托了。”约翰说完就向远处走去。1分钟后，刘峰麾下8大英雄领主领地同时受到进攻。然而3大国度的噩梦也正式开始。漳河领地内，刘峰直到220万领主全部露头，才下达了进攻命令。争！伴随着阵阵琴音，余音法师团阵地上升腾起无数音符，下一瞬就出现在220万领主头上。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1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加3亿，木材加3亿，石料加4亿，铁矿加6000万，灵能加3亿，灵石加1.5亿。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1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加6亿，木材加5亿，石料加7亿，铁矿加2亿，灵能加5亿，灵石加3亿。一时间，刘峰的属性面板上多出220万的未读消息，也就意味着这次进攻漳河领地的220万领主军团全军覆没，其中也包括各大财团的代表。躲在远处的约翰在看到领主军团全军覆没的瞬间，瞳孔下意识地放大，嘴巴微张，整个人都陷入呆滞状态。他有想过这次计划会不顺利，但是他没想过会是这种不顺利。这已经不能算是一场对决，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屠杀。他此时终于知道对面为什么不派兵出来侦查，感情人家根本就没在乎过。只是他有一个疑问，根据探子的情报，对面漳河不是应该都是近战兵吗？这恐怖的远程攻击又是什么情况？想不明白的约翰默默地向远处退去，殊不知他的身边就站着一道身影，正是早就注意到他的韩龙。韩龙见余音法师团已经完成了收割，也就不再等待，直接开启防御解除加致命一击，当场带走了侥幸的约翰。叮！你的英雄约翰成功击杀1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加300亿，木材加300亿，石料加400亿，铁矿加60亿，灵能加300亿，灵石加150亿。咦，竟然还有一条比较大的鱼！刘峰惊疑地看了眼一闪而过的消息提示，不是他不想细看，而是他的属性面板又开始刷屏了。第86章，荒神的3大国主。这一次是各大军团同时刷屏，和余音法师团一样，定军神社营的刷屏提示一闪而过，都是在一瞬间解决了战斗。至于剩下的6大领地的战斗也是一面倒。关羽一马当先，率领着叫刀手军团，如同天女散花一般，急速向4周入侵领地的领主冲去。斩！蓄力一刀斩在青龙之魂的加持下，一刀就将迎面来的1名领主劈成2半。他身后的教刀手们也是不含糊，虽然大多都没有续上力，但是依旧在数个回合解决了各自对手。关羽眼神睥睨地扫视四方，直接通过精神链接塔将所有教刀手分成无数12的小队，同时还下达了无限屠杀命令。关羽这些华夏传奇将领和刘峰不同，他们对华夏之外的所有异族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死绝的异族才是最好的异族。至于蓝星界未来怎么办，他们根本没考虑过，因为他们坚信有他们就足够了。和关羽一样，其他英雄领主在解决完领地外的敌人后，几乎都在同一时间下达了无限屠杀命令。张飞的燕云铁骑，赵云的常山突骑兵，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吕布的滨州狼骑，
马超的西凉铁骑速度最快，他们如同开了闸的洪水一般，疯狂地向领地外席卷而去。其中有以长山突骑兵、白马一从、滨州狼骑效率最快。没办法，他们一个拥有锁敌，击破一个敌方单位就能定位到其他友军单位的位置，这几乎让所有拥有联盟的领主无所遁形。一个速度奇快，信息不够，速度来凑，白马一从们硬是靠着速度维持着超高的击杀效率。最后一个还是会飞的，往往击杀完一名领主，只要一个升空就能快速搜索到附近的领主领地，这也顺利让他们跻身前3效率军团。剩下的军团只能无奈地跟在后面吃灰，近战军团的短板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时间，8大英雄领主领地附近的领主哀鸿遍野，一些侥幸生存下来的领主在世界聊天频道疯狂喊话 ：“FK， 不是他妈说是围剿8大神话领主吗？这才多长时间就让他们突围出来呢？老子周围好多领主都遭了殃，全都死在神话领主的铁蹄下！救命啊！那些神话军团都疯了，见人就杀，我们一个盟的人都死完了。妖兽，我的领地被人一群飞天将士摧毁了！”世界聊天频道上的各国民众都懵了，他们一时有点闹不清是什么情况。华夏民众弱弱地问一句：“这还是围剿吗？我怎么感觉那些神话军团都跑出来了？最关键的是，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跑出来，是不是代表着已经没有能够威胁他们领地的存在了？”高句丽民众，卧槽！华夏老哥分析的有道理啊，这尼玛不会是被各大神话军团反围杀了吧？巴铁民众，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世界聊天频道的信息很快被收集到正在视频连线的川普、南斯、摩迪手中。这不可能！川普惊惧地拍案而起，马上给我联系3大领主军团的负责人，我要知道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不仅是川普、南斯、摩迪几乎都在第一时间联系向各自的战场负责人。然而，围剿神话军团的领主军团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竟然一个都联系不上。这下川普、南斯、摩迪都慌了神。川普阴沉着脸道：“你们也是一样联系不上吗？”南斯沉默着不说话，像是没有听到川普的话。摩迪见状，神色难看的点了点头，各种办法都试过了，全都联系不上，甚至连我留在附近的探子都失去了联系。结合世界聊天频道上的消息，那些参与围剿的领主军团大概率是没了。川普整个人都瘫软在办公椅上。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300万领主啊，那可是300万领主啊！摩迪一时一阵失神，他们都知道失去这300万精锐领主意味着什么，不仅再也压制不住国内的几名神话领主，甚至将失去同华夏的竞争力。最关键的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阻止到处肆虐的神话军团。要是任由其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国度都将会被那些神话军团摧毁。现在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国度，大量领主都被迫退出无尽宇宙大陆，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包围所有官府大楼。想到这，摩迪抬头看向视频中的南斯。南斯，你或许是我们的唯一希望了。南斯当然明白摩迪的意思，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最终点头道：“我尽量。”说着就退出了视频会议。退出视频会议的南斯静静看着右手边的卫星电话，犹豫了许久，还是将它拿了起来。专线电话很快被接通，南斯缓声道：“我是熊国南斯，帮我联系一下龙战，就说我有要事找他。”“好的，请稍等。”听完接线员的话，南斯并没有选择挂断电话，而是默默等待起来。没多久，电话里就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是我。”南斯听到龙战的声音，深吸一口气道：“这次是我不对，你看能否请你出面联系一下你们华夏的神话领主，帮忙解决一下这次事件。”电话另一头的龙战轻声一叹：“南斯，我觉得你有点高看我了。要是没出这件事之前，我可能还会侥幸的认为可以出面解决。但是，你觉得能够硬碰硬全灭你们的那些神话领主，会在乎我一个16级传说领主的话吗？南斯，在全民领主时代降临之时，我们的时代就已经过去了。我反倒是有点庆幸我们蓝星界能够出现如此多的强力神话领主。这样一来，我们最起码不会被淘汰出无尽宇宙大陆，不会沦为一块砧板上的肥肉。”南斯听完龙战的话，足足沉默了10多秒，最后低沉着声音道：“龙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请你出手帮一下我。”第87章 1.52 亿残缺领主之心。坐在办公室的龙战缓缓挂掉电话，他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位老友的请求。龙战拨通了战略部的专线电话，很快就联系上了萧寒。是。萧寒得到龙战的命令后，一刻不停地赶到马超的领地外，通过好友界面发送了一条拜访消息，便静静等待起来。正在指挥西凉铁骑到处寻找领主的马超，看到萧寒的消息，沉思了一番才回道：“这件事华夏不要管，我们自有打算。”发送完消息，马超便关掉聊天框，开始专心猎杀领主。我们？萧寒看着这2个字，
心脏一阵剧烈跳动，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华夏一方神话领主竟然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一想到14支神话军团在3大国度肆虐，萧寒就心中一阵突突。同时，萧寒也是暗暗啧舌，还真和战略部判断的一样，蓝星界所有的神话领主都是一个势力。萧寒现在是又惊又喜，他能感受到马超对他的善意，因为不论是联合声明还是这次大屠杀，这股神话势力都没有牵扯上华夏。再结合马超的态度，萧寒有理由相信这股神话势力就是华夏这边的。萧寒快速退出无尽宇宙大陆，将与马超的对话以及自己的判断陈述给龙战。龙战听完也是愣了许久，最后才缓缓道：“我知道了。”龙战挂掉电话，就拨通了南司的电话。怎么样？那边愿意停战吗？龙战听着南司焦急的声音，轻叹道：“让你们的人全部撤出无尽宇宙大陆吧。至于什么时候能结束，只能看那些神话领主的心情了。”怎么会这样？南司嘴角呢喃着，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刘峰麾下14支神话军团真的是杀疯了，如同14支箭矢一般，在3大国度内疯狂扫荡，甚至已经嚣张到分裂成一支12人的小分队，真的是不拿3大国度领主当人。3大国度的领主也确实被杀得心态崩溃，有条件的都使用定点牵城令转移到安全区域，没条件的也都纷纷使用随机牵城令，都在第一时间远离各大英雄领主的领地。好在刘峰没有丧心病狂到摧毁那些无人领地。3天后，刘峰的消息面板上接连收到各大英雄领主的消息：赵云主攻，常山突骑兵军团圆满完成任务；公孙瓒主攻，白马一从已经收集完2000万残缺领主之心；吕布主攻，滨州狼骑顺利收集完2000万残缺领主之心；张飞主攻，燕云铁骑成功收集完1400万残缺领主之心；张合主攻，大济士顺利收集完600万残缺领主之心。刘峰关掉聊天框，看着属性面板上暴涨的资源，眸底闪过一抹激动。这次大屠杀直接收集了1.52亿残缺领主之心，不仅各大神话军团的传说武器有了着落，就连传说马匹都直接落实。至于其他资源倒是一般，每项资源只增加了几斤，平均下来每个领主每项资源只有1-2亿，还不如他宰一个19级神话领主来的强。刘峰沉思了一番，便给各大军团下达了撤退命令。如今3大国度的领主基本都退出了无尽宇宙大陆，再杀下去也没了意义。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残缺领主之心收集够了，要是不够，刘峰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杀够为止。就这样，这场载入史册的领主大屠杀整整持续了3天3夜，以3大国度伏尸1万领主告终。与此同时，关羽直接花费1亿灵石，在世界聊天频道长期置顶了一则公告：小城大践，如有再犯，毁城灭国。这公告一出，彻底引燃了蓝星界领主，因为3大国度的污蔑，所有蓝星领主都先入为主的认为蓝星的神话领主是其他界面的卧底。他奶奶的，真是狂到没边了！我们蓝星界领主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有本事报坐标，看我们不把你们轮废！求求你们别说了，有小道消息，3大国度这次死伤人数超过1亿，小小一界卧底也敢大放厥词？刘峰皱着眉看着世界聊天频道上的消息，他算是第一次认识到什么叫愚民。就在他想着是不是给这群人点教训时，川普、南斯、摩迪同时置顶了一则公告：这次是我们咎由自取，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胡编乱造、盲目行动，这才酿成这次悲剧。所以请大家不要再议论这件事，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蓝星领主们懵了，不是脑瘫的人都能看出3大国主的意思，这是被直接莽穿打服了呀。还有，这没有调查清楚胡编乱造是什么情况？这不会再说这些神话领主不是异界卧底吧？刚刚在世界聊天频道上叫嚣的人瞬间怂了。开玩笑，能在3天彻底打穿3大国度的狠茬子，岂是他们能惹的？整个世界聊天频道除了一些二货还在无脑喷，大多数人都变得沉默起来。也就在这时，华夏国主龙战突然置顶了一则公告：神话联盟都是由我们蓝星领主组成，大家不得再对神话联盟进行污蔑栽赃。龙战的这一盖棺定论彻底引爆了3大国度的民众。FK， 官府的人都吃屎去吧！因为你们的错误消息，我们联盟死伤了1大半的人。下台，下台，下台！兄弟们，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打不过就加入，老子以后就是神话联盟的人。刘峰看着舆论风向大变的世界聊天频道，直接匿名置顶了一条公告：即日起，神话联盟开始全面招收联盟成员，史诗及史诗以上领主可进，福利不变。同时自下个月起，神话联盟会带队冲击万界100人团体战。公告发布完，刘峰随后便带着余音法师团回到了领地，丝毫没管他给蓝星界领主造成的冲击。刘峰给所有英雄领主发去消息，
让他们带着所有军团到领地集合。第88章，军团装备大升级。刘峰看着属性面板上的 1.52 亿残缺领主之心，悠悠道：“下面就是喜闻乐见的全军大升级。”刘峰翻出曾经开出的传说武器图纸灭神弩，思索一番后又收了起来，还是以主武器为主吧，这个灭神弩只能当副武器。说着就开启了一个 SSS 级专属宝箱，并指定为弓箭。叮！恭喜领主获得传说武器图纸弓箭。弓箭传说可升级，力量正 400%， 破甲正 40%。铸造条件40万灵能点，4万铁矿，4000金铁矿，残缺领主之心，铸造房。叮！恭喜领主获得传说武器图纸古琴。古琴传说可升级，精神正 400%， 破防正 40%。铸造条件40万灵能点，4万铁矿，4000金铁矿，残缺领主之心，铸造房。叮！恭喜领主获得传说武器图纸长刀。长刀传说可升级，力量正 400%， 破甲正 40%。铸造条件40万灵能点，4万铁矿，4000金铁矿，残缺领主之心，铸造房。一连开了3件武器，刘峰看着最后一个 SSS 级专属宝箱，轻声一叹：香到用10方恨少啊！只能暂时委屈其他近战将士先使用传说长刀和灭神弩了。说罢就将之缓缓开启，并选择了马匹选项。叮！恭喜领主获得传说马匹图纸白马。白马传说可升级，速度正 40%。铸造条件40万灵能点，4万铁矿，4000金铁矿，残缺领主之心，马场。开出需要的图纸后，刘峰当场耗费19380亿灵能，给484.5万余音法师装备上传说古琴。余音法师团这边刚装备完，就见黄忠和荀彧从传送门走出，后面则是跟着完好无损的484.5万定军神射手。黄老将军，文若来的正好，我这就给定军神射营打造武器和马匹。说话间就消耗38760亿灵能，将定军神射手们武装了起来，人手1件传说弓箭和传说马匹。至于其他的副武器，只能等以后赋予了再换。完成换装后的定军神射手属性面板也大变样。定军神射手神话，等级1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29581，速度44343，精神29581。武器长弓加19，传说可升级，攻击力正 590%， 破甲正 59%。标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 100%， 破甲正 10%。长刀加19，传说可升级，攻击力正 590%， 破甲正 59%。马匹白马加19，传说可升级，速度正 59%。天赋精准共享，传说马匹力量正 400%。刘峰满意的关掉定军神射手的属性面板。现在的定军神射手裸攻44343，武器加成 590%， 马匹加成 400%， 再加上自己的共享荣光加成 700%， 总攻击就是1224万。剩下的就看定军神射手能蓄力多久，要是能够蓄满10分钟，定军神射手的攻击将直接破亿。当真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是19级神话领主都有希望直接轰杀。传送门还在不断吞吐着将士，刘峰也开始忙碌起来。骑兵军团不用多说，马匹和长刀是必备，就是要不要配灭射弩，这点让刘峰陷入纠结。思索再三，刘峰最终下定决心，先用了再说。资源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只要我的军团足够强大，那一切资源都是我的。念及此处，刘峰当即给除了定军神射营外的所有军团都配备了灭射弩。大喜事，虎贲卫士现阵营还额外配备了长刀，总计消耗8787.5万残缺领主之心。接下来就是全力冲刺万界排位战，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先将蓝星界的神话秘境攻略一下。刘峰随即找来马超，让马超先行和华夏方面沟通，他暂时还不想和华夏起冲突。马超这边很快找到一直守候在他领地外的萧寒，将他们准备攻略神话秘境的事告知。萧寒闻言欣喜道：神话秘境那边我们早就已经清场，你们随时可以进场。马超微微点头，那就好。萧寒见马超心情似乎不错，遂小心翼翼道：不知神话联盟是否会参加蓝星界下一次界面战？界面战？马超微微皱眉，他成为英雄领主的时间很短，加上这2天一直在冲刺万界排位战，对于蓝星界其他消息还真没有关注。这个界面战还有多久？萧寒听到马超的话，显然也是一愣，他没想到马超竟然会不知道界面战的消息。要知道，界面战可是所有界面领主最关心的事，万界排位战不打可以，最多失去很多资源。
但是界面战关系到整个界面的气运，而界面气运高低又和界面资源息息相关。就拿蓝星界举例，10战10负，初始1200点的气运值只剩下200点，要是再输个2场，那气运值将会降为0。到时候，蓝星界整个界面将不会再刷新资源，只能通过有限的几个途径获取少量资源，可以说是直接宣判了死刑。尽管内心十分惊讶，萧寒的表情管理还是相当的到位，面不改色道：下一次界面战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规则也和万界排位战差不多，只不过是将积分变成了气运值，唯一不同的是界面战的气运值不会重置。萧寒一边说话一边观察着马超的神色，见马超听得非常入神，便开始详细解释起来。气运值和界面资源直接挂钩，就比如神话秘境，刚开始的蓝星界每个月都会刷新36座神话秘境，然而由于我们接连战败，如今的气运值只剩下200，秘境也只剩下6座。马超听到这大体明白了界面战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万界排位战决定个人上限，界面战决定界面上限。我明白了，界面战我们会关注，现在先带我去神话秘境。马超铿锵道：好。第89章盘丝秘境。在萧寒的带领下，马超来到一处泛着黑光的秘境进出口。马超环顾四周，找了处空旷的地方，就开始建造屏蔽塔和传送门。5秒后，屏蔽塔和传送门先后完成。不一会儿，传送门中就走出道道身影，为首的正是刘峰，身后跟着的分别是黄忠、荀彧、蔡文姬、辛宪英、韩龙、司马懿以及臧霸。马超见到刘峰后，恭敬地迎了上去。萧寒亦是人精，紧紧跟随在马超身后。他此时的一颗心已经跳动到极致，结合马超的态度，他有种感觉，对面那名年轻人很可能就是神话联盟真正的话事人，也就是等级榜第1的匿名领主。萧寒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不停地在内心给自己加油。他清楚地知道这次机会意味着什么，他必须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华夏能不能腾飞，或许就要看自己这次表现了。主公。马超抱拳行礼后，就缓缓站到刘峰身后。萧寒在听到马超称呼的瞬间，整个脑子都是一片空白。主公，这显然不是同级之间的称呼啊！这一突发情况打了萧寒一个措手不及，他怎么都想不到，在他眼中强大无比的马超，竟然是那名年轻人的手下。怎么办？怎么办？萧寒在内心暗暗焦急，他的大脑疯狂运转，一时竟想不出以何种身份面对那名年轻人。刘峰有点意外地看向萧寒，眉头微皱，却是没有说话，转身径直走向秘境进出口。叮！检测到领主正在进入神话秘境、盘丝秘境。系统温馨提示：神话秘境最高可由5名领主组队进入，秘境内无法补充任何资源，是否选择进入？是。随着刘峰消失在秘境，其他英雄领主也开始陆续进场。司马懿在路过萧寒身边时，轻声道：不要做一些无意思的事。说罢就随着大部队进入神话秘境，只留下眼神不停闪烁的萧寒。萧寒听懂了司马懿的话，同时也是一阵后背发凉，因为他确实打算回去就将刘峰的外貌打印出来，准备来个全华夏数据库比对。萧寒看着一队消失在秘境进出口的神话将士，顿时感到一阵口干舌燥。从开始到现在，光是他技术的神话将士都已经超过500万，直到最后一队神话将士进入秘境，萧寒才松了一口气。没办法，实在是19级的神话军团太有压迫力了，尤其是一次性见到如此多的神话军团，更是将压力拉到满值。除了西凉铁骑外，华夏的另外5支神话军团竟然都到了，而且看架势，好像都是那名年轻人的手下。这就有点吓人了呀！萧寒暗暗心惊，正常的联盟，即便地位有高低，那也最多是话语权大小的问题。像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见。最关键的是，其中4支军团明显不对劲，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每一支都超过了400万，这完全不符合常理。想到这，萧寒突然一愣，他怔怔地看着秘境进出口。这个神话秘境他是知道的，最多只能进5名领主，可是刚刚那名年轻人和身边包括马超在内的领主全都进入了秘境。这，萧寒一时有点语塞，轻声嗫嚅道：天骄的世界真的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好在对方对华夏没有恶意，要是也像在3大国度那般给华夏来个大屠杀，那华夏的天可能就要塌了。说到这，萧寒摇着头，开始指挥华夏领主封锁四周。刘峰可不知道他给了萧寒多大冲击，他此时正在观察着盘丝秘境。这还是秘境吗？说它是一个小世界都不为过吧。刘峰看着一眼看不到头的秘境，忍不住惊叹道：那么开始吧。说着就默默推到黄忠身后，将指挥权交给了他。黄忠也是习以为常，直接接过指挥权，开始安排西凉铁骑和光影刺客向四周游走。剩下的定军神摄营、余音法师团、清徐重盾兵以及雷霆泰坦军团则是留守原地。有着地图的存在，
秘境很快就被点亮。出怪了吗？刘峰看着地图东南角出现的大片红点，轻声道。黄忠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情况，通过精神链接塔迅速调集西凉铁骑和光影刺客包抄向怪物军团，同时还留有相当一部分兵力在军团大后方，显然是在防备着什么。接着又安排轻巡重盾兵、雷霆泰坦军团正面顶上，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作为主力输出，则是缓缓追在轻巡重盾兵后方。这边阵型刚调整完毕，前方就开始出现窸窸窣窣的声响。定睛一看，好家伙，赫然是密密麻麻浑身金黄的大蜘蛛。咦，好像还不止一种蜘蛛。刘峰惊疑地看向金黄蜘蛛后方，只见后面远远追着一群赤红色蜘蛛。与此同时，负责侦查的将士很快传回蜘蛛的详细信息。金形蜘蛛，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44343，速度29581，精神29581。技能蛛丝蛛网，死亡捕杀，通体金属化。金行蜘蛛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88682，速度59128，精神59128。技能1蛛丝蛛网2，死亡捕杀3，通体金属化4，金行立场。火形蜘蛛，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44343，速度29581，精神29581。技能蛛丝蛛网，火球连击，超级研爆。火形蜘蛛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88682，速度59128，精神59128。技能1蛛丝蛛网2，火球连击3，超级研爆4，火形立场。金行火形蜘蛛军团吗？这刚开始就出现2大神话军团，而且每支军团数量都达到了200多万，难怪华夏一直没人能够攻略这个盘丝秘境。黄忠没管絮絮叨叨的刘峰，在确认没有后续怪物军团后，当即开始发起进攻。第90章激战金行火形蜘蛛军团。只见定军神射营将士拿出传说长弓，坐在传说白马身上，张弓搭箭，没有瞄准，没有蓄力，直接射出。嗖嗖嗖，无数箭矢如出膛炮弹般急速到达最高点后，开始俯冲向金行蜘蛛军团。另一边的余音法师团亦是在同一时间发起进攻，数不清的音符同时落向后方的火形蜘蛛军团。就在刘峰以为战斗就要结束时，2大蜘蛛军团蜘蛛的腹部开始急速蠕动，接着就是漫天的蛛丝喷向半空中。那些蛛丝仿佛有意识一般，在空中快速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层又一层的蛛网。打！定军神射手们的箭矢率先与蛛网碰撞，发出一声声难听到极致的磨牙声。噗呲噗呲噗呲，箭矢一连突破了数层蛛网的拦截，但是那些蛛网实在是太多太有韧性了，箭矢最终都被蜘蛛军团的蛛网拦截了下来。另一个战场上空也是一样的情景，无数音符都被蛛网成功的拦截在半空中。只听金行蜘蛛军团中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声，接着就见金行蜘蛛王开始带头冲锋。金行蜘蛛军团听到他的嘶鸣声后，全都悍不畏死的紧随其后。在奔跑的过程中，金行蜘蛛军团齐完成金属化，整个化身为金属蜘蛛军团。黄忠面无表情的看了眼冲锋的金行蜘蛛军团，挥手让余音法师团持续压制火形蜘蛛军团，接着便开始让定军神射营蓄力。他原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蓄力，利用定军神射手的高精准、高射速直接轰杀对方军团。只是没想到蜘蛛军团那么难缠，单凭一个蛛网技能就将定军神射营克制的死死的。金行蜘蛛军团的速度非常快，1分钟不到就突击到轻巡重盾兵面前。臧霸冷冷地看着越来越近的金行蜘蛛军团，内心波澜不惊，甚至有点期待。近了，近了！臧霸在心中默默计算着距离。又过了3秒钟，臧霸突然一声轻喝：“所有人都有，盾格准备！”他的话音刚落，狰狞的金行蜘蛛和面无表情的轻巡重盾兵就狠狠碰撞在一起。砰砰砰，一连串的金属撞击声接连响起。然而整个轻巡重盾兵防线却是纹丝不动，反倒是金行蜘蛛军团被整个截停下来。所有人灭神弩，齐射！嗡嗡嗡！近距离发射的弩箭快到了极致，瞬间洞穿了前排的金行蜘蛛。金行蜘蛛王见势不好，又是一声嘶鸣。
金形蜘蛛军团随即就有了变化，后排无数金形蜘蛛全都高高跃起，试图越过清徐重盾兵的防线进行贴身肉搏。臧霸看着高高跃起的金形蜘蛛，冷笑一声，竟然真的有不要命的敢越过清徐重盾兵的头顶。不等他下达命令，早有准备的后排清徐重盾兵直接挥舞起手中盾牌，盾击，附带击退的盾击直接将半空中的金形蜘蛛全部拍飞到更高处。这还没完，后排清徐重盾兵们猛地扔出手中盾牌，将半空中毫不受力的金形蜘蛛再次击飞。最神奇的是，击飞完金形蜘蛛的盾牌全都稳稳地回到清徐重盾兵手中。嗡嗡嗡，伴随着阵阵嗡鸣声，蓄力已久的定军神射手直接将半空中的金形蜘蛛全部定杀。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头神话金形蜘蛛，灵能加131万，灵石加210万。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头神话金形蜘蛛，灵能加131万，灵石加210万。因为战线足够长，这一次定军神射营定杀了60多万的金形蜘蛛。战斗还在继续。吃过一次亏的金形蜘蛛王忌惮地看了眼定军神射营，开始减缓攻击节奏，全力防御清徐重盾兵的灭神弩。他准备等后方的火形蜘蛛军团的远程支援。可惜火形蜘蛛军团此时也是自身难保，上空一直有满编余音法师团的压制，以至于他们根本腾不出时间支援金形蜘蛛军团。火形蜘蛛王眼神阴鸷地看着游离在周围的西凉铁骑，他在想要如何才能打掉这支烦人的军团。思索许久，火形蜘蛛王心中一狠，当即开始调整阵型。他准备顶着余音法师团的攻击，抽出1半以上的火形蜘蛛对西凉铁骑进行毁灭性打击。火形蜘蛛王这边阵型刚一变化，一直关注这边的黄忠也有了动作。他先是对着隐身在火形蜘蛛军团附近的光影刺客下达了准备攻击命令，接着对着身边的刘峰道：主公，准备上线共享荣光，争取无伤拿下火形蜘蛛军团。好嘞。工具人刘峰欣喜的点头，随后就上线了共享荣光。黄忠又对蔡文姬道：文姬，等我命令，下一击使出全力，不要给对面任何反击的机会。是。安排完一切的黄忠悠悠看着远处的火形蜘蛛王。火形蜘蛛王的实力并不差，很快就感知到了黄忠的目光。循着目光，火形蜘蛛王与黄忠平静地对视在一起。只见火形蜘蛛王一张诡异的人脸，邪魅一笑，接着便发出一声嘶鸣。火形蜘蛛军团闻声而动，直接分出1半的火形蜘蛛开始低声吟唱，似乎在准备什么大招。可以开始了。随着黄忠一声令下，埋伏许久的光影刺客齐齐发动延迟反应，瞬间打断了他们的吟唱。火形蜘蛛王眼神惊恐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光影刺客军团，然而任凭他怎么嘶鸣，中了延迟反应的火形蜘蛛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光影刺客可不管火形蜘蛛的反应，防御接触，致命一击一开，攻击力瞬间达到88686，加上武器增幅塔共享荣光的增幅，当场就将外围一大片的火形蜘蛛秒杀，然后便在火形蜘蛛王愤怒的眼神中隐去身形，潇洒离去。也就在这时，规模空前庞大，威力翻了数十倍的音符缓缓落在火形蜘蛛军团头顶上方的蛛网上。火形蜘蛛王发出一声惊惧的嘶鸣，只见那些音符全都以摧枯拉朽的速度突破着蛛网层，尽管很多都被拦截了下来，但是也给后续音符突破蛛网层打下了基础。剩下的100多万火形蜘蛛拼命地吐着丝，试图做着最后的努力。可惜少了1半火形蜘蛛的他们根本拦不住余音法师团的狂轰滥炸。1分钟后，火形蜘蛛军团的蛛网层正式告破。第91章丰厚的奖励。火形蜘蛛王看着漫天的音符，发出一声凄惨的嘶鸣，随后便不管不顾地吟唱起来。在他周围的火形蜘蛛亦是同样的选择。第一批突破的音符转眼就轰击在一部分火形蜘蛛身后，恐怖的伤害直接将火形蜘蛛当场秒杀。然而火形蜘蛛王仿若没看见一般，不停吟唱，同时眼睛死死盯着远处的黄忠。临死反击吗？果然，黄忠话音刚落，火形蜘蛛阵地上就升起100万枚巨大的火球，超级研爆。死吧，虫子！火形蜘蛛王一声怒吼，一颗硕大无比的超级火球轰隆隆地砸向黄忠所在的方向。看着袭来的研爆火球，黄忠从背后取下祝融火神弓，略一瞄准，就蓄力出一支箭矢。嗖嗖嗖！随着黄忠箭矢射出的，还有无数定军神射手们的箭矢。黄忠缓缓收起脸上的笑容，原来他的箭矢并没有射爆那颗超级火球，甚至还导致那颗超级火球4分5裂成数枚小火球。黄忠看着空中会分裂的研爆火球，对着刘峰轻声道：主公，做好冲击准备，对方临死一击有点东西。刘峰微微点头，做好冲击准备的同时，心中一叹，还是吃了信息的亏呀。
要是早知道会遇到五行蜘蛛，他直接将满宠、陈宫带过来，玄香八卦一开，爱谁谁。一阵轰隆声后，刘峰查看了下军团情况，英雄们都还好，就是定军神射手被轰杀了10几万，剩下的也有不少带伤。刘峰想都不想的上线回光返照，将定军神射营受伤将士恢复到巅峰。与此同时，火行蜘蛛军团以及火行蜘蛛王全部被余音法师团的音符淹没。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头神话火行蜘蛛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火行蜘蛛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火行蜘蛛兵种召唤令+1，灵能加131万，灵石加420万。神话火行蜘蛛兵种建筑碎片及其5枚同类型碎片可合成对应兵种建筑。好东西啊！刘峰惊喜地看着火行蜘蛛兵种碎片，火行蜘蛛军团的难缠程度他全都看在眼里。不论是防御性极强的蛛网，还是威力巨大只能正面硬抗的超级研爆，都是极品技能。要不是有着多军团配合，单凭余音法师团还真不一定能够轻松拿下。5枚碎片，也就是5个月就能集齐，最关键的是还不止一个兵种，这个神话秘境有点搞头啊！刘峰眼眸流转，心中已经有了打算。他决定解决完盘丝秘境后，就去将其他5个秘境都攻略了。不需要多，只需要5个月，他的实力就能再次膨胀一圈。就在刘峰思索间，针对金航蜘蛛军团的围剿也进入收尾阶段。金行蜘蛛王在看到火行蜘蛛军团被团灭后，整个陷入狂暴状态，开始不要命的冲击青徐虫盾兵阵地，却是被脏霸稳稳地拦在阵地外。另一边，腾出手的余音法师团联合定军神射营，照着金行蜘蛛军团进行定点狙杀。没有远程支援的金行蜘蛛军团就像是待宰的羔羊，进退两难。进攻打不穿青徐重盾兵的防线，还要时不时的面对灭神弩的偷袭；撤退没有掩护的他们只能是移动的靶子。就这样，整支金行蜘蛛军团被2大流氓远程军团一点一点的吞噬殆尽。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头神话金行蜘蛛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金行蜘蛛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金行蜘蛛兵种召唤令+1，灵能加131万，灵石加420万。舒服！刘峰之前还有点担心爆率问题，万一不是100%掉落碎片，那神话秘境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毕竟他可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去做效率太低的事。黄忠看了眼喜笑颜开的刘峰，轻笑一声，便开始向外围撒出侦察小队。没过多久，一支侦察小队就发来消息，说是发现一处通往地下的洞穴。得知消息的黄忠扭头看向刘峰道：“主公，这处秘境存在地下层，想来是需要下去走一趟。”刘峰微微颔首：“那就走吧，趁早将这秘境攻略掉，毕竟外面还有5个秘境等着我们。”是。黄忠听到刘峰的话，当即开始指挥5支军团向洞口出发。因为军团属性问题，青徐重盾兵当仁不让的成为先锋军团。直到脏霸传回安全的消息，刘峰等人才率军来到地下1层。地下1层不像地上那么空旷，地形也变得复杂很多，很多地方都是坑坑洼洼。派出去的侦察小队迟迟没有传回消息，这让刘峰有了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叮！你的一名西凉铁骑被击杀。叮！你的一名西凉铁骑被击杀。一连12声提示，一支侦察小队全员阵亡，甚至没能传回一点消息。刘峰将目光聚焦到侦察小队消失的地方，沉声道：“重点搜查一下那个方向，刚刚有侦察小队在那边消失了。”黄忠闻言眉头微皱，轻声询问道：“地图上没有显示吗？”刘峰摇了摇头，这也是他担心的地方。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司马懿轻声道：“主公，小心点地下。结合之前出现的金行、火行蜘蛛军团，这个秘境的怪物军团大概率是5行军团。”5行军团吗？刘峰沉吟道：“你的判断是土行蜘蛛军团在作怪？”司马懿微微点头，能够无声无息的击杀侦察小队且不露视野，应该就是土行蜘蛛军团，而且还是会钻地前行的土行蜘蛛军团。刘峰转头看向黄忠，黄忠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随后便开始调整阵型，只不过这次的阵型和以往都不同。除了游离在外的光影刺客军团，黄忠将西凉铁骑都调了回来，并且将之打散成4个方阵，分别驻守阵地4方。雷霆泰坦军团也是和西凉铁骑一样，分别驻守4方。余音法师团原地没动，定军神射营则是快速游走到余音法师团4周，同心圆般的将余音法师团包裹在内。刘峰疑惑地看着黄忠摆下的阵型，一时有点不知道黄忠想要干什么。黄忠一时没有解释，只是平静地看着地图，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不一会儿，被侦察小队点亮的地图上突然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点。来了！刘峰、黄忠等人全都打起了精神。第92章玄香八卦砍开。映入眼帘的是2大怪物军团。
木形蜘蛛，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44343，速度29581，精神29581。技能：蛛丝蛛网，木界壁，树界降临。木形蜘蛛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88682，速度59128，精神59128。技能：1蛛丝蛛网2，木界壁3，树界降临4，木形立场。水形蜘蛛，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44343，速度29581，精神29581。技能：蛛丝蛛网，水冲波，水龙蛋。水形蜘蛛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88682，速度59128，精神59128。技能：1蛛丝蛛网2，水冲波3，水龙蛋4，水形立场。这次是3大军团吗？尽管只看到木形和水形蜘蛛军团，但是刘峰知道地下还潜伏着一支土形蜘蛛军团。司马懿缓缓来到黄忠身边，徐徐道：水形蜘蛛军团的攻击交给我，剩下的还需要你自己解决。黄忠微微点头，足够了。说罢便开始指挥余音法师团开始攻击。定军神社营在阵型完成时就开始蓄力，到现在已经过去2分钟。至于最前方的清徐重盾兵和镇守四方的西凉铁骑、雷霆泰坦军团则是原地不动。余音法师团的第一轮攻击毫无意外的被拦截下来，2大蜘蛛军团共计570万蜘蛛结成的蛛网可不是开玩笑的。余音法师团的攻击并没有停止，一轮接一轮的轰击着蜘蛛阵地。同时，水形蜘蛛军团的反击也到达了刘峰军团阵地，无数水龙急速咆哮而来。只见司马懿边走边结印，接着就是一声轻喝：玄香八卦，砍开！刘峰只觉一阵无形能量透体而过，然后就看到半空中的水龙全都无声的解体。一时间，整个地底空间下起了瓢泼大雨。吱！水形蜘蛛王不信邪地发出一声嘶鸣，在他的指挥下，水形蜘蛛军团再次凝结出一条条水龙，呼啸着砸向刘峰所在的阵地。和之前一样，水龙在触及到选项八卦阵时，全都化作最原始的水雾，然后液化成水滴不干的落向大地。水形蜘蛛王又尝试了几轮，最终像是认清了现实，只是静静的伫立原地，和刘峰这边形成对峙。刘峰、黄忠等人一时屏住呼吸，全都专心致志地盯着战场。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就是决胜时刻。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就在刘峰快要等得不耐烦时，地底突然传出阵阵嘶鸣声。与此同时，远处的木形蜘蛛军团径直开始全力冲刺，水形蜘蛛军团也是火力全开，仿佛在配合地下土形军团的行动。黄忠见状，原本淡漠平静的脸上蓦然生出一抹笑容。光影刺客军团开始行动，目标水形蜘蛛军团。是。孟起，以文姬为中心，在19000米处布置空间切割。是。文姬，开消散立场，3秒钟后取消，然后开神罗天征。是。蔡文姬此时也明白黄忠在做什么，兴奋地开启了消散立场，在默数了3秒后，毫不犹豫地开启神罗天征。随着蔡文姬开启神罗天征，一道巨大的威压从他身上散发而出，接着就听到一声嗡鸣，一道圆形护罩以他为圆心，开始急速向外扩张。吼吼吼！地底突然传出无数怒吼声，然后就看到数不清的土形蜘蛛被推出地面。噗呲，噗呲，噗呲，一道道守株待兔的空间裂缝直接将路径上的所有土形蜘蛛切割，画面真的是残忍到了极致。一会功夫，除了土形蜘蛛王和小部分幸运的土形蜘蛛外，一整支土形蜘蛛军团285万土形蜘蛛近乎全灭。懵逼的土形蜘蛛王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镇守四方的西凉铁骑和雷霆泰坦淹没。叮！你的西凉铁骑成功击杀一头神话土形蜘蛛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土形蜘蛛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土形蜘蛛兵种召唤令+1，灵能+131万，灵石+420万。整个战场随着土形蜘蛛军团的全军覆没陷入短暂的平静，只剩下空中的箭雨、音符、水龙弹来回轰击。之前成竹在胸的木形蜘蛛王和水形蜘蛛王，在看到土形蜘蛛王死亡后齐齐爆发。水形蜘蛛军团直接调转目标，不再轰击刘峰阵地，而是选择拦截空中的箭矢和音符。在数量众多、体型庞大的水龙弹的冲击下，
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的剑士和音符被拦截了大部分。木形蜘蛛军团也在水形蜘蛛军团的掩护下，快速向刘峰阵地推进。黄忠见对方变阵，当即跟着变化阵型。余音法师团依旧在原地保持输出，定军神社营则是在两侧快速展开一字阵，开始直线平射。面对余音法师团和定军神社营两个方向的打击，水形蜘蛛军团瞬间被压制。不仅是水形蜘蛛军团，就是推进中的木形蜘蛛军团也是寸步难行。这还没完，解除土形蜘蛛军团的威胁后，清徐重盾兵、西凉铁骑、雷霆泰坦军团全都被解放出来。三大军团此时正联手包围向木形蜘蛛军团。至于水形蜘蛛军团，自然是交给等待已久的光影刺客军团。在收到寒龙进攻倒计时时，黄忠当即指挥余音法师团和定军神社营开始全力输出，狂风骤雨般的攻击压的水形蜘蛛军团根本抬不起头。已经完成包围的光影刺客没有浪费这次难得的机会，齐齐现身，一套延迟反应，解除防御，致命一击三连。当水形蜘蛛王发现情况时，已经完全来不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光影刺客走上100万的水形蜘蛛。这仿佛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后面的局势只剩下一面倒。1分钟不到，水形蜘蛛军团就在三大军团的围剿下全军覆没。刘峰也再次收获一枚神话英雄碎片，一枚神话水形蜘蛛兵种建筑碎片，一枚神话水形蜘蛛兵种召唤令，灵能灵石若干。第93章树界降临，木形立场。另一处战场上的木形蜘蛛军团，在水形军团遇袭的第一时间就想回援，却是被清徐重盾兵、西凉铁骑、雷霆泰坦军团死死拦截在原地。木形蜘蛛王也是个狠茬子，在发现无力回天后，当场爆种。木形蜘蛛王一声嘶鸣，木形蜘蛛军团应声而动。轰隆！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隆声，一道道不知什么材质的幕墙从地下缓缓升起，直接将清徐重盾兵和所有军团隔绝。接着就见土形蜘蛛开始低声吟唱。不好！臧霸心中一惊，大吼道：“全力防御！”他大概知道木形蜘蛛王想要做什么。果然，经过10秒钟的吟唱，土形蜘蛛齐齐发出嘶鸣。大地随着他们的嘶鸣开始剧烈颤抖，接着就有无数水缸粗的树枝在清徐重盾兵阵地急速冒出。树界降临！反应不及的清徐重盾兵瞬间中招，整支军团包括臧霸在内都被一层接一层的树枝牢牢捆绑。木形蜘蛛王冷冷地注视着臧霸，身后无数木形蜘蛛潮水般的涌向清徐重盾兵军团。叮！你的一名清徐重盾兵被击杀。叮！你的一名清徐重盾兵被击杀。刘峰看着属性面板上的提示，神色难看道：“黄将军，集中所有力量和我轰开那些木界壁。”黄忠看着坚硬无比的木界壁，眸光似电，快速联系上马超。梦起，使用空间放逐，给我将那些木界壁全部放逐掉。是。得到命令的马超当即开始指挥西凉铁骑对着木界壁开始使用空间放逐。阵阵金光过后，一片片的木界壁消失在原地。很快，西凉铁骑就打通了一条通道。当马超看到木界壁内部的场景时，顿时发出一声怒吼：“全军都有！目标木形蜘蛛军团，全军突击！”在一声声马啸声中，95万西凉铁骑急速冲向木形蜘蛛军团。木形蜘蛛王不屑地看了眼冲刺过来的西凉铁骑，仰天一声嘶鸣，就见一道道数米厚的木界壁突兀地出现在他们前方。马超看着再次出现的木界壁，速度丝毫未减，在临近木界壁时，他低喝一声：“全体空间闪烁！”说话间，马超连人带马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木界壁后方。马超甚至连头都没有回，就开始加速冲向木形蜘蛛王所在的方向。嗡嗡嗡！就在马超开始加速的瞬间，他的身后突然传来阵阵空间波动声，无数西凉铁骑毫无征兆的现身，接着就和马超一样，看都没看身后一眼，就开始全力加速。吱吱吱！木形蜘蛛王明显有点慌了，不停地发出嘶鸣。木形蜘蛛军团此时已经开始出现骚乱，他们一部分需要攻击清徐重盾兵，一部分需要维持蛛网和木界壁，现在又不得不奋兵拦截西凉铁骑，这让只有200多万兵力的木形蜘蛛军团变得捉襟见肘。西凉铁骑眨眼间就冲刺进木形蜘蛛军团，部分木形蜘蛛军团亦是悍不畏死的迎向西凉铁骑。然而，拥有意志穿透减少50%防御，以及传说长刀、增幅塔和共享荣光加成的西凉铁骑，根本不是这些木形蜘蛛能够抵挡的。只一个接触，阻击西凉铁骑的木形蜘蛛军团就被冲烂。木形蜘蛛王顾不得击杀被围困的清徐重盾兵，急忙聚拢军团，准备集中防御。也就在这时，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合力轰碎了木界壁，接着就有漫天箭矢和音符笼罩向木形蜘蛛军团。
木形蜘蛛王是木字欲裂，他现在是独木难支，防御空中打击就拦不住摧枯拉朽的西凉铁骑，防御西凉铁骑就要被2大远程军团无限制的轰炸，奋兵更是不可能，那样只会加快溃败的时间。木形蜘蛛王的目光渐渐变冷，仿佛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吱一声嘶鸣后，所有木形蜘蛛竟然全都开始反冲锋。他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和西凉铁骑进行白刃战，这样也能避免被无限制的轰炸，对方总不能连自己人都轰炸吧。可惜他的想法很好，余音法师团也确实停止了攻击，可定军神射手们是一点都不惯着他，一支支无情箭矢精准地定在木形蜘蛛身上。有着精准的定军神射手就是这么豪横。在看到定军神射手的操作时，木形蜘蛛王全黑色的瞳孔下意识的收缩，接着就变得平静起来。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将目光锁定在木形蜘蛛军团如若无人之境的马超，在一声凄惨的嘶鸣中，他率领着剩下的所有木形蜘蛛疯狂地围向马超。马超也注意到冲向他的木形蜘蛛王，眉头一挑，冷笑一声：“这是想要拉个垫背的吗？那就让我看看你的骨头够不够硬。”说罢，就跃马迎击向木形蜘蛛王。身后的西凉铁骑也懂事地将木形蜘蛛王身边的木形蜘蛛拉开，只留下马超和木形蜘蛛王单独对决。马超手持虎头战金枪，御使着李飞沙，风一般的袭向木形蜘蛛王。木形蜘蛛王在马超临近他时，陡然停下身形，眸光冰冷，满是森然杀气，一道无形力场瞬间将马超笼罩在内。马超心头一紧，在被力场笼罩后，他明显感到实力被压制了一部分，接着便冷哼一声：“压制了又如何？我西凉马超今日定要收了你！”说着就一往无前地冲向木形蜘蛛王。施展了木形力场的木形蜘蛛王亦是挥舞着利爪迎头而上。当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马超的虎头战金枪直接被弹开，木形蜘蛛王身上则是多了一道狭长的伤口。不过如此，马超大喝着再次冲向木形蜘蛛王。木形蜘蛛王毫无感情地盯着马超，身上一阵绿光闪过，那道狭长伤口竟然奇迹般的愈合了。木形力场还有这个效果？马超环视四周，整个人脸色一变，竟然还是范围性恢复技。只见木形力场范围内的木形蜘蛛全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开始不管不顾的和西凉铁骑换血，没多久就将木形力场内的西凉铁骑屠杀殆尽。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第94章终极试炼。就在刚刚，他的几个技能全都冷却完毕，马超当即集中大部分西凉铁骑，使用空间放逐将木形力场内的所有木形蜘蛛全部放逐。该说不说，这空间放逐当真是神技，就是范围小了点。等什么时候一个空间放逐能将一整支军团放逐掉，那真就是无敌了。马超看着被清空的木形力场，一边念叨，一边指挥西凉铁骑围剿木形蜘蛛王。马超看得很明白，有着木形力场在，光凭他一人完全不足以击杀木形蜘蛛王，估计打得还不够木形蜘蛛王恢复。无耻的人类！木形蜘蛛王怒骂了一声，接着就开始狼狈逃窜，只坚持了不到5分钟，就被马超一枪洞穿头颅。叮！你的英雄马超成功击杀一头神话木形蜘蛛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木形蜘蛛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木形蜘蛛兵种召唤令+1，灵能+131万，灵石+420万，总算是搞定了。刘峰看着消息提示，长舒一口气，同时心中一阵感叹，这神话秘境确实难，以他这样的实力，竟然都打得这么费劲，甚至还死伤了近50万的将士。最后一头木形蜘蛛很快被击杀，随着击杀提示响起的还有系统提示。叮！恭喜领主完成盘丝秘境首通，奖励翻倍，获得专属神话宝箱+2，神话英雄碎片+10，神话强化宝石+20，神话生结石+20，灵能+100斤，灵石+100斤。叮！恭喜领主获得首通特殊奖励，盘丝秘境终极试炼。盘丝秘境终极试炼通关成功，奖励再次翻倍。注：终极试炼由5大神话军团镇守，请领主量力而行。刘峰看完最后一条提示，眸底闪过一丝激动，同时有点后悔没有将全部军团拉进来。刘峰转身看向身后的众多英雄领主，将终极试炼的内容描述了一遍。诸位，大家分析一下，看看这个终极试炼是否要选择挑战。黄忠、荀彧等人面面相觑，他们都能听出刘峰想打的意思，就是这5行蜘蛛军团有点难缠啊。最后还是荀彧站出来分析道：5行蜘蛛军团我们都见识过，总体数量在1425万，已经不弱于我们，实力可谓是相当的强劲。而他们的蛛网对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是相当的克制，再加上木行蜘蛛军团的防御，水火2大军团的远程输出，金行蜘蛛军团的近战，土行蜘蛛军团的潜伏能力，我们在纸面上并不占多大优势。
刘峰眸光闪烁，略显不甘道：“这么说，我们只能放弃这次机会？”荀彧轻轻摇头道：“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以轻徐重盾兵的防御能力，加上雷霆泰坦军团拉住金行蜘蛛军团，没有任何问题。光影刺客可以在短时间废掉对方的一支远程军团。这边建议火行蜘蛛军团，毕竟有重达的玄香八卦在，水行蜘蛛军团在远程攻击上没有什么威胁。土行军团可以使用之前的计划，能绞杀最好。如果不行，那就近身肉搏。我非常期待定军神射营的近战能力。”黄忠闻言微微一笑：“土行蜘蛛军团交给我们定军神射营，近战我们同样擅长。”荀彧听到黄忠表态，接着道：“这一切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主攻可以上线文技的消散立场，这样就能选择性的消散掉双方的所有技能，剩下的就是硬实力的对决。我相信这一点，我们要远远强于对面。”刘峰听得眼睛一亮，他听明白了，只需要等到光影刺客和定军神射营干掉两大蜘蛛军团，就可以开启消散立场。那时候双方都没有技能，拼的就是将士的数量，这一点他完全占优。最关键的是，他还可以因蜘蛛军团一手，趁其不被偷摸着解除消散立场。有心算无心，先手释放技能，绝对能够一下干废剩下的三大蜘蛛军团。想到这，刘峰双眸深邃道：“干了！干完这一波，我们就能小小的起飞一把。4枚神话专属宝箱，20枚神话英雄碎片，足够再组建4支神话军团。”黄忠等人也是点头，纷纷开始聚拢军团。不一会儿，6大神话军团就集合完毕。刘峰看着整整2000万的神话将士，毫不犹豫的选择开启终极试炼。叮！盘丝秘境终极试炼正式开始。系统刚提示完，刘峰地图四周就出现4片密密麻麻的红点，赫然是金木水火4大蜘蛛军团。金木2大蜘蛛军团刚一出现就开始冲锋，丝毫不给刘峰他们反应时间。黄忠只是扫了一眼，就将雷霆泰坦军团拆成2部分，一大部分由雷霆泰坦指挥官率领前去阻击金行蜘蛛军团，剩下的一部分全都被安排进轻徐重盾兵，负责阻击木行蜘蛛军团。西凉铁骑全员游离在阵型外，人手一具灭神弩，一副随时开打的样子。光影刺客军团已经摸索到火行蜘蛛军团身边，随时都可以出手。万事俱备，只等你土行蜘蛛军团了。黄忠一边轻盈，一边指挥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对水火2大蜘蛛军团进行火力压制。水火2大蜘蛛军团也是不甘示弱，不停使用远程攻击回应着。只不过双方都比较克制，都在等待机会，并没有造成多少伤亡。轻徐重盾兵和雷霆泰坦军团这边也是一样，全都陷入诡异的平衡。作为双方导火索的土行蜘蛛军团不负众望地出现在余音法师团下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和之前一样，全军覆没。刘峰看得一乐，这土行蜘蛛军团看似威胁最大，实则就是白给小王子。就黄忠这一番操作，已经可以成为盘丝秘境的攻略之一，简直是太省事了。果然，在土行蜘蛛军团遭中的瞬间，4大蜘蛛军团齐齐爆发。黄忠这边也是一点都不惯着，直接给光影刺客下达了攻击命令。第95章通关秘境。收到命令的韩龙看了眼被团团包围在中心的火行蜘蛛王，径直下达了进攻命令。早就锁定各自目标的光影刺客齐齐现身，在火行蜘蛛王惊骇的眼神中，将外围一大圈火行蜘蛛全部屠戮。不等火行蜘蛛王反应，他就开启消散立场，断绝了火行蜘蛛军团反击的能力。接着484万光影刺客默默掏出灭神弩，在阵阵击扩声中无情地射杀着火行蜘蛛。火行蜘蛛王惊恐地嘶鸣着，似乎在向金行蜘蛛王求援。金行蜘蛛王此时也是有苦说不出，面对雷霆泰坦军团，他最倚仗的金属化完全不敢施展。就在不久前，他率领着金属化的金行蜘蛛军团雄赳赳地冲向雷霆泰坦军团，结果在一阵滋啦啦的蓝光中，整个金行蜘蛛军团被电得瘫软在地。要不是他及时解除金属化，他和金行蜘蛛军团很可能就没了。他现在别说是支援，能抗住雷霆泰坦军团的攻击，保存自身都算是幸运。很快，火行蜘蛛军团就被光影刺客军团成功拿下。叮！你的光影刺客成功击杀一头神话火行蜘蛛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火行蜘蛛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火行蜘蛛兵种召唤令+1，灵能+131万，灵石+420万。火行蜘蛛军团这一消亡，彻底苦了剩下的军团。第一个遭中的就是金行蜘蛛军团，本就处于绝对劣势的他们，在被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特殊照顾下，半小时不到就倒在雷霆泰坦的战锤之下。叮！
你的雷霆泰坦成功击杀一头神话金型蜘蛛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金型蜘蛛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金型蜘蛛兵种召唤令+1，灵能+131万，灵石+420万。木型蜘蛛王见大势已去，刚想强行发动数界降临，就被迂回包抄他们的马超打断。只见马超顶着消散立场，同时消散掉西凉铁骑和木型蜘蛛军团的技能。只不过马超有着马匹的速度加成，始终和木型蜘蛛军团保持着相对距离，同时还不停用手中的灭神弩射杀着木型蜘蛛。这还没完，丝毫不受影响的轻徐重盾兵也是趁机发起冲锋。门板大的重盾那是一拍一大片，附带的击退效果更是将木型蜘蛛军团打得节节败退。期间木型蜘蛛也想反击，然而有着盾戈的轻徐重盾兵几乎无视了他们的反击。木型蜘蛛王哪里见过如此无耻的战术，正面有打不穿的轻徐重盾兵，后面还游离着拥有强弩的西凉铁骑，打得他是进退不得，只能靠着木型结界的回复硬扛。他心里清楚，这样下去全军覆没是迟早的事。他转身看向水型蜘蛛军团所在方向，想要看看能否来上几波远程支援。这不看不要紧，这一看他是更加的绝望。只见水型蜘蛛军团被光影刺客围得水泄不通，待遇甚至比他还要好。空中一轮轮的箭雨、音符不要钱的砸向水型蜘蛛军团阵地，再加上光影刺客的灭神弩，半小时不到，包括水型蜘蛛王在内的整支水型蜘蛛军团便宣告全员阵亡。完了，这是木型蜘蛛王最后的念头。叮！你的英雄脏霸成功击杀一头神话木型蜘蛛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木型蜘蛛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木型蜘蛛兵种召唤令+1，灵能+131万，灵石+420万。叮！恭喜领主成功通关盘丝秘境终极试炼，奖励再次翻倍，总计获得专属神话宝箱+4，神话英雄碎片+20，神话强化宝石+40，神话生结石+40，灵能+200斤，灵石+200斤。呼，历时3个多小时，总算是通关了。刘峰长舒一口气，紧绷的心也慢慢放松下来。下面就是通关剩下的5座神话秘境，只不过不能像这次这样大意，必须全力以赴。思索间，刘峰再次收到系统提示：叮！盘丝秘境即将关闭，请领主做好传送准备。不等刘峰反应过来，他就感到眼前一黑，再次看见亮光时，已经是在盘丝秘境进出口外。你下次直接传送呗，这还提示个啥？刘峰不满地吐槽了一句，接着就看到萧寒恭敬地迎了上来。看见有外人在，刘峰连忙进行突击表情管理，露出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恭喜大人成功通关盘丝秘境。刘峰瞥了眼说话的萧寒，微微点头，并没有回话，只是拿出10枚神话5型蜘蛛召唤令，递给萧寒道：这个你们帮我处理一下，只要残缺领主之心和金铁矿，至于能卖多少，你们内部好好商量一下，卖出的资源交给马超就行。萧寒一脸恭敬地接过10枚召唤令，他努力维持着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他不能让这位大人有任何的不满。可当他看到召唤令属性的瞬间，他还是失态了。尽管没有发出惊呼，但是颤抖的双手充分表面了他的内心。神话兵种召唤令，还是10枚。萧寒慌忙地低下头，连着深呼吸了几口，才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谢大人信任，我华夏定会给大人一个满意的价格。刘峰看着低头不敢看他的萧寒，内心颇有感触。果然一切都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吗？想到这，刘峰忍不住嗤笑一声。他这不笑不要紧，一笑顿时吓坏了萧寒。无数念头快速在萧寒脑中闪过。什么情况？难道是我说的话有问题？我也没敢多说什么啊。萧寒仔细品味着自己刚刚说的话，这一细品，萧寒恨不得扇自己几巴掌。他刚刚既然说华夏会给大人一个满意的价格，他怎么会说出这样没有水平的话啊？以这位大人现在的实力，想要什么没有啊？又岂会在乎华夏的3瓜2枣啊？萧寒此时也想明白了，这位大人之所以会将10枚神话兵种召唤令交给华夏，完全是因为这位大人不在乎。想来也是，整个神话联盟那么多神话将士，又怎么会在乎这点？可越是这样，华夏越不能让大人失望。这次必须将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只有这样，华夏才有可能搭上这位大人的顺风车。第96章，圣天使、赤天使军团。刘峰丝毫没有在意萧寒的想法，自顾自道：你有空将蓝星其他5座神话秘境坐标发给马超，要是不嫌麻烦，就提前和那些国度沟通一下，也省得我过去以德服人。萧寒连忙道：不麻烦，我这就将坐标发给马超大人。至于5座秘境所在的国度，我们华夏肯定会提前沟通，保证不给您添麻烦。行，那就谢谢了。
刘峰说完就走进传送门，整个消失在萧寒面前。回到领地的刘峰取出4枚神话专属宝箱，直接开启了一枚。叮！检测到领主开启神话专属宝箱，请选择宝物类别，当前可选择类别有神话建筑、神话武器图纸、神话马匹图纸、神话英雄召唤令、神话兵种建筑。刘峰看着系统提示陷入沉思，他原本打算选择神话英雄召唤令，然后再开一个神话兵种建筑，这样就能打造出一支成体系的神话军团。可是当他看到神话建筑时，他犹豫了。特殊建筑有多强势，他最清楚，比如传送门、精神链接塔、增幅塔等都给了他极大的提升，但是他又害怕开出像英灵殿这样暂时用不到的建筑。思索再三，刘峰最终决定暂时不开神话建筑，先全力提升即战力再说。战力上去了，神话专属宝箱以后也不会缺。选择神话英雄召唤令。叮！恭喜领主获得神话英雄召唤令1枚。刘峰拿出神话英雄召唤令，交给等候在一旁的黄忠使用。一阵黑光闪过，一名后背生有12亿、头顶白色光晕的圣洁女子轻盈地出现在半空中。12亿圣天使，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30，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12万。专属军团圣天使军团，需专属神话兵种建筑解锁。专属武器圣光权杖，传说可升级，精神正400%，法术效果正40%。技能1，净化 SSS 级军团技，圣天使军团利用自身圣光净化友军身上一切负面 buff， 冷却10分钟。2，沉默 SSS 级军团技，圣天使军团挥出圣光，沉默指定目标3秒，冷却10分钟。奈斯可算是出辅助军团了。12亿圣天使的2大军团技看起来不是很强势，但是在关键时候他们就是一锤定音的神技，一个净化一切负面 buff， 一个沉默3秒，绝对能够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念及此处，刘峰快速开启一个神话专属宝箱，然后将开出的神话兵种建筑交给黄忠。他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圣天使军团的属性。黄忠莞尔一笑，直接使用神话兵种建筑解锁出圣天使军团。圣天使，神话，等级1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0万，力量29581，防御29581，速度29581，精神59130。武器权杖普通，可升级，精神正100%，法术效果正10%。技能1，治疗圣光，圣天使挥动圣光对单体目标进行治疗，每秒恢复1%最大生命值的血量。2，力量圣光，圣天使挥动圣光对友军进行力量增幅，提升幅度10%，圣天使等级，冷却10分钟。3，圣光屏障，圣天使挥动圣光为友军套上一层护体圣光屏障，可吸收抵挡50%圣天使等级的伤害，冷却10分钟。来了，都来了，治疗、护盾、加攻击都有了。刘峰欣喜地看着圣天使的属性面板，随后便奖励自己开了第3、第4个神话专属宝箱，并将开出来的神话英雄召唤令和神话兵种建筑交给蔡文姬使用。很快，第2支神话军团就新鲜出炉。12亿赤天使，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12万，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59130。专属军团赤天使军团，需专属神话兵种建筑解锁。专属武器赤天使之剑，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技能1，天使盛宴 SSS 级军团技，赤天使在武器上附着一层天使盛宴，附带100%额外伤害。2，天使圣光 SSS 级军团技，赤天使打出一道圣光，对手续阵营单位造成200%圣光伤害，对首恶阵营单位造成400%圣光伤害，冷却10分钟。赤天使，神话，等级1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0万，力量29581，防御29581，速度29581，精神59130。武器圣剑普通，可升级，力量正100%，破甲正10%。技能1，圣光斩，赤天使斩击单体目标单位造成200%的伤害，冷却10分钟。2，十字斩，赤天使连续斩击单体目标单位造成300%的伤害，冷却10分钟。3，圣光十字斩，赤天使蓄力10秒，斩击前方扇形区域目标单位造成500%的伤害，冷却10分钟。
不错不错，两大天使军团都不错。有了这个赤天使军团，余音法师团也算是贴身护卫，可以尽情输出，不必担心老六偷袭。下面还有5个神话秘境手通加终极试炼，也就是还有20枚神话专属宝箱。刘峰摩挲着下巴，已经开始思考这20枚神话专属宝箱的分配，还是继续补强吧。思索了一番，刘峰就有了决定。拥有谋臣的4大英雄领主，一人分2支神话军团，剩下的2支神话军团继续补强进黄忠和蔡文姬麾下。这样一来，自己家6大拥有谋臣的领主就能稳定占据万界个人战前10的7个席位。至于3人团体战，刘峰也有了决定。他准备重新分组，以6大拥有谋臣的英雄领主为核心，组建6支小分队，全力冲刺3人团体战前10。下面开始强化武器。第97章强化装备。我现在有40枚强化石，按照之前的规律，下面的强化分别需要5、6、7、8、9枚强化石，要怎样才能合理的安排完这些强化石呢？刘峰沉吟着陷入思考，思考了半天，刘峰才揉了揉脑袋，轻叹道：“这确实有点对不起数学老师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我竟然想了这么久。那么，开始强化吧。”叮，检测到领主正在使用神话强化石，请选择要强化的装备。羿射9日。叮，请选择强化方向，可选择随机强化，也可选择强化已有属性。咦？刘峰惊讶地看着系统提示：随机强化和固定强化吗？刘峰看了下羿射9日的属性。羿射9日神话强化+4加19，攻击力正690%，破甲正69%，眩晕正4%，击退正4%，定身正4%，禁锢正4%。附带技能：1. 暴击，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有50%的几率暴击，射中要害100%暴击。2. 吸血，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将附带10%的攻击吸血。3. 印记，领主每击杀一名生灵，羿射9日都将获得1层印记，消耗印记可提升领主攻击威力。一次性消耗100层印记，领主提升1倍攻击；一次性消耗1000层印记，领主将提升2倍攻击，以此类推无上限。这吸血技能应该也算是属性吧？想到这，刘峰尝试性选择了吸血技能。叮，吸血技能强化成功，下次强化需要消耗6枚神话强化石。吸血，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将附带20%的攻击吸血。继续强化吸血。刘峰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应对一项属性。他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保命底牌。以他现在军团的实力，只要他不死，那就是无敌的。而他现在唯独害怕2种情况，一种是高等级领主强杀，另一种就是被军团围殴。第一种情况暂时不用担心，蓝星界目前还没有能威胁到他的存在，万界排位战也是一样，只有1年半之后的界面战可能会存在这样的强者。如果真的运气不好，遇到了能够近身秒杀他的强者，那只能说明他命中该绝，再挣扎也没什么用。剩下的第2种情况，那就有说法了。凭他神话领主的属性，很难有军团能够一击秒杀掉他。只要秒杀不掉他，他就能凭借吸血教对方做人。打的还没他吸得多，就问你怕不怕？叮，吸血技能强化成功，下次强化需要消耗7枚神话强化石。吸血，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将附带30%的攻击吸血。继续，继续，继续。吸血，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将附带60%的攻击吸血。刘峰一次性消耗了35枚神话强化石，将吸血技能强化了5次，吸血效果也来到了恐怖的60%。他现在的力量为 18.75 兆，羿射9日加成 590%， 要是在上线共享荣光，他的攻击将达到1165兆。一个平 A 下去，直接回700兆的血量，比他的血量还高，就尼玛离谱。可惜他的生命值就那么点，再多回血也是一样的效果。刘峰轻笑一声，随后便将剩下的5枚神话强化石用在仙履御衣的无敌上，无敌时间也有原来的1秒变成了2秒。仙履御衣神话强化+5加19，防御正690%，免伤正69%，免控正4%，格挡正4%，抗爆正4%，抑制防御正4%。附带技能：1. 抑制防御，使用后领主减免50%的抑制伤害，冷却1小时。2. 无敌，在领主濒死时生成一道无敌防护圈，时间持续2秒，冷却1天。3. 复苏，使用后领主将恢复到最巅峰状态，冷却1天。有着无敌的2秒时间，即便是面对高等级领主刺杀，他也能反应过来，再加上复苏可以恢复巅峰状态，他真就不信2条命还活不下来。刘峰关掉仙履御衣的属性面板，看着资源面板上49枚神话英雄碎片，当即有了想法。好钢就要用在刀霸上，他准备优先将黄忠和蔡文姬晋升到神话5星。这样一来，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的将士数量
就能达到骇人的2422.5万。至于剩下的英雄领主，尤其是另外4位拥有谋臣的英雄领主，后续都会陆续安排。想到这，刘峰直接消耗40枚神话英雄碎片，将黄忠和蔡文姬晋升到神话5星，接着便将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补充完整。刘峰看着黄忠的属性面板，心血来潮的再次使用了5枚神话英雄碎片。叮，无效操作，该英雄目前已经达到等阶上限，请使用更高阶的英雄碎片晋升。更高阶英雄碎片，刘峰傻眼了，他只是好奇的试了下，没想到真的让他试出来了点秘密。神话之上竟然还有境界，也就意味着同等级当中还有碾压他的存在。刘峰的眼眸不断闪烁，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刘峰原本打算就以现在的模式，苟在蓝星界，依托万界排位战和神话秘境偷偷攀登到巅峰。结果现在告诉他神话之上还有境界，当真是无了个语，任重而道远啊！刘峰轻轻一叹，接着便收拾好心情，准备在传送门建立之前打几局万界排位战。他现在3人团体战的积分为2000分，还差200多分就能挤进前1000。现在开始吧！说着就带着黄忠和蔡文姬开始排位。至于韩龙，刘峰重新安排他和马超、臧霸组了一队。这样一来，文氏3兄弟神话之上，5秒钟倒计时很快结束。这次的对手很快就暴露在刘峰等人眼中。一神话2传说吗？就是不知道对方眼瞎不瞎了。刘峰的话音还未落下，就听到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叮，你的对手已经投降认输，你自动获得这场对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为2015。回到领地的刘峰甚至都没有起身，就躺在躺椅上开始了新一轮匹配。叮，你的对手已经投降认输，你自动获得这场对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为2030。再次回到领地的刘峰对着黄忠轻笑道：能达到2000分的领主果然不好糊弄，跑的是一个比一个快。黄忠微微点头，这样也好，虽然猎杀不到神话英雄，但是能早点冲进前10也好，毕竟这个月只剩下13天。刘峰咧嘴笑道：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有得必有失，就是不知道其他英雄领主战果怎么样。说到这，刘峰转头看向另一边的荀彧：文若，你有空多和其他英雄领主沟通一下，统筹一下各方进度。另外，蓝星界的那些国度也交给你处理吧，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和他们打交道。荀彧微微颔首，但笑道：文若明白。刘峰接着对黄忠道：将这次带进去的将士数量控制在2000万左右，咱们搂草打兔子，上分积攒英雄碎片2不误。我这就安排。系统匹配的速度很慢，3分钟后才提示匹配成功。5秒倒计时后，刘峰就看到了此次的对手。这次运气不错，是3大神话领主，就是不知道对面要不要尝试一下。刘峰揶揄道。黄忠双眸深邃，估计有点难，看对方的站位就知道属于保守派。3大领主，3大神话英雄都在军团最后方，很难做到一击必杀。刘峰一脸轻松道：那就让对方选择，说不定对方会犯浑。另一边，3名天人界神话领主好奇地打量着刘峰。领头的文翰奇怪道：这是哪一届的队伍？怎么没听说过？左手边的文武摇着头道：我也没见过，大概率是新晋神话领主。右手边的文明不屑道：管那么多干什么？凭借我们3人的实力，别说是这种新晋神话领主，就是那些老牌神话领主，我们都能碰一碰，干就完事了。文翰看着毛毛躁躁的文明，不知怎的，他的心中有一股莫名的烦躁。要不这次就算了吧。文翰语不惊人死不休道。什么？文明难以置信地看向文翰，大声质问道：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向对面3个新晋神话领主投降？没开玩笑吧？文武也是不解地问道。文翰大哥，我一直都愿意相信你，你也确实带着我们度过许多次危机，但是这次是不是太保守了？最关键的是，我们之前已经投降过一次，要是这次再投降，这个月就只剩下1次投降机会，很可能进不去前50。文翰眼神灼灼道：二位兄弟信我，我虽然不知道对面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对面那个躺着的家伙不简单。你们知道的，我的直觉在关键时候都没有错过。听到文翰的话，文武神色顿时变得郑重起来，就连毛躁的文明都沉默着没有说话。文武严肃道：文翰大哥，这次就听你的，大不了这次不冲刺前50了。文明亦是郑重点头。文翰见说服了2人，轻吐一口气道：走吧，趁着时间还充裕，一起过去认识一下对面那位新晋神话领主。刘峰看着联手上前的3名领主，心中一叹，这次又遇到聪明人了。果然，文翰站定后对着刘峰摇摇抱拳道：天人界文翰，文武，文明，见过这位朋友。刘峰缓缓从躺椅上起身，带着黄忠、荀彧等人径直来到文翰3人面前，满是好奇道：你们认识我？文翰摇了摇头，
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听说阁下。刘峰稍显惊讶道：“那就奇怪了，我们都是神话领主，你怎么就想着投降呢？”文翰轻笑道：“直觉，直觉吗？当真是好理由。”刘峰莞尔一笑，接着一字一句道：“蓝星界刘峰。”文翰见黄忠、荀彧等人没有介绍自己的意思，就一个抱拳道：“后会有期。”说着就准备投降认输。等等，文翰一边疑惑地打量着刘峰，一边打了下倒计时。根据万界排位战规则，在1分钟之内，只要他不主动攻击，哪怕是被攻击，也可以直接投降认输。文翰看到还有时间，询问道：“还有什么事吗？问你个问题，你知道神话之上还有什么境界吗？”文翰愣住了，惊诧道：“这些常识你的长辈都没教给你吗？”刘峰摇了摇头：“我的长辈都不管我。”文翰无语地看了看刘峰身后的神话军团，这叫不管？那要是管起来，岂不是全员神话？果然是土豪家的孩子早当家。文翰想了想，最终还是解释道：“神话之上是真神。”真神吗？刘峰先是嘀咕了声，然后问道：“真神之上还有境界吗？还有如何突破到真神境？”不等文翰回答，身后的文武提醒道：“时间快到了。”文翰点点头，朝着刘峰道：“加个好友吧，出去后再联系。”刘峰快速通过了文翰的好友申请，轻笑道：“我们既然是好友了，就不能让你们吃亏。你看这样可好？你回答我几个问题，这场排位赛由我来投降认输。”文翰闻言心中一动，久久凝视着刘峰，沉声道：“好。真神之上确实还有境界，我们称之为主神境，只不过无尽宇宙大陆上只有4位，也就是神魔妖人4大种族的唯一主神。至于突破真神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掠夺一个神话界面的本源。”第99章神话界面扶桑秘境。刘峰眼睛一亮，神话界面的本源，最近出现的那个神话界面算吗？当然算。文翰见时间已经过了1分钟，索性坦然道：“神话界面相当的稀少，每次出现都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这次这个神话界面也一样，各大种族都在全力武装各个等级的神话领主。”刘峰缓声问道：“为什么是各个等级？难道不是拼最高战力吗？”文翰对于刘峰是彻底无语，这已经不是消息闭塞的问题，这是压根不知道。他估计连神话界面这个消息也是刘峰从其他人打听来的。你知道神话界面是哪来的吗？不知道。文翰看着光棍无比的刘峰，耐着性子解释起来。神话界面都是无尽宇宙大陆从虚空中捕捉来的，并经过特殊处理，将之分成19级、29级、39级、49级4个等级试炼，而神话界面的本源会交给4大等级试炼最快通关的那名领主吸收。刘峰欣喜道：“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19级领主也有机会获得神话界面本源？”是的。文翰微微点头，不过我们19级和29级获得最终胜利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每次都是陪跑。既然几率这么小，那各大种族为什么还要浪费资源武装各自的19、29级的领主？刘峰问出了心中的疑虑。文翰解释道：“一是有些人趁机资助自家天骄，二是防止因为划水导致其他种族天骄碾压式通关。要知道，最终获胜者是看通关速度的，一个操作不好，哪怕是19级、29级也是有几率获胜的。”听到这，刘峰是彻底明白了，同时内心一把火焰熊熊燃起，压都压不住。机会，难得的机会，错过了这次，下次可能就要和39、49级那些老古董竞争了。想到这，刘峰一个抱拳道：“谢了，以后有缘再见。”说罢就直接投降认输。回到领地，刘峰又排了几局就收到消息，说是已经发现扶桑的神话秘境。没有犹豫，刘峰直接通知各大英雄领主在扶桑国度集合，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横扫剩下的5大神话秘境，剩下的时间开始全力冲刺万界排位战。刘峰第一个通过传送门，刚一走出传送门，就看到等待已久的萧寒。萧寒见到刘峰，当即就躬身迎了上去。刘峰给了荀彧一个眼神，后者便心领神会地拦下萧寒，并与之畅谈起来。萧寒见刘峰没有同他说话的意思，便开始热情地和荀彧攀谈起来，同时也在留意传送门的情况。刘峰目前可以建造19座传送门，除了他自己领地和外派10大英雄领主领地上的传送门，他共有8座自由传送门。此时8座传送门正源源不断地吞吐着将士。这是西凉铁骑，这拿巨大盾牌的应该是排行榜上的清徐重盾兵，这身背长弓的骑兵应该是定军神摄营，这应该是余音法师团，这是雷霆泰坦军团，这是这是天使新的神话军团。萧寒震惊地看着开始入场的圣天使和赤天使军团，他因为一直在赶路，所以没能及时关注到军团排行榜的变化。太夸张了吧，这才多久竟然又多了2支神话军团，还有定军神摄营
和余音法师团的数量不对劲啊，这数量怕不是超过2000万了吧？萧寒此时的脸色彻底变了。华夏虽然积弱，但是一些常识性问题他还是知道的，哪怕是神话5星英雄都不可能拥有这样数量的统帅值。所以这就是大佬们的世界吗？而且看架势，神话联盟对这个8旗秘境也是势在必得。萧寒怀疑人生的同时，还勉强同荀彧交谈着。就在他以为这是全部兵力时，另外几座空闲传送门同时开始闪烁，领头冲出的赫然是黑不溜秋的张飞。张飞刚一出现，就是一声大吼：“哈哈，主公，俺翼德来也！”话音未落，就化作一道残影来到刘峰身边。刘峰惊讶的上下打量着张飞，忍不住道：“翼德这是晋升到2星吗？”张飞闻言神情得意道：“2星算什么？有这文和在，这个月我就能升到5星。”刘峰老怀大慰的点了点头：“出息了，这是真的出息了。”对于外派的英雄领主，他早就关闭了消息提示，要不然也不能没注意到张飞的升星。另一边的萧寒傻眼了，在听到张飞称呼刘峰为主公时，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甚至都忘记和荀彧对话。萧寒悄悄吞咽了下口水，实锤了，对面那个年轻人就是神话联盟的实际掌控者，而且是地位超然的掌控者。一想到神话联盟有那么多的神话军团，萧寒整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面对这么多神话军团，别说是对抗，能活着都算是厉害。好在对面那名年轻人对华夏没有恶意，萧寒长舒一口气。荀彧看着神色不停变化的萧寒，轻笑着没有说话。在他看来，主公的基础已经彻底夯实，暴不暴露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毕竟蓝星界已经没有能威胁到他们的存在，剩下的就是全力冲刺更高的层面。继张飞之后，关羽、赵云、吕布等先后入场，直看得萧寒浑身燥热。太强了，实在是太强了！一支支神话军团整齐地排在一起，一眼根本看不到头。那些之前遥不可及的神话领主，包括他最熟悉的马超在内，全都恭敬地围在那名年轻人身边，都在等待那名年轻人发号施令。什么叫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就是萧寒现在甚至都开始期待起1年半之后的界面战。很难想象那些和蓝星界同一层次的界面，在面对10几支神话军团冲杀的场面，这就是后背有人的感觉吗？萧寒暗自一笑。现在的刘峰也是开心无比，因为除了张飞外，赵云、吕布、韩龙全都顺利突破到神话2星，麾下将士数目也达到了969万，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别的不多说，给我第一时间通关这座神话秘境。是。第100章上古青蛇、上古雷蛇军团。叮！检测到领主正在进入神话秘境8旗秘境，系统温馨提示：神话秘境最高可由5名领主组队进入，秘境内无法补充任何资源，是否选择进入？是。一道白光过后，刘峰等人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一处异常开阔的平原上。嘶嘶嘶！不等刘峰观察周边情况，就听到阵阵嘶嘶声。刘峰抬头看去，只见远处地平线上慢慢探出无数蛇头，每条蛇都有数米长，看起来彪悍无比。上古青蛇，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44343，速度29581，精神29581。技能：死亡绞杀，青蛇摆尾，蛇退。上古青蛇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88682，速度59128，精神59128。技能：1死亡绞杀2，青蛇摆尾3，蛇退4，蛇吞。上古雷蛇，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29581，防御29581，速度44343，精神44343。技能：蛇退，球形闪电，雷霆万钧。上古雷蛇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28，防御59128，速度88682，精神88682。技能：1蛇退2，球形闪电3，雷霆万钧。4蛇吞。刘峰只是看了眼上古青蛇、上古雷蛇的属性，随后便下达了全军突击的命令。开玩笑，别说是上古雷蛇被贾诩血克，就算是没有贾诩在，几千万神话将士一人一下都能碾压对面。金金金！在一声声马匹嘶鸣声中，6大骑兵军团如同6支利箭，咆哮着冲向上古青蛇、雷蛇2大军团，整个平原都为之一颤。嘶嘶嘶！上古青蛇王、上古雷蛇王也不傻，
在看到刘封军团的规模时，全都发出尖锐的嘶鸣声。本应该贴身近战的上古青蛇军团，全都退守到上古雷蛇军团周围，一副严防死守的样子。而上古雷蛇全身都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显然是在酝酿什么。黄忠见状轻笑一声，当即命令等待已久的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开始进攻。他要的就是这一个时间差。果然，上古雷蛇王在看到漫天箭矢和音符时，整个树状瞳孔都变得椭圆。此时的上古雷蛇已经蓄力到一半，放弃蓄力就等于失去先手，之后只能慢慢被磨死。但是不放弃也不行，定军神摄营加上余音法师团，接近5000万道攻击根本不是上古青蛇、上古雷蛇军团能够硬抗的。一个慢性死亡，一个当场暴毙，上古雷蛇王最终选择了前者。随着上古雷蛇王一声令下，上古雷蛇军团当即放弃蓄力雷霆万钧，开始接连施展球形闪电，拦截半空中的箭雨和音符。冲刺中的6大骑兵军团见状，瞬间开始加速，以长山突骑兵为前锋，几乎是瞬间就破开了上古青蛇军团的防线。死！上古青蛇王看到是肝胆俱颤，他知道会失手，但是没想到会是一触即溃。他拼了命的想要指挥其他上古青蛇上去堵住缺口，可是他惊恐的发现，原本成体系的上古青蛇军团，只要对上最前面的那支军团，就会变得散乱无比，根本形不成有效防御，甚至还因为大量聚集，被对面军团裹挟着冲向上古雷蛇军团。紧跟在长山突骑兵后面的是西凉铁骑，在跟随长山突骑兵顺利突破上古青蛇防线后，西凉铁骑奇迹爆发，在一片片闪光中，西凉铁骑整个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上古雷蛇军团腹地。死！上古雷蛇王看着突然出现的西凉铁骑，急忙调集一半的上古雷蛇进行压制。这一操作的后果那是相当的严重，只有一半的上古雷蛇军团根本拦不住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攻击。无数箭矢和音符如雨点般的落在2大怪物军团头上，数不清的上古青蛇、上古雷蛇被洞穿身躯。诡异的是，竟然没有击杀提示。就在刘峰疑惑间，就看到原本被轰杀的上古青蛇、雷蛇外皮裂开一条缝，从里面重新钻出一条无伤上古青蛇、雷蛇。是蛇退吗？刘峰满眼惊讶，这个技能好像有点强势，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操作都是徒劳。果然，那些重新复活的上古青蛇、雷蛇还没动弹几下，就再次被轰杀当场。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头神话上古青蛇，灵能加131万，灵石加210万。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头神话上古雷蛇，灵能加131万，灵石加210万。刘峰的属性面板已经开始刷屏，然而2大怪物军团的噩梦这才刚刚开始。一直坠在最后的滨州狼骑看到上古雷蛇军团被压制后，当即全员升空，一道道刀气无情地斩在上古青蛇身上。只有近战技能的上古青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滨州狼骑一刀一刀地砍向他们，甚至连临死反击都反击不到。与此同时，游走在最外围的白马一从也如风一般的进场，他们的打法和滨州狼骑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滨州狼骑是在天上飞，他们是在极限拉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用灭神弩一箭一箭射杀着外围上古青蛇。上古青蛇王此时早已焦头烂额，在阵地内的长山突骑兵、西凉铁骑、燕云铁骑、啸刀手已经拦截不过来，根本顾不上最外围，只能眼看着2大流氓军团一片一片的击杀自己的属下。6大骑兵军团加上2大远程军团的效率非常快，没多久就将外围上古青蛇军团屠杀了一大半。至于被保护在中间的上古雷蛇军团也好不到哪去，损失也在1半以上。上古青蛇王不知在何时来到了上古雷蛇王身边，只是一个眼神上，古雷蛇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第101章八岐大蛇。嘶！上古雷蛇王的嘶鸣声传遍整个战场，所有上古雷蛇在听到后，全都开始不管不顾地凝聚自身精神力。剩余的上古青蛇也都悍不畏死地挡在上古雷蛇面前，无论是面对空中还是地面的攻击，他们连躲都不躲一下。上古雷蛇军团整整准备了15秒，就在上古青蛇王和上古雷蛇王开始兴奋，以为可大规模杀伤对面时，一道身穿青衫的中年男子缓缓露面，正是一直潜藏在燕云铁骑中的贾诩。贾诩看了眼法术即将成型的上古雷蛇军团，一声轻喝：“玄香八卦阵开！”一道蓝光瞬间延展而开，将所有将士笼罩在内，接着就看到无数雷霆劈打在蓝色结界上。刘峰见贾诩确实能完整的抗下上古雷蛇军团的攻击，也就放弃上线消散立场和献祭的打算。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上线消散立场或者献祭，就是想看看玄香八卦的威力。
事实证明，玄香八卦确实如系统介绍的那般，能够隔绝某一属性的攻击，这也让刘峰对终极玄香八卦越来越好奇。叮，你的西凉铁骑成功击杀一头神话上古青蛇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上古青蛇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上古青蛇兵种召唤令+10，灵能+131万，灵石+420万。叮，你的滨州狼骑成功击杀一头神话上古雷蛇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上古雷蛇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上古雷蛇兵种召唤令+10，灵能+131万，灵石+420万。一连2声提示预示了2大怪物军团的结局。10分钟后，最后一头上古雷蛇被成功击杀。不等刘峰反应，系统的提示就响了起来。叮！由于领主强势击杀上古2大蛇王，引起沉眠已久的八岐大蛇的注意。第2阶段和终极试炼同时触发，请领主谨慎选择是否继续。叮！温馨提示：放弃则自动获得八岐秘境首通全部奖励。是。刘峰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了是。他为什么要聚集全部军团？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以他现在的实力，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别说是第2阶段和终极试炼一起进行，就是3个阶段一起进行他都不虚。他反倒是对这个八岐大蛇有点好奇，毕竟在盘丝秘境只有5大蜘蛛王，并没有像八岐大蛇这样特殊的存在。刘峰这边还在思索，黄忠已经主动将所有军团聚拢回来。定军神社营、余音法师团居中展开阵型，前后左右分别由清徐重盾兵、大戟士、虎贲卫士现阵营坐镇。2大天使军团和雷霆泰坦军团则是作为预备军团，随时准备支援。至于6大骑士军团和光影刺客，全都安排在两翼游走，伺机而动。刘峰这边阵型刚摆开，他们的正前方就开始缓缓出现道道黑影，熟悉的嘶鸣声也是不绝于耳。还真是8大军团。刘峰念叨着打开了另外3大军团的属性面板。上古黑蛇，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29581，防御29581，速度44343，精神44343。技能蛇退，暗黑吐息，暗黑风沙。上古黑蛇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28，防御59128，速度88682，精神88682。技能1蛇退2，暗黑吐息3，暗黑风沙4，蛇吞。吐息，这是准备化龙吗？竟然还是稀有的暗黑系。倒是这个暗黑风沙开起来有点像封印技，需要小心点。刘峰一边嘟囔，一边查看起剩下的2大军团属性技能。上古毒蛇，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29581，速度29581，精神44343。技能蛇退，剧毒，自爆。上古毒蛇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59128，速度59128，精神88682。技能1蛇退2，剧毒3，自爆4，蛇吞。上古幻蛇，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29581，速度44343，精神29581。技能蛇退，置换，精神控制。上古幻蛇王，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59128，速度88682，精神59128。技能1蛇退2，置换3，精神控制4，蛇吞。不得了，后面这2个才是真正的狼灭啊！一个自爆，一个金控，一看就不是简单蛇。刘峰这边研究的正起劲，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已经开始发起攻击。第一波试探攻击不出意外的出现意外，剑矢和音符被2支上古黑蛇军团加上1支上古雷蛇军团拦截了绝大部分，剩下的一小部分也没有造成任何击杀。刘峰也趁机查看起最吸引他的八岐大蛇属性。八岐大蛇，真神，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945万，力量57万，防御38万，速度57万，精神57万。技能1死亡绞杀2，神蛇摆尾3，雷霆万钧4，剧毒吐息5，精神控制6，蛇吞7，蛇退8，八岐真身。
竟然是真神级！刘峰愣了一下，随后便心中狂喜，真神级好啊！他之前还在想怎么将麾下英雄晋升到真神级，结果就出现这八旗真神，简直就是瞌睡有人送枕头。就是有点可惜没出真神军团，要不然他还能再多刷点资源。就在刘峰思索间，黄忠和八旗都互相试探了一波，现在已经开始大军对垒。刘峰看了眼场上的形势，随后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哪怕他再不懂军事，也能看明白优势在他。毕竟他拥有过亿的神话将士，而八旗军团只有2000多万，1亿对2000万，拿命对都能对赢。第102章围殴。八旗军团仿佛也是看明白了局势，八大军团全都聚拢在一起，一副严防死守的样子。看到这，刘峰微微蹙眉，在他的印象中，怪物军团不应该都是悍不畏死的冲锋吗？怎么还能进行战术防守？难道这就是真神怪物的智商？就在刘峰想着应该怎么打时，黄忠开始行动了。黄忠并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利用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数量进行分批持续攻击。接近5000万的定军神射手和余音法师被黄忠分成5批，每批攻击间隔都在1到2秒。一时间，整个秘境空中都是箭矢和音符。果然，数量级正义啊！刘峰看的是津津有味，忍不住感叹了声。面对这样的饱和式打击，八旗军团很快就出现骚乱。箭矢和音符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仅凭上古雷蛇、上古黑蛇军团根本不能完全拦截。八首八尾的八旗阴鸷地看着漫天箭雨和音符，在确定防御无效时，他当机立断，直接下达了进攻命令。在他的一声令下，除了上古雷蛇和2支上古黑蛇军团，剩下的5大军团全都在上古蛇王的带领下，快速向刘峰所在地推进。黄忠见八旗不再龟缩，也开始调集各大军团进行围剿。县阵营、大戟士、虎贲卫士、青徐重盾兵、雷霆泰坦军团齐齐上前，分别对上一支怪物军团。6大骑兵军团则是从2翼开始包抄向大后方的上古雷蛇、上古黑蛇军团。这一操作彻底打乱了八旗的攻击节奏。面对气势汹汹的6大骑兵军团，他不得不调集兵力进行防守。2支上古毒蛇军团被撤回大后方进行防守。变故也在此刻发生，原本冲向大后方的6大骑兵军团突然兵分2路，常山突骑兵、白马一从、滨州狼骑3大流氓军团直接掉头包围向正在和5大近战军团对峙的上古青蛇和上古幻蛇军团。西凉铁骑、笑刀手、燕云铁骑则是游离在外围，也不主动进攻，只是进行战略威慑。刘峰看的是啧啧称奇。就在这一来一回之间，黄忠已经顺利完成对怪物军团的分割，战术目的非常的明确。主公，上线献祭技能。正看得出神的刘峰突然听到黄忠的话，愣了一下，就上线了献祭技能。他隐约想到黄忠接下来的操作。果然，5大近战军团在刘峰上线献祭技能时，全都在第一时间施展，将上古幻蛇的2大控制技能全部献祭。死！被献祭掉技能的上古幻蛇王慌了，朝着大后方的八旗发出阵阵嘶鸣。得到消息的八旗亦是嘶吼连连，8个头变得焦躁不安起来。黄忠看都没看八旗一眼，一边指挥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对其压制，一边指挥5大近战军团、3大骑兵军团对被包围的3大怪物军团进围歼。率先进攻的就是常山突骑兵，千万常山突骑兵如同一支白色利剑一般，直接居中剖开了3大怪物军团的防线。紧随其后的白马一从、滨州狼骑，一个在周边用灭神弩传射，一个在天上打靶，简直是流氓到了极点。5大近战军团也是没闲着，在常山突骑兵突进去的第一时间就进行冲锋。1分钟不到，3大怪物军团就被围歼了近100万。远处的八旗见状，没有丝毫犹豫，顶着空中的箭雨和音符，开始冲向被包围的3大怪物军团，企图再次汇合进行防御。黄忠轻笑一声，他等的就是这一刻。主公，开共享荣光。好嘞。刘峰如同一个工具人一般，美滋滋的开启了共享荣光。有了共享荣光800%的攻击加成，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攻击力顿时有了质变，仅仅1轮攻击就轰爆了上古雷蛇和上古黑蛇。八旗震惊的看着成片成片倒下的上古雷蛇和上古黑蛇，他怎么都想不到对面竟然隐藏了如此之多的实力。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这一波爆发，不仅造成了大量死伤，还导致上古雷蛇、上古黑蛇与2支上古毒蛇军团彻底脱节。早就收到黄忠通知的关羽、张飞、马超3人瞧准机会，直接一窝蜂地冲向2支上古毒蛇军团。当八旗反应过来时，2支上古毒蛇军团已经被淹没，甚至连自爆技能都被重新上线的献祭技能献祭。好，八旗彻底陷入癫狂，
他看着被完全包围的5大近战军团，哪里还不知道自己被玩弄了？到目前为止，他的8大军团给对面造成的伤亡都不超过10万，而代价却是5大近战军团被包围，全灭只是时间问题。八旗咆哮着，率领剩下的3支远程军团进行决死冲锋。1支上古雷蛇军团，2支上古黑蛇军团没有任何阵型，程一字阵型紧紧跟在八旗身后。可惜他的一切行为都在黄忠的预料之中。八旗这边刚动身，一直隐身在上古雷蛇军团身边的光影刺客就齐齐现身。接近1000万的光影刺客刚一出现，就给予上古雷蛇军团毁灭性打击。冲锋在最前方的八旗扭头难以置信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光影刺客，拥有一定智慧的他，此时完全陷入呆滞。他回顾开战到现在，他的一系列行动好像都在对方的算计当中。这就是人类吗？八旗苦涩地说出了他的第一句话。就在八旗愣神间，200多万的上古雷蛇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被火力全开的光影刺客全灭。与此同时，被包围的5大近战军团，被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重点照顾的2支上古黑蛇军团，都在同一时间被全灭。叮！你的光影刺客成功击杀一头神话上古雷蛇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上古雷蛇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上古雷蛇兵种召唤令+10，灵能+131万，灵石+420万。与此同时，被包围的5大近战军团，被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重点照顾的2支上古黑蛇军团，都在同一时间被全灭。叮！你的长山突骑兵成功击杀一头神话上古青蛇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上古青蛇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上古青蛇兵种召唤令+10，灵能+131万，灵石+420万。眨眼间，8头上古蛇王全员阵亡。刘峰看着孤零零的八旗，缓缓拿出快要生锈的异射9日，准备给予他最后的体面。第103章通关八旗秘境。以刘峰 18.75 兆的攻击，只是一箭就将只有945万血量的八旗射爆。看着慢慢蜕皮众生的八旗，刘峰若有所悟。相对领主模板、英雄模板确实弱了点，以后必须禁止英雄带头冲锋，要不然别的领主同样只需要一击就能将他们带走。刚复活的八旗如同电视剧里的悲情男主一般，8个头颅仰天长啸，似乎在发泄心中的不甘，同时身体一阵急剧膨胀，眨眼间变成一头高达100米的巨兽。人类，受死！刘峰被八旗这副模样吓了一跳，连忙端正态度，准备全力应对。嗡！一声沉闷的弓弦声后，一支箭矢径直射向八旗。叮！恭喜领主成功击杀真神八旗，真神英雄碎片+1，升阶时真神+1，真神宝箱+1，灵能+131万，灵石+840万。叮！恭喜领主成功通关八旗秘境终极试炼，总计获得专属神话宝箱+4，神话英雄碎片+20，神话强化宝石+40，神话升阶石+40，灵能+200斤，灵石+200斤。就这，刘峰怔怔地看着属性面板上的击杀提示，愣了3秒钟，才自顾自地轻笑一声。自己这胆子真的练了，空有一身实力，好像还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过。刚刚更是被一只野怪吓到，哪怕对方是真神级野怪，也有点说不过去。想到这，刘峰便扭头看向身边的黄忠，想要让黄忠为自己制定一套训练计划。黄忠此时已经指挥各大军团清理完残余野怪，在感受到刘峰目光时，转头看向刘峰，询问道：“主公，可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刘峰闻言，心中一阵惊讶，装作若无其事道：“黄老将军何出此言？”黄忠微微一笑，察言观色，可是我们的必修课，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我对主公多少还是有点了解的，况且主公的脸部表情也做不得假。刘峰有点绷不住了，揉了揉脸，好奇道：“有那么明显吗？”哈哈！黄忠大笑一声，之前不明显，现在是非常明显了。刘峰大窘，感情黄忠刚刚也是猜测，自己还傻傻的被炸了出来。说到这，刘峰也不再隐瞒，直接将自己想要加强训练的想法说了一遍。黄忠听完老怀大慰，拍着胸脯保证道：“主公请放心，我会联合其他将军，专门为主公量身打造出一套合适的锻炼计划。那就等你们好消息了。”说罢，刘峰便来到已经集结完毕的队伍前方，第一个向秘境外走去。刚出秘境，就看到依旧守在秘境外的萧寒。说实话，对于萧寒，刘峰的感官不差，所以对于萧寒，他也并没有刻意为难。有些不重要的秘境，他直接选择公开在萧寒面前，比如他是神话联盟的实际掌舵者，神话联盟将士的数量等等。萧寒在看到刘峰时，他下意识地看了下时间，接着他的心头巨震。50分钟，神话联盟竟然只用了50分钟就通关了神话秘境。
随后他便释然，拥有上亿神话将士得神话联盟，别说是一个神话秘境，就是整个蓝星界都能横推了。好在对方暂时没有锚定星球，要不然现实蓝星可能就要变天了。念及至此，萧寒快步迎向刘峰，躬身抱拳道：“恭喜这位大人通关8期秘境。另外，熊国的狼人秘境、欧连体的吸血鬼秘境都已经联系好，大人可以随时攻略。”刘峰沉思了一番，缓声道：“辛苦了，麻烦将2个坐标发给荀彧。”是。萧寒略显失望的应道，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眼前这位年轻大人的好友位，可惜这位年轻大人似乎还没有同华夏直接打交道的打算。算了，能获得神话联盟的友谊已经是谢天谢地。相对于3大国度的惨状，华夏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不仅发育不受影响，甚至因为神话联盟的存在，华夏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神话小队。虽然规模没办法和神话联盟相比，但是最起码已经成功迈出第一步，剩下的就是稳扎稳打，利用现有资源逐步打开通往神话的那道门槛。至于说更深层次的交流，或许只能看这位年轻大人的心情了。对了，本想传送回领地的刘峰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10枚神话兵种召唤令递给萧寒道：“这100枚神话兵种召唤令你拿走，和上次一样，处理好了联系荀彧。”萧寒激动的上前接过100枚神话兵种召唤令：“谢谢，感谢大人对华夏支持。”有了上次经验，萧寒这次没有再说让刘峰满意这样的话，只是一个劲的感谢。他此时是真的激动，加上这次的100枚神话兵种召唤令，华夏即将拥有2400名神话将士。如果操作得当，华夏有很大概率通关传说秘境的终极试炼。要知道，整个蓝星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成功通关过传说秘境终极试炼，基本都是勉强通关第2阶段，然后就因为损失太大，最后不得不放弃终极试炼。漂亮国、扶桑岛等国国主曾经一起联手，试图通关一座传说秘境终极试炼。第1、第2阶段都很顺利，只损失了一小部分将士。可是，在面对终极试炼5大完全体怪物军团时，哪怕5大国主拼尽全力，最终还是惨败在5大怪物军团手中，甚至还损失了好几位传说英雄。战后有人总结道，在没有5大成体系传说军团或者数量碾压的情况下，很难有人能够通关秘境终极试炼。自那以后，各大国度全都偃旗息鼓，都在默默的积蓄实力，准备攒够实力再去尝试通关终极试炼。刘峰丝毫没有在意萧寒的内心想法，摆了摆手便消失在传送门中。回到领地，刘峰迫不及待的这次的通关奖励，其他的都还好，他都能理解，就是新得到的升阶石令他异常的费解。升阶石真神可将任意神化级装备晋升到真神级。注：对于强化过的装备，必须使用等同于强化等级数量的强化石才能100%强化成功，否则存在强化失败的可能。强化失败则装备销毁，请领主谨慎升阶，切莫存在赌狗心理。第104章，黝黑披风，至天使，做天使。刘峰看完升阶石的属性介绍，想了想，最终还是将升阶石收了起来。连系统都警告他不要当赌狗，他还是不要头铁的好。要是装备损坏了，他哭都没地方哭。况且他暂时也没想升阶，他觉得现在还不是升阶的最好时机。刘峰接着拿出真神宝箱，一边在心中默念咒语，一边缓缓将之开启。叮！恭喜领主成功开启真神宝箱，获得特殊装备黝黑披风。黝黑披风真神，防御正600%，减伤正60%。附带技能1：隐身。领主发动隐身技能后，将屏蔽真神及真神以下的所有探查技能，领主可主动解除隐身状态，主动攻击同样会解除隐身状态，冷却10分钟。2：生命源泉。领主主动开启后，在非战斗状态下，每秒恢复1%的最大生命值；在战斗状态下，每秒恢复1/1000的最大生命值，持续时间为半小时，冷却1天。3：无敌屏障。领主主动使用后，将瞬时产生一个无敌屏障，可拦截真神及真神以下的所有攻击，持续时间1秒，冷却1天。刘峰眼前一亮，不愧是真神级装备，属性是相当的给力。虽然只有3个技能，但是每个都是相当关键的技能。和光影刺客的隐身不同，黝黑披风自带的隐身属于全方位隐身，而光影刺客的隐身，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视觉上的隐身，有很大概率会被一些特殊军团发现。无敌屏障更不必多说，属实是1等1的保命神技。反倒是第2个技能生命源泉有点意思，非战斗状态暂且不论，这战斗状态每秒恢复1/1000的最大生命值，那是相当的顶。以他现在187.5兆的血量，每秒能恢复1875斤的血量，可以说是比 BOSS 还要 BOSS， 那是相当的难杀。再加上2大无敌技能，根本不害怕被激活秒杀。
刘峰满意的将披风装备到身上，配合上仙履玉衣，整个人逼格顿时拉满。刘峰接着又拿出新获得的40枚神话强化石，准备继续强化羿射9日。在看完真神生阶石的属性解释时，刘峰心中就有了打算，他要将神话装备强化到极限，再去升阶。他相信真神升阶石的获取难度要远远低于真神强化石的获取难度，毕竟后期强化所需要的强化石是海量的。最关键的是，每多强化一级，只需要多付出1枚真神升阶石，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就像是天才在前期压级打基础，底子越强，突破后的实力越强。只不过他要注意，不能强化的太狠，可不能真的强化到不能升阶的地步。叮，检测到领主正在强化羿射9日，请选择强化属性。技能吸血。叮，吸血技能强化成功，下次强化需要消耗11枚神话强化石。吸血，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将附带 70% 的攻击吸血。继续强化技能吸血。叮，吸血技能强化成功，下次强化需要消耗12枚神话强化石。吸血，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将附带 80% 的攻击吸血。继续。叮，吸血技能强化成功，下次强化需要消耗13枚神话强化石。吸血，领主的每一次攻击都将附带 90% 的攻击吸血。刘峰收起强化加12的羿射9日，轻声一叹，强化石还是少了呀。40枚神话强化石点了3下就只剩下7枚，实在是有点不经用。刘峰又使用了6枚神话强化石，将仙履玉衣强化了一下，无敌持续时间也达到了3秒。完成自身强化后，刘峰就给韩龙和吕布发了消息，让他俩到领地来一趟。消息发完没多久，一身黑衣的韩龙和一身金甲的吕布就来到刘峰身边。主公，主公！韩龙、吕布2人先后行礼。刘峰微微点头，拿出30枚神话英雄碎片，将2人全部晋升到神话5星。接着又拿出4枚神话专属宝箱，开出2枚神话英雄召唤令和2枚神话兵种建造召唤令，分别交给2人。谢主公！韩龙、吕布2人欣喜地接过神话英雄召唤令和神话兵种建筑召唤令，当着刘峰的面就开始召唤神话英雄。接连2道黑光闪过，虚空中凭空走出2名12翼天使，竟然还是天使军团。刘峰略显惊讶地看着缓缓落地的2名12翼天使。12翼至天使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30，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12万。专属军团炽天使军团，需专属神话兵种建筑解锁。专属武器炽天使权杖，传说可升级，精神正400%，破防正40%。技能1，法术增幅 SSS 级军团技，12翼炽天使麾下所有炽天使法术攻击增幅200%。2，穿透增幅 SSS 级军团技，12翼炽天使麾下所有炽天使无视 50% 法术防御。12翼座天使神话，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12万，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59130。专属军团做天使军团，需专属神话兵种建筑解锁。专属武器做天使长矛，传说可升级，力量正400%，破甲正40%。技能1，力量增幅 SSS 级军团技，12翼座天使麾下所有座天使物理攻击增幅200%。2，破甲增幅 SSS 级军团技，12翼座天使麾下所有座天使无视 50% 物理防御。炽天使做天使吗？看属性介绍，炽天使应该是远程法术系，做天使应该是物理系，就是不知道是远程还是近战。正此时，吕布和韩龙都解锁了各自天使的专属军团，分别是炽天使军团和做天使军团。第105章团体战前10，炽天使神话，等级1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0万，力量29581，防御29581，速度29581，精神59130。武器权杖普通，可升级，精神正100%，破防正10%。技能1，神圣火焰，炽天使释放神圣的火焰，灼烧一切邪恶和污秽，每秒造成10%的法术伤害，持续1分钟，冷却10分钟。2，神圣审判，炽天使凝聚圣光力量，审判一切生灵，一次性造成200%的法术伤害，冷却10分钟。3，神圣献祭，
炽天使献祭自身 99% 的生命值，全属性提升 1000%， 重置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同时技能效果提升 500%， 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10分钟。我操！刘峰心头狂喜。炽天使其他属性技能都还算正常，就是这神圣献祭有点顶啊！全属性翻10倍，加上技能效果翻5倍，整个下来直接翻了50倍，这谁来都顶不住啊！虽然存在摸一下就死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况且炽天使属于飞行军团，一般的近战拿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刘峰接着满是期待地查看起做天使的属性面板。炽天使神话，等级1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0万，力量59130，防御29581，速度29581，精神29581。武器长矛，普通，可升级，力量正100%，破甲正10%。技能1，蓄力俯冲，做天使在空中进行蓄力，借助俯冲的加速度完成致命一击，力量正300%，冷却10分钟。2，幻影头毛，做天使凝聚长毛虚影，进行短距离投射，造成200%的物理伤害，冷却10分钟。3，蓄力长矛，做天使在空中进行长时间蓄力，蓄力完成后奋力投掷出手中长矛，造成500%的物理伤害，冷却10分钟。会飞会远程的近战军团，这是刘峰看完做天使属性浮现出的想法。这下好了，他的空战军团再次多了2支，以后不管是空对空还是空对地，优势都再次扩大。关掉属性界面，刘峰查看了下前往欧联体和熊国的先锋小队，发现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后，当即开始了新一轮的排位战。叮，你的对手已经投降认输，积分加15，当前积分为2100。叮，你已进入3人团体战前1000，当前排名999名，是否选择匿名？总算是进入排行榜了。刘峰长舒一口气，接着就选择了匿名。继续。叮，恭喜领主获得本次排位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为2205，当前排名99。叮，恭喜领主获得本次排位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为2310，当前排名9。果然是竞争激烈啊！刘峰感叹道。就在刚刚，他遇到了一支拥有9支神话军团的领主小队，获胜是获胜了，就是刘峰和黄忠明显感到了压力。现在就遇到这种级别的选手，那前3不得是全神话军团啊！刘峰一边嘀咕，一边选择再次排位。叮，已经匹配到对手，请领主做好传送准备。一阵眩晕后，刘峰、黄忠、荀彧等人全都出现在方形战场。有了上次作战经历，黄忠是彻底认真起来。刚一站定就开始展开阵型，居中最前排是整支雷霆泰坦军团，最右侧是整支炽天使军团，最左侧则是黄忠和蔡文姬的全部炮灰军团。他们的唯一作用就是堵死最左侧，防止有人渗透骚扰后排。第2条防线是整支圣天使军团，所有的圣天使一字排开，齐齐排在雷霆泰坦军团和炽天使军团后方，随时准备提供各种增幅。最后就是最为庞大的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只不过黄忠谨慎地将定军神摄营一分为2，分别立于余音法师团两侧。工具人刘峰也没有闲着，精神链接塔、各种增幅塔全都在第一时间被建筑出来。阵型很快调转完毕，2422万的定军神射手已经开始蓄力，余音法师团亦是全神贯注地盯着远方，双手抚琴，显然是做好随时打击的准备。倒计时也在此时结束，随着中间光幕的消失，刘峰这次的对手缓缓出现在眼前。果然是3大神话领主，1、2、3、9，同样是9大神话军团吗？另一边，天人界弗里尔、千代森、赵蕊同样在观察刘峰等人。弗里尔惊讶道：“陌生人族，该不会是蓝星界那机队新崛起的队伍吧？”千代森目光闪烁道：“应该是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队。”赵蕊弱弱地问道：“那我们还打吗？我感觉对面好像比我们强。”打，当然要打。弗里尔一脸兴奋，遇上就是缘分，怎么着也得过过手。千代森更是用实际表明了态度，他麾下的2大近战神话军团已经开始推进。赵蕊见状也不再犹豫，同样开始专心指挥军团前压。很快，弗里尔一方6大近战神话军团、36支近战传说军团就彻底展开阵型。后方3大远程神话军团也在此时开始射击，一同射击的还有12支远程传说军团。看着空中密密麻麻的箭矢和法术弹，黄忠一边调集定军神射手拦截，一边沉声道：“主公，上线共享荣光，对面的实力不弱，大概率是和上一场一样，要进入消耗战。”刘峰微微点头，直接上线共享荣光，同时拿出羿射9日，准备寻找机会定点轰杀对方的英雄。
福灵儿一方的远程军团数量并不多，只有2000万左右。定军神射手们很轻松地拦截下所有攻击。哇！福灵儿在看到定军神射营的操作后，忍不住惊呼，小嘴甚至都忘记闭合。这也太精准了吧！千代森此时也是神色凝重，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到定军神射手的精准程度，几乎是箭无虚发。要知道，箭无虚发不难，难的是同时拦截这么多目标。第106章，难缠的对手。千代森一脸严肃地看向福灵儿，殿下，全力以赴。对面那支弓箭手军团有古怪，不仅数量上不对，而且在威力、精准度上都有问题。福灵儿轻笑道：“是呀，对面的特殊建筑比我的还要多，果真是难得的对手。既然对手这么厉害，那我们也要全力以赴。”说话间，他身后的数座建筑就开始冒光，光芒快速覆盖向他麾下的远程军团。霎时间，所有被覆盖军团像打了鸡血一样，射速急剧飙升，漫天箭雨铺天盖地地扑向刘峰所在阵地。与此同时，规模最大的近战军团推进到刘峰前沿防线，大战一触即发。黄忠脸色一变，他是真没想到对方军团会有这样的射速，足足是定军神射营的数倍。以对面这样的射速，定军神射营根本拦截不了多久。想到这，黄忠神色一狠，他并没有调用余音法师团加入拦截，而是选择让余音法师团开始全力打击对方的远程军团。收到命令的余音法师团齐齐开始发力，铮铮铮！无数音符自余音法师团阵地升腾而起，径直袭向福灵儿一方的3大远程神话军团。好狠的人！千代森目光凌冽，当即调动2大神话法师团进行联合防御，一道土黄色的护罩瞬间形成。轰轰轰！一枚枚音符狠狠地砸在土黄色护罩上。不好！千代森脸色巨变，殿下小心，对方的法师团不对劲。话音未落，土黄色护罩突然发出一声声刺耳的碎裂声，接着就在福灵儿目瞪口呆中碎成一片片光絮。护盾军团、治疗军团全部跟上！千代森显然是3人中指挥官，一连串的命令想都不想的脱口而出。虽然很勉强，但是终究是将余音法师团的攻击挡了下来。然而这只是余音法师团的一轮攻击，这边刚勉强挡完，第2轮音符雨就开始落下，逼得正在与定军神射营对射的神话弓箭手军团不得不调转火力支援己方军团。殿下，赵蕊，你们指挥近战军团开始强攻，对方的远程火力有点猛，不宜与对面进行持久战。收到。一旁的赵蕊重重的点头，就连福灵儿也难得认真起来。随着他身后一座石碑发出一道幽光，前线属于他的2大近战神话军团气势整个暴涨一大截。福灵儿只是一眼就判断出战场上的局势，对着赵蕊轻喝道：“中间的那群大个子不用你管，你指挥你的军团从对面左翼突破，哪里都是一群杂兵，根本挡不住你的骑兵军团。”是。赵蕊一脸认真，完全没有刚开始的柔弱感。下达完命令，福灵儿开始仔细研究起刘峰的雷霆泰坦军团。人家这才兴奋，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福灵儿嘀咕一声，开始试探性攻击。他对着身边一名壮汉道：“仲池，让你的重盾军团上去试试水，先将对方的技能试探出来。”是。壮汉仲池遥望着雷霆泰坦军团，开始指挥重盾军团向前推进。不一会儿，2大军团就碰撞在一起。雷系军团吗？福灵儿看着蓝光四射的战场，微微蹙眉。众所周知，雷系军团基本都拥有范围性伤害，是团战的一把好手，有点难搞哦。福灵儿环视战场局势，轻声一叹：“不能等了，再等下去，小森就要扛不住了。”想到这，福灵儿对着身边一名年轻骑士道：“哈兰，准备出击，务必以最快的时间突破对面的防线。”遵命。骑士哈兰行了个骑士礼后，立刻下达了全军冲锋的命令。雷霆泰坦军团阵地，砰砰砰，滋滋滋，雷霆泰坦的巨锤一下一下敲击着重盾兵们的重盾，时不时冒出的电光电得重盾兵手脚发麻。就是这不到1秒的麻痹时间，让重盾兵们苦不堪言，很多重盾兵都被锤掉盾牌。要不是自身防御强横，加上石碑的特殊加持，他们早就被雷霆泰坦冲烂了。荣耀即无命！就在雷霆泰坦军团压着重盾军团打时，重盾军团身后突然响起震天口号。重盾兵们听到口号全都一喜，接着就默契地分裂出一条条通道。只见无数浑身冒光的骑士在马匹的加成下，风一般的穿过重盾军团，直刺雷霆泰坦军团。不仅是雷霆泰坦军团，炽天使军团也受到猛烈打击。因为数量上的绝对差距，哪怕是有着圣天使军团支援，炽天使军团依旧是节节败退。最惨的还要数左翼的杂兵防线，
那是真真正正的被一波冲烂。只是一个回合，就被2支神话骑兵军团凿穿防线。黄忠看着越来越近的2支神话骑兵军团，以及紧随其后的10数支传说骑兵军团，内心毫无波澜，对着蔡文姬轻声道：“文姬，做好准备，我倒数3声后，全力集火那2支骑兵军团。”是。另一边，赵蕊对着弗灵儿比了个胜利的手势，仿佛是在宣告着胜利。在他看来，被骑兵近身的远程，那就是死人一个，根本不可能翻起什么大浪。殊不知，此时的黄忠正在进行死亡倒计时，2、1，进攻！随着黄忠一声令下，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陡然转移打击目标，近5000万道箭矢和音符全部射向正在高速接近中的2支骑兵军团。机会！千代森眼睛一亮，他当然想到黄忠会这样孤注一掷，但是考虑到战场大局，他并没有通知赵蕊，而是选择等待机会。这是一场豪赌，赌赢了就获胜，赌输了最多2支骑兵军团损失大一点。他也没有辜负期望，在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调转目标的第一时间就发现端倪。所有人锁定对方中心法师团，给我全力输出！听到千代森的命令，弗灵儿、赵蕊全都惊讶地扭头看向他。很快，2人就发现原本压制他们的箭雨和音符全都消失不见。仔细一看，才发现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已经调转目标。小森干得漂亮，森姐666！弗灵儿、赵蕊全都由衷地夸赞起千代森。第107章全员涅槃重生。都不要大意，对面这群家伙不简单，这一轮打击不一定能够将对面打废，反倒是小蕊的骑兵军团注定是要损失严重。千代森谨慎道：“哎呀，只要能够打击到对面的远程军团，其他都是洒洒水了。”赵蕊无所谓道：“千代森轻轻点头，然后便聚精会神地看向余音法师团阵地，直到几方箭雨源源不断地落在余音法师团阵地上，他才缓缓露出笑容。一切都结束了。千代森呢喃道：“没有人能够在这样规模的箭雨下生存。”然而变故终究还是发生了。什么？这不可能！千代森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他的这一声惊呼也引起了弗灵儿和赵蕊的注意，两人快速将目光锁定处于箭雨当中的余音法师团。这……弗灵儿傻眼了，只见无数被射杀的余音法师缓缓从地上爬起，然后顶着箭雨继续对2支骑兵军团进行打击。他不信邪地揉了揉眼睛，失声道：“复活技！”千代森也是一脸的苦笑，他万万没想到一支远程军团竟然会有稀有的复活技。最让他不解的是，对面明明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射杀了大半骑兵，为什么还要这样以命换命呢？难道真的只是想全歼2支骑兵军团？就在千代森疑惑中，余音法师团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原来之前复活过一次的余音法师，再一次倒下后，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还能复活！不仅是千代森、弗灵儿、赵蕊2人也是彻底懵了。复活技他们知道，多重复活技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然而这还没完，要知道流风上线的涅槃重生可不只对余音法师团有效，而是对所有麾下军团都有效。雷霆泰坦指挥官在流风上线涅槃重生的第一时间就下达了全军突击的命令，硬顶着荣耀骑士团的冲锋，直接来了个以命换命，10秒钟不到就将荣耀骑士团的攻势打散，然后就是斜势倒卷，潮水般的冲击向重盾军团。这不会是所有军团都有吧？弗灵儿傻眼了，饶是以他的见识都被吓了一跳。千代森倒是比较清醒，直接命令一支传说军团强行击杀了数千名流风麾下的杂兵。看着慢慢站起来的一众杂兵，千代森彻底陷入沉默。结合前后对比，他徐声道：“这应该不是所有军团自带的技能，要不然2支神话骑兵军团也不可能顺利突破左翼防线。大概率是对面领主学习了某种军团复活技。”弗灵儿满眼小星星道：“对面好强啊，竟然拥有复活类的领主技，最厉害的还是他们3大领主都有这样的技能，真的好羡慕。”千代森无奈地看着陷入花痴状态的弗灵儿：“殿下，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因为这个复活军团技，我们这场对局大概率是输了。”弗灵儿无所谓道：“输就输了，能见识到这样的强者也算是值了。”就在他们说话间，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已经全歼了2支神话骑兵军团，就连他们身后的10数支传说骑兵军团也没能幸免。刘峰看着对面的弗灵儿，目光悠悠道：“好厉害的3名女子，竟然能逼得我上线涅槃重生。”黄忠轻笑道：“是啊，对面的那支弓箭军团是相当的厉害，在数量没有定军神射营多的情况下，单凭一己之力，硬生生拉住了整支定军神射营，
当真是了不得。刘峰微微点头，对面做的确实滴水不漏，神话英雄藏的都很严实，我到现在都没找到机会。打到这种程度，估计对面要投降认输了。正如刘峰所说的，千代森这边已经开始主动安排传说将士送死。在达到投降认输条件时，弗里尔并没有立刻投降，而是不顾千代森反对，满目异彩的来到前线，对着刘峰等人高声道：“喂，我叫弗里尔，对面的出来认识一下呗。”刘峰诧异的看着大大咧咧的弗里尔，随后便轻笑着来到弗里尔面前，自我介绍道：“蓝星界刘峰。”弗里尔一双大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刘峰，还真是蓝星界的，你知道吗？最近各大界面都在流传着你们的消息，我对你们可是好奇的很。刘峰微微颔首，比不上你们这些大界，我们才刚起步。对了，你还打吗？我这边有点赶时间。什么嘛？弗里尔有点生气的白了眼刘峰，真是的，当然是不打了，我可没有受虐的习惯。你的系统编号是多少？我加你个好友，以后常联系。刘峰不疑有他，将自己的系统编码报了一遍。好了，我加你了，你记得通过一下。弗里尔说完就选择了投降。叮！恭喜领主获得本次排位战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为2325，当前排名8。刘峰回到领地，一边点了匹配，一边通过了弗里尔的好友申请。滴滴滴，他这边刚通过就收到弗里尔的传信。弗里尔，你在匹配吗？要是在匹配，我就等一会。那你还是等一会吧。弗里尔，好吧，你进去了和我说一下，我可不想再输一场。好的。叮！已经匹配到对手，请领主做好传送准备。一阵眩晕感后，刘峰等人再次出现在方形战场。刘峰想了想，最终还是给弗里尔发了条消息：“我进来了，你可以开始了。”弗里尔，哈哈，好了，不知道哪三个倒霉蛋排上了你。刘峰面露古怪的看着消息栏，心中暗笑，这是怎么好意思嘲笑别人的？要知道你自己也是倒霉蛋之一啊。倒计时很快结束，随着光幕消失，这次的对手慢慢显露。这次是妖族吗？刘峰眯着眼观察着对面3大妖族领主，对方明显没有投降的意思，一直在不停调整军团阵型。想来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每一场对局都尤为关键，不仅是关乎前10奖励，最重要的是那10个进入神话界面的名额。第108章，我骗你的。就在等待时间，弗里尔竟然又给他发了条消息：“弗里尔，我也进来了。”刘峰微微一笑，这弗里尔当真是有趣，刚刚赢了他一局，不仅不记仇，还一副自来熟的模样。刘峰心思一动，默默回了一句：“我刚刚骗你的，要是你真的刚刚匹配到的话，那应该还是我。”弗里尔，弗里尔，弗里尔。刘峰看着弗里尔回复的消息，莞尔一笑：“我骗你的，我这次遇到了3名妖族领主。”弗里尔，你平时都这样骗女孩子吗？我没有，我一般不骗人。弗里尔，鬼才信，骗子一般都说自己不骗人。弗里尔，你还是专心点吧。你遇到的妖族3兄弟可不简单，他们的军团可是很克制你的远程军团哦。妖族3兄弟，怎么感觉妖族都是兄弟呢？弗里尔，哈哈，可能是妖族比较能生吧。偷偷告诉你，蛮氏3兄弟的军团都是盾战，防御力超级强的那种。弗里尔，另外，他们的技能、特殊建筑都对防御有很大增幅，他们的防御高到神话以下的军团都破不了防。弗里尔，还有就是他们的军团都有反伤技能。总之，你自求多福吧。弗里尔，我这边也开了，这次本殿下必须大发神威，将积分重新打回来。刘峰看着弗里尔一连串的消息，轻笑着回了个谢谢，接着对着黄忠道：“黄老将军，刚刚得到消息，对面都是防战。”都是防战？黄忠扭头惊讶地看向刘峰，随即大笑道：“防战好，防战好啊！”黄忠刚说完，就感到地面开始抖动，抬头一看，对面所有军团已经开始发起进攻。蛮氏3兄弟的阵型非常简单，就是一字阵，居中的是7支神话盾战军团，左右2翼各有1支神话盾战军团，剩下的传说军团则是穿插在各大神话军团当中。蛮氏3兄弟中的2弟蛮吉大笑道：“大哥，这局稳了。要是我所料不错，对面应该是最近风头正盛的蓝星界领主小队，而且还是擅长远程的领主小队。我估计对面还不知道我们3兄弟的厉害，我们3兄弟今天必须好好教对面做人，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至高防御。”大哥蛮荒嗡声道：“二弟，不要大意，能打到这个分段的领主小队都不简单，哪怕是被我们克制的远程军团，我们也要打起12分精神。”三弟蛮力点头道：“大哥说的对，我们不能大意。我觉得我们应该趁着对面不了解我们，偷偷隐藏点实力，等对方麻痹大意后，我们来一波爆发，争取一波带走对面。”蛮吉努了努嘴，悻悻道：“
这么麻烦干嘛？直接莽就行了。难道对面还能反杀我们不成？蛮荒沉声道：“听三弟的，我们这次接受了族内大量资源倾斜，必须稳住团体战前10，否则后果将会是我们承担不起的。”听到蛮荒的话，原本一脸无所谓的蛮吉也认真起来。我知道了，就那三弟说的办。就在蛮氏三兄弟说话间，定军神射手和余音法师已经通过精神链接塔锁定了各自的目标。只见所有定军神射手和余音法师全都脸色凝重，都在全身心的凝聚自身意志，准备发动各自的意志打击。时间1分1秒的过去，定军神射手很快就完成90秒蓄力，攻击力整体增加了400%，加上传说长弓、增幅塔以及共享荣光的增幅，定军神射手已经足以秒杀任何同等级将士。放！在蓄力完成的那一刻，黄忠直接下达了攻击命令。霎时间，无数虚幻的剑士冲天而起，与之一起升空的还有数不清的虚幻音符。大哥，是意志技！对方远程军团都有意志技。一直关注战场的蛮力惊骇道：“什么？”原本还在专注调整阵型的蛮荒，在听到蛮力的喊话时，震惊的抬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漫天意志剑士和意志音符。他下意识的吼道：“防御！开意志防御技！别他娘的隐藏实力了，给老子全力防御啊！”不仅仅是蛮荒，就是大大咧咧的二弟蛮吉，此时也慌了神。只听他艰难嗫嚅道：“怎么会？怎么可能有意志技呢？要知道，你们是远程军团啊，远程加意志技，你们还让我们活吗？还有，你们有意志技就算了，就是你们这数量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蛮吉看着漫天的意志剑士和意志音符，满脸苦涩。他知道他们已经败了。他们三兄弟的9支神话军团，其中只有3支拥有意志防御技，剩下的6支根本扛不住如此规模的意志打击。9大神话军团尚且如此，其他传说军团就更不用多说。别说是意志技，就是正常的攻击，他们的传说军团也扛不住。果然，一轮意志剑士和意志音符打击后，蛮氏三兄弟的军团被打得千疮百孔。9大神话军团当场覆灭了6支，剩下的3支神话军团，哪怕是有意志防御技，损失也是异常的惨重。有超过1半数量的神话将士没能扛过这一轮打击。值得庆幸的是，9大神话英雄都在大后方指挥军团，这一点各大界面的天骄做得相当到位，显然有这方面经验或者吃过这方面的亏。对面的实力确实可以，在定军神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联手打击下，竟然还有这么多神话将士存活下来。刘峰稍显惊讶地看着战场上幸存下来的神话将士，在他的预想中，最应该出现的局面就是对方9大军团全灭。黄忠轻笑道：“防御力确实不错，可惜他们遇到的是我们意志祭天克这种类型的军团。”刘峰摩挲着下巴道：“说的也是，有时阿后属性上的克制比实力差距更可怕。对方估计快要投降了，再来一轮打击，给他们最后的体面。”好，第109章蓝星界反应。大哥，怎么办？面对蛮吉的询问，蛮荒苦笑，还能怎么办？投了。叮，你的对手选择投降认输，你已获得本次对局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2340，排名7。回到领地，刘峰见时间充裕，便开始继续匹配。就在刘峰匹配期间，蓝星界世界频道已经彻底炸开了锅。我天，第7名了！大佬牛逼，破1！天哪，我们蓝星界这是要崛起了吗？要知道，之前的我们甚至连前1000都没有进去过啊！前10啊，这岂不是意味着大佬这个月就能获得一枚 SSS 级专属宝箱？哼，看大佬的速度，怕不是直奔第1去的。与此同时，萧寒带着一份报告，快速来到国主龙战办公处。还没坐定，萧寒就激动道：“国主，调查报告出来，蓝星界所有神话领主都一起组队进入了前30，排名最高的就是那名匿名强者，目前是第7名，后面分别是排名第13的吕布、第15的赵云、第18的韩龙以及第21的张飞。”龙战听完萧寒的报告，整个人都陷入沉默。身为华夏国主，他也曾雄心勃勃地组建队伍参加过3人团体战。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刚开始还比较正常，遇到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传说领主，依靠自身实力，他们也是取得了一波小连胜。可是就在他们快要挤进前1000时，他们遇到了一支神话领主小队。那一战彻底打崩了他的信心。除了他重伤外，剩下的2名传说领主齐齐殒命。要不是他反应迅速，及时投降认输，他现在都不可能坐在这个位置。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万界排位战的残酷。正是因为了解其中的难度，他才感到震惊。静默良久，龙战缓缓询问道：“那名匿名强者有消息了吗？”听到龙战的话，
萧寒整理了下情绪，深吸一口气道：“调查清楚了，和战略部的判断一样，那名匿名强者确实在清北大学，这是他的资料。”说着就递给龙战一份资料。龙战接过资料，仔细阅读起来。资料准确吗？千真万确。萧寒双眸放光道：“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之前接触到神话联盟头领就是清北大学的刘峰，这一点清北大学提供的资料和现实中调查的情况都可以佐证。再结合其他神话领主对刘峰恭敬到极点的态度，我可以断定刘峰就是那名匿名强者。”说到这，萧寒停顿了下，轻声道：“国主，有关刘峰的身份，在对方没有主动暴露之前，我的建议是保密。”萧寒接着又将司马懿曾经警告他的话一字一句地描述了一遍。龙战咧嘴一笑：“我还没活够了，对于这种级别的强者，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得罪。至于对方愿不愿意拉一下我们，只能看对方心情。我现在就是有点感叹，刘峰2个月之前还是一名正常的高3学生，结果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名我们遥不可及的超级强者，当真是逆天。”萧寒也是苦笑，或许这就是天骄吧。龙战摇了摇头，这已经不能算是天骄，这简直就是妖孽。结合刘峰的资料，我觉得他在新生试炼中一定获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机遇，要不然也不能崛起的这么快。龙战忽然想起了什么，接着问道：“这里为什么只有刘峰的资料，其他神话领主没有消息吗？”萧寒神色一滞，眼神闪烁道：“我们排查了华夏所有同名同姓的领主，结合各种情况以及我的确认，最终的结果都是查无此人。”龙战看着萧寒，惊讶道：“查无此人？”“是啊，要不是我亲自确认过，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萧寒一脸苦笑：“要不是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我甚至都怀疑他们有没有出现在华夏过。”龙战闻言，声音悠悠道：“有没有可能他们真的不是华夏或者蓝星人呢？”这……萧寒惊诧地看着龙战：“国主，你是说3大国度的放出的那条假消息？”龙战微微摇头，眸光似电道：“我不是怀疑他们是异界领主，而是怀疑他们的身份。我记得你之前报告过，说那些神话领主可以随意突破神话秘境的人数限制，加上他们对刘峰的态度，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和刘峰存在某种联系？”萧寒听到龙战的话，慢慢陷入沉思，一条条线索快速在他脑中闪过。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现，隶属于同一势力，升级都是一起升级。萧寒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越想越不对劲，尤其是一起升级这件事，更是让他联想到什么。华夏曾经计算过秒升19级的消耗，别说是一群人一起升级，就是一个人单独升级，消耗的灵石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正常势力根本不可能一次性拿出那么多灵石。想到这，萧寒徐徐道：“或许这些神话领主之间真的存在我们不知道的联系，这一点值得我们重点关注。”龙战点了点头，轻叹道：“这件事还得麻烦你，我们当中只有你和他们接触的比较多。”萧寒郑重道：“国主请放心，我会妥善处理好华夏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到这，萧寒询问道：“对于刘峰交给我们的200枚神话兵种召唤令，我们应该给予什么样的价格？”龙战沉吟几秒，最后缓缓道：“之前拍卖行出现过一批传说兵种召唤令，就在那成交价的基础上乘上1000。”我知道了。萧寒点头应是，接着道：“国主，关于界面战，你有什么指示吗？或者我需要做些什么？”龙战听出了萧寒的意思，想了想道：“你什么都不用做，对面既然说过会参加，那就一定会参加。我们太过刻意引导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听到这，萧寒也是明了：“我明白了。”第110章卧槽，有老六。叮，你的对手选择投降认输，你已获得本次对局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2355，排名6。叮，你的对手选择投降认输，你已获得本次对局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2370，排名5。叮，你的对手选择投降认输，你已获得本次对局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2385，排名4。再一次获得对局胜利后，刘峰的排名顺利来到第4名。回到领地的黄忠看着损失惨重的军团，对着刘峰建议道：“主公，摇人吧，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已经没有100%战胜接下来对手的把握。”刘峰轻轻点头，想了想，直接给马超、臧霸、韩龙3人发了到领地集合消息。5分钟不到，领地传送门就开始泛光，马超等英雄领主快速穿过传送门，来到刘峰面前。“主公，主公！”刘峰挥手示意不必多礼，接着看向马超道：“孟起，你们的团体战进行的怎么样呢？现在排名多少？”马超眼帘一低，沉声道：“我们的进展不是很顺利，目前排名只有18，
自从进入前30后，我们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很多队伍的实力甚至要超过我们。很多次都是因为韩将军的光影刺客军团，我们才能反败为胜。就算如此，我们也已经消耗了一次投降机会。刘峰摩挲着下巴道：前10领主的实力确实有点强，当务之急就是先将你们的星级提上去，要不然不要说质量，光是数量上的差距，你们就很难弥补。马超等人纷纷点头，他们确实吃了很多次神话将士数量不足的亏。叮，对局已经匹配成功，请领主做好传送准备。一阵眩晕感后，刘峰以及一众英雄领主出现在方形战场。刚一进战场，光影刺客军团就进入隐身状态，并沿着右翼边缘快速向前突进。清徐重盾兵居中一字排开，形成一道坚固无比的人形盾墙。雷霆泰坦军团不声不响地来到阵线左翼，乘风使阵，一副随时准备冲锋的样子。炽天使军团、做天使军团全部集中在右翼，形成独特的空中打击编队。圣天使军团则是被打散成3部分，分别位于3大防御阵地后方，准备提供护盾和治疗。至于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还是老样子，位于阵线最后方，准备进行全方位火力覆盖。倒计时还在继续，而黄忠却已经下达了进攻命令，丝毫不管还在调整阵型的各大军团。所有定军神射手、余音法师听令，抑制打击准备。定军神射手和余音法师不疑有他，纷纷开始积蓄意志力。黄忠的这一手操作一下子惊讶到了刘峰。刘峰眉头微皱，但是很快就喜笑颜开。他目露期待地看向远处的光幕，似乎在等待什么大戏。就在刘峰思索间，2大军团全部积蓄完毕。放！嗡嗡嗡！铮铮铮！随着黄忠一声令下，近5000万的意志箭矢和意志音符铺天盖地地射向半空。眼见就要撞上中间的光幕，刘峰整颗心都提了起来。正此时，中间的光幕突兀的消失，漫天的箭矢和音符顺利通过。我就知道！刘峰兴奋地轻喝道。另一边，魔族天骄魔日、魔月、魔星同样严阵以待，他们一边指挥军团摆开阵型，一边看向光幕。他们也想第一时间知道这次的对手是谁，以便部署接下来的计划。卧槽，有老六！魔星看着漫天的箭矢和音符，失声惊叫。领头的魔日也傻眼了，这种打提前量的战术不是没有人使用过，效果也是相当的好。但是后来这种战术慢慢就被所有人舍弃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强者不需要，弱者不敢用。尤其是到了前10这种级别的强者，互相之间基本都认识，再加上前10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小，就算偷袭成功，也不能左右一场对局的走向，所以完全没必要使用这种战术败坏自己的人员。然而，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攻击却是彻底颠覆了魔日的认知。近5000万道意志打击，哪怕是没有瞄准，单是这个数量，也是在瞬间就摧毁了他的近战军团，其中还包括他们的6大近战神话军团。他奶奶的，这是谁家的混蛋啊？有这么猛的火力，你搞什么偷袭啊？魔星气得直跳脚，他伸着头看向对面，他很想知道是谁这么无耻。这一看彻底看懵了魔星。魔星指着刘峰愣愣道：魔日，对面这家伙你认识吗？我怎么感觉是第一次遇到啊？魔日没有理会魔星，他此时也有点纳闷，反倒是一旁的墨月冷声道：不用看了，对面应该是最近刚崛起的蓝星界领主，就是不知道是其中哪3位。魔星听到墨月的话，顿时反应过来，是他们啊，这就难怪了。啧，这个火力是真他娘的猛，就是不偷袭，我们估计也很难扛过几轮。魔日、墨月全都没有说话，显然是承认了魔星的说法。走吧，我们过去认识一下。魔星跳脱的高举双手，甚至还夸张的拿出一道白布条，一边走一边吼道：对面的人族兄弟，不打了，投降了。魔日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显然没料到魔星会有这种惊人的操作。一旁的墨月更是直接飞身就是一脚将魔星踹翻在地后，就是一顿输出。月姐，错了，我真的错了，练，别打脸啊！听到魔星的哀嚎，魔月变得更加兴奋，照着魔星的脸就呼呼招呼，直到魔星变成猪头，墨月才心满意足的收手，扭头给了魔日一个眼神，随后便缓步走向刘峰所在的方向。魔日默默来到魔星面前，一把抄起魔星，像拖死狗一般将他拖到魔月身边。经过这么多次的对局，刘峰渐渐习惯了对方这种投降前交朋友的举动。他带着黄忠等人来到魔月等人面前，抱拳道：蓝星界，刘峰。墨月意外地看向刘峰身后的黄忠等人，眼神闪烁道：天魔界，墨月。魔日也在此时上前道：
天魔界，魔日。说完还拍了拍魔星的脑袋，只听魔星低垂着头，口齿不清道：铁毛姐，莫西。第111章登顶之战。魔月见状微微一笑，这位是魔星。刘峰瞥了眼看不清长相的魔星，暗笑一声，真是哪都有显眼包。你们过来是不打了吗？吼吼！不等魔日、魔月说话，魔星就龇牙咧嘴道：你哥老牛，实力这么强，竟然还搞偷袭！砰！话音未落，魔星就再次遭受暴击。魔星揉着脑袋，不满道：月姐，有外人在，给点面子哈。闭嘴！魔月只是轻喝一句，就吓得魔星将脑袋收了回去。闭嘴就闭嘴，这么凶做什么？魔星低声呢喃道。魔月没有理会魔星，转头对着刘峰轻笑道：不打了，再怎么打也打不过你。刘峰微微点头，表示认同。为了这次胜利，他可是将马超他们单独调了过来。敬意的神话将士，要是还打不过，那就真的离了大谱了。加个好友，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早有准备的刘峰直接报出自己的系统编号。好了，魔月在加完好友后就选择投降认输。叮，你的对手选择投降认输，你已获得本次对局胜利，积分加15，当前积分2400，排名2。第二了吗？刘峰略显惊讶地看着系统提示。与此同时，一直关注积分排行榜的蓝星领主全都沸腾起来。出去了，我们蓝星界出去了，再来一局，争取直接登顶第一，好叫那些万界天骄知道我们蓝星界的厉害。有一说一，这个领主有点强，大佬还缺腿毛吗？小弟会口技。刘峰这会可没时间关注聊天频道，他正在等待最后一局匹配。叮，对局匹配成功，请领主做好传送准备。嗡，传送很快完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登顶之战，刘峰竟然有点兴奋起来，就连黄忠也是罕见的严肃。黄忠这次并没有采用上一局的战术，而是稳扎稳打起来，阵型还是和上次一样，只不过这次没有选择推进，所有军团都固守在原地。倒计时很快结束，中间的光幕也缓缓消失。率先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这次的对手，而是一道土黄色护照。怎么会？刘峰脸色铁青地看着对面的土黄色护照，对面这是早有准备啊！看样子我们刚刚认识的朋友将我们的消息都卖了。与刘峰的惊讶不同，黄忠像是早有预料，神色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静静等待着对面出招。对面也是异常的谨慎，过了好久才有先头军团出现在刘峰的视野中。神族神三吗？刘峰嘀咕了一句，接着便神色凝重起来。竟然有这么多神话军团，这得有30支了吧？听到刘峰的话，黄忠认真道：一共33支，这还是目前看到的，我估计可能会有像光影刺客一样刺客军团。算了，我们还是摇人吧。说着就开始群发消息，速速解决战斗，我这边需要增援。收到，收到。确认所有英雄领主都收到消息后，刘峰朝黄忠点了点头。另一边的神三正在同另外2名神话领主交流着，对面还挺谨慎，就是这次花大价钱买的消息没用上，有点可惜。听到神三的抱怨，一名俊美领主轻笑道：你就当用上了呗，要不然像魔月那样猛不丁的被偷袭一轮，我们这第一可就保不住了。神三点了点头，说的也对，那就开始吧，对面应该是准备固守了。俊美领主不屑道，还以为是什么样的大敌，没想到就这点实力，神话将士甚至都没能破译。最关键还是一个傻子，面对我们神族竟然选择固守，怕是没领教过我们的火力。神三嘴角微微上扬，直接给前线军团下达了进攻命令。随着神三一声令下，前线15支神话近战军团顶着一层护罩就开始向前推进，同时18支神话远程军团也在同一时间发起进攻，各式各样的远程攻击快速袭向刘峰阵地。黄忠面无表情地看着半空，不需要他多言，一阵由箭矢组成的黑云就从定军神射营阵地升腾而起，仅仅2轮箭雨就将对面袭来的所有远程攻击打爆。余音法师团也是火力全开，照着对面的护罩就是一顿轰击，半分钟不到就将对方数支防御军团联合发动的护罩击破。神三惊讶道：对面这2支远程军团有点厉害啊，一个精准，一个威力大，完全不下于我们神族的远程军团。俊美领主嗤笑道：一个是试探攻击，一个是全力防御，这能比吗？我甚至怀疑对面已经动用了某些底牌。神三闻言一时笑出了声，反倒是另一名一直沉默的领主沉声道：恕我直言，你俩是不是太乐观了？要知道对方可是一轮打废魔月的队伍啊！我很想知道你俩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对方，就因为对方不是出自4大界吗？还一个试探一个全力，我看对方比我们都游刃有余。不说别的，
单单是拦截我们攻击的弓箭手军团，你们有看到他们射出多余的箭矢吗？这种级别的对轰，对方能做到如此的精准，你俩竟然还在沾沾自喜，当真是不知所谓。神三彻底傻眼了，对于他这位伙伴，他是尊重的。他略一回忆，就震惊地发现，对方好像真的没有认真。念及至此，神三缓缓收敛心神。神魔说的对，能走到这个地步的小队都不是善茬。神翼、神魔，我们一起开技能，开建筑效果，下一轮攻击直接给对方一个狠的。俊美领主神翼撇了撇嘴，不满道：说的和真的似的，对方要是真这么强，他们干嘛要这样磨磨唧唧，直接对轰不爽吗？不过神翼说归说，手上的动作却是不慢。主攻技特殊建筑，凡是能用的，他是一个没落下。讲究的就是一个口嫌体直。第112章恐怖的输出。黄忠见余音法师团破了对面护罩，当即不再留守。主公，上线共享荣光。文姬，你什么都不要管，全力指挥余音法师团轰杀对面的近战军团。至于对面的远程攻击，定军神射营会将他们全数拦截下来。一切就绪，余音法师团径直发动了攻击。19级的余音法师基础伤害为59130，传说武器加成590%，增幅塔加成190%，献祭增幅100%，自身共享荣光加成850%，再加上流风共享荣光的900%，他们的攻击力直接破亿。可以说，除了领主外，剩下的不管是神话将士还是神话英雄，都能一击毙命。在精神链接塔的辅助下，2400多万余音法师各自锁定了目标。所有人预备放！随着蔡文姬一声娇喝，一枚枚散发着恐怖气息的音符冲天而起，急速砸向神三一方的近战军团。神三一方的反应也不慢，他们也有专门的拦截军团。然而就在那些军团出手拦截时，定军神射营直接调转目标，将主要精力放在拦截他们的攻击。至于射向定军神射营的远程攻击，定军神射手看都没看一眼。因为就在刚刚，刘峰再次上线了涅槃重生，有着3次复活机会的他们，短时间可以硬刚对面所有远程军团。果然，定军神射营这种不要命的打法，顿时吓到了神三，就连神魔都面露异色。神三不解地问道：对方这么不要命的吗？竟然要硬顶着攻击拦截我们？神魔眉头微皱，他也有点搞不清楚对面在做什么。他们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余音法师团的攻击瞬间打醒了他们。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名19级神战士，灵能加131万。叮！你的余音法师成功击杀一名19级神盾战士，灵能加131万。仅是一轮攻击，余音法师团就带走对方2000多万神话将士。这不可能！神翼惊呼道。神三也是目眦欲裂，他怎么都想不到流风军团的攻击会这么高。要知道，神族的近战军团可都不是吃素的，尤其是其中的神盾军团，防御力已经达到所有已知军团的巅峰。别说是普普通通的一击，就算是开了技能的攻击，都伤不了神盾军团多少。神翼呢喃道：对面也没开抑制技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攻击效果呢？3人中要数神魔最清醒，只听神魔目光深邃道：都打起精神，这一战不容有失。对方既然已经动用底牌，那就表明这已经是对面的极限。接下来我们只要小心那支法师军团就行，况且对方也不好过，我不信对方的损失会比我小到哪去。神三、神翼经过神魔的提醒，也是反应过来，连忙抬头看向定军神射营所在的位置。只见他们远程军团的攻击已经完全覆盖了定军神射营的阵地。哈哈，对面那支弓箭守军团完了！神翼一脸兴奋道。神三同样目露兴奋，就算是神魔也是嘴角上扬，拥有数量优势的他们根本不怕这样的消耗战。这不可能！神翼再次发出惊呼，难以置信的他甚至还揉了揉眼睛。再三确认后，他才苦涩道：对方有复活技。神三此时是彻底傻眼，愣在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神魔隐晦地鄙夷了下神三，这个公子哥也就只能打打顺风仗，平日基本都是靠着数量庞大的神话军团碾压对面，一旦遇到对面这种同级别的领主，就整个不知道怎么办。鄙夷归鄙夷，神魔的动作却是不慢，直接接手了所有军团的指挥权。神三、神翼对此也没有什么异议，两人心中清楚，3人中就神魔是真材实料，他们2人完全是因为神魔不喜曝光，才会获得如此多的曝光度。现如今战斗陷入劣势，也只有神魔才有能力带着他们获得最后的胜利。神魔接手军团指挥权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所有远程军团开始拦截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的攻击。果然，在绝对的数量优势下，局势很快就被他扭转。
定军神社营和余音法师团的攻击几乎被全部拦截，偶尔零星突破封锁的攻击造成的伤害也是微不足道。神魔见状，缓缓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开始指挥近战军团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不一会儿，双方的近战军团就展开第一轮交锋，结果就是刘峰一方惨败。刘峰看着不停复活的前线将士，心中一叹，他只能说出的不愿，对方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就是质量上也处于绝对的上风。除了最能抗的清徐重盾兵，剩下的雷霆泰坦、天使军团都是一触即溃，根本拦不住对面。刘峰看了看消息，关羽、张飞、张合军团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支援战场。剩下的赵云等人还需要一点时间。就在刘峰想着什么时候召唤关羽等人时，黄忠不急不慌道：“主公稍等片刻，光影刺客军团已经迂回到位，等他们给对面一记狠的，再召唤诸位将军，给予对面致命一击。”刘峰点头道：“我知道，可能是顺风仗打多了，我这一时半会有点接受不了自家军团被对面压着打。”黄忠轻笑一声，捋着胡须道：“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阶段，等主公适应了这个阶段，那时候你就能做到不动如山。也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主公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统帅。”刘峰咧嘴一笑：“这怕是有点难度，就我这天赋，还需要多磨练磨练。”黄忠轻笑着没有说话，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远处的光影刺客身上。韩龙很快接收到了黄忠的命令，目标很简单，就是对面的3大神话领主。从一开始，黄忠的目标都是对面3名神话领主，他要给团体战一个完美的谢幕。韩龙在确认了命令后，当即带着光影刺客缓缓摸向神三、神翼、神魔3人。与此同时，刘峰也接到赵云、吕布准备就绪的回复，最后的决战正式开始。第113章，存在感削弱。再次打出一轮骑射后，黄忠突然道：“就是现在！”刘峰闻言迅速开始传送，一瞬间8座硕大的系统传送门凭空出现，关羽、张飞、赵云、吕布、公孙瓒率先冲出，紧随其后的就是各自的专属神话军团。5人早已收到作战计划，只见吕布一马当先，率领着滨州狼骑迅速升空，直奔神三等人而去。赵云、关羽率领着常山突骑兵、教刀手联手冲击向最前线的近战军团，剩下的张飞、公孙瓒则是兵分2翼，从2翼包抄向3大神话领主。最后大戟士、虎贲卫士现阵营因为速度问题只能跑步推进。这是假的吧？神翼满目惊骇地看着突然冒出来的8大军团，以他的眼力当然能看出8大军团的底细。神三苦笑道：“谁能想到对面竟然也有如此多的神话军团，而且看样子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就是我怎么感觉有几支军团和情报中的军团一样？那不是蓝星界其他几个领主小队的吗？”神魔此时的脸色也是难看无比，他对着神三、神翼道：“顾不上这么多了，快点安排将士自杀，对方的目标是我们。”听到神魔的话，神三反而不紧张了，不以为然道：“这么着急干嘛？凭借我们庞大的远程军团，对方就算是胜，那也只能是惨胜，到时候再投降也不迟，可不能这么便宜了对面。”神魔满是嫌弃的看了眼神三，他就不明白神殿大长老是瞎了眼吗？怎么会选择这样的人来当领队？为了那点可怜的脸面，竟然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当真是愚不可及。神魔见劝说不动神三，转头看向神翼，沉声道：“我的意见是即刻投降，你也要和神三一样冒险吗？”神翼将脑袋一缩，嗫嚅道：“我都可以，你俩决定就好。”你……神魔被气得七窍生烟，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心中决定，争夺完这次的神话界面后，再也不会和这2个蠢货组队。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被这2个蠢货拖累死。就是对面到底有什么后手呢？为什么我总感觉忘了点什么？另一边，司马懿轻笑着来到刘峰和黄忠身边：“主公，汉升，我的天赋已经发动，在没有外人指点或者光影刺客暴露的情况下，对方应该是很难想到光影刺客的存在。”刘峰听完司马懿的话，脑海中瞬间冒出司马懿的第5专属天赋——存在感削弱。存在感削弱，司马懿可削弱自身及军团的存在感，使敌人下意识地忽略自身及他天赋所覆盖军团的一切谋划行动。刘峰此时总算是明白，司马懿当初为什么直接选择加入光影刺客军团，感情就是因为这个天赋啊。刘峰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司马懿到底用这个天赋阴了多少领主？韩龙身上的资源应该不比他少了吧？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击杀过领主了。5大骑兵军团的速度非常快，很快就来到了前线阵地。吕布等人全都齐齐止步，只是开始指挥各自军团冲向对面。他们可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面对神话领主，他们这样的神话英雄并不会比将士强多少。
滨州狼骑径直越过神族近战军团防线，地面上长山突骑兵直接开始加速，瞬间就撕开了神族防线。笑刀手军团则是趁机一拥而上。诡异的是，三大军团只是埋头苦冲，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反击自卫，甚至有些顺手就能杀的神族战士，他们也都选择放弃。雷霆泰坦军团、轻徐重盾兵、天使军团、各种杂兵军团全都顺着口子挤了进去。挤进去的近战军团同样带着目的，他们没有继续向前推进，而是选择同神族战士混战在一起。后方的神魔看的是目眦欲裂，大吼道：“你们两个蠢货看清楚了没？对面宁愿受伤乃至死亡都不愿进行杀戮，你们还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要胜利吗？”神三被神魔骂得一愣，难以置信道：“你敢吼我？”神魔无语望天，他是真的受不了这个奇葩了。这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在关注这些有的没的。一旁的神医讪讪道：“神三，对面好像真的是冲我们来的，要不我们撤吧？”神三当然看出了黄忠的目的，之前确实是碍于面子才将问题上升到态度问题，现在见神医给了台阶，他顺势点了点头道：“那就撤吧。”然而变故也在此时发生。前行许久的光影刺客军团总算是摸到了他们不远处，中间只隔了一道圆形防线。开始吧！随着黄忠一声令下，2000多万光影刺客齐齐现身，延迟反应一开，瞬间就突破了圆形防御圈，直奔神三三人而去。不好！在光影刺客现身的那一刻，神魔就大叫一声，他终于知道他到底忽略了什么。他异常的懊恼，这么简单的刺客偷袭计划，他竟然没有防备。殊不知，这并不是他的错，而是被司马懿暗地里摆了一道。凡是没有同等级谋臣的领主，根本没有破解司马懿天赋的可能。神魔的反应很快，他声嘶力竭道：“速速命令将士自杀！”神三此时也不再关注神魔的态度，一言不发给所有军团下达自杀命令。他现在也是相当的后悔，后悔为什么不听神魔的话。可惜黄忠等的就是这一刻，又岂会让他如愿？在光影刺客行动的那一刻，就让刘封上线了延迟反应。所有近战将士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自己的对手，根本不给他们自杀的机会。而此时五大骑兵军团也逼近了神族的远程军团，同样使用延迟反应隔绝了神三等人的命令。神三三人是肝胆俱裂，打了这么多的高端局，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斩首战术。数不清的光影刺客很快就淹没了他们。神三三人见命令暂时传不出去，只能背靠背防御，同时不停给各大神话英雄发送自杀命令。第114章登顶第一。因为接触面的问题，光影刺客很难在短时间击杀掉3人。黄忠目光冷冽，挥手间无数虚幻的意志箭矢和意志音符升腾而起，呼啸着袭向神三三人。神三看着漫天的意志攻击，一股凉气自脚后跟直冲天灵盖。他的防御再高，但是在无视防御的意志攻击面前，死亡是迟早的事。他现在后悔到想吐血，他没想到真的有人能够强杀同等级的神话领主。一轮打击下来，尽管神三尽力闪避，依旧被打掉了1/4的血量。神三期待地看向神魔，神魔，下面怎么办？神魔狠狠瞪了眼神三，顾不上置气，怒声道：拖到对面的控制结束。只要不是真神级主攻击，控制的时间就不会太久。同时不停地给各大军团发出自杀命令，只要时间一到，我们就能活。神三此时也不再嘴硬，郑重地点了点头，一边抵挡光影刺客的攻击，一边给各大军团发送自杀命令。3秒钟很快过去，神三等人的血量被磨掉了一半还多。哈哈，消息发出去了。神三突然癫狂起来，恨恨地看向刘峰所在的方向，竖起中指，比了个宇宙通用手势。刘峰顿时被神三气笑了，直接默默上线了眩晕技能。早有准备的各军团将士再次将神族将士定在原地，而神三三人也遭到史无前例的针对，数不清的禁锢不要钱的落在他们头上。要不是禁锢不能叠加，神三三人这辈子可能都动不了。饶是如此，也是吓得他们冷汗直流。他们可没忘记，还有2支拥有意志打击的远程军团在虎视眈眈。果然，在3人被禁锢的那一刻，新一轮意志打击再次腾空而起。这一次，神三三人就像是活靶子一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意志击落在他们头上。不仅如此，刘峰眼见迟迟不能击杀对面，直接摸出异射9日，在各种增幅，他一箭就射爆了被定在原地的神三头颅。叮！恭喜领主成功击杀神族领主神三，获得残缺领主之星1枚，粮食加5750该，木材加6725该，石料加6845该，铁矿加2356该，灵能加7841该，灵石加9999该，金铁矿加5845该。嚯，好家伙，这么有钱的吗？
刘峰满脸惊讶地看着增加的资源，同时目光灼灼地看向剩下的两人。神魔、神翼被突如其来的爆头吓了一跳，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摆脱光影刺客们的控制，可惜一切都是徒劳。刘峰只用了2剑就带走了不甘的神魔和神翼。叮！恭喜领主成功击杀神族领主神魔，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加2450该，木材加2125该，石料加3155该，铁矿加1356该，灵能加2641该，灵石加6589该，金铁矿加2565该。叮！恭喜领主成功击杀神族领主神翼，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加1550该，木材加1425该，石料加2345该，铁矿加998该，灵能加1689该，灵石加4852该，金铁矿加1698该。叮！由于对方领主全员阵亡，你将自动获得本次对局胜利，积分加15，目前积分2415，排名1。呼，爽！回到领地的刘峰大吼一声，其他英雄全都笑了起来。主公能够获得第1，他们也是与有荣焉。同一时刻，各大界面许多有心领主都在关注着这场对局。在刘峰登顶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陷入沉默。妖符、神三他们终究还是没能挡住刘峰啊！这下是真的有趣了。我要是记得不错，万界第1还是第1次旁落他剑。妖兽，是啊，这下4大天界有的玩了。妖鹿，我觉得我们最近还是低调点，我总觉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福灵儿，这个大骗子有点厉害啊，这就登顶第1呢？神三他们这么弱吗？赵蕊，殿下，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刘峰他们太厉害？千代森，殿下，有时间多和刘峰聊聊天，我觉得这个人挺不错。魔星，我的乖乖，这个刘峰有点意思啊，竟然真的战胜了神三他们。要知道神三还是提前买了情报的呀。魔日，是啊，这个刘峰已经可以称之为同阶无敌了，好在我们没有怎么得罪他，只是简单的卖了点情报。魔月此时却是一声不吭，脸色整个都变得苍白起来。魔日很快就发现了魔月的异常，关心的问道：小月，你这是怎么了？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魔星也是紧张的来到魔月身边，月姐，你没事吧？魔月紧咬着双唇，声音沙哑道：就在刚刚，我联系了下神三，可是系统却是提示神三已经死亡。什么？魔星震惊的张大嘴巴，双眼下意识的瞪大。月姐，你的意思是说刘峰他们正面击杀了拥有30支神话军团的神三？魔日也是一脸的惊愕。我知道刘峰他们很强，但是也不能强到这个地步吧？魔月低垂着头，沉默了许久，最后缓缓道：不仅如此，我刚试着联系与神三组队的神魔、神翼，结果系统全都提示已死亡。不仅是魔日，就连魔星都被魔月这个消息干沉默了。魔星愣了许久才道：刘峰他们这么强，而我们又卖了他的消息，你说他们会不会在神话界面报复我们啊？听到魔星的话，魔月神情一滞，那难道应该不至于吧？魔星见到魔月的表情，内心慌的一批，小心翼翼道：月姐，别怪我多嘴，要不我们和刘峰认个怂。魔月罕见的没有反驳魔星。魔星见状继续道：神话界面我们肯定是不能放弃，但是必须妥善处理好与刘峰的关系，要不然一旦对方是个小心眼的人，那我们这趟神话界面之旅很可能要翻车。魔月沉吟了几秒，最终点了点头。第115章横扫血符秘境。滴滴滴，一阵急促的消息提示音响起，刘峰点开一看，整个人都陷入沉思。找我有事吗？魔月，我是来道歉的，我和神三是旧识，他问我要你的资料，我没办法拒绝，我一猜就是你，这件事就算了，下不为例。天魔界，魔月惊讶地看着刘峰的消息，刘峰的回答打了他一个不知所措，他还真没想过这种情况。魔月沉思一番，一字一句地回道：你这么大度，搞得人家很为难啊。你看这样可好，我赔偿你1000该灵石，外加一个免费消息，你看如何？刘峰看着魔月的消息，轻笑一声，当真是一个谨慎的家伙。行，就按你说的办。消息刚发过去，他就收到一个交易申请，点击同意后，他的面板上就多了1000该灵石。正此时，派去神话秘境的小队发来消息，总算是找到了，正好英雄领主都在，顺手将2处神话秘境打了再说。欧连体国度吸血鬼秘境外，刘峰及一众神话军团全都集结完毕。叮！检测到领主正在进入神话秘境血符秘境，系统温馨提示：神话秘境最高可由5名领主组队进入，秘境内无法补充任何资源，是否选择进入？是。一阵白光之后，刘峰就出现在一处猩红色空间内。不等他反应，不远处就传来一声声尖锐的笑声。凝神看去，赫然是一只只翼展超过2米的血红色蝙蝠，其中2只暗褐色蝙蝠尤其的扎眼。
血符亲王洛里斯，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88682，速度59128，精神59128。技能1吸血2，鹰之咆哮3，鹰之封印4，血符转换。血符鹰，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44343，速度29581，精神29581。技能1吸血2，鹰之咆哮3，鹰之封印。血符亲王丹尼尔，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148万，力量88682，防御88682，速度59128，精神59128。技能1吸血2，超声波3，暗黑之力4，血符转换。血符暗，神话。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30万，力量44343，防御44343，速度29581，精神29581。技能1吸血2，超声波3，暗黑之力。刘峰只意兴阑珊地看了眼血符的属性，随后便下达了攻击命令，毕竟他只是过来走个过场。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第一个发起攻击，一支支箭矢，一枚枚音符呼啸着射向血符军团。吱吱，两只血符亲王接连发出鸣叫，血符大军随即四散而开，从四面八方俯冲向刘峰阵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两大血符亲王显然低估了定军神射手和余音法师的精准度和攻击力。一轮攻击下来，两大血符军团直接被打没了一半。而刘峰为了加快通关速度，直接取出羿射9日，抬手搭箭拉弓，一气呵成。嗡！一声嗡鸣声中，一支箭矢化作一道残影，正中血符亲王丹尼尔。叮！恭喜领主成功击杀一头血符亲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血符，按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血符，按兵种召唤令+10，灵能+131万，灵石+420万。吱！另一只血符亲王发出一声惊恐的鸣叫，不等他发出第二声，刘峰的第二支箭矢再次射出。叮！恭喜领主成功击杀一头血符亲王，神话英雄碎片+1，神话血符，因兵种建筑碎片+1，神话血符，因兵种召唤令+10，灵能+131万，灵石+420万。随着两只亲王被刘峰射杀，两大血符军团顿时变得群龙无首，很快就被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全灭。叮！由于领主强势击杀两大血符亲王，已引起血符始祖该隐的注意，第二阶段和终极试炼同时触发，请领主谨慎选择是否继续。继续。刘峰刚选择完，就听到一声吼声，接着就看到不远处缓缓走来一道俊美男子。该隐，真神。种族兽族。等级19。属性血量945万，力量57万，防御38万，速度57万，精神57万。技能1吸血2，超声波3，暗黑之力4，鹰之咆哮5，鹰之封印6，血符转换7，血之规则。就是你惊扰了本神沉眠吗？刘峰眉头一皱，抬手就是一剑。装神弄鬼，先吃我一剑再说。该隐见刘峰不仅不给他面子，还敢向他攻击，顿时恼怒起来，朝着刘峰的箭矢就是一声长啸，无形的超声波直接将箭矢泯灭在半空中。孩儿们，给本身杀！该隐话音刚落，他身后的血符大军直接沸腾起来。吱吱吱，一道道无形的超声波直袭向各大军团，还挺难缠。刘峰嘟囔了一句，之前还没发现，这血符数量一多，音波优势就显现了出来。但是也就这样了。果然，血符大军除了刚开始压制了一波外，后面就再也没了机会。在定军神射营和余音法师团恐怖的火力下，他们的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不仅如此，其他军团也都参与了围剿。什么？该隐在亲眼看到一只血符亲王被刘峰射杀后，整个人化作一只小血符猛地冲向刘峰，试图通过近身战斩首刘峰。刘峰嗤笑一声，对方的想法是好的，那么多小血符他确实不好解决，但是他解决不了，不代表他的军团解决不了啊。刘峰只是给了黄忠一个眼神，黄忠便心领神会的调集部分定军神射手进行火力支援，铺天盖地的箭雨眨眼间就消灭了大半小血符。当该隐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1分钟不到就被集火秒掉。第116章真神黄忠。叮！恭喜领主成功击杀真神该隐奇，
真神英雄碎片+1，升阶时真神+1，真神宝箱+1，灵能+131万，灵石+840万，完全无压力。刘峰意兴阑珊地收起长弓，叮！恭喜领主成功通关谢服秘境终极试炼，总计获得专属神话宝箱+4，神话英雄碎片+20，神话强化宝石+40，神话升阶10+40，灵能+200斤，灵石+200斤。奖励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可惜就是秘境不多了。刘峰嘀咕了一声，就带着各大军团继续扫荡剩下的几个秘境。叮！恭喜领主成功通关狼人秘境终极试炼，总计获得专属神话宝箱+4，神话英雄碎片+20，神话强化宝石+40，神话升阶10+40，灵能+200斤，灵石+200斤。叮！恭喜领主成功通关骑士秘境终极试炼，总计获得专属神话宝箱+4，神话英雄碎片+20，神话强化宝石+40，神话升阶10+40，灵能+200斤，灵石+200斤。总算是结束了。刘峰回到领地，长舒一口气。这次一共攻略了4处神话秘境，总计获得真神英雄碎片4，真神宝箱4，真神升阶14，专属神话宝箱16，神话英雄碎片120，神话强化石160，神话升阶石160，其他资源若干。下面就是喜闻乐见的升星环节。刘峰率先叫来黄忠，没错，他准备将黄忠晋升到真神阶。黄忠也是意识到什么，自己过来的同时，将整个定军神摄营集中了起来。主公！黄忠激动地看着刘峰。刘峰轻笑道：“轻松点，这才是第一步。要知道，我们的目标可不仅如此。”黄忠深吸一口气，重重地点了点头。刘峰拿出5枚真神碎片，直接确定使用。叮！检测到领主使用了5枚真神碎片，请选择晋升对象。黄忠。叮！英雄黄忠晋升完毕。黄忠，真神，等级1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000万，力量90万，防御60万，速度90万，精神60万。专属军团定军神摄营，真神。专属武器：1. 赤血刀+19，传说可升级，力量正590%，破甲正59%。2. 祝融火神弓+19，品质传说可升级，力量正590%，破甲正59%。专属坐骑燎原马+19，传说速度正59%。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技能：1. 爆破剑 SSS 级军团技；2. 意志剑 SSS 级军团技；3. 蓄力剑 SSS 级军团技；4. 魔力剑 SSS 级军团技。军团天赋：1. 精准，2. 共享，3. 剑之规则。定军神射手初步领悟剑之规则，将直接斩杀生命值低于10%的生灵，仅对同阶及以下生灵有作用。定军神射手，真神，等级1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00万，力量45万，防御30万，速度45万，精神30万。武器长弓+19，传说可升级，攻击力正590%，破甲正59%。标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马匹白马+19，传说可升级，速度正59%。天赋精准共享剑之规则，剑之规则10%最大生命值斩杀，这玩意厉害了呀，简直是打 BOSS 必备技能。刘峰双眸放光地看着剑之规则的介绍，最近这段时间他大概了解了下神话界面的情况。虽说刚开始会分为几个等级区，用来限制高等级领主对低等级领主的碾压，但是在核心本源处是完全没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他不去争夺神话界面的本源还好，一旦参与神话界面本源的争夺，那他必须要面对高等级的领主，这一个操作不好，绝对存在死亡的风险。所以他必须在这之前尽可能的强大自身。而这剑之规则10%最大生命值斩杀，绝对算是非常大的提升。不仅如此，晋升到真神境的黄忠可以统帅的将士达到9500万，再加上荀彧的加成，定军神摄营如今的数量是 4.845 亿。这是什么概念？ 4.845 亿真神级定军神射手，绝对可以横行万界排位战，不论是个人战还是3人团体战，都是绝对的横扫。念及至此，刘峰突然生出一个打算，他原本是想优先武将升星，现在看来有必要将荀彧的星级提上去。毕竟定军神摄营的基础数值太大了，大到只需要荀彧有一点提升，就是大幅度增加定军神射手的数量。
想到这，刘峰不再犹豫，直接消耗20枚神话英雄碎片，将荀彧晋升到神话5星。荀彧，神话，等级1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148万，力量59130，防御59130，速度59130，精神12万。专属天赋1，将相和。荀彧选择加入一名将领军团，以自身谋略大大提升该将领的统帅能力。荀彧当前等阶可提升 5.4 倍将领统帅值。2，君臣和。在荀彧的辅佐下，领主召唤高等阶英雄的概率提升 54%。3，开源节流。在荀彧的辅佐下，领主召唤将士锻造宝物的消耗降低 54%。4，玄香八卦。前，禁断敌方一切飞行能力。5，王佐之才，洞悉大势，可根据领主面临的局势统筹全局，并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决定。定军神射手增加到了 5.13 亿，增加了2850万。刘峰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确实比升武将划算一点。第117章排位战落幕，总计获得真神英雄碎片4，真神宝箱4，真神升阶14，神话英雄碎片120，神话强化石160，神话升阶石160。我现在还有115枚神话英雄碎片，张飞和赵云肯定要升到神话5星，这样就剩下85枚，剩下的给谁呢？刘峰陷入沉思，他现在的远程和骑兵军团已经够用，再强化下去效果一般，反倒是最近几场团战，近战军团存在明显的数量短板。想到这，刘峰当即有了决定，直接给张飞、赵云、臧霸、张合、张辽、高顺发了消息，主公。张飞还是老样子，人未到声先到。很快6名英雄领主就集合完毕，没有废话，刘峰直接消耗110枚神话英雄碎片，将6人全都晋升到神话5星。至此，张飞的燕云铁骑和赵云的常山突骑兵顺利达到 2422.5 万，其他4人的军团也都475万。将张飞6人晋升完毕后，刘峰接着又拿出12枚神话专属宝箱，开出6枚神话英雄召唤令和6枚神话兵种建筑召唤令，分别交给6人。不一会儿，6支崭新的神话军团就屹立在刘峰面前，分别是白龙军团、黑龙军团、蓝龙军团、绿龙军团、宝石龙军团、翡翠龙军团。最后剩下4枚神话专属宝箱，刘峰决定先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一番操作下来，刘峰麾下神话军团达到24支，将士数量更是达到骇人的 6.79 亿，还是真神级爽啊！刘峰心中感叹。3天后，刘峰顺利登顶个人战第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刘峰击杀了神三等人，直到月末最后一天也没有人挑战他。叮！恭喜领主登顶10到19级个人战第一，获得 SSS 级专属宝箱1枚，是否现在领取？叮！恭喜领主登顶10到19级3人团体战第一，获得 SSS 级专属宝箱1枚，是否现在领取？叮！专属宝箱可累积，每10枚可换取更高阶专属宝箱。否，刘峰选择了累积，到了他这个阶段，只有神话宝箱才能起到作用。叮！检测到领主获得10至19个人3人团体战第一，自动获得进入神话界面名额。叮！神话界面将于3天后开启，请领主做好准备。总算是要开始了。刘峰欣喜地看着系统提示，对于这次神话界面之行，他是期盼已久，能不能彻底起飞就看这一次了。关掉系统界面，刘峰一一查看起英雄领主的排名情况。3人团体战最惨，除了他以外，剩下的所有小队都没能进入前10，足见这次排位战的激烈程度。反倒是个人战，黄忠、吕布、张飞、赵云全都挤进前10，黄忠更是夸张的来到第2。要不是第一是刘峰，黄忠甚至可以一鼓作气冲到第1。至于剩下的蔡文姬和韩龙，运气稍微差了点，遇到了几次硬茬子，投降次数用完，被迫放弃排位。个人战、3人团体战排名一出，整个无尽宇宙大陆都为之哗然。天神界神殿内，3大长老齐聚一堂。大长老神风双眸深邃道：“这个蓝星界调查清楚了吗？怎么会突然冒出如此多的天才领主？”负责情报工作的2长老神树沉声道：“查是查到了，就是我有点不确定情报的真假。”不能确定真假。大长老神风眉头一皱，说说看，到底是什么情况？2长老在脑海中组织了下语言，缓缓道：“这个蓝星界属于出生界面，加入无尽宇宙大陆还不足200年。不足200年？”一直没说话的3长老神火不可思议地看向神树。2长老微微点头，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按理说，这样一个新生界面，根本不足以诞生如此多的天才领主，哪怕是运气好也不行，他们的资源根本跟不上。神火纳闷道：“这就奇怪了，
那么多神话领主，难道还能凭空冒出来？二长老摇了摇头，目前的情报只有这些，具体的可能要等下一次见面战才能收集到。大长老神风冷声道：“重点关注一下这个蓝星界，尤其是那个刘峰。我有种感觉，这个刘峰会是我们神族未来劲敌。”闻听此言，二长老郑重地点了点头：“我会重点关注的。蓝星界的事先不急，下面先商议一下这次神话见面的事。根据统计，个人战、3人团体战、100人团体战，我们天神界共计入选840人，其中10到19级入选208人，20到29级入选211人，30到39级入选209人，40到49级入选212人。除了神3小队外，其他种子小队全都顺利晋级。”听到最后一句话，一直面无表情的大长老太阳穴一阵跳动。要知道，神3可是他极力推上去的，为此还耗费了不少关系和资源。原本以为神3小队会在所有19级小队中脱颖而出，结果竟然沦为刘峰登顶的垫脚石，简直是不可饶恕。要不是神3已经死了，他绝对会将神3抽筋扒皮，以泄心头之恨。神火见大长老神风一直不说话，于是出声问道：“其他3个界面情况如何？”神树徐声道：“其他3大界面基本都差不多，都在预估范围之内。”大长老神风神色已经恢复正常，淡淡道：“既然名单已经确定，那就按计划行事，务必帮神翼拿下这次神话界面的本源。”二长老点点头：“我来之前就通知了下去，除了19级的小家伙，剩下的所有人都会全力帮助神医抢夺神话本源。”大长老神风微微颔首，传令下去，让各大家族入选的19级领主进入神话界面后，全力围剿蓝星界那几名领主，尤其是那名叫刘峰的领主，要重点照顾。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安全离开神话界面。好，我下去就安排。第118章，神话界面开启。3天时间很快过去，各方势力都做足了准备，刘峰也及其所有军团在领地等待。叮，神话界面已锁定，请所有获得名额的领主做好传送准备。系统提示音刚刚结束，刘峰就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感。猩红大陆中心，一处高耸云端的教堂内，数不清的主教、大主教正在向一座神像祈祷。伟大的猩红女神，您虔诚的信徒向您献上最虔诚的信仰，求您再次显灵，给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一条明路。领头的一名大主教一字一句地祷告着，其身后一众主教亦是口中念念有词，整个教堂嘈杂无比。一缕缕看不见的信仰之力缓缓从他们身上飘散出来，直直飘向教堂中心的猩红女神神像。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些信仰之力如同无根之萍一样，飘着飘着就消散在半空中。小部分信仰之力哪怕是接触到神像，也是被拒之门外。咔嚓一声断裂声突兀响起，祈祷中的主教全都震惊地抬头。怎么会？领头祈祷的一名大主教失声道。只见他祈祷的猩红女神神像表面布满蛛网般的裂纹，最令他惊恐的是，神像上的裂纹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来不及做出反应，神像就在一声轰鸣声中倒塌。其他大主教也是神色难看，其中一名年老大主教更是陷入癫狂。神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都被神抛弃了。既然神抛弃了我们，我们还在这祈祷什么？年迈大主教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呵呵呵，年迈大主教一阵剧烈咳嗽，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刺穿胸膛的利剑。达利文团长，你可真是尽职尽责呀！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履行自己的职责，真是难为你了。这样也好，早死早解脱。诸位，魔鬼已经降临，我先走一步。话音刚落，年迈大主教就气绝而亡。被唤为达利文的金发男子缓缓收起利剑，环视四周道：“我不管你们做出什么选择，但是有一点你们要记住，那就是主不可辱。凡是触碰这一点的，都是异端。我达利文誓杀之。”猩红界面一处荒原上，刘峰19位英雄领主，23支神话军团，6.79亿神话将士齐齐现身。这是……刘峰皱着眉擦拭掉身上血雨，这个血雨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里面夹杂着什么。事实上，刘峰并没有感觉错，这血雨是猩红界面本源展开的最后反击，所有接触到血雨的本土生灵都会被透支自身潜力，在短时间急剧成长。刘峰研究了一番，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便不再理会血雨。正此时，系统面板上突然弹出一条信息提示：叮！猩红大陆已经改造完成，共分为4大等级区域，领主所在的区域为10到19级区域，该区域等级最高为19级。注：高等级区域领主无法前往低等级区域，低等级区域领主不受限制。刘峰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将白马翼从大范围的散向四周，他要利用白马翼从的速度快速点亮周边地图。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形成。他原本的打算很简单，就是前期大范围猎杀同级领主，极限强化一波后，直接去见面本源，看看是否有机会偷袭一波。至于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准备以战养战。他要从19级区域一路杀向49级区域，期间通过掠夺来的资源，提升自己和军团将士的等级。要知道，这里可不像万界排位战可以投降，可以说，凡是被他盯上的同级领主，就没有一个能逃脱的。6.79亿神话将士，其中还有5.13亿真神将士，可不是说着玩的。一想到即将拥有海量灵能、灵石以及神话英雄碎片，刘峰整个人都止不住的颤抖起来。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啊！正此时，被点亮的地图上突然出现一大片红点。看着地图上的红点，刘峰咧嘴一笑：“诸位，杀戮正式开始！”说罢，便带头冲向红点所在的方位。另一边，天妖界妖儿一正带着队伍摸索前进。他是第一次进入神话界面，所以表现得相当谨慎。族中长辈说过，我这次最主要目的就是猎杀神话土著，剩下的什么都不用管。就是这猩红界面是不是也太荒凉了？侦察小队散出那么多，到现在竟然没能发现一个活着的生灵，真是见鬼！妖儿一满脸无奈，好在没有时间限制，要不然他都不知道能不能猎杀到神话土著。来活了！所有人准备出击！妖儿一看着侦察小队发来的消息，目露兴奋。不容易啊，就是不知道这次遇到的土著实力怎么样，可千万别是些小喽啰。妖儿一嘀咕一声，就指挥大军开始前压。轰隆隆，大地整个颤抖着。妖儿一疑惑地看着自家的军团方阵，什么情况？他的军团什么时候有这威势呢？不等他细想，他的正前方、左前方、右前方突然出现一道道黑线，定睛一看，赫然是数不清的骑兵。这是土著？妖儿一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骑兵军团。不对，这他娘的是领主军团！所有人准备迎敌！妖儿一目自欲裂，他怎么都想不到，第一战竟然会是领主战。他在心中暗骂，这是哪一个界面的愣种啊？放着土著不杀，非要死磕自己人。同时在心中冷哼，都是同等级得神话领主，谁怕谁啊？你既然不想好好玩，那爷爷我就奉陪到底，不就是耗费点时间和资源吗？爷爷耗得起！妖儿一越想越气，直接拉出看家的5大神话军团，准备硬刚一波对面不知好歹的领主。来吧，爷爷今天非得磕掉你2个大门牙，好让你知道，不是什么人都是你能惹的。第119章猎杀妖族领主。下一瞬，妖儿一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只见天空中突然升腾起一朵遮天蔽日的箭雨，箭雨无论是面积还是浓密程度，都超出了妖儿一的认知。妖儿大致扫了一眼，他震惊地发现箭矢的数量竟然超过了5亿。这箭雨数量不对劲，所有人停止前进，全力防守。然而，当箭雨落下的时候，妖儿一才真正感受到绝望。看着自己四周剩下的零星将士，妖儿一满脸呆滞。怎么会？数量如此多就算了，威力怎么会如此大？就算是19级得神话弓箭手军团，也不能一见一个吧？缓过神的妖儿一不停在人流中寻找着什么。找到了！妖儿一眼睛一亮，对着刘峰大声喊道：“对面的人族兄弟，我认栽了。你这边需要什么尽管说，只要能饶我一命就行。”刘峰看着冲他大喊大叫的妖儿一，嗤笑一声：“自己需要什么，为什么要和你说？我直接将你杀了不一样吗？”念及至此，刘峰直接命令已经近身骑兵军团发起冲锋。叮！你的长山突骑兵成功击杀一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加1650盖，木材加152盖，石料加2215盖，铁矿加996盖，灵能加1459盖，灵石加4962盖，金铁矿加1874盖。叮！锁敌发动成功，已成功锁定最近的2名妖族领主。刘峰满意的看着2只妖族领主的情报，随后便带队向着其中1名领主袭去。半小时后，被刘峰盯上的领主成功被击杀。继续。就这样，刘峰以平均半小时1人的速度，快速清理着妖族领主。要知道，这次妖族总共进来207名领主，且互相之间基本都有联系方式。没多久，妖族大部队就发现了异常。一处平原上，25名妖族领主聚集在一起。殿下，情况有变，应该有某个势力在专门猎杀我们妖族。到目前为止，有5名领主失去联系，系统提示已经死亡。被称为殿下的妖族九皇子妖凌天冷哼道：“当真是可恨，真当我们妖族是软柿子了。给我查，我倒要看看是哪一族放着那么多土著不杀，非要盯着我们不放。另外，开始召集剩下的人集中，不管对方是谁，
我都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话音未落，妖灵天就听到一声大吼：“嫡喜！”妖灵天惊讶地抬头望向远处，他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一族这么疯狂。先不说能不能打过他们，就算是打赢了又如何？那绝对是两败俱伤。这一点，妖灵天异常的自信。所有人领主听令，调集所有神话军团，给我狠狠打！我真就不信了，今天非得磕掉对面2颗门牙。另一边，5亿多定军神社营已经锁定各自的目标，预备！随着黄钟大吼，所有定军神社手面无表情，身躯挺直，双臂肌肉紧绷，如同鹰隼一般的目光死死盯着对面的敌人，手中的弓箭早已拉到满弦。放！嗡嗡嗡！一支支箭矢消失在弓弦上，5亿箭矢离弦而出，划破猩红长空，铺天盖地的落向仓促反应的妖族军团。这还没完，1轮、2轮、3轮，直到第1轮箭雨落到妖族军团头上，定军神社营还在持续输出。到了真神级的他们，可以说只要没人骚扰，他们可以一直持续不断的输出。而对面妖灵天瞳孔一缩，下意识的惊呼道：“所有远程军团，给我拦截！拦截！”就连他自己都开始出手。此时此刻，妖灵天才明白什么叫火力覆盖。他们25名领主的所有远程加起来，愣是没能拦截下对面的攻击。看到突破他们防线的箭矢，妖灵天冷汗直流，其他领主也是慌作一团。注意箭矢，注意防御，所有盾牌手前去掩护远程军团，小心！一瞬间，数不清的箭矢落进妖族阵地，仅仅是一个呼吸，数千万妖族将士被定杀当场。不等妖族军团反应，第2轮、第3轮箭雨就依次落下。妖灵天看着连成一片的箭雨，惊得有点说不出话。作为妖族的种子天骄，他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但是压制力、威力这么强的弓箭手军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妖灵天惊惧不已，他此时已经感觉到异常。他惊骇地发现，这些箭雨好像都是一个军团打出来的，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个级别，这个数量，哪怕是真神英雄都做不到。难道对面不是19级？这个念头刚一产生就被他否决。他宁愿相信对面是19级，也不愿相信无尽宇宙大陆会出现差错。眨眼功夫，数亿妖族大军就被屠戮一空。要知道，25名领主所有将士加起来也就才6亿多啊！妖灵天一咬牙，他知道不能再等了。他原本想召集其他领主一起撤退，但是当他看到一名妖族领主被激活轰杀时，他犹豫了。最终，妖灵天选择单独逃遁。虽然这样没有什么容错，但是最起码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刘峰这边已经击杀了6名妖族领主，剩下的领主也都被绕后的骑兵军团堵住，死亡只是时间问题。也就在这时，刘峰发现一个红点正在快速向外逃窜，看样子是条大鱼。刘峰意念一动，一直隐身在后方的光影刺客瞬间动了起来。妖灵天幕陆欣喜地奔袭着，就在刚刚，他通过不断转移位置，总算是摸索到一处包围薄弱点。一波全力爆发下，他顺利冲出了包围圈。在斩杀了1名拦路将士后，妖灵天扭头看向刘峰所在方向，目露凶光道：“我妖灵天记住了，今天的耻辱，来日定当100倍奉还。”说罢，就开始加速逃离。砰！妖灵天一头撞出一名隐身中的光影刺客，只见那名光影刺客咧嘴一笑，接着就看到无数光影刺客缓缓现身。不！妖灵天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第120章，杀我者，人族也。妖灵天死了，死在一众光影刺客的匕首下。刘峰看着属性面板上海量的资源，忍不住大笑起来。能获得神话界面名额的领主，在各族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资源这东西基本都花不完，最起码在19级是花不完。尤其是这125枚神话英雄碎片，更是令刘峰心潮澎湃。刘峰召集来马超、关羽、公孙瓒、12亿圣天使、12亿赤天使、12亿智天使，将他们全都晋升到了神话5星，其麾下将士数量也都达到475万。快了，照这样杀下去，全员神话将不再是梦。刘峰眸光似电，扫视了一眼战场，确定没有领主存活后，当即率队冲向下一个目标。猩红大陆一座大型城市内，妖符、妖鹿、妖兽正在收拢军团。大哥，我们应该怎么办？妖符听到妖鹿的话，沉思一番，最后缓缓道：“干完这一票，我们就进29级区。”妖兽一脸纠结道：“大哥，确定要这样做吗？一旦进入29级区，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家族为了进入这次神话界面，几乎卖掉了所有家产，要是就这样回去，我们不好交代啊。不如这样，我们低调点，平日里深居简出，只有在行动时再露面，你看怎么样？”妖符轻轻摇了摇头，3弟侥幸心理要不得。就在刚刚，
我们妖族领主死亡人数已经达到68人。我有联系过神族、魔族、人族的好友，发现对方几乎没有什么损失，除了麾下将士损失了一些外，领主是一个都没有死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神秘势力只是在针对我们妖族。最关键的是，我有点怀疑对面拥有定位我们的手段，要不然也不能解释对方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击杀如此多的领主。说到这，妖符双眸深邃道：说实话，我们这次撤退并不一定是坏事。妖鹿、妖兽全都眼睛一亮，妖兽更是忍不住问道：大哥，撤退还能是好事？妖符微微颔首道：撤退虽然会导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获取不了任何资源，但是相对而言，只要我们能够活下去，在各大家族天骄纷纷陨落的基础上，我们的地位将水涨船高。那时候我们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这才是我说是好事的真正原因。妖鹿、妖兽先是一愣，接着全都反应过来。妖兽惊喜道：大哥说的对，只要我们能够活到最后，那些只有绝世天骄才能享受的资源，我们就有希望获得。妖鹿也是大笑道：是啊，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胜者为王。妖符见两位弟弟没有意见，当即道：那就这样定了，收拢完军团，我们就前往29级区域。好。森姐，你说会是哪一家在猎杀妖族啊？这杀戮速度着实有点吓人。赵蕊吐着小香舌道。千代森眼神闪烁道：有这样实力的只有我们人族以及魔族、神族，我们可以直接排除，毕竟连殿下都不知道的行动肯定是不存在的。剩下的就是魔族和神族，我估计魔族和神族是联手了，要不然也不能如此迅速的击杀那么多妖族领主。赵蕊轻声道：我们什么都不用管吗？我好怕魔族和神族解决完妖族后跑过来对付我们。赵蕊的话引起了千代森的沉思，许久，他凝重地看向福灵儿。殿下，小蕊的担心不无道理，你看是不是提前准备一下？福灵儿轻笑道：小森，你糊涂了呀，这次人族行动不归我管。千代森一拍脑袋：要不殿下，你联系一下福海殿下。福灵儿嘟囔着嘴道：好吧。话音刚落，福灵儿突然轻咦一声，接着神情罕见地变得凝重起来。殿下怎么了？千代森紧张道。福灵儿肃穆道：妖族有领主临死传出消息，说是人族领主在猎杀他们。怎么可能？千代森震惊道：难道是福海殿下组织的？福灵儿摇了摇头：我刚刚询问过八哥，八哥现在也是一头江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会是谁啊？赵蕊疑惑道：不管了，我们先去八哥那边集合，这件事或许另有隐情。说罢，福灵儿就转身离开，巧妙地隐藏了脸上的表情。是你吗？福灵儿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刘峰的身影。另一边，刘峰再次包围了一伙妖族领主，领头的妖族领主妖水面沉如水，一边调集军团，一边对着人族福海疯狂发信息。福海，你什么意思啊？你是真的想要引起两族开战吗？我警告你，我已经将消息通知了其他等级区域的妖族领主，你要是再一意孤行，别怪我们不客气。一处战场上，福海一脸懵逼地看着消息提示。什么情况？又有人袭击你们呢？少装蒜，就问你撤还是不撤？你冷静点，我的人现在都在身边，根本不可能去袭击你，袭击你们的另有其人。妖水看到福海的信息，整个一愣，袭击他们的另有其人，这怎么可能？放眼看去，包围他们的神话将士数量超过5亿，除了福海，他们谁还能组织起这样的攻击？想到这，妖水顾不上危险，高举着双手来到前线，想要确认下对方身份。对面的人族强者，我和你们的福海殿下是好朋友，这次我们妖族认栽，看在福海的面子上，你看是否可以放我们一马？相应的买命钱，我们会一份不少的奉上。刘峰面无表情地看着妖水，对着黄忠道：开始吧，一个不留。末将遵命。说话间就下达了总攻命令。霎时间，亿万箭矢腾空而起，其中更是重点照顾了下送上门的妖水。无耻之徒，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妖水大骂一声，随后便将编辑好的信息群发出去。杀我者，人族也。第121章猎杀魔族领主。妖水的这一条消息彻底引爆了各大种族，无论是吃瓜的神魔两族，还是当时的妖族和人族，全都陷入蒙圈状态。神族，这人族是铁了心要干妖族啊！先是妖灵天，现在又是妖水，妖族的种子天骄都快被干没了。魔族，打呗，打死算球，反正死的也不是我们的人。人族，一座土著城池内，福海的消息面板已经炸锅，不仅是各大种族的好友在询问他，就连人族领主都在询问什么情况。福灵儿，八哥，现在是什么情况？是父皇有什么特殊计划吗？你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可以保证，我们的人绝对没有袭击妖族领主。你现在在哪？
赶紧到我这边来，我感觉有人在做局针对我们。弗里尔看着福海回复的消息，一脸的惊讶。不会吧？不会真的是他吧？想到这，弗里尔顾不上回复福海消息，划拉着好友列表寻找了某人。喂，是你在猎杀妖族吗？弗里尔发完消息就开始等待，等了足有1分钟才收到刘峰的消息。刘峰，还真是你。我的天，你们蓝星界这么勇吗？天妖界可不是好惹的呀。刘峰，仅个人行为不代表蓝星界。说这话你自己信吗？还有你是不是和妖族有仇啊？刘峰，为什么这么问？我看你们一直在盯着妖族杀，所有点好奇。刘峰，没仇，就是随机选的妖族。弗林儿被刘峰干沉默了，缓了好久才道：听你的意思，你不是在故意针对妖族？刘峰，对不起，我并不是在针对妖族，而是在针对所有人。刘峰，你在人族的地位应该不错，那就通知人族领主不要乱跑，也不要管闲事，否则我不保证不对他们出手。刘峰，好了，有空再聊。另一边，刘峰在关掉聊天框后，冷冷地注视着被包围的一群魔族领主。原来是你们！一名魔族领主惊骇道：你们蓝星界想要做什么？你们已经得罪了妖族，难道还想得罪我们魔族？刘峰没有理会说话的魔族领主，对着黄忠道：速战速决，不远处来了一大批领主，估计是一场硬仗。我明白。黄忠说话间，定军神射营就开始抛射。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名领主，获得残缺领主之心1枚，粮食加2350该，木材加242该，石料加2115该，铁矿加1296该，灵能加2459该，灵石加6762该，金铁矿加3274该。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名神话英雄，神话英雄碎片加1，灵能加65万。被包围的魔族领主很快被击杀。刘峰好整以暇地看着地图上越来越近的领主大军，轻笑道：让我们给远道而来的朋友送上一份礼物。黄忠心领神会地笑了笑，随即命令定军神射营开始张弓搭箭。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定军神射营准备的礼物是爆破箭。达到真神级的定军神射手，裸装力量为45万，经过武器增幅塔共享荣光的加成，力量更是直接破亿。哪怕是爆破箭只有 29% 的伤害，那也足够秒杀任何19级的神话将士。再加上爆破箭拥有方圆19米的杀伤范围，这一发下去，那效果绝对是相当的震撼。轰隆隆！不一会儿，远处就传来轰鸣声，整个大的都开始颤抖起来。来了！刘峰眼神期待地看向远方，好多，一眼看不到头的多。刘峰的视野范围内全部都挤满了魔族战士，这还仅是他看到。刘峰估计这次最起码集结了100名领主，要不然也不能有这样规模的数量。魔族领主中魔星突然小声惊呼道：月姐月姐，快看对面领头的是谁！魔月不满地瞪了眼魔星，冷哼道：这次不管是谁，我们魔族都不会放过他。对妖族出手就算了，竟然还敢对我们魔族出手，当真是不知所谓。魔星不敢反驳魔月，小声对着身边魔日嘀咕道：大哥，对面领头的是刘峰，蓝星界的刘峰。刘峰？魔日惊讶道，就连魔月都忍不住抬头望去，还真是他。魔月心头一紧，神色变得有点不自然起来。魔星见状连忙道：月姐，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我感觉这次要出大事。魔月罕见的没有呵斥魔星，魔星有点不适应的同时继续道：月姐，你觉得刘峰是傻子吗？魔月眉头微皱，你想说什么？魔星一脸严肃道：月姐，刘峰既不是傻子又不是疯子，你觉得他为什么在击杀完魔魁他们后依旧留在原地？这……魔月一惊，是啊，刘峰为什么不跑呢？顺着魔星的想法，魔月是越想越不对。魔星见时机成熟，当机立断道：月姐，咱们赶紧撤，反正这么多人也不差我们3人。魔日这会也反应过来，眼眸流转道：我觉得魔星说的有道理，刘峰这样做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赞成先撤。魔月听到这也不再犹豫，当即开始调整队伍，减速的同时不停向后方撤退。他没有想着上报，一是这只是他们的猜测，猜对了还好，一旦猜错了，他们都得完蛋。二是他有自己的私心，如今魔族内部竞争日益激烈，单凭他们现在的实力和背景，很难获得很好的机会。刘峰没有后手也就算了，万一有后手，哪怕只是除掉一部分竞争者，对他们来说也是天大的好消息。魔月3人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非常顺利地撤到队伍的最后方。魔族领主是出了名的好战，他们现在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刘峰身上，恨不得马上冲上去撕碎刘峰，根本没注意3人的小动作。魔族种子天骄魔虚冷冷注视着刘峰，对于这名异军突起的人族领主，他也是相当的关注。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他是万万不可能放过刘峰。那么就让我送你一程吧。第122章，魔族军团溃败。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魔虚的话音刚落，定军神社营的箭矢就腾空而起，漫天的爆破箭直直射向魔族大军。远程军团全力拦截，护盾军团准备，预。随着魔虚身边一名指挥领主下达命令，整个魔族大军如同一台机器一般，缓慢而又坚定地运转起来。下一瞬，魔族各类远程军团齐齐发动攻击。可惜他们都低估了定军神射手的攻速和攻击力。继第一轮箭雨后，定军神射营在短时间内又连续射出8轮箭雨，直看得所有魔族领主目瞪口呆。魔星拍了拍胸膛，庆幸道：“我就知道刘峰这家伙不简单，这远程打击能力简直绝了。”看到这，魔月眸光四电道：“不等了，我们直接走。”魔星急忙道：“还有数支军团没撤出来了。”“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魔月冷声道：“除了几名神话英雄，其他所有军团，包括神话军团在内，都不要了。”魔星心中不舍，刚想说点什么，就被一声声爆炸声所吸引。抬头一看，顿时惊得嘴巴都合不上。卧槽，这是什么伤害？魔星亲眼看见一支箭矢落地，然后就是一阵白光，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白光覆盖范围内的所有魔族战士都是第一时间气化，连象征性的反抗都没有。看到这，魔星哪里还敢墨迹，带着自己几名神话英雄拔腿就跑。魔虚此时彻底傻眼了，他看到了什么？对面这一波攻击整整带走了上亿魔族战士，这才是一轮啊！看着漫天的箭矢，魔虚绝望了，顾不上指挥军团反击，带走身边得神话英雄就跑。他虽然看不懂对面的伤害，但是他知道这已经不是一场公平的对局，这是一场一面倒的屠杀。难怪妖族那边一点反抗都没有，感情遇到的都是这种怪物，这根本不是正常人能够抵挡的。最令他恐惧的是，从始至终对面只出动了远程弓箭手军团。魔虚扫视了眼四周一支支数量庞大的骑兵军团，心头一凛，打不了，根本打不了。魔虚这一逃，仿佛导火索一般，引得上百名魔族领主纷纷化作鸟兽散。看着四散而逃的魔族领主，刘峰冷笑：鸭子都煮熟了，又岂会让他们跑掉？收网吧。明白。黄忠微微点头，当即放弃全面打击，开始集中处理逃跑的魔族领主和神话英雄。定军神社营、余音法师团齐齐出手，领主还好一点，仗着自身硬实力还能撑一段时间。神话英雄就惨了，只要被锁定，基本都是一轮激活的事。黄忠一边封路，一边调集骑兵军团进行拦截，期间更是有神出鬼没的光影刺客。光影刺客每一次出现，基本都能带走一名魔族领主或者神话英雄。这一幕看得魔星目眦欲裂，不停哀嚎道：“妖兽，这个蓝星界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难道真的不怕我们报复吗？”说话的同时，脚步是一点都不慢，看得魔日氏连连摇头。魔月更是怒斥道：“闭嘴，专心跑路！对方现在是没时间照顾我们，等对方清理了其他领主，我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急速奔跑中的魔星被吓得一踉跄，不停自我安慰道：“魔星，魔星，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在其他人死绝之前逃进29级区域。杀戮还在继续。”魔虚手下的10名神话英雄已经所剩无几，只剩下3位还在勉强支撑。殿下，前面出现一支骑兵军团，我们要绕路吗？魔虚也发现了拦路的骑兵军团，冷喝道：“不能绕，时间上来不及，冲过去！”是。3名神话英雄齐声应是，接着便陡然加速。砰砰砰，一声声碰撞声中，魔虚和3名神话英雄一头扎进拦路的滨州狼骑。一直保持安全距离的吕布见状大喝道：“开无双！”呵！随着滨州狼骑发出一声声怒吼，原本在军阵中横冲直撞的魔虚和3名神话英雄顿觉压力山大，其中3名神话英雄更是被打得停滞不前。就在魔虚纠结要不要营救3名英雄时，滨州狼骑接下来的一击彻底打消了他的念想。只听3名神话英雄附近的滨州狼骑猛地挥舞手中长枪，天孙，造成500%伤害的同时，还附带击退效果。下一瞬，3名神话英雄齐齐被打飞。殿下快走！其中一名神话英雄咬着牙对着魔虚喊道。不远处的吕布讥笑一声：“走，往哪走？”吕布大手一挥，滨州狼骑就10人一组，组成一支支战斗小分队。在通力合作的加持下，每一支战斗小队已经足以对魔虚造成威胁。正所谓，只要能破防，神都给你干废。魔虚在3大神话英雄阵亡时就开始全力冲刺，仗着领主的属性优势，一路碾压而去。吕布眯着眼看着在军阵中缓慢推进的魔虚，心中一叹，还是拥有意志技的远程军团好啊。在围杀领主时，
近战军团的缺点太明显了，一次性只能围上去那么点人。但凡是遇到一个拥有吸血的领主，那是真的能够一人灭一军团。念及至此，吕布直接联系上刘封：“主公，帮忙上线血域，我这拦住了一名领主，已上线。”收到刘封回复后，吕布咧嘴一笑，好戏正式开场了。魔虚随手一刀砍向一支滨州狼骑小分队，同时不停扫视整个滨州狼骑阵地，很快就锁定了一处相对薄弱的缺口。能不能成，就看这次了。魔虚心中暗道，手上的力度也不自觉地加大3分。噗呲，挡在魔虚面前的滨州狼骑终究没能扛住。魔虚轻蔑一笑，下面就让你们看看我的真正实力。也就在这时，他感到一阵眩晕，整个意识都陷入模糊，只有属性面板还在不停提示着。叮，领主正处于眩晕状态，时间持续1秒。叮，领主正处于眩晕状态，时间持续1秒。完了，这是魔虚被连续眩晕后的唯一念头。第123章神族神息。魔虚的死亡彻底引爆了猩红大陆上的领主。某处废墟上，人族福海、神族神息相对而立，身旁还站着神情严肃的福灵。福海，联手吧，蓝星界的那些领主做的有点过了。听到神息的话，福海微微皱眉，他转头看向身边的福灵。就在不久前，福灵传达了刘封的意思，他能感受到刘封释放的善意，但是这份善意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族不出手。念及至此，福海微微摇头道：“刘封再怎么说都属于人族，我没有理由帮助你们对付自己的同胞。”同胞？神息冷笑一声，恐怕刘封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们吧，要不然也不能嚣张到肆意屠杀妖族、魔族领主。福海依旧拒绝道：“神息，听哥一句劝，带着神族退到29级区域。刘封既然能够正面击溃100名魔族领主大军，也就意味着他有能力击溃神族领主联盟。哪怕是你们已经集中了200名领主，我还是不觉得你们有什么优势。收手吧，神息，我真的担心你们会一去不复返。”面对福海的劝说，神息不屑一笑，神情高傲道：“不要拿你们人族狭隘的思维来衡量我们，神族战士永不后退。再问你一句，要不要联盟？”福海坚定地摇头道：“我是不会对人族同胞动手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会后悔的。”神息扔下一句话，便头也不回地离去。福海看着神息离去的背影，哀声又叹气，心里只觉空落落的。好了，人家都走了，哎，看样子我又要失去一位好妹妹了。福海一脸遗憾，然后下一秒就笑盈盈地看着福灵儿道：“灵儿，你和刘封是什么关系啊？”福灵儿不解道：“什么关系啊？”福海凑到福灵儿身边，一副了然的样子：“灵儿，你骗不了我的，以8哥几百年的恋爱经历来看，你俩之间指定有点事，不然刘封凭什么对我们区别对待？”福灵儿嫌弃道：“8哥你还是算了，恋爱不是靠嘴，但凡你能带回家一个，我都愿意相信你一次。至于刘封为什么区别对待，大概率是因为我们是人族吧。”另一边，刘封是彻底杀疯，有着锁敌的加持，妖族、魔族潜藏起来的领主都被一一找出击杀，剩下的都已经逃到29级区域。而神族神息这边也成功锁定刘封，此时正带着200名神族领主一声不吭地杀向刘封所在的地点。人族刘封，你可真是厉害，做了我一直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这样也好，只需要杀了你，我就能省去数百年的功夫。神息邪笑道：“杀了那么多领主，想必你的资源已经多到用不完，那么就让我来给你分担一下。”神息一想到不久后就能获得海量的资源，他整个身躯止不住的一阵颤抖。哼，福海那个蠢货真是愚不可及，亏得自己之前还挺看好福海，本想着带着他一起发财，结果竟然被刘封吓破了胆。我现在拥有200名神话领主，超过50亿的领主大军，单单是远程将士就有30亿，我真就不信了，刘封难道还能扛过30亿远程将士的火力？不需要多，只需30亿远程将士一轮爆发，神仙来了都扛不住。念及至此，神息恨不得马上找到刘封。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刘封的监视范围。刘封看着地图上越来越近的神族大军，对着黄忠轻笑道：“汉生，来大活了，干完这一票，我们就能达成全员神话的成就。”黄忠微微颔首：“主公请放心，只要他们不跑，我就有信心全歼了他们。”刘封咧嘴笑道：“对方又不是傻子，我估计能杀一半就不错了，毕竟就算是50亿头猪站着让我们杀，都得杀上好一会。”说话间，神息和神族领主大军已经进入定军神射营的火力范围，所有定军神射手准备，45度角，弹幕徐进，无差别射击。黄忠话音刚落，早就准备好的定军神射手纷纷张弓搭箭，嗡嗡嗡，熟悉的箭雨再次升空，
随后便消失在视线当中。神族大军中，2名领主正在小声商讨着什么。突然，其中一名正在说话的领主双眼瞪大，食指指着天空，半天说不出话来。老三，你这是怎么了？另一名领主顺着老三手指的方向看去，这一看吓得他原地一跳。卧槽！敌袭！神希也发现了袭来的箭雨，满目惊骇地抓来一名远程神话英雄。这箭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看不到袭击的敌人？被抓的远程神话英雄颤声道：“这是超视距打击，能使出这种攻击的，无一不是超顶尖的远程军团。”神希目眦欲裂，能找出对方吗？可以是可以，就是速度有点慢，只能顺着箭雨袭来的方向慢慢排查。等我们排查到的时候，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听到远程神话英雄的话，神希惊得气血全无，他指着漫天落下的箭雨，大吼道：“别傻站着了，赶紧指挥你的远程军团开始拦截！”远程神话英雄委屈地看了眼神希，想了想，最终还是将心中的话咽了回去。神族这边的反应是相当的快，30亿远程将士纷纷出手拦截。神希看到这，暗暗松了口气，同时脸上浮现出一抹讥笑。超视距打击，真是好手段！可惜了，可惜你们的对手是30亿远程将士，这注定你们将无功而返。所有骑兵军团、飞行军团听令，沿着箭雨袭来的方向给我搜，一定要将那群老鼠搜出来！神希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听到后方传来一声声惨叫。什么情况？神希循声望去，怎么会？只见后方一些远程军团被清出一个个方圆19米的真空带。神希猛地抬头看去，他赫然发现半空中的箭雨虽然被拦截了一大部分，但是依旧有一小部分箭矢顺利突围。就是这一小部分突围的箭矢，给予了远程军团沉重打击。这不可能啊！神希发出一声低喃。第124章，神族溃败。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开始。半空中一轮接一轮的箭雨接连袭来，每一波都和之前的场景一样，总有一部分箭矢能够顺利突破拦截。不得已，神希再次抓来那名远程神话英雄，咬牙道：“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30亿远程将士拦不住对面几亿的箭矢？”那名苦逼的远程神话英雄满是苦涩道：“真神级，对面的弓箭手都是真神级。”什么？神希失声道：“这个等级怎么会有真神级军团？你能够确定吗？”远程神话英雄无奈道：“我可以确定对面就是真神级弓箭手军团，至于为什么是真神级，我就不知道了。”神希一个踉跄，刘峰有真神级军团，这个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其他神族领主也发现了不对，纷纷聚拢到神希面前。公主殿下，我们怎么办？是继续死磕还是撤？神希神色一冷，撤？为什么要撤？损失一些将士而已。等到骑兵军团和飞行军团找到对方所在地，那时候就是我们反击的机会。其他神话领主一寻思，好像很有道理，耗费一些灵能罢了，这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是事。公主殿下说的对，是我们肤浅了。神希微微点头，消耗战罢了，他们神族耗得起。下一秒，一名神族领主突然脸色巨变，不好！公主殿下，我派出去的飞行军团刚刚被全歼了。公主殿下，我的军团也是，我的神话英雄！一时间，整个神族领主乱成一锅粥。慌什么？死了再召唤便是。神希冷喝一声，接着眼神冷厉道：“不等了，命令所有军团朝着箭雨所在的方向推进。我今天就是拿命堆，也要堆死蓝星界那群该死的家伙。你们放心，只要能够击杀刘峰等人，你们损失的一切都将10倍、100倍的返还。毕竟刘峰等人身上可是有着妖族和魔族领主的全部资源啊！”神族一众领主听到这话，整个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是啊，只要能够击杀蓝星界任意一名领主，他们就彻底发了。神族这边刚一行动，刘峰就通过光影刺客掌握了他们的动向。开始收网吧。明白。黄忠点了点头，当即开始调整定军神射营攻击模式。之前定军神射手使用的都是范围性爆破箭，现在都切换成单体伤害最好的蓄力箭。定军神射手们以万人为一个作战单位，根据前方光影刺客不断传送回来的坐标，实行定点狙击神族的神话英雄。嗡嗡嗡，一支支蓄力箭夹杂在无数爆破箭中，呼啸射向各自的目标。已经习惯了攻击节奏的神族远程军团下意识地进行攻击拦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蕴含强大攻击力的蓄力箭根本不是他们能够轻易的拦截的。噗呲噗呲噗呲，一声声箭矢钉穿肉身的声音响彻整个战场。刘峰和神族领主们的消息面板同时开始刷屏，只不过刘峰这边刷的是击杀提示，神族领主这边刷的被击杀提示。
数十名神族领主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神话英雄就那么被轻易击杀，全都陷入呆滞状态。畜生啊，对面简直都是畜生，哪有这么玩的啊？没了，都没了，我的神话英雄都没了。其他没被打击的神族领主见状也慌了。公主殿下，要不我们撤吧？对方要是再来几轮这样的打击，我们就废了。是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公主殿下三思啊！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够了！神希大吼一声，吓得神族领主全都乖乖闭上了嘴。神希眼神阴鸷地看向刘峰所在的方向，恨恨道：“我们撤！”正此时，大地突然开始震动。神希一惊，定睛一看，赫然是一名明手持长弓的骑兵，正是一路袭来的定军神摄营。看着一边冲向他们，一边射击的定军神摄营，神希心头巨震。他怎么都没想到，一直压制他们的弓箭手军团，竟然还是一支骑兵军团。这下麻烦大了。神希心里清楚，被这样一支擅长弓箭的骑兵军团粘上，肯定是凶多吉少。念及至此，神希对着身边一众神族领主道：“诸位拼命吧，对方这次明显是有备而来。公主殿下，你说怎么办？”神希双眸深邃道：“先让远程军团尝试反击一下，不行就壮士断腕，将所有近战军团留下。”一众神族领主面面相觑，最后全都点头表示赞同。随着一道道命令的下达，20多亿远程将士全都放弃拦截半空中的箭矢，全都顶着漫天箭矢对定军神摄营发出反击。神希以及一众神族领主全都屏气凝神地看着袭向定军神摄营的远程攻击。他们都知道，能不能反败为胜，就看这一波的反击效果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所有定军神射手竟然看都没看一眼半空中的攻击，手中的箭矢一支接一支的射出，然而却不是用于拦截，而是袭击像神族大军中的神话英雄。对方这是准备互相消耗吗？神希疑惑道。不等其他神族领主回答，定军神射手用行动给了他答案。只见一名名定军神射手被击杀后，全都若无其事的重新起身，接着一箭又一箭的射击，全程没有一丝停顿，仿佛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神希的瞳孔下意识放大，复活技！这支真神级军团竟然还有复活技！撤！所有领主将近战军团留下，务必给大家多争取点时间。神希非常果断地下达撤退命令。这一刻，他总算是明白魔虚的遭遇。拥有复活技可以进行超视距远程打击的骑兵军团，神希只想说，这是怪物，一支不应该存在的怪物军团。在留在自己的近战军团后，神希果断地开始撤退。他一边撤，一边隐藏自己的行迹，就怕被定军神射手盯上。殊不知，在他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他就被光影刺客军团盯上，死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第125章，神希死，妖符逃。神希带着剩下的神话英雄沿着一个方向快速撤退，然而还莫等他脱离大部队，他就感到一丝异常。也就在这时，他的身边突然冒出一名明光影刺客。不好！神希大叫一声，接着便陷入无意识状态。再次清醒时，他惊恐地发现他的血量竟然下降了一截。什么情况？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自己没有感觉到攻击？神希心脏一阵砰砰跳，他有点慌了，顾不上反击，他便加速想要逃离。下一瞬，他就再次失去意识。3秒后，再次恢复意识的他，惊骇地发现他的血量又少了一截。神希目眦欲裂，他知道肯定是那群会隐身的刺客在捣鬼。他环视四周，想要汇合几位英雄进行防御，然后他就看到了惊悚的一幕。只见一名明光影刺客将他的英雄团团围住，他的英雄全都是眼神呆滞，哪怕是匕首割破了喉咙，他们都没有一丝反应。神希瞬间想到自己莫名消失的血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神希疯狂挥舞的手中武器，想要通过这种方式阻止光影刺客的靠近。可惜他不知道的是，上线了涅槃重生的光影刺客最不怕的就是死。没有犹豫，一名光影刺客径直扑向神希，利用自己的身躯一把卡住神希手中的长剑，接着便在神希绝望的眼神中施展了延迟反应。完了！这是神希意识丧失前的唯一想法。神希死了，在一名明光影刺客不要命的扑击下死了。不仅是他，这次聚集过来的200神族领主，除了少数幸运儿外，剩下的所有人全部被击杀，手下的神话英雄更是一个都没能跑出去，全都化为一枚神话英雄碎片。刘峰看着尸横遍野的战场，悠悠道：第一步计划顺利完成，下面就是杀穿29级区域。在此之前，还要先将麾下所有英雄晋升到神话。随着刘峰一声令下，19名英雄领主、361名英雄领主麾下的英雄全员到齐。
刘峰先是消耗360枚神话英雄碎片，将马超、关羽、贾诩等人以及一众拥有神话军团的英雄晋升到神话5星，接着又将361名英雄晋升到神话1星。至此，刘峰麾下所有英雄达成全员神话。神族领主近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如龙卷风一般，在各等级领主间疯狂传播。福海在收到消息的瞬间陷入呆滞状态，缓了许久才对着身边的弗灵儿道：“妹妹，这个妹夫我很想要。”弗灵儿无语地看了眼福海，他此刻的内心也不平静。八哥，你说他这么疯狂是为了什么？他难道就不怕三大族的报复吗？福海耸了耸肩，谁知道疯子和天才就在一念之间，或许刘峰有自己的计划吧。我现在只能说，我们这一代人族要彻底崛起了，不仅仅是因为蓝星界刘峰的存在，更多的是因为另外三大族精英领主的陨落。弗灵儿对于福海的话并不关心，他现在甚至有种冲动去见一见刘峰。似乎看出弗灵儿的心思，福海轻笑道：“放心吧，就凭刘峰的表现，我们天人界应该不会坐视不管。其他参与此事的蓝星界领主我不知道，但是刘峰大概率就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会遭受一些惩罚，应该不会太致命。”弗灵儿微微点头，希望吧。29级区域，妖族领主大军驻地，逃过来的妖妇三兄弟正在反复确认消息的正确性。妖兽啧啧称奇道：“大哥、二哥，这刘峰真的是尿性啊！不仅是我们妖族，就连神族、魔族都被他干了，而且还是全军覆没的那种干。”妖鹿也是一脸庆幸道：“是啊，好在大哥有远见，及时撤到29级区域，要不然我们三兄弟很可能就栽了。那是也不看看我们大哥是谁。”妖兽一脸骄傲地看向妖符，却发现妖兽一脸的凝重，遂笑嘻嘻地问道：“大哥，这么大的好事，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啊？”妖鹿此时也发现了妖符的异常，他可不像妖兽这个二愣子，他紧张地问道：“大哥，是出什么事了吗？”妖符没有理会妖兽的询问，转头看向妖鹿道：“二弟，我在想刘峰为什么这么疯狂，他难道真的不怕我们的报复吗？无尽宇宙大陆确实有一套管理制度，高等级界面不可以向低等级界面出手，但是我们不行，不代表其他界面不行。只要三大界面放出风去，有的是界面会出手。到时候蓝星界别说是晋升高等级界面，能不能存在还是两说。”妖鹿听完妖符的话，慢慢陷入沉思。妖兽见妖符里都不理自己，有点生气道：“切，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过带着整个蓝星界玩。我要不是接受了家族的培养，我也想当一个独行侠，自由自在的不好吗？”妖符听到妖兽的话，整个一愣，接着恍然大悟：“是啊，没有规定刘峰一定要帮助蓝星界晋升高等级界面，这样就能说通刘峰为什么敢这样不顾一切的袭杀各族领主。以刘峰等人的实力，在19级乃至29级都是无敌的，他们只需要在万界排位战中慢慢熬，就能自然而然地将实力提升上去。只要实力提升上去了，界面不界面的都无所谓。”念及至此，妖符看着妖兽满意道：“不错，都是愚者，千师必有一得，你也算是难得聪明了一回。”妖鹿也是反应过来，满是惊叹道：“当真是潇洒呀，要是我们也能够这么潇洒就好了。很难想象刘峰掠夺了那么多天骄领主的资源，实力会膨胀到哪一步，怕是可以直接29级无敌了吧。”妖鹿无意识的感叹，瞬间引起了妖符的警觉。他深吸一口气，紧紧闭上双眸，脑海中不停闪过和刘峰接触过的画面。不对劲！妖符突然睁开双眼，沉声道：“二弟、三弟，我们走。”妖兽不解道：“去哪呀？这里的土著我们很多都打不过呀。”妖符恨铁不成钢道：“去39级，不，直接去49级区。”第126章秒升29级。妖兽看着妖符，茫然道：“啥情况？29级区都混不明白，去啥49级区啊？”妖鹿一脸惊讶，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别说了，快点撤，刘峰很可能要来29级区了。”啊！妖兽震惊道：“不能吧？29级区的大佬这么多，还能打不过刘峰？”妖鹿眸光闪烁道：“以刘峰的底蕴，加上掠夺了那么多资源，一旦秒到29级，实力只会高不会低。那也不用去49级区吧？那里多危险啊！”听到妖兽的话，妖鹿罕见的生气道：“不怕1万就怕万一，如果29级的领主挡不住刘峰，你觉得39级领主就行吗？”卧槽！妖兽听到这也反应过来，撒丫子就开始跑，那速度妖鹿看了都摇头。刘峰这边很快完成了整合，23支神话军团加上定军神摄营，共计7.2亿神话及神话以上将士全部集结完毕。看着一眼看不到头的神话将士，刘峰满意的点了点头。所有人，目标29级区，
出发！轰隆隆，一时间一马奔腾，空中同样翱翔着一头头巨龙和天使。29级边缘区域，妖族领主妖夏正在猎杀着土著。哎，我是真的倒霉啊，竟然被分配到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这趟神话界面之旅可就亏惨了。不行，我必须想想办法。就在妖夏思索间，他的身后突然传来阵阵轰鸣声。妖夏抬头望去，顿时神色一喜，真是想什么来什么，竟然让我遇到了一名19级领主。看样子那名叫刘峰的家伙真的是将19级区域杀穿了。不过还真是要感谢他，要不然我还真遇不上这种好事。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族的，希望不是妖族的吧。在妖夏的期待下，刘峰麾下军团缓缓进场。率先进场的就是领头的刘峰。咦？刘峰惊疑地看着不远处的妖夏，这要巧，在这竟然就能遇到一只猎物。刘峰轻笑一声，一边感叹自己的运气，一边开始秒领主小屋。叮！领主小屋成功升到20级。叮！领主小屋成功升到21级。叮！领主小屋成功升到29级。继续。叮！军营成功升到29级。可惜了，获得的资源只够将领主小屋和军营升到29级，剩下的建筑只能以后再升。随着领主小屋的提升，刘峰的等级也自然而然的提升。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29，属性血量1831该，力量183.1该，防御183.1该，速度183.1该，精神183.1该。宝物地图，异射9日神话，强化+12加19，攻击力正690%，破甲正69%，眩晕正4%，击退正4%，定身正4%，禁锢正4%。附带技能1，暴击2，吸血3，印记。仙履御衣神话，强化+6加19，防御正690%，免伤正69%，免控正4%，格挡正4%，抗爆正4%，抑制防御正4%。附带技能1，抑制防御2，无敌3，复苏。黝黑披风真神，防御正600%，减伤正60%。附带技能1，隐身2，生命源泉3，无敌屏障。天赋意识旅者，品质未知，领地加速50%，黑色神话，傀儡领主之心神话。技能万法归心神话。战斗力183.1该，领地大汉，所属刘峰，等级29，面积195京平方公里，领名英雄19，将士7.2亿。建筑略，可见建筑略。资源粮食52187子，木材54828子，石料52379子，铁矿14525子，金铁矿1563子，灵能6000子，灵石3000子。残缺领主之心 1.52亿。SSS 级专属宝箱4，传说英雄碎片9265，神话英雄碎片4，神话强化石160，神话升阶石240，真神升阶石4。领地升级条件：粮食10亿，木材10亿，石料10亿，铁矿10亿，灵能10亿。这种变强的感觉真是爽啊！刘峰陶醉地感受着自身的变化，殊不知他的这一举动深深刺激到了不远处的妖夏。啊！妖夏发出一声哀嚎，他感觉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土豪，这家伙绝对是个土豪！19级秒到29级啊，这得攒了多少资源啊！想到这，妖夏再也不敢耽搁，他怕他再耽搁下去，对面的土豪领主会将所有资源都用来升级建筑。刘峰不满地看了眼不知死活冲向他的妖夏，当即命令还在19级区域的军团加速前进。冲刺中的妖夏不屑地看了眼不断涌入的军团，19级军团而已，就算都是神话军团又如何？他的军团可都是29级，在属性上绝对是完全碾压。就是这个数量，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正常的19级领主能有这么多将士吗？不管了，只要对方还是19级军团，自己就立于不败之地。念及至此，妖夏按捺住内心的不安，开始加速冲刺。然而，随着妖夏越冲越近，他惊恐地发现对方的将士竟然还在不断涌入。什么情况？对方不止一名领主。就在妖夏惶恐不安时，定军神摄营顺利完成集结，数量远远超出妖夏的预期。刘峰看着还在不停冲刺的妖夏，悠悠道：“杀了吧！”是。得到命令的黄忠大手一挥，数亿定军神射手瞬间锁定冲刺中妖夏大军。
数秒后，一支支蓄力剑腾空而起，面对漫天的剑雨，妖夏咧嘴一笑，对面这些家伙估计在19级称王称霸习惯了，今天就让我给你们一个教训，好让你们知道29级和19级的差距。第127章春江水暖鸭先知。妖夏丝毫不管迎面来的剑雨，在他看来，19级的神话将士攻击力最多就是5、6万，就算是有武器的加成，撑死也就50万攻击。先不说能不能破防，就算可以破防又如何？29级神话将士拥有1730万的血量，就是站着不动，对面都得几十下才能完成击杀，所以完全没必要躲闪。下一瞬，漫天剑雨无情落下，妖夏的消息面板开始疯狂提示：叮，你的神话战士被击杀；叮，你的神话骑士被击杀。妖夏目眦欲裂，放眼望去，他的神话军团竟然被清空了一半还多，这怎么可能？妖夏忍不住一声暴喝，接着他就反应过来，惊恐道：你们是蓝星界的那群领主？你是刘峰？刘峰冲妖夏微微一笑，恭喜你，答对了，奖励你一个死亡。妖夏浑身一颤，顾不上收拢军团，掉头就跑，就连他的神话英雄都来不及带上。可惜一部分定军神射手早就已经锁定了他。嗡嗡嗡，一声声弓弦声后，数万支魔力箭齐齐射向妖夏。魔力箭 SSS 级军团技，每支魔力箭附带目标单位最大生命值1/1000的真实伤害。噗呲，第一支魔力箭进直射中逃跑中的妖夏，妖夏双眼瞪大，难以置信地看着身后的魔力箭，这是神话将士能打出的伤害。下一秒，他就被魔力箭淹没。看着资源面板上暴增的资源，刘峰露出满意的笑容。还是29级得神话领主有钱，这资源足够秒所有30级建筑了。现在先将建筑和将士升到29级再说。叮，酒馆成功升到29级。叮，教场成功升到29级。叮，黄忠成功升到29级。叮，定军神射营所有将士成功升到29级。黄忠真神，等级29，统帅值100，忠诚度100，属性血量22亿，力量9000万，防御6000万，速度9000万，精神6000万。专属军团定军神射营真神。专属武器：1. 赤血刀加19，传说可升级，力量正590%，破甲正59%。2. 祝融火神弓加19，品质传说可升级，力量正590%，破甲正59%。专属坐骑燎原马加19，传说速度正59%。羁绊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在同一阵营时，5人全属性增加500%。技能：1. 爆破剑 SSS 级军团技； 2. 意志剑 SSS 级军团技； 3. 蓄力剑 SSS 级军团技； 4. 魔力剑 SSS 级军团技。军团天赋：1. 精准2，共享3，剑之规则。定军神射手真神，等级29，忠诚度100，属性血量3亿，力量4000万，防御3000万，速度4000万，精神3000万。武器长弓加19，传说可升级，攻击力正590%，破甲正59%。标枪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长刀普通可升级，攻击力正100%，破甲正10%。马匹白马加19，传说可升级，速度正59%。天赋精准共享剑之规则。刘峰满意的看着定军神射手的属性面板，4000万的攻击力，他只想问还有谁？别说是普通的将士，就算是29级的神话英雄都没有这样的属性。果然等阶才是王道啊！刘峰感叹一声，便继续升级。就在刘峰忙着升级时，29级区域的妖族领主彻底沸腾了。就在刚刚，除了少数妖族领主外，剩下的妖族领主全都收到妖夏的临死消息。妖族领主们的反应也很快，不到1个小时就凑齐了100多名领主，欺人太甚！这个刘峰到底想要做什么？在19级嚣张也就算了，竟然还敢跑到29级区域，真的是太猖狂了。是啊，这次要是让他活着离开29级区域，那我们真就没脸活了。大家还是小心点，妖夏的实力不弱，单凭对方能让妖夏逃不出来，就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咋的？面对我们这么多人，他还能翻天？哼，我估计19级区域的那些人也是这么想的。结果怎么样？需要我给你再描述一遍吗？妖族领主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着，反倒是为首的几名妖族领主一言不发。其中一名妖艳女子开口道：大家一起出手吧，我觉得这个刘峰来者不善，应该不会就这样罢休。
另一名妖族天骄领主妖天附和道：“妖妮说的对，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都必须铲除刘峰这个祸害。”就在这时，正中间的一名俊美男子突然开口问道：“我记得19级区域逃过来3兄弟，他们现在在哪？”听到俊美男子的话，妖天疑惑道：“殿下，您关心他们做什么？”被唤为殿下的俊美男子，也就是妖族6皇子妖刀，轻笑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能在19级区域成功躲过刘峰的追杀，肯定知道点什么。我现在就是好奇，他们还在不在29级区域？”妖艳女子妖妮听出妖刀的意思，转头对着场下一众妖族领主道：“你们有谁认识19级区域过来的3兄弟？联系一下，看看他们现在在哪。”场下妖族领主面面相觑，很快就有一名领主站出来道：“妖妮大人，我有妖服他们的联系方式，我现在就问问看。”“速度快点，殿下还在等着。”很快，那名领主就联系上了妖服。在看到妖服回复的消息时，那名领主脸色变得异常古怪。妖妮见状，连忙问道：“联系上了没？妖服3兄弟现在在哪？”那名领主不敢怠慢，如实回道：“妖服3兄弟目前已经到了49级区域。”第128章坚壁清野。49级区域，妖妮彻底傻眼了。妖服3兄弟这一番操作属实超乎他的想象。接着他便反应过来，对着妖刀说道：“殿下，这蓝星界或许真的有问题，要不然妖服3兄弟也不能放着29级不带，非要跑去危险的49级区域。”妖刀微微点头，他原本心中就有疑虑，现在妖服3兄弟的行为更加肯定了他心中的想法。通知所有妖族领主到我这集合，所有人不得擅自行动。是。另一边，刘峰已经将所有将士升级补充完毕，其中定军神社营达到 7.83 亿，其他拥有谋臣的英雄领主军团将士数量达到3915万，剩下的所有神话军团将士数量都是725万。刘峰现在共计拥有神话及神话以上的将士11亿，可谓是兵强马壮。与此同时，派出去的侦察小队通过追踪击杀妖下定位到的2名妖族领主，顺利找到了妖族领主集合地，反应还挺迅速的。就是这数量有点多啊。刘峰看着侦察小队发来的消息，面露异色。只见地图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红点，200名妖族领主聚拢了超过70亿的神话将士，看架势，妖族这是准备防守啊。刘峰微微皱眉，妖族的反应显然出乎了他的意料。他原以为妖族会主动出击，没想到对面竟然直接认怂了。算了，妖族这个硬骨头暂时留着，先去解决另外2大族领主再说。念及至此，刘峰直接锁定1名落单的神族领主，快速击杀后再次锁定2名神族领主。而刘峰刚行动没多久，神族领主就收到了消息：猩红大陆某处城市内，神族29级区域领导者神二神色阴冷道：“人都召集齐了没？”神族另一天骄神光沉声道：“已经聚拢起120位领主，剩下的一部分在路上，一部分已经死亡。”妖族、魔族那边怎么说？听到神二的询问，神光脸色难看道：“魔族正在聚集人手，妖族那边没有给出明确回复。”哼，妖刀这家伙心思就是多，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这犹豫。神二冷哼一声，让其他人快点，另外想办法找出刘峰的目标，我就不信神魔2族联手还能弄不死他。正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乱，一名领主跌跌撞撞地冲到神二面前，颤声道：“神二大人，不好了，那个刘峰带人打过来了。”神二大声呵斥道：“慌什么？蓝星界的人再多，还能有我们神族人多？”那名领主被呵斥的一愣，接着小声道：“神二大人，您还是去外面看看吧，外面都乱套了。”神二一惊，带着不解来到屋外，映入眼帘的赫然是成片成片的箭雨。下一秒，箭雨落下，轰轰轰，无数爆炸声接连响起。凡是被箭雨笼罩的军团，不管是传说军团还是神话军团，都在第一时间气化。这是真神级攻击！神二懵了，真神英雄他见过不少，但是真神级军团他是第2次见。无尽宇宙大陆什么时候出第5支真神级军团呢？神二无意识的呢喃，一旁的神光同样看出了问题。神二，我们怎么办？还打吗？神二苦笑，打？拿头打呀！赶紧通知所有人撤退，能逃多少就逃多少。另外最好通知一下其他3族，让他们赶紧撤。这个刘峰野心很大，我要是猜的不错，他应该是想以战养战，一路杀到49级。一旦让他达到49级，那么凭借他麾下的真神军团，我们所有人都得死。神光眸底闪过一丝异色，你是怀疑刘峰准备通过掠夺资源，一路升级到49级？神二重重的点头，不是怀疑，事实就是。看看他直接从19级秒升到29级就知道，这个计划明显是可行。听到这，神光也不再犹豫，一边组织人员撤退，
一边给其他3族发送消息。真神军团，一战养战。妖刀看着神光发来的消息，惊骇道。妖妮同样是神光的好友，沉声道：殿下，神光说的对，29级区域不能再待下去了。一旦让刘峰掠夺到足够的资源，那么他很可能真的可以一路杀到49级区域。妖刀眸光闪烁道：通知所有人，准备撤退。不仅是妖族、魔族、人族都在同一时间选择撤退。魔族队伍中，魔星小声道：我的乖乖，这个刘峰是杀疯了呀！最关键的是，他竟然拥有真神军团，这简直就离谱。魔日也是一脸震惊，是啊，太让人意外了，也难怪他能够一路登顶排位战第一，原来是有真神军团。看样子，无尽宇宙大陆要出现第5大界面了。魔星一脸唏嘘，蓝星界能不能晋升第5大界面，我不确定，但是这次的神级本源非刘峰莫属了。魔月双眸深邃道：刘峰的崛起确实无可阻挡，但是他想要获得神级本源可能还差点，甚至一个不小心他都存在陨落的风险。魔星惊愕道：月姐，开玩笑的吧？还能有人对拥有真神军团的刘峰造成威胁？魔月轻笑道：别忘了，刘峰现在只是29级，一旦我们坚壁清野，不给他留下任何领主，他就不能一路升级到49级，甚至连39级都困难。如果他到不了49级，那巨大的等级差距将完全弥补神级军团与真神军团的属性差距。那时候，要是他想不开去争夺神话本源，你猜那些49级大佬会怎么做？魔星倒吸一口凉气，我就说神族怎么这么好心通知我们撤退，原来还有这样的计划。魔月嗤笑道：现在就看刘峰怎么选择了，是冒险强行冲刺49级，还是乖乖回去无尽宇宙大陆慢慢发展，都在他一念之间。与此同时，刘峰也得到4大族领主正在撤退的消息。第129章，进军49级区域。都撤退了吗？刘峰眉头一皱，4大族突然的撤退确实打乱了他的计划，这种明明就快到达到巅峰却被中断的感觉当真是太糟糕了。就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连39级区域都撤退了，要是39级区域也撤退了，那就真的麻烦了。刘峰嘟囔了一句，便开始聚拢军团，准备进军39级区域。3小时后，39级区域还真的全部撤退了。刘峰脸色无比难看，这样一来，他的等级就彻底断层，仅凭29级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杀向49级区域。正此时，一支侦察小队传来消息，称发现一座大型土著城市。看到消息的刘峰眼睛一亮，接着嘴角微微上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杀领主杀习惯了，自己竟然都忘记还有猩红大陆的土著。要知道，各大族的天骄领主之所以拼了命的进入猩红大陆，为的可不仅仅是神话本源，毕竟神话本源只有一份，基本都是49级天骄领主的专属。低等级天骄领主进来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这些土著。击杀土著不仅有基础资源奖励，更有神话英雄土著可以爆神话英雄碎片。另外，每覆灭一座大型土著城市，都可以获得神话专属宝箱。可以说，每次神话界面的出现，都是4大族的狂欢日。那么就让我给你们一个惊喜吧。念及至此，刘峰环视一众英雄领主道：所有人分散寻找土著城市，一个不留。是。49级区域，妖族聚集地。妖刀看着面前的妖符3兄弟道：你们和刘峰有过接触吗？妖符3兄弟互相对视一眼，最终还是妖符站出来道：回妖刀大人的话，我们与刘峰在万界排位战中有过一面之缘。妖刀点点头，严肃道：说说你们对刘峰的判断。妖符谨慎道：我们也没有什么判断，就是感觉刘峰挺厉害的。妖刀嗤笑一声：我没别的意思，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感觉刘峰会打进49级区域吗？妖符沉思了几秒，最终缓缓道：会。妖刀听完沉默了一会，谢了，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过来找我。说罢，妖刀就头也不回的走了。1个星期后，39级核心区域，一座特大城市集群外，刘峰、黄忠等人的身影缓缓出现。这里就是39级区域最后的城市吗？黄忠点点头道：这片区域幸存的土著都在这，剩下的都已经解决完。那就开始吧。随着刘峰话音落下，后方便升腾起密密麻麻的箭雨。半小时后，整个城市都被轰为废墟。叮！恭喜领主攻陷猩红大陆特异城市，获得神话专属宝箱1枚，是否现在领取？刘峰毫无波澜地选择了是。现在的神话专属宝箱已经吸引不了他的目光，他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将等级提上去，然后杀进49级区域，最后以无敌的姿态夺取神话本源，晋升真神级。刘峰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嘴角微微上扬，总算是攒齐了。说话间，刘峰就开始秒领主小屋。叮！你的领主小屋成功升到30级。叮！你的领主小屋成功升到31级。叮！
你的领主小屋成功升到39级。刘峰满意的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浑身只觉有一股使不完的力，他甚至有种感觉，他能够一拳轰碎现实中的蓝星。活动了一番身体，刘峰接着又将所有将士提升到39级，下面就是禁军49级区了。就在刘峰准备下令出发时，韩龙突然拎着一名牧师来到他面前。主公，有一名幸存者，我简单的询问了下，发现这个猩红大陆并不简单。根据他的叙述，猩红大陆存在众多强大的护卫骑士团，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遇到过任何一支，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刘峰闻言一惊，细想一番，好像真是。这一路走来，不论是19级、29级区域，还是现在的39级区域，他们好像都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他原本以为这就是猩红大陆的现状，现在看来事情没这么简单。刘峰来到幸存者面前，冷声道：“你说的护卫骑士团是什么等级？知道他们去哪了吗？”幸存者颤声道：“在猩红大陆发生巨变后，绝大部分护卫骑士团都被分割到圣地所在区域，我们这边只剩下10支39级的护卫骑士团，但是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这样吗？”刘峰眸底闪过一丝异色，瞥了眼幸存者，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叮！你的英雄韩龙成功击杀一名猩红土著，灵能加2兆，灵石加2兆。39级与49级交界处，亿万军团整个待发。刘峰盯着那一层不透明的结界，目露幽光。就在刚刚，他派过去的几支侦察小队接连死亡，甚至连消息都没来得及发回来。看来是一场硬仗。刘峰不知道的是，结界的另一边，负责守护这一段结界的妖族领主脸色十分难看。妖木一边死死盯着结界，一边疯狂地向外发送消息。他此刻的内心早已经是惊涛骇浪。怎么可能？29级、39级区域不是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吗？为什么这个刘峰还能升到39级？这不合理。真神军团啊，那可是他们妖族老祖才有的。一想到自己就要面对一支真神军团，妖木恨不得马上逃遁。但是仅存的理智告诉他不可以，只有将刘峰堵在这里，他们才有希望存活。现在刘峰只有39级，他们还有希望战胜。一旦让刘峰顺利进去，并且达到49级，那19级、29级区域的惨状将会在他们身上上演，他们所有人都得死。他不是什么好药，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分得清的。念及至此，妖木的眼神慢慢坚定下来。第130章，人族的面子不行，你的面子可以。正此时，结界突然一阵剧烈波动，妖木心头一凛，他知道刘峰来了。果不其然，一支支神话军团快速穿过结界，地面为首的正是清徐重盾兵、大戟士、虎贲卫士、县阵营4大近战防御军团，在他们两翼的是西凉铁骑、白马义从等骑兵军团，空中则是以滨州狼骑为首的飞行军团。一时间，亿万神话将士铺天盖地地杀向妖木拦截军团。早有觉悟的妖木深吸一口气，毫无畏惧地命令麾下所有军团上前拦截。因为定军神社营没有入场，所以在数量上妖木并没有差多少，加上等级的差距，妖木地军团甚至还是占据上风。这是有戏？妖木惊讶地看着战场，随后他就摇了摇头。他知道刘峰的真神军团还没有入场。刘峰也是感觉到各大军团的压力，哪怕是有着涅槃重生在，各大军团依旧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减员。好在4大近战军团比较给力，硬生生给定军神社营撑出了一大片空地。没有犹豫，刘峰直接让定军神社营开始入场。来了！妖木在定军神社营入场的第一时间就察觉，一声暴喝：“所有远程军团，给我狠狠打！”话音刚落，数不清的箭矢、法术就砸向刚露头的定军神社营。看着漫天的远程打击，妖木缓缓松了口气。他一直保留着相当一部分远程军团未投入进攻，为的就是这一刻。面对这样密度的攻击，哪怕是你有复活，也能拖延一阵了吧？妖木目露期待地看向定军神社营，下一瞬，他的瞳孔骤然放大。这不可能！怎么有人能够打出这样的操作？只见穿过结界的一部分定军神射手，神色从容的张弓搭箭，一支支箭矢仿佛自带追踪一样，将空中袭来的大部分箭矢、法术射爆。尽管还有少部分远程攻击落在定军神射营阵地上，但是在涅槃重生的加持下，被击杀的定军神射手仿若没事人一样，复活起身后便继续射击。不一会儿，数量超过10亿的定军神射手就整齐地出现在妖木面前。妖木看着定军神射营的数量，整个都惊呆在原地。这个数量是什么情况？49级的他，别说是单支军团，就算是所有军团全部加在一起都没有这么多啊！就刘峰这军团数量，怕是老祖的军团都达不到吧？妖木剧烈喘息着，
他的眼神中都是绝望。难怪这个刘峰能够带领蓝星界领主莽穿4大族，就凭这支10亿真神军团，刘峰自己就能杀穿一切。就在妖木闭目准备放弃挣扎时，他的2翼身后纷纷传来轰鸣声。妖木急忙睁开眼，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支神话军团，为首的正是一名49级领主。援兵！是附近收到消息的领主支援来了。支援的领主快速奔袭向妖木。妖木勿慌，我们来也！话音刚落，一名壮硕的妖族领主就来到妖木身边。妖木，现在什么情况？刘峰他们人呢？听到壮汉提到刘峰，妖木整个一滞，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支援过来？壮汉领主轻笑道：你放心，这次定叫那刘峰有来无回。收到你的消息，附近30名领主以及我们应急救援50名领主全都赶了过来。妖木眼睛一亮，80名神话领主，怎么着都有个80亿神话将士。快集合所有远程神话军团！刘峰的真神军团太恐怖了，不仅擅长远程打击，他们的数量更是达到了10亿。壮汉领主愣了一下，颤声道：10亿真神将士？是啊，赶紧的吧，再晚我怕来不及了。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壮汉领主没有回应妖木，抬头看着天空道。妖木闻言猛地看向半空，这一看当场看傻了他。只见定军神摄营阵地上升腾起数不清的箭矢，升空的箭矢甚至将空中的血月遮蔽。反击！反击呀！妖木的反应最快，对着身边一众领主大声咆哮。就在一众领主手忙脚乱的想要指挥军团拦截时，乌云般的箭雨落下了。叮！你的妖骑兵被击杀！叮！你的巫师被击杀！妖木的消息提示面板彻底沦陷，短短的3秒钟，上一条被击杀提示闪过。要不是系统足够强大，就这负荷量，搁一般系统早就崩溃了。不仅是他，一众支援来的领主也都傻眼了。壮汉领主结巴道：这就是真神军团的威力吗？妖木沉默了一会，缓声道：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他接着一声苦笑，谁能想到一场镀金之旅竟然会演变成一条不归路。等到消息传出去，整个无尽宇宙大陆估计都得沸腾。蓝星界刘峰算是彻底崛起了。壮汉领主小声道：妖木，要不我们跑吧？跑？妖木指了指再次袭来的箭雨，有这玩意在，你告诉我怎么跑。说话间，箭雨落下。1个小时后，包括妖木在内的80名神话领主全员阵亡。刘峰看着属性面板上暴涨的灵石，龇牙一笑，没有急着追击，而是稳妥的将自身等级和所有英雄将士的等级提升到49级。至此，刘峰可以确定猩红大陆他将再无敌手。正此时，他的好友列表突然弹出一条消息：弗里尔，刘峰看在同为人族的份上，放过49级区域的人族领主，你看可以吗？刘峰看完轻笑一声，直接回复道：人族还没这么大面子。19级区域的弗里尔看到刘峰回复的消息，眼神整个一暗。一旁的福海神情凝重道：妹妹，刘峰拒绝了吗？弗里尔沮丧地点了点头。福海眸底闪过一丝苦涩，他本以为刘峰放过了他们，就能放过49级区域的人族，他怎么都没想到刘峰对人族的身份竟然如此的不在乎呀！就在福海不知道怎么办时，弗灵儿突然捂着嘴惊呼了一声，他一脸惊喜地看着消息框：刘峰，人族的面子不行，你的面子可以。第131章魔族妖族领主买命成功。刘峰，你告诉49级区域的人族领主，活可以，但是必须给出足够的资源，我只给他们1天时间。1天之后，所有未交资源的人族领主都不在保护范围。弗里儿一脸惊喜地回道：我会通知到位的。一旁的福海紧张地问道：妹妹，怎么呢？是刘峰改变主意了吗？弗里儿重重地点头，一边给49级区域领主发送消息，一边说道：刘峰说可以放过49级区域的人族领主，但是需要上交足够的资源。福海闻言大喜，太好了，资源而已，我们天人族最不差的就是资源。49级区域天人族领主聚集地，一名鸣人族领主都在焦急等待着。突然，其中一名领主大叫道：成了，公主殿下谈判成功了。什么？成了吗？哈哈，我们不用死了。一众人族领主全都激动起来，就是领头的几位也都长长松了口气。那名接到弗雷尔消息的领主接着道：诸位先别高兴，公主殿下说这是有条件的，需要我们上交足够多的资源，且时间只有1天，过时不候。资源而已，给他就是。一名领主满是无所谓道：是啊，我们还能交资源买命，另外3族可就惨了。另一名领主得意道：走了走了，公主殿下将刘峰坐标发了过来，我们现在就过去。一起走着。人族领主这边可以上交资源买命的消息
很快就在三大族领主中流传开。神族、魔族、妖族领主全都紧张地聚集在一起。神族，诸位，刘峰这是要赶尽杀绝呀！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只有联合起来，我们才有一线生机。魔族、神族说的对，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只要我们三大族几百名领主联合起来，就算是刘峰拥有真神军团又如何？凭借足够多的神级将士，我们依旧能够拖死刘峰。妖族，既然刘峰不给活路，那我们就和他来个鱼死网破，就算是死，我们也能崩他2颗门牙。正此时，魔族魔日三人组和妖族妖符三兄弟分别找上各自的49级天骄领主。魔族49级天骄领主魔灵眼神阴鸷地看着魔日三人，他此刻的心情可谓是差到极点。他原本还幻想着能够夺得神话本源，顺利晋升到真神级，结果半路杀出来一个蓝星界刘峰。最离谱的是，这家伙竟然是从19级区域硬生生杀上来的。一想到刘峰有一支数量破线的真神军团，魔灵就一个头2个大。他现在已经不想着夺取神话本源，他现在只想活下去。念及至此，魔灵嘶哑着声音道：“你们3个小家伙找我何事？”魔月上前恭敬行礼道：“尊敬的魔灵大人，我听说人族通过福灵儿成功和刘峰达成协议，可以通过上交资源来换取性命。考虑到我们魔族已经退无可退，我魔月斗胆进言，希望可以全权代表魔族和刘峰谈判，争取达成和人族同样的条件。”魔灵惊诧地看向魔月，忍不住问道：“你认识刘峰？”魔月微微颔首，算是认识，只不过关系没有那么近，所以想要达成人族的条件可能有点难。但是我想尝试一番，毕竟能够通过资源解决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上升到拼命的层次。魔灵眸底闪过一丝喜色：“你说的对，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来办。资源上你不用担心，尽管和刘峰谈，只要他敢要，我们就敢给。另外，我向你保证，如果你能够谈成这件事，你们3人将会成为我们魔族的天骄种子序列，一应资源绝对管够。”魔月闻言，心跳一阵剧烈加速。成了，不仅仅是活命问题，就连他以后的道路都铺平了。虽然他对于这次谈判没有一丝把握，但是这又如何？要不是不谈，别说是他，整个49级区域的所有魔族领主都得死。谈的话，至少还有一半的把握，剩下的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希望刘峰的杀心没那么大吧。魔月内心轻叹一声，脸色却是面不改色道：“我这就开始联系刘峰。”另一边，妖符同样得到妖族49级天骄领主认可，此时也在尝试联系刘峰。滴滴滴，正在追踪3大族领主的刘峰突然收到几条消息提示，打开一看，正是魔月和妖符发来的消息。刘峰看着2人发来的消息，轻笑道：“看样子魔族和妖族也不全是愣头青。”刘峰沉思一番，最终决定放过魔族和妖族领主，不是他心软，而是这样获得的利益更高。如今49级区域的领主基本都已经转移了各自的灵石，他上一个击杀的领主灵石只有可怜的数亿。刘峰估计，就算是将49级区域的领主全部击杀，获得的灵石可能还没之前1个人多。与其这样吃力不讨好，还不如卖一个人情给魔族、妖族，毕竟魔族、妖族后面还站着2位超级大佬。最关键的是，屠戮神话英雄获得的神话英雄碎片，对他的意义也已经不大。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他提升实力的，只有神话专属宝箱和真神英雄碎片。想到这，刘峰分别给魔月、妖符回复了消息，告诉他们买命可以，但是需要付出2倍于人族的资源。消息刚发生过去，他就收到魔月和妖符的肯定回复。刘峰愣了一下，随后便反应过来，轻笑着自语道：“我都这样狮子大开口了，魔族和妖族竟然都不还价，看来真的是被杀怕了。”殊不知，在他眼里属于海量的资源，在魔族和妖族眼里那就是洒水，根本没有一丝心疼。魔月和妖符甚至还因此获得了赞赏，族中地位是直线飙升，基本可以预定未来49级天骄领主的席位。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刘峰放弃了继续杀戮，只是停留在原地等待3大族领主过来交易。第132章，悲惨的神族，癫狂的魔月、妖符。魔族、妖族谈判成功的消息彻底惊呆了神族领主。神族49级天骄领主神一找来神二，劈头盖脸的骂道：“你们什么情况？为什么其他3族都有刘峰的好友位，而你们却没有？现在好了，4大族除了我们外，都已经和刘峰谈判成功。你知不知道，要是我们都死在这，神族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会陷入实力断层。”神二内心无语，他很想说这关他什么事，他又不是19级，但是又想到事关自己的性命，神二耐着性子道：“现在怎么办？需要派人和刘峰接触一下吗？”神一气急败坏道：“这还用说吗？还不赶紧的！人魔妖3族既然能够谈判成功，我们神族没理由不成功。你现在就带人去和刘峰谈判，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说服刘峰，否则你也不用再回来了。”
神二一听是神医要让自己去，顿时有点急眼，刚想找理由，就被神医阴沉的扫了一眼。我给你2个选择，一是现在就去谈判，二是现在就死。听到神医的话，神二心中怒火顿生，但是却无可奈何，冷哼一声后就转身离去。神二很快就来到刘峰所在的位置，在表明来意后，便在原地忐忑地等待起来。正此时，一名上交完资源的29级魔族领主发现了等待中的神二。哟，这不是神二吗？没听说你们神族可以交资源买命啊？面对老对头的嘲讽，神二神色一冷，撇过头并没有理会。谁知魔族老对手却是不依不饶，直接来到神二身边道：神二，要不算了吧，反正都是死，咱不受这气。神二冷声道：你要是再敢多废话一句，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不信，滚啊！神二彻底破防。也就在这时，一名定军神射手来到神二面前，面无表情道：你跟我走。神二狠狠瞪了眼魔族领主，随后便整理了下情绪，快速跟着定军神射手离去。一座教堂内，刘峰端坐上手，冷眼看着局促不安的神二。你的来意我已经知晓，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我的条件也很简单，双倍于人族的资源，加上每人5枚神话英雄碎片。行，你现在就回去通知神族领主过来，时间只有1天。不行，你依旧可以离去，但是你们神族的下场我不保证。神二心头一凛，心中暗暗发苦。资源都好说，和其他3族一样，神族根本不差钱，就是这5枚神话英雄碎片是要老命了。进来的49级领主还好，他们的神话英雄基本都超过了10人，但是其他29级领主就惨了。5名神话英雄虽然不是他们的全部，但是绝对会伤筋动骨。想到这，神二硬着头皮道：刘峰大人，您看是否可以再商量一下，我们可以多付出10倍乃至更多的资源，只求不牺牲现有的神话英雄。不等神二继续说话，刘峰便冷哼一声：我不是在和你商量，而是在通知你，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但是不要和我讨价还价。现在告诉我你的选择。神二见刘峰似有生气的征兆，连忙点头答应道：我代表神族同意了。神族谈判成功的消息很快就传遍49级区域。当人魔妖3族听到神族的谈判条件时，一个个都笑出了声。所有人都知道，这次神族算是栽了，哪怕是这一批领主能够活着出去，他们的实力也会大打折扣。失去5名神话英雄的他们，在接下来的竞争中，除非是神族拿出底蕴扶持，将会落入全面下风。神族的领主收到通知后，也是如丧考妣。虽然很憋屈，但是没有人选择反抗，全都乖乖的上门送上各自的资源和神话英雄。1天后，49级的刘峰顺利收割完各族领主，所获得的资源已经多到不知道怎么用。他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妖魔2族资源交得那么痛快，感情他们根本不缺这点资源。看着已经升到49级的酒馆，刘峰的嘴角止不住的上扬。等到他回到领主，他就能多出30位英雄领主，再加上英雄领主麾下的英雄，他的英雄数将达到恐怖的2401位。那时候的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人成军，一人灭一界都不是没有可能。下面就是安静等待神话本源的出现。1个月后，随着土著势力被一个个剿灭，刘峰苦等已久的神话本源终于露面。猩红大陆一处不为人知的山谷，无声无息地出现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一道漆黑色的光柱冲天而起，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与此同时，各大等级区域的限制光幕陡然消散，整个猩红大陆再次连为一体。4大族领主看着冲天而起的黑色光柱，全都苦笑着摇了摇头。他们这次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损失了海量资源，甚至连前期的投入都没能收回来。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提前预支了族中资源，这个资源可不是基础资源，而是像神话英雄、召唤令、神话兵种建筑这类战略资源。反倒是以福林、福海为首的19级领主赚的是盆满钵满。因为刘峰的原因，原本应该由4大族瓜分的19级区域，只剩人族独享。在这1个月内，弗里尔等人率队全灭了19级区域的所有土著势力，每一名19级人族领主都分到10数枚神话专属宝箱，可谓是赚翻了。4大族领主全都垂头丧气地聚集在一起，他们现在只想刘峰快点获得神话本源，这样他们也能早点脱离苦海。然而，谁都没有注意到的是，魔族、妖族队伍中偷摸着窜出数道身影。那些身影在脱离大众视线后，迅速飞奔起来，领头的赫然是魔月和妖符2人，紧随其后的自然是魔日、魔星、妖鹿、妖兽4人。浑身显露29级气息的6人全都一言不发，闷头苦奔。直到6人来到原本的29级区域，看到一座完好无损的土著城市时，6人才露出癫狂的大笑。第133章地心。妖符深吸一口气，
对着魔族3人组道：“魔月，我们从这里分开，你们往左，我们往右，趁着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尽可能的获取专属宝箱。”好，就按你说的办。魔月也不是墨迹之人，当即做出决定。剩下的4人也是没有任何意见。面对着泼天富贵，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清场。一旦让其他高等级领主发现，那这29级区域就没有他们什么事。毕竟4大族的高等级领主都被刘峰吓破了胆，根本不敢前往地心与刘峰争夺神级本源。妖符见魔月同意，直接道：“我们先走一步，这座城市就交给你们了，后会有期。”说罢就带走妖鹿、妖兽2人，疾驰向远处。魔月3人见状，一时一刻不敢耽搁，瞬间召唤出数支军团，开始进攻眼前的城市。就在6人组清扫29级区域时，刘峰率领着大军来到了地心，也就是神话本源所在地。刚一到地心，宝物地图上就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点。刘峰轻笑道：“我就说猩红大陆上的高级军团哪去了，原来都这。”另一边，猩红教会新任教皇同样注意到了刘峰，嘴角呢喃道：“这就是神预言的神发使者吗？”教皇头也不回地对着身边一名红衣大主教道：“让各大骑士团、法师团准备一下，神发来了。”随着教皇一声令下，数亿骑士军团齐齐列阵，在他们身后的则是数亿身穿白袍的法师团。教皇眯着眼看向刘峰，似乎在等刘峰出招。仿佛感应到教皇的注视，刘峰对着黄忠道：“黄老将军，速战速决。”黄忠闻言，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主公请放心，对面只有数亿军团，而且还都是49级的神话将士，只需要数个回合，定军神社营就能将对面击溃。”说话间，黄忠径直下达了进攻命令。嗡嗡嗡，一声声弓鸣声如同炸雷一般响起，漫天箭矢如乌云般笼罩向教会骑士团。负责指挥作战的红衣大主教凯恩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1到第100法师团凝聚圣光结界，剩下的所有法师团全力进攻。所有骑士团除皇家骑士团外，所有军团开始冲锋。凯恩上来就是全力，他不准备进行拉锯战，他准备一鼓作气，直接利用庞大的骑士团冲散刘峰军团的阵型。然而定军神社营的箭矢却是给了他狠狠一巴掌。只见原本无往不利的圣光结界在漫天箭矢的冲击下发出一阵阵刺耳的摩擦声，咔咔咔，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音，由上亿法师共同凝聚的圣光结界应声而破，数不清的箭矢无情地落在一脸蒙圈的骑士团头上。霎时间，还没来得及冲锋的骑士团遭遇重创，近亿骑士当场殒命。这不可能，这攻击力怎么能够如此离谱？凯恩惊骇地看着还在持续不断落下的箭雨，接着便反应过来：冲锋！所有人都给我冲进对方阵地。第134章，我回来了。在凯恩的一声令下，骑士团开始疯狂冲击刘峰的防线。看着不断倒下的骑士，凯恩的心都在滴血。这些可都是教会的底蕴啊！以往都是他们屠戮别人，如今他们却像是炮灰一样，成片成片的死亡。半个小时后，地心世界血流成河，到处都是破烂不堪的尸体，只剩下凯恩、新任教皇以及一众红衣大主教还在苟延残喘。不等凯恩等人反应，定军神射营又是一轮箭雨袭来。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名49级红衣大主教，获得神话碎片+1。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名49级教廷骑士长，获得神话碎片+1。叮！你的定军神射手成功击杀一名49级教皇，获得真神碎片+1。刘峰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提示，轻声道：“这么简单的吗？”话音刚落，他就再次收到一声系统提示：“叮！恭喜领主成为本次神话界面获胜者，获得神话本源1份。”接着就看到地心深处飘出一颗七彩石，下一秒七彩石就落在刘峰手心。这就是神话本源吗？刘峰细细打量着七彩石，内心毫无波澜。这个应该怎么使用呢？就在刘峰疑问间，七彩石开始缓慢融化，融化出的七彩液体无声无息地融进刘峰的身体。不多时，篮球大小的七彩石就消散在刘峰手上。1秒、2秒、3秒，刘峰足足等了1分钟，也没感觉到身体的变化。这不会是个假的吧？也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心跳开始剧烈跳动，全身血液也开始加速流动。开始了吗？刘峰露出期待的神色。想象中的剧痛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如泡温泉一般，全身越来越舒服，越来越通透。他甚至还抽空看了下面板的变化。领主，刘峰进阶中。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打坐中的刘峰缓缓睁开双眸，悠悠道：“这就是真神阶吗？”领主，刘峰，领地大汉，种族人，等级49。
宝物、地图、装备：异射9日，仙履御衣，黝黑披风。天赋：1. 异世旅者，以激活锚定领主已知的平行宇宙，可实现宇宙穿梭。2. 领地加速 60%， 真神。3. 傀儡领主之心，真神，击杀一名领主后，可将残缺领主之心炼化成傀儡领主之心。傀儡领主之心享有正常领主之心部分功能，不可升级，等级由主领主之心决定。当前可炼化傀儡之心数量49。技能：万法归心，神话，领主可以使用麾下英雄所有的天赋和技能。刘峰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异世旅者激活了，锚定领主已知的平行宇宙，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可以回到曾经的蓝星？想到这，刘峰再也顾不上其他，直接开始尝试激活异世旅者。叮，检测到领主锚定了一座平行宇宙，是否现在进行穿梭？是。一阵剧烈的眩晕感后，刘峰陡然消失在原地。当他再次睁眼时，眼前车水马龙的场景令他整个人都颤抖起来。我回来了。